不知过了多久，痛苦的女声响起，紧跟着是婴儿洪亮的哭声。女子一瞬没有丝毫动静，像死了一般。可能过了1刻钟，女子的手指动了动，眼睛缓缓睁开，看着那哇哇直哭的孩子，眼神中多了一丝光亮。她缓缓挪动，抱起孩子，是个女孩呢，这是她的女儿。几声狼叫让女子瞬间警醒几分。女儿，不哭啊，娘亲在。小小的孩儿似乎能听懂一般，真的停止了哭声。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说不出话来？我不是死了吗？现在是什么情况？苏月，某国特工组织头号杀手，一次刺杀任务被自己信任的同伴给出卖，落了个被炸弹炸得粉身碎骨的下场。而此时他重生在一个刚出生的女娃娃身上，可现在又是个什么情况？一头通身雪白的巨狼出现在他们面前。女子看白狼没有其他动作，而一双铜铃大的狼眼似通人事，看出了他的困境。请您救救我的孩子。白狼没有反应，他继续说，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听懂我的话，这是我的女儿。怎么办？怎么办啊？这大白狼好像成精了，能听懂人话，怎么没点反应？我快死了，但是我的孩子不能死，他还那么小，他还没有看过这个世界，你能救救他吗？白狼一声嚎叫，依旧没有其他动作。他把玉佩放进孩子的怀里。女儿，对不起，娘不能陪你长大了，但是娘会看着你的，会一直看着你的。一滴泪水滴在苏月的脸上，苏月心里慢慢的，娘希望你能好好长大成人，看看这世间风景，平平安安，万事顺遂。你有个哥哥。想到儿子，女子眼含痛苦。她不知道没有他，她的儿子该怎么在那吃人不吐骨头的皇宫里生存。原来红衣女子是大庆皇帝武皇的女人，5年前差点为了他遣散后宫，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你一定会喜欢他，他绝对会是个好哥哥。娘好想看着你们长大呀。你的外祖在边关，你还有3个舅舅，他们会来寻你，会代替娘照顾你的。你的外祖母常年身体不好，你长大了，记得替娘亲多尽尽孝。怀里的苏月也在他不停的絮叨中大致了解了自己这一世的身份。女子身下的血染红了泥泞的土地。白狼鼻子动了动，往前走了2步。苏月看着那个靠近的狼头，心里那个怕呀。但他盯着大白狼的眼睛，鬼使神差地伸出小手，拍在了白狼的脑袋上。而大白狼竟然没动，低低地吼了一声，似是回应，似是承诺。女子取下腰带，把孩子绑在白狼的脖子下。苏月哇哇2声。而此时的女子身下的血流尽了，活不成了。而刚刚那几个动作似乎是用尽了她所有的力气，眼神盯着苏月，微笑着慢慢的闭上了眼睛。苏月哇哇哇的叫唤着，女子再也没有醒来。小小的手儿想伸过去触碰，却碰不到。大白狼听到几声野兽的叫声，缓缓的起身，带着苏月转身朝密林深处奔去。白云山顶，白云观内。大师兄，你说小白的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再不回来，
小白他都要饿死了。该回来的时候自然会回来。昨天的雨那么大，你说小白妈妈是不是被困住了？也不对啊，那是昨天了。雨停了都好久了，他还没有回来。他是不是不要小白了？那小白不就跟我一样了？但是我还有师傅和师兄们，小白却一个亲人都没了。屁大点的孩子就知道伤春悲秋了。你早课做完了吗？做完了。二师兄，你怎么动不动就拍我脑袋，都拍笨了？呸！就你这榆木脑袋，多拍几次也不碍事。后院的菜地浇水了没？昨天下了大半夜的雨，那菜还需要浇水吗？我又不是傻。大师兄、二师兄，吃饭了。三师兄，你的脸跟锅底一样黑。哎，去，我这都是为了谁啊？有本事一会儿你不要吃，饿着。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呀？我怎么感觉你脸上的肉又多了？才没有。三师兄，你就知道欺负我。大师兄，你看他。哼！小三，别老欺负小四，你也是做师兄的。大师兄，你能别叫我小三吗？那你想叫什么名字？说来听听。不错的话，我就去跟师傅建议帮你改了。我还没想好呢，反正不想叫小三，一点都没有气势，不威风。还有气势，小三多好听啊！小三。不是你们当然会说风凉话了，哼！然后默默地开始给自己想名字。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陆续走进饭堂。三师兄，这个黑乎乎的是什么？能吃吗？怎么不能吃啊？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嫌？哎，快吃！这是人吃的东西吗？吃了会不会直接上天呢？这个小三，除了药草医道，看来是啥也不会。唉，以后绝不能让他进厨房。陈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啊？这日子还要过到啥时候？不行，一会儿我得去打几只野鸡烤来吃。这他妈哪是人吃的东西啊！师兄，师傅闭关半年了，什么时候出关啊？我都忘了他老人家长什么样了。师傅闭门前就说了，该出来的时候就出来了。我掐指一算，该出关的时候就出关了。二师兄，你这样子就像个神棍。去，你个小屁孩懂什么啊？咱隔壁山上青云观的青山道人就是这样的。二师兄，你竟然学青山的牛鼻子老道！等师傅出关了，我要告诉师傅。好了，你是师兄，别老欺负小四。我哪敢欺负这臭小子？仗着年纪小，惯会撒娇讨喜的。一屋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几声狼叫打断了这一世平静。这是狼叫吗？大师兄，你这胆小鬼，狼有什么可怕的？估计是山林里的狼迷路到了这里。大师兄，我出去看看啊。自己小心点，若只是迷路的狼，打出去就行。知道了。这老二上辈子肯定是个猴子。二师兄去打狼了。哎呀，狼真可怜。偏偏小少年段天涯持剑飞身至白云观门口，立在屋顶往下看。我的天，那是个小婴儿吧？大师兄，快来啊！有个小孩特别小，还有头狼，大白狼特别大。怎么回事？什么孩子？门口来了一只大白狼，还带着个孩子，很小的孩子。很小的孩子。走，我们快去看看。
4个身影匆匆来到门口。大白狼看着几人，一时也没了反应。我老头没想到还有这般机缘，竟还能收个女徒儿。师傅4人齐声道：师傅，你终于出关了。乖。老夫我可以探天机，知道我此生还有一徒弟，就是你这个女娃娃。好，很好。伸手想去触碰，然而大白狼往后退了一步，看着老头。我也不想如此认怂啊，实在是这个老头身上的威压太盛，一看就不是好惹的，即使我是狼王，也是不能与之抗衡的。但此时他还是想尽力护着这个孩子，帮他找到他命定的有缘人。毕竟他是他们狼族等待1000年的人，是他们狼族的主子。玄机子随即了然，正色道：狼兄放心，将此女娃交给我，我玄机子必定将其养育成人，传授我毕生所学。此女出现，天下局势将大变。这天机他是不可能道出的，只希望这变数是往好的方向改变。小三，快烧热水。师傅，他怎么样？有我在，问题不大。然而大白狼叼住他的衣角，扯动了一下，大白狼嗷呜又是2声，然后往山林跑去。天涯，你跟着去看看。是，师傅。片刻以后，玄机子探过脉，喂过药，算是救过来了。但是小女娃仍一直昏睡着。师傅啊，给。重新找根红绳，给她挂在脖子上，应该是她亲生父母之物，以后估计会有用处。是，师傅。师傅啊，她以后就是我们的师妹了吗？是，她注定是我玄机子的徒弟，是你们的小师妹。哦耶，太棒了！我有师妹了，我以后也是师兄了。小五啊，我是你师兄啊，以后呢，你就是我师妹了。你快快醒来，师兄带你玩。小五，玄小五师妹也太可怜了。我跟小四好歹还是男孩子，叫这么个名字就算了，小师妹可是女孩子呀。唉。是小五，玄小五。师傅，我回来了。段天涯急吼吼地闯进来，我要看看师妹。叫什么叫？你干什么去的？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师傅，刚刚不是你让我跟着白狼去的吗？师傅，我跟您说啊，刚刚我跟着白狼进了密林，一路跑啊，跑了好久。说重点。就到重点了呀。白狼带我到一棵大树底下，看到一个死人，一个女的，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女人。我大致查看了一下，应该是生产时血崩而亡。师傅，我感觉那个女人应该是小师妹的娘。然后我就将女子找了个地方埋了，毕竟是小师妹的娘亲嘛，总不能暴尸荒野吧。师傅你放心吧，我找了个风水好的地方，她一定能躺得舒舒服服的。哎，天意呀！你们以后好好照顾小五吧。是。13年后，小五，我刚刚去山脚看了小胖，他说他们一家要搬到县城里去了，以后都不能来找我们玩了。什么找我们玩？那是找你玩。小胖的，我可从来没和他一起玩过。唉，以后我们又要孤孤单单的了。先是大师兄，然后是二师兄和三师兄，都走了，现在连小胖都走了，我们真是太可怜了。山下有那么好吗？为什么师兄们出去了都不肯回来？三师兄年前走的时候，明明说很快会回来，要给我带糖葫芦、栗子糕的，哼，骗人。大师兄说北齐京都有个酒楼，招牌菜是烤鸭，色泽红润，肉质鲜呢。哎，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去北齐？一定要让大师兄带我们去尝尝。还有二师兄，他游历各国，喝过一种红色的酒，滋味可不一般呢。坏了，吃货，这个四师兄啊，没救了。狼叫声起，哎，小五，哎呀，大白一来，你又不理我了。玄小四垂头丧气道：“我还是回去看看陈妈妈午饭有没有做好吧。陈妈妈是不会不理我的。”我啥时候理过你啊？都是你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好吗？哎，这小四啊，是真可怜。这山上只剩下他们几个在，玄机子道人常年闭关，小五那丫头又天生是个闷葫芦，天天跟这些药草毒物为伍，只能我陪着她了。大白，你这2天都去哪儿了？都没来找我，是不是去找母狼了？没有啊，族里最近事多，走不开啊。哦，什么事啊？是不是有新生崽了？是的，我弟弟家新加了俩小子，我回去看看，是我的侄子呢。哎呀呀，你看看，你弟弟都生孩子了，你咋还单着呢？你不是狼王吗？怎么一个媳妇儿都找不到？谁说我找不到？那是我不要，我要找的伴侣可不是一般女郎能比的。哼！啊，行行行，你是狼王，你说的都对。啊，最近空间又扩大了，带你进去看看。空间里，以前这里只有些药草植物，这些年你陆续带了各种东西进来，空间也不断扩张，越来越有生气了。是啊，一开始只有我能进来，后来我就可以带你进来了。现在这里那么有生机，哎，你说我是不是可以带其他人来？那可不行，人类是这个世间最贪得无厌的物种，被他们知道了，肯定会给你带来杀生之祸的。这我当然知道了，我也没想带别人，就是师傅跟几个师兄，他们对我一直都挺好的，而且这些年来，他们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我的异常，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说破过，还给我遮掩。他们是好人，但还是再等等吧。不急。说着，递了一个红艳艳的果子给大白，一人一狼闷头啃着。空间出产的水果就是香甜。就是，年轻着呢。哎，你洗洗，别吃坏肚子。啊，不用，这是小五摘回来的，干净着呢。白云观药房内，小五，你研究好了吗？这都3天了。快了。苏月面无表情道：“三师兄的朋友中的这个毒很厉害吗？他都解不了，还得来找你？哼，什么神医呀？三师兄善医不善毒。那他每次一回来就跟你研究那些毒物，怎么一点都没学会呢？还是太笨了。说别人笨，人家三师兄至少还是个神医，能请到他医治的病人非富即贵。你呢？师傅的本事你学会了啥？吃吗？师傅可没你那么贪吃。苏月没理他，继续埋头研究。成了。怎么？好了？那得赶紧让人送过去啊！眼神闪亮。小五，你说我把解药送下山给那神医堂的徐叔，徐叔再安排人送给三师兄，是不是很耽误事啊？不就是想下山吗？你的心思啊，都写在脸上了。小五，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能交给别人。三师兄现在肯定很着急，他那人除了我们，难得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他一定很珍惜这个朋友。所以啊，这个事情还得我们来。为了帮助三师兄，我们还是辛苦这一回。苏月没理他，转身离开。哎，小五，小师妹，你说话呀！玄小四紧跟着苏月离开。轰！巨大的声音响起。师傅，是你吗？你这是干啥了？那么大动静，又把山劈了？臭小子，说什么呢？那是老夫我功力又大增了，
刚刚试了下，没控制好力度，一不小心把后山弄塌了。恭喜师傅！怎么，你俩不为老夫高兴？您老人家这几年功力每年都在涨，这白云山都快被您老劈秃了。高兴高兴啊！师傅，您越厉害，以后我出门就越没人敢欺负我了，不是？玄小四狗腿道：“师傅，您别打，别打了！”你个小兔崽子，我玄机子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收了你这么个蠢徒弟，你几个师兄都不用我操心，你小师妹更不用说了。就你说你一天天的到底在干什么？武功学不好，医术毒术一窍不通，奇门遁甲，马马虎虎吧。你说你出去别说是老夫的徒弟，丢人。师傅，我还会给您做好吃的。您上次不还说我做的芙蓉羹好吃吗？师兄和师妹他们会做给您吗？连陈妈妈都没我做的好，小师妹动动嘴，我都能原样给做出来。行，你闭嘴吧你！玄机子训完四徒弟，转身看着苏月：“小五啊，师傅这闭关1年多，可想为师了呀？”师傅这表情太欠揍了。有没有什么疑难杂症解决不了的，需要为师帮忙解惑呀？没有，师傅。哎呀，我们小五就是厉害呀！师傅，您别这么想，怪瘆人的。闭嘴！屋内，师傅，快喝喝这茶，茶叶是小五制的，您喝喝看。你师妹孝敬给我的茶，要你来说，哼！小五啊，你那还有多少这茶叶？给为师多留点，不然等你们下山，师傅就没茶喝了。下山？师傅，您说让我跟师妹下山去？师傅，我不下山。四师兄想下山的话，真的自己去吧。小五，你傻呀！这山上10几年，你还没玩够啊？我们去山下看看呢。下山我们可以去找大师兄，他现在都登基了，是皇帝了。我们去敲大师兄竹杠，让他带我们去吃好吃的。小五，你对自己的身世就半点不好奇吗？好奇啥？刚穿来那会儿，他那个娘亲该告诉他的都告诉他了。苏月一直都知道，他的亲哥哥在皇宫，他的外祖一家在边关。至于那个便宜爹，算了。三师兄前一阵送来的毒，他日夜马不停蹄的研究，那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三师兄唯一的朋友就是镇国将军府的小将军苏玉，而这个苏玉推测不错的话，应该是他的表哥。缘分天定，很多事情不是你逃避就能解决的。小五啊，你从小天资聪颖，异于常人，很多事情可能你心里都有数，师父本不该操心。老头顿了顿，继续道：但是这些年，为师见你除了痴迷医道毒术外，对其他任何事都没有兴趣。我知道，如果为师不提，你就想老死在这山里了。这样不好吗？毒草毒物多可爱。还有，我可不是逃避，我是懒得去操心。那么多人，错综复杂的关系，想想都怵得慌。唉。但是你还年轻啊，你继承了为师一身的本领，在山上待着多浪费呀。所以这次为师做主，你跟小四明日就启程吧。去哪？边关，你三师兄在那儿，他需要你。知道了，师父。对了，走之前记得给为师多去取些山泉水来，还有多备些放得住的瓜果蔬菜，你准备的总是比外面的好些。老狐狸。是，宝贝徒弟的东西可都是宝贝，不能便宜了别人，得多要些才行。小五，我现在就去找陈妈妈，让她给我们做一些路上好存放的吃食。你赶快回去收拾收拾，咱们明天就要出发了。
你可不能再任性了。我先去准备师傅要的东西。哎呀，要不要师兄去帮你啊？那东西也怪重的，而且也不知道你是从哪里采的那些瓜果蔬菜，就是比外面的买的好吃。我也顺道去认认路。不用，我很快回来。四师兄，你快去准备吃食吧，不然咱明天路上就要饿肚子了。哦，对，不能耽误明天下山。山林中，一人一狼对视着。你跟我去太危险了，你这么大只，被人看到会有危险的。而且我去不了多久的，一定很快回来。不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还有四师兄呢。那个二傻子，他只会拖你后腿。我就待在你空间里，只要我不出去，就不会让人看到的。那你狼族怎么办？这个不用担心，我弟弟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那行吧，但你一定要答应我，待在空间里。一定。翌日清晨，师傅，我们走了。师傅，我们要走了。好，起来吧。下山了，自己注意安全。以你们的身手，等闲也没人伤得了你们。但是人心险恶，你俩一直生活在山里，下山切记要小心，别着了人家的道。尤其是你啊，小四，你生性单纯，下山跟着你师妹，听你师妹的话，知道吗？师傅，我不走了，我还是留下来陪你吧。你那么大年纪了，我们不在，你可怎么办呢？说什么混话！你们走了，我就继续闭关了。要你陪什么？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您可不就是七老八十了？今年74了，您老怕是忘了吧？好了，师傅就在这里，你们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师傅还能跑了不成？师傅，您放心吧，我们会小心的。况且我们直接出发去边关的宣城，用不了几天的，到那儿就能跟三师兄碰头了。苏月也是满眼不舍，看着难得情绪外露的小徒弟，玄机子也是老怀安慰，从怀里拿出了个黑边的金丝布袋。这是为师师祖传下来的宝物，里面是个芥子空间，不大，但是可以给你们放不少东西。他看着师兄妹两人身后的包袱，尤其那个傻徒弟玄小四的，这他妈的是要把厨房搬走吗？芥子空间，这世间真有那么神奇的宝物吗？这世间还有没有第二个，老夫不知道。老夫走南闯北这些年来也没见过，所以这东西尤为珍贵。小五，你收着。师父，这是为了替他掩护啊。小五，快拿着。谢师父。行了，抓紧时间下山吧，为师要去闭关了。师父，那些泉水还有瓜果都放在后山山洞里了，还有这药丸，这是我炼的血髓丹，是按照藏书阁里的内残卷丹方尝试着炼的，刚炼好，效果也不知道怎样，您试试。血髓丹，这个是传说中的丹药啊，几百年来都没听有人炼出来过。好啊！有了玄机子给的空间布袋，两人轻装出行松快了很多。苏月一人走在前面，玄小四跟陈妈妈在后面依依惜别。陈妈妈，师父闭关了，你一个人也别待在这山上了，下山休息一阵，等我们回来了再上山吧。我知道，我过2天就下山，然后隔几天上来看看，收拾收拾。你们在外面要小心呐。你放心，我们的本事没人能欺负得了的。那也得小心，外面的人人心险恶，你们一直都在山上，不知道的。知道的，师父都跟我们说了。陈妈妈，你回去吧，都要到山下了。哎，好，小五啊，你一个姑娘家出门，万事要小心，知道不？好，我知道。陈妈妈，这2瓶药您拿着，每日1粒，强身健体的。
你这孩子，倒也没拒绝，因为小五已经不是第一次给他药丸了，尤其是当陈妈妈从老三那儿知道这药丸的珍贵，更是珍惜。好，好，好，老婆子我就送到这儿了，你们抓紧下山吧。陈妈妈，你快回去吧，我们走了。唉，这些孩子一个个都离开了，真是舍不得呀。白云山下风云镇，小五，我们先去神医堂找徐叔，让他给我们安排2匹快马，这样我们应该3天就能到宣城了。苏月没下过山，所以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了解。看着这古色古香的街道，形形色色的人，他再一次意识到，他真的是穿越到了一个他并不了解的朝代。求求您了，救救我妹妹吧！您这不是有神医吗？哎，小子，你求我也没用啊，我的医术真的救不了。这乞丐是死了吧？嘿咻，我看是啊，你看这都半天了，一点反应都没有。神医堂的张大夫医术高超，他说不能救，那肯定是不行了呀。哎呀，可怜呐！旁边跪着求人的是哥哥吧？看着也就6、7岁了。看样子应该是从城外来的难民吧。哎，神医堂门口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出什么事了？小五，快跟上！苏月也听到了，跟着玄小四来到人群中。他本是不想管闲事的，奈何他老远就看到了神医堂的招牌，好歹是3师兄的地盘，看看就看看吧。张大夫，怎么了？啊，四少爷，您怎么来了？你别管我了，说说是咋回事。苏月此时也到了医馆门口，仔细一看，脚踝上有2个黑孔，这是蛇咬的。什么时候被咬的？小兄弟是大夫。张大夫，这是我小师弟，你叫他小五就好了。师弟？据他所知，玄神医下面就一个师弟玄小四，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据说医术在玄神医之上的小师妹了。张大夫仔细地看了看苏月，果然女扮男装。吴少爷，这小娃是今天早上在城外破庙被毒蛇咬伤的，今天一早城门打开，就立马来了我们神医堂，但是时间拖久了，我这实在是……把人带进去。是。神医堂后院，苏月先是给小女孩喂了1颗解毒丸，然后施针排出余毒。张大夫眼神灼灼地盯着苏月拿出的药瓶金针，那就是万金1颗的解毒丸吧？这就给个小乞丐吃了。我妹妹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真的，我妹妹不会死了？是，不会死了，但是她长期营养不良，需要好好调理一阵。可是我没有钱。他刚刚听到那老大夫叫他五少爷，那这个小哥哥就是主子。求您救救我妹妹！我已经救了她。我知道，我是说，您可不可以把我妹妹留在医馆，直到她好了呀？我会给您做牛做马的。我不需要牛马。那我会砍柴跳水，我还力气大。那就留在医馆打杂吧，没有工钱，1天3顿，什么时候把药钱抵了，什么时候离开。好，我打杂。
你这个小鬼别跪了，赶紧去收拾收拾，要打杂也得先把自己收拾干净。我来安排，我来安排。然后眼神亮晶晶地盯着苏月。这就是小小姐吧？果然是医术超群啊！张大夫，您就叫我小五吧。哦，好好。小五啊，你刚刚给那个小女孩服用的是什么药啊？哦，那个是我自己做的解毒丸，效果还行。你做的解毒丸？是啊。随即看到张大夫盯着自己手上的药瓶，眼神灼灼。您要吗？真的，给我。这可是万金一颗的解毒丸呀，市面上根本就没有几颗，可以说是有钱也买不到。玄神医每次就拿出那么2颗，江湖上都能抢得头破血流的。啊，给你。不过这里面也就剩3颗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拿着吧。3颗？我的天哪，竟然还有3颗！不嫌弃，不嫌弃，怎么会嫌弃呢？这老头是失心疯了吧？几颗药丸而已，至于笑成那样吗？还是赶紧走吧，三师兄的人怎么看着神神叨叨的？小四来了。哦，徐叔，是我。你可算来了，你再不来我就……这是小五啊，你这装扮，徐叔我差点没认出来啊。徐亮，神医堂管事，玄小三的人，负责处理各国神医堂的事务，大半时间呢都在外面跑，剩下的时间就在风云镇的神医堂待着，经常会替玄小三上山送信，所以对苏月也是熟悉的。是我，出门在外，男装方便。这倒是。你怎么也下山了？我正想今天上山找你呢。上次那药，主子那边催得急，让我抓紧送去。徐叔，不用您去了，我跟小五去，师傅安排的。您赶紧给我们安排2匹快马，我们马上就走，保证不比您慢。玄老安排的？好，玄老安排的准没错，我现在就给你们安排。城外，小四啊，这次时间急，叔就不招待你们了。等你们回来，叔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好嘞，徐叔，那您记着。那肯定啊，你一路上照顾好小五啊，也不要贪玩，早去早回啊。知道了，徐叔，那我们走了。徐叔，保重。小心啊。等到2个身影渐渐看不到了，徐亮才转身回医馆去。经过2天马不停蹄的赶路，终于再有2-3个时辰就到宣城了。小五，再给我个苹果，这肉干太干了。你不是有水吗？水可不甜，也没有果香。快，别小气嘛。真好吃，真甜。四师兄，你少吃一些，一会儿骑马你也不怕颠出来。嘿嘿，吃到小爷肚子里的东西还想出来，别说没门，连窗都没有。是啊，论吃啊，你是天下第一。突然，苏月神色一凛，有人来了。啊？什么人？苏月飞身前去查看。四师兄，吃完了，我们抓紧赶路吧。哦，好。来的是什么人呢？普通百姓，看穿着，应该是哪边过来的难民。难民？这都快到达边关宣城了，怎么会有难民往这边来？真要是战事失利，也应该是边关的百姓往外跑啊。他以前在山上从没想过下山，也就没关心过外面的形势。但就算他没了解过，也知道这种情况很异常，所以还是早日到达边关跟三师兄会合要紧。宣城城门口，训练有素的士兵列在城门2侧，一个个核查着入城百姓的户籍资料，格外仔细。最近入城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据说是盗匪流寇滋扰，弄得民不聊生，没办法都举家逃难过来。什么人来宣城干什么？户籍资料拿出来。户籍资料？官爷，怎么还要查户籍资料？从来没听说过入城还要这些啊。
没有户籍资料不得入内。最近形势严峻，是将军亲自下达的命令，要求查验户籍资料后才可入城。现在情况那么严峻了吗？我们走得急，可什么都没有准备。官爷，能不能通融一下？不行，没有就不能入城。走走走，不要妨碍我们公务。官爷，我们是有急事要去镇国将军府的，还请通融一二。镇国将军府岂是你们想去就能去的？一边去！再妨碍老子做事，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哎，你这个……哎，走之前徐叔给你的令牌呢，给他看。哦，对，你不说我差点忘了。那你看，有这个总行了吧？宣城镇国将军府。三少爷，城门口刚刚来人送来了个这个，您看一下。什么东西？大堂哥苏玉中毒半月有余，虽得玄神医救治，毒素已控制，但现在依旧是昏迷不醒。现在三叔在军营中又出了事情，二哥苏雨急匆匆回来就把玄神医带走了。这几天他着急上火的，嘴上都起了一圈的水泡。快把人带来！算了，我自己去，快给我备马。城门口，小五，这通报的人也太慢了，我们不能飞过去吗？不能，再等等，别给三师兄惹事。哎呀，真麻烦，规矩真多，一点都比不上咱们山上自在。是啊，以后这不自在的日子可能要持续很久呢。人呢？在哪儿？哎，三少，这边。在下苏谦，是玄神医让我来接各位的，不知……哦，我是玄小四，这是我师弟小五。玄神医是我们师兄，是小四小五兄弟啊，我们可是等你们好久了，快随我进城。苏月此时偷偷打量着苏谦，刚刚门口侍卫叫他三少，那应该是他三表哥吧。李老要来了，快给大哥扶下。小五，你来。这小五兄弟看着也就10岁吧？哦，我师弟已经13岁了，个子小而已。你放心，他的医术很好的。被称李老的府医也很是怀疑，但是见过年纪轻轻就医术超群的玄小三，他是不敢再按年龄来判断医术的。这位小兄弟可是把解药带来了，能否给老夫观看一眼？苏月从空间布袋中取出药箱，拿了一个红色瓶子出来递过去。苏月没理会他那灼灼的眼神，熟练地把了把脉。幸亏来得及时，再过2天医治起来就费劲了。苏月又从药箱中拿出一瓶灵泉，做事就要喂下。我来。这小五好歹也是个姑娘家，怎么能给一个外男喂药？那么亲近，哼，可不能便宜这小子。李老当然不会认为这解药是面前这小儿所致。玄神医当日说回师门求药，他就以为是要找玄老赐药的。毕竟玄老盛名在外，无人不服，一手医术毒术，他说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的。这药真是精妙啊，赶紧给少将军服下吧。每日一粒，连服半月，这毒就算是全解了。那我大哥什么时候能醒？短则3日，长则7日，定能醒来。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们。苏玉中毒前后这月余，家里兵荒马乱的，然后三叔在军营又出了事，现在也是生死未卜。我三师兄呢？怎么还没来？哦，在军营，前2天有急事，玄神医就过去了，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们放心，你们就在府里住下，就当自己家。哦，那给弄点吃的吧，这几日赶路，风餐露宿的。是我招待不周了，刚刚情急，直接拉着你们就过来了。马上，我让下人安排。简单准备点吧，我们吃完就去军营。去军营？你别看我，通常都是我师弟做主，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三师兄与苏玉是好友，不然也不会为了他中毒的事情耗费心机了。而此时却不在他身边看顾，去了军营，那只能说军营中的事情更紧急。能用到三师兄，肯定是有人病重，寻常医师治不了，能是谁呢？苏月内心不安。
但是苏谦并没有跟他们说太多，他也不好打听。很快，将军府准备的饭食就送过来了，尝了几口，味道一般，没吃几口就放下筷子。小五，不好吃吗？可是饭菜不合胃口，我马上让下人重新准备。不用了，我吃的不多。苏月回复道，他不想浪费时间。你呀，就是挑食，我去给你下碗面，很快的，不会耽误事。小四兄弟会做饭？会一些。厉害，厉害。很快，玄小四就端了一碗面来。快吃吧，吃完我们就去找三师兄。一会儿我让我的小四带你们去，我大哥这边还没有醒，我得留在这儿，等我大哥醒了，我去军中找你们。哦，好。他看着安安静静吃着面的苏月，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很是熟悉，但是又想不起来，问道：小五兄弟是哪里人？我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但就是想不起来了。那你肯定记错了，我师弟一直在白云山上，这次还是第一次出山呢。哦，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到底是在哪儿见过呢？城外军营中，玄神医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毒箭离心脏太近了，而且有倒钩，一不小心就会伤到心脏。以我的医术，也只有30%把握能取出。若只解毒不取出箭头，让其长在血肉中，与三叔的身体共存也是可以的。但是从今往后，可能就只能好生养着了，上阵杀敌是不可能的了。那怎么行？爹爹，爹爹！月儿，不得无礼！祖父，爹爹一生都在战场上，不能上阵杀敌，那不是要了他的命吗？是啊，爹，三弟若是知道，他肯定是不能接受的，那也总比丢了命强呢。玄小三也很是无奈，这也是他能想出来的唯二的办法了。我知道很难抉择，但是现在没时间了。将军，再拖下去我都没有办法了，还是尽快决定。那就……祖父，报！将军，营外来了2人，是府里小厮带过来的，说是玄神医的师弟。我师弟2个？瞬间眼神一亮，说不定有救了。玄神医跑得真快啊！年轻人腿脚就是好啊。这小子轻功不错，哪天可以比比。小五，小五！三师兄，我是捡来的吧？三师兄也太让人伤心了，我这么大个人，他看不到吗？玄小四此时可能已经忘了，他确实是他师父玄机子捡来的。小五，你怎么下山了？怎么样，一路顺利吗？有没有吃苦？三师兄，我没事，是师父让我下山来寻你的。三师兄，你就只看到小五吗？我也在好吗？你有什么好看的？哟，好像长高了点呢，但是这脸怎么还是圆圆的？说完就伸手要去捏。三师兄，你怎么又要捏我的脸？谁让你脸上肉多，不捏你捏谁啊？从小就贪吃。走，我带你们进去见见将军。小五啊，幸亏你来了，你师兄我现在正愁着呢。玄圣医，我三弟醒了，劳烦您去他的营帐。好，现在就去。小五，你跟我去看看。爹，玄神医来了。玄神医，你快来看看我们家老三。小五，你来瞧瞧。玄小三的声音响起，众人才反应过来，玄神医口中的小五竟然是个10岁出头的小子。玄神医刚刚离开前说了句说不定有救了，我没听错呀。难道能救老三的人就是这个叫小五的？看着是聪明机灵的样子，但是这年纪也太小了些。爹，我要拔剑，3成我也要尝试，我不要做废人。你先别急，别说话，让小大夫好好看看。
难怪三师兄也如此棘手了。这断剑有毒，尾部带钩，且离心脏太近。毒倒是好解，但是拔剑是有些风险。说贸然取剑可能会伤到心脏，也可能会血流不止而亡。不过幸好他来了，他好歹是来自现代的灵魂，尤其还擅长外科手术，现在还有活死人肉白骨的空间灵泉加持，问题不大。小师妹什么时候那么细致了？打了个机灵，问道：“小五怎么样？”“挺严重，准备动手术。”苏月淡淡道。“你这是要取剑？”苏雨大叫，众人大惊。“有把握？”“6成。”其实只要没有意外，他是有9成把握的，但他不想把话说那么绝对。“真的？”玄小三惊喜道。“将军勿怪，这是我小师弟，常年跟我师父待在山上，不懂礼数啊。”“无事，只是这位小兄弟刚刚说的是真的。”“是，他说有6成把握，就是有6成把握。您老别看他年龄小啊，他可是最得我师父真传的，比我有天分多了。我这个神医啊，那都是别人瞎叫的，跟我小师弟比，我还差了点，差了点。”苏月背对着众人，从空间里取出几小瓶灵泉，拿了2瓶，吩咐道：“1瓶现在喝了，另外1瓶兑2盆水，清洗一下伤口。”“哦，好。”水？瞬间明白了，小师妹这是把她的宝贝拿出来了。这些年师徒几人没少用这东西，大家都心知肚明，却都不说，谁都有自己的秘密。小师妹不想说，大家就都当作不知道好了。“好东西，喂吧。”“这个也喂2粒。”然后就见玄小三打开药瓶闻了闻，“新制的，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跟三师兄说呀？也忒小气了。还有没有啊？”说着就去翻苏月的药箱，又找出几瓶塞进自己怀里。“玄神医，这个药我爹是不是还要用啊？你拿走了我爹怎么办？”“你爹用2粒就够了，有小五呢，没事。”玄小三随意道。“那这……确实也用不了很多，今天2粒就够了。这瓶你拿着，家中长辈也是能吃的，对身体有好处。”说着还偷偷地看了一眼老将军苏恒。“小五为什么会偷看那老爷子呀？那老爷子是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他刚刚干嘛对那个臭小子笑得那么开心？是看上他了？这小子有什么好的？小师妹对他笑得那么温柔。”不一会儿，出去打水的小军医回来了。苏月立马上前，准备给苏毅清洗伤口。“我来吧，今天就先清洗一下，养下身体，明天准备好再取剑。”“用了那药可以调理下身体，身体状态越好，手术成功率越高。”“那毒呢？我之前一直没用解毒丸，是怕他身体平衡打破，受不了。”“手术时一并解了。”“好，我一会儿去准备准备，明天给你打下手。”“最让他们惊讶的是，玄神医竟然是给这个小兄弟打下手的，真的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呀！”“时辰也不早了，先带你们去休息吧。”“好啊好啊，三师兄，我们这几天马不停蹄的，一刻都没休息过，早就累死了。”“是我们招待不周啊。小雨，你去安排一下，让小兄弟们吃点热乎的，洗漱洗漱，好好休息休息。”“是，祖父。苏神医，让您师弟们住您隔壁的营帐吧，你们师兄弟也好久没见了，刚好叙叙旧。”“行啊，最好不过了。”“我让人安排了些吃食送来，你们师兄弟就在这边吃吧。隔壁营帐正收拾着，你们吃完也差不多收拾好了。”“哎，三师兄，我跟你一起吧。小五喜静，我跟他一个营帐，他会把我丢出来的。”“你还知道你吵啊？行啊，勉强收留你。”这2人表现的也太明显了。“你们师兄弟几人自己安排，我不打扰你们叙旧了。我去我爹那守着，就不陪你们了。”“行啊，你走吧，我们不用你招呼。”“唉，这几天可把我累坏了，终于躺到床了。”“你个臭小子，一身脏兮兮的就往我床上躺，给我滚下来！”“哼，三师兄，你好意思说我？
你以前一进药房，几天几夜不出来，几天几夜都不输血，咱俩谁也别嫌弃谁了。这次你俩怎么会来？我不是让徐管事快马加鞭回去取的吗？是师傅，师傅让我和小五来的，小五还不肯来呢。师傅他老人家出关了？啊，出来了一下，我们下山的时候，他老人家又去闭关了。三师兄，你看，这是师傅给的空间布袋，里面能装好多好东西呢。你看我跟小五包袱都没有。这个傻小子，他们师兄弟几人个个都聪明绝顶，怎么就出了这么个异类？只能说他心性单纯了。是个宝贝。前几年我还找师傅要来着呢，师傅都没给，没想到给小五了。给小五不就是给我们吗？有什么差别？对吧，小五？师傅让你俩下山，除了送药还有别的事吗？没了，就是来送药啊。有，除了送药还有一件事。啊？还有事？什么事？我怎么不知道啊？师傅怎么没跟我说呢？是我自己的事。你有什么事啊？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三师兄，你可知为何最近这宣城周边那么多难民涌进？难民？什么难民？就是我们在来宣城的路上，一路上都有很多难民往这边来，还有难民想抢我们的马呢。多亏我机智耍了几箭，立马把那些人震慑住了。按理不会啊，这边战事都结束了，敌国的降书都在送往京都的路上了，怎么会有难民呢？也没听说最近有什么天灾的呀。不是天灾，那就是人祸了。这边战事刚刚结束就有人祸，那么多难民涌入宣城，这是冲着镇国将军府来的。最近听将军说班师回朝的事，好像有人阻挠，不想让他们回京。那些难民会跟这件事有关吗？阻挠他们回京？是啊，不然怎么会战事都结束了，苏家的人却接连不断的出事，一会儿中毒，一会儿中箭的，这是在给他们苏家警告呢。那是什么人要害他们？小五啊，你好像很关心镇国将军府的事吗？怎么，他们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啊？小五，你一直在山上，怎么会跟他们扯上关系呢？玄小三没问，他大致猜到了，估摸着跟他的身世有关。师傅知道吗？应该知道。顿了顿，又道：我猜大师兄也知道。什么都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啊？你们在说什么呢？苏月无语。这个傻师弟没救了。宣城军营主营帐中，爹，最近城内纷纷涌进不少难民，都是从周边城镇过来的。儿子让人查了几天，今天消息刚刚传来。怎么说？表面上看是山匪，依你所言，另有别情。是，据可靠消息，这群山匪训练有素，每次烧杀抢夺都颇有章法，十分迅速，抢完即退，然后不等百姓缓和，又进行第二波，周而复始。周边城镇的百姓都痛苦不堪，被逼无奈，只能举家逃亡出来。而且，儿子手下有人混入这些难民中，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些难民开始并非是往我宣城害，而是只要他们去往其他地方，都会遭遇山匪阻截，只有往宣城方向才能一路顺畅。所以儿子觉得是有人故意引导他们过来的。玉儿，你怎么看？祖父，二皇子如今可还在宫中？二皇子如今依旧居于宫中养病，并未出宫见父。二皇子如今已年满18，按理制是可以吩咐出来的，但因为常年身体原因，皇上并未为其指婚，以至于出宫见父的事一直没有提及。可如今边关战事结束，皇上下旨让我苏家回京，看来是有人坐不住了。自从敌国投降，我们苏家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事。玉儿只是简单的出城巡视，竟然跟江湖人起冲突而中了毒。一儿更是无端端的遭此横祸，
他们是不想让我们回京呢。是大皇子一派。苏礼猜测道。当今皇上自私单薄，只有这2个儿子，而且自从13年前，宫里就再无皇子诞生。虽然二皇子如今示弱，皇上似乎也没有多重视他，但是一天不立储，那边就一天不能安心。尤其皇上当年为了姑姑，差点遣散后宫，谁人不知皇上对他的宠爱，对他的孩子寄予厚望。虽然这些年二皇子早已淡出众人视线，但是皇后他们肯定忌惮，尤其现在我苏家要回京，二皇子就多了军中的助力。可我苏家并未站队，更未有夺储之心呢。他们不会信，他们不会相信身为皇子却没有争夺皇位之心，更不会信我苏家只希望二皇子能平平安安的出宫做个闲散王爷。那祖父，我们如今该何去何从啊？正要这般受人胁迫，不如辞官归隐，还能一家人全活得在一起呢。大伯，不可能的，即使祖父辞官，即使大伯、我爹、我们全部辞官归隐，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没有人会放虎归山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此事容后再议吧，让我再想想。明天你3弟手术，你要安排好。今天来的那个玄圣医的师弟，你们怎么看？那个叫小武的兄弟，我之前听大哥说过，玄机道人有5个徒弟，大徒弟欧阳旭是刚刚登基的北齐新皇，二徒弟段天涯是现任武林盟主段啸天之子，3徒弟就是玄圣医，这3位都是外界知晓的，另外2个徒弟就是今天来的2个。不过我听大哥说，玄圣医下面有一个师弟和一个师妹，而且小师妹深得玄机道人真传，一手医术毒术甚至在玄圣医之上。而今天来的2个人，那个叫小武的是个女孩。苏恒想了想，我总觉得那个小武有些面善，就是想不起来，尤其是那双眼睛。哦，我倒没有什么印象，爹是在哪里见过呀？唉，年纪大了，想不起来了。祖父，这是小武兄弟给的，说是滋养身体的，老年人也能用，您服一粒。说着便把药递过去。哎，这要不要让军医先看过呢？拿过来吧，玄圣医都说是好东西，肯定错不了。说着就直接拿过药吞咽下去。此药也神奇，几乎是入口即化，瞬间就让老人觉得通体舒畅。不愧是玄老的弟子啊！苏月回到自己的营帐，仔细倾听了片刻，知道周围没人，就立马闪身进了空间。主人，你终于进来了。这几天跟4师兄日夜兼程的赶路，没有办法进来。这不，刚到我就找机会来看你了。先不跟你说，我要去梳洗一下。这几天风尘仆仆的，脏得很。苏月泡在其中一个泉眼中，啃着空间出产的水果，深深地吸了口气。啊，真舒服。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好怀念白云山啊。你才下山几天呢，就想着回去啊？我就喜欢在山上待着，这山下有什么好的？乌七八糟的。你不是要下山找亲人的吗？找到了呀，今天我看到我外祖父了，是个很厉害的将军，治军严明，很有气势。那你跟他相认了吗？还没有。苏月烦恼地抓抓头发，有很多事情。我大表哥中了毒，3舅舅也重伤，好像还有一股势力对他们虎视眈眈的，总之很复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相认呢？等3舅舅手术做完吧。唉，也不知道会不会吓到他们。不会的，他们只会开心啊，你那么优秀，那么厉害。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吧，
他们要是知道我娘亲13年前就死了，应该会很伤心吧。娘亲说过，她是他们家最受宠的小女儿呢。有你在，应该会少一点伤心吧。唉，等三舅舅手术做完再说吧，事情还很多呢。等这边结束，我还得去一趟京都。去京都干嘛？翌日清晨，小五，你去哪儿了？刚准备去叫你吃饭呢，快去！我给你熬的小米粥，还有陈妈妈做的酱菜。知道了。三师兄呢？三师兄去大将军那儿了，说要去做些安排，让我们在这儿等他。看着桌上的清粥小菜，很是合心意。小五，你今天要给那个什么将军做手术吗？哦，那你有几分把握？怎么了？就是三师兄说这个人的伤好像很严重，然后那个将军看着很不好惹。你不信我？当然信了，我怎么可能不信你啊？我就是有点担心。信我就对了。哦，小五，吃好了吗？那边一切都安排好了，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就行，走吧。苏月喝完最后一口粥，随意的擦擦嘴就起身。说完，一行3人就出了营帐。小五兄弟，麻烦您了，这一大早的就让您过来了。床榻旁边安置了一张长桌，上面做手术用的工具一应俱全，荀小三安排得很好。所有人都在外面等候吧，三师兄留下帮我即可。这2个军医医术也很好，小兄弟要不要留下做个助手？不是我不信任2位的医术，实在是此番手术凶险，我与师兄2人需要绝对的专注，不能有任何的意外和失误产生，所以抱歉。都出去吧，让玄神医和小兄弟专心手术。师兄，开始吧。你给他喂了吗啡散了吗？当然，这些准备工作还需要你操心吗？三师兄有那么没眼力？片刻后，师兄，你来拔剑，我来辅助你。好。时间一点点过去，他额头上的汗一点点沁出。这种外科手术很耗费心神，伤口离心脏太近，血管丰富，皮肉也需要一层层缝合。不知过了多久，苏月才长长的呼了口气，此时手都有点发抖。好了。玄小三看着小师妹的表情问道：这2天还在危险期，要时刻观察发热的现象，过了这2天就没事了。太好了，快，你先坐下休息一下，看你小脸白的。我去让人进来，这几个时辰下来你也累坏了，后面的事交给我。我爹怎么样了？手术很成功，你们放心吧。多亏小兄弟援手，禽兽苏恒。这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我师弟可受不了将军如此大礼啊！是老夫失礼了，小兄弟今日之恩，我镇国将军府没齿难忘。来日若有需要，我苏恒万死不辞。不用，应该的。今天就到这儿吧。手术很成功，但接下来这2天还是很关键，要时刻注意发热和术后感染等问题。2位军医立马应是，这个小兄弟年纪轻轻，竟有如此之能，实在不得不让人佩服。等病人好转后，我有些私事想找老将军，请老将军到时一定给晚辈些许时间。一定。这些留给病人补身体吧。说着就把一小布袋递给2名军医，转身出了营帐。哦，这是……我的天哪！100年人参，灵芝，血莲，众人也被这大手笔惊呆了。这是哪里来的土豪啊？这败家小师妹真是的，这么多好东西便宜给外人，哈哈！我要吐血了！不行，我得拿回来。这点伤哪用得了那么多补品？也不怕流鼻血。躺在床上的苏毅，这点伤啊，差点没把我折腾没了。夕阳西下，军营外来了辆马车。祖父，您看谁来了？
这个玉儿什么时候也变得如此毛躁了？大哥，玉儿，你好了。祖父，大哥没事了。那个小五兄弟带来的解药很管用。是的，祖父，解药很管用，我昨天就醒了。因为府医让我先卧床休养，才没有过来跟您请安。今天我明显感觉自己身子好多了，就想亲自过来让您安心。好，老天总算待我们苏家不薄。你的毒解了，你三叔前2天手术也很成功，不出意外，很快就能苏醒了。三叔也好了，我就是听三弟说了三叔的事，放心不下，赶紧来看看，也想跟祖父跟爹说些事。什么事那么紧急，非要现在来？身体还没好，可吃得消呢。先坐下来，别站着。爹，您放心，儿子没那么娇弱，出来前让府医看过的。祖父，爹，我此次中毒很是蹊跷，当天那些人明显就是要故意激怒我的，我当时就察觉出不对，虽不想与他们过多牵扯，可他们依旧不依不饶，见我们不上当，才主动动的手。我跟你爹这些天也大致弄清楚了，你三叔也是这么不明不白的造了横祸。现如今外面的形势也不好，那么多难民争相涌入，他们想干什么？是准备利用这些百姓给我们挖坑呢？那我们就这么一直躲在边关？祖父，我们回京吧。我们苏家武将世家，何时如此窝囊过？这些人不就是不想让我们回京吗？我们偏要回。对，大哥说的对，我们一家人只要在一起，什么都不怕。祖母这么多年留在京城，还有大伯母、我爹我娘他们，这么多年了，亲人无法相见。祖父，您是放心不下二皇子，这么多年您想护他周全，二皇子也因为我们只能在宫中做个透明人。可即便如此，大皇子一派依旧不会放过我们。既然怎样都是要对上的，那还不如……放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什么都敢说。皇家的事也是你能随意编排的。室内一片安静，众人也是神色各异。将军，玄神医来了。让玄神医进来。苏月一进来便看到了坐在主位左下手的那个脸色苍白的人，直接上前握住他的手腕，为他把起脉，恢复的不错，但是还是应该多卧床休养几天，如此就四处奔波，不利康复。劳烦小兄弟再仔细看看，这孩子怕我们担心没有养好就过来了，我们也是不放心。没什么事，不用担心。既然来了，这几天就在这边好好养着，我再配几副调理的药，煎了给他每日服用，不出半月就彻底好了。说完便看向玄小三，我去看了下苏毅将军的伤势，恢复得很好，刚刚也已经苏醒了，将军可以放心。我爹醒了，祖父。你去看看吧。2日前我就对将军说过，等病人好转后，晚辈有些私事想询问将军。小兄弟请说。小五此番下山有2件事，一是送药，二是寻亲。寻亲？众人又是一惊，寻亲寻到他们家来了？这人莫非跟他们家有什么关系？小兄弟说的是……将军没有觉得我很眼熟吗？还请姑娘告知，老朽年岁大了，早没了那些奢望，还请姑娘不要戏弄老朽。姑娘有话请直说，请不要。苏丽也是双眼赤红，多少年了，每一次的希望最后都是失望告终，一次又一次。这2年但凡有小妹的消息，他都不敢再告诉父亲母亲，实在是害怕他们受刺激。这是我母亲生下我后留给我的玉佩，我想我应该叫您外祖父。苏李、苏玉、苏雨和苏谦也在看着他，都没有开口说话。难怪第一次见你就觉得熟悉，眼睛像，眉毛也像，鼻子和嘴像那个人。
快起来，孩子，让外祖父看看。祖父，时隔多年，还是需要谨慎些吧，毕竟这些年……是啊，祖父，就凭一块玉佩不能说明什么吧？人都有相似，更何况玉佩。我们并非怀疑小五姑娘，只是确实太突然了。你们三个闭嘴！你们祖父说话哪有你们插嘴的份儿？孩子，跟外祖父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为什么不回来找我们？你的母亲呢？娘亲13年前生我后就去世了，我是被师父收养的。娘亲的墓在白云山上。祖父！苏恒整个人往后仰去，苏月第一时间去给他把了下脉，然后拿出一颗护心丹给他服下。13年前就走了。是了，这么多年了，要没事早该回来了。我的云儿啊，这块玉佩分阴阳2块，一块在宫里，一块给了你娘亲。但有一次你娘亲发脾气，把这边摔了个小坑，不仔细看不出来。苏家其他几人没有说话。丫头身上有什么胎记吧？有个这傻小子乱说什么呢？小五都是大姑娘了，胎记什么的轮得上你说吗？我就是知道啊，我还给小五洗过澡呢，我知道怎么了呀？我的右肩有个淡红色的蝴蝶形胎记。那就没错了，是我苏家的孩子，是云儿的孩子。奇怪外祖父怎么知道的？我也是听你外祖母说的，他们家女儿大概都会有这个胎记，你外祖母有，你外祖母的娘有，你娘也有，所以我就猜测你应该也会有。哎，那你真的是我表妹？妹妹，刚刚不是我们怀疑你，只是这些年真的有太多，希望你明白。是啊，妹妹，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啊。我明白的，不会放在心上。好啊，丫头，太好了，我们带你回京，回京看你外祖母，你外祖母一定很高兴。这丫头的叫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玄小五，我师妹叫玄小五，我叫玄小四，我三师兄叫玄小三，这都是我们师父起的名字。玄小四得意道。众人无语。这玄老起的名字自然是好的，但是这个小五啊，还是得认祖归宗的。这个名字我们还得再起一个。苏恒说完就开始斟酌给宝贝外孙女起什么样的名字，就叫苏月吧，我喜欢这个。苏月，苏月好，姓苏好啊，就叫月儿。爹，这个恐怕不妥，这要是上面不好，什么不好？我觉得非常的好，就叫苏月。谁有意见让他来找我。一个连自己老婆孩子都护不住的男人，这样的便宜爹要不要都行。您老厉害，您老跟皇上抢闺女，皇上是不能拿你怎么样呢？好歹是老丈人，可您还有3个儿子呢。月儿啊，快跟外祖父说说你这些年的生活。这个你要问我天天跟小五在一起，他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将军，你想从哪儿开始听？要不我还是从大白把小五送过来那段说起吧。玄小四起劲得很。你这个小傻子，自己小师妹都要被人抢走了，你还这么乐呵？哼，以后有你好受的。
什么大白？小五不是被玄老收养的吗？是啊，但是第一个发现小五的是大白。大白呢是一头狼，可凶猛了，是狼王，是他第一个发现小五，然后带着小五来白云观的。众人都被玄小四说的话吸引了，都在聚精会神的听着。只有玄小三仰天又是一个白眼。这个反应被苏玉看到了，他有些好笑的看着他。以后他家宝贝小师妹可就是自己表妹了。以前老听他念叨自己小师妹的厉害，现在倒也有些许与有容焉之感了。玄小四绘声绘色地说着苏月这些年在山上的生活，众人都听得很认真，又是骄傲又是心疼。今天天色已晚，月儿赶紧回去休息。明天我们一起吃个团圆饭，到时候玄神医和小四兄弟也请赏脸。这些年月儿多亏了你们照顾，老夫多谢你们。将军客气了，小五是我们的小师妹，那都是应该的。您放心，明天一定准时来。就是，有吃的我肯定来。那外祖父，我就回营帐了，您也早点休息。这瓶药您留着，心脏不舒服时服一粒。您要好好养护身体，长命百岁。好，外祖父听你的话，长命百岁。父亲，您身体如何？放心吧，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几年。现在月儿回来了，我更得好好的。我还要回京都，带着月儿认祖归宗，带着她跟她哥哥相认。那些魑魅魍魉，休想伤到他们。苏玉、苏雨和苏谦三人此时也聚在一起。大哥，你说我们应该给表妹什么见面礼啊？是啊，第一次准备的礼物必须得有新意。我这次从京都来，没有带什么特别的。大哥，你那儿有啥好东西不？自己的礼物自己准备。我之前意外得了一株灵芝，成色很好，本来是给玄小三那小子的，现在给表妹吧，免得浪费好东西。那大哥，你的如意算盘怕是打错了。你可知表妹前几天随手拿出的给我爹补身体的药都有哪些吗？百年人参、灵芝、雪莲，那是应有尽有，而且各个成色都是上品。我猜她并不缺药材。那再想想。小五啊，你这也太偏心了！洗髓丹呐，你炼出了洗髓丹，你竟然不告诉我，你太伤我心了。我再也不是你最亲爱的三师兄了。想想这些年，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你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有好东西竟然没有第一个想到我。玄小三说的渲然欲泣，声嘶力竭。你现在一下子拿出4瓶要送给他们，我呢？你将我置于何地？看来这洗髓丹真是好东西啊！三师兄脸都不要了。明天我也要找小五要2瓶来吃吃，不知道好不好吃，甜不甜呢？这次有点过了。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心虚了？知道错就行，我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你随便表示，我就大发慈悲不生你气了。话音刚落，2瓶洗髓丹就放到了他面前。这次我就原谅你了，再有下次。说完就小跑着走了。三师兄这功力真是见长啊，比山下王阿婆都厉害，佩服。四师兄，晚上少吃点，不消化。没事，我这是水果。小五，你那个洗髓丹很厉害吗？好吃吗？这俩都是什么货啊？不好吃啊，是药，你要吗？那不要了。三师兄真奇怪啊，成天收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药。你早点休息吧，我也回去休息了。不知道明天大将军要请我们吃什么呢？你说会不会有烤鸭呀？苏月嘴角抽了抽，转身就捣鼓他的小药箱去。玄小四见他不理他，也不闹，又拿了个梨子，边啃边走了出去。今天进来的怎么那么晚？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今天跟外祖父他们相认了，聊了聊我这些年的生活，所以晚了。
那么快啊？他们什么反应？能有什么反应？高兴呗。有我那么聪明厉害的外孙女，谁不开心啊？这倒是。对了，你之前种的那个叫什么蛇灵草的东西好像结果了，你一会儿去看看呢。真的？那可是好东西啊，100年难得一遇呢。三师兄好不容易得来一颗种子，我本以为种不活呢。在外面估计是种不活，在你这空间里面有什么是种不活的？而且啊，我今天去了边缘地带，发现那边的白雾似乎淡了些，我怀疑空间又要扩充了。不会吧？我最近没种什么，也没带什么东西进来啊。不知道，再等等看吧。那个蛇灵草你给看好了，不要被那些小东西糟蹋了。这样结出蛇灵果，那就赚大发了。那东西就那么好？传说中的东西，近100年也没人用过。据说断手断腿之人用此入药，可以重新生出皮肉、经络、骨骼，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吧，我会好好看着的，你放心吧。翌日清晨，苏月依旧很早就起床锻炼。表妹，怎么起那么早？昨天没睡好吗？哦，不是，我习惯早起锻炼锻炼。二表哥这是从演武场过来？是啊，早上过去练练，出身汗，人精神些。二表哥赶紧去梳洗一下吧，出一身汗，早上还是有些凉意的，可别着凉了。没事，我们武将世家可没那么娇弱。表妹是玄老的徒弟，身手应该不错，要不要练练？好啊，表哥请。好，不愧是我苏家的女儿。苏雨带着苏月进了演武场，那边放了很多兵器。苏雨让苏月挑一个趁手的。苏月看了看，说：“不用了，我有兵器。”请。我输了。不算输，我刚刚取了巧，三表哥只是不熟悉我的套路，多几次就不会上当了。输了就是输了，你害怕我伤心不成？不愧是玄老的徒弟，你等着，下次我定能赢你。好。随后两人离开演武场，刚好碰到往这边来的苏里。大舅舅，你俩怎么会在这里？哦，早上碰到表妹晨练，我就拉着她来演武场练练。练练？你敢对你表妹动手？大伯，你怎么不说一声就动脚啊？我动脚怎么了？我还能动手呢，你要不要试试？不要了，大伯，我就跟表妹练练。练练？练什么？你表妹女孩子家，跟你个臭小子一样，皮糙肉厚的。您可别被表妹的外表骗了啊，她厉害着呢，我都没打过。还能不能好好的玩耍了？还没打过，真没用。月儿累了吧？大伯太可怕了，那脸笑的褶子都出来了。大舅舅，我不累，我平时也习惯早起锻炼的。是吗？不错，这习惯好啊，不愧是我苏家的女儿。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大舅舅比划比划？大伯，你刚刚还说我？说你怎么了？你小子没轻没重的，伤了月儿怎么办？你也没比我好多少。你小子说什么呢？那就请大舅舅手下留情了。点到即止，点到即止。我输了，大舅舅，
你这个年纪，这样的身手，整个大清都没有几个，已经非常难得了。将军威武！苏月今天特别开心，他第一次体会到亲人之间相处的那种亲切自在。即使这13年他们从没相处过，但是此时此刻却丝毫没有陌生感和距离感。或许这就是亲人吧。小五，你去哪儿了？哦，去晨练了。三师兄呢？三师兄天快亮才睡，昨天一晚上都在研究你那个药，又闻又撵的，然后没有研究出来，又气急败坏的，又心疼那药，一晚上闹腾的我都没睡好。那四师兄你继续去睡吧，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你再去补补觉。我先去弄吃的，饿醒了睡不着。哎，小五，你想吃什么？清粥就行了，简单弄吧。哦，好的，那你快去梳洗吧。哦，对了，昨天你那个丹药你也给我1瓶呗。你昨天不是说不要吗？我是不要，三师兄要啊。三师兄说，如果我能要来1瓶，就带我去宣城最大的酒楼吃饭，说那边的招牌菜是松鼠桂鱼，那味道特别好，我想去吃。三师兄把你卖了，你都替他数钱呢。小五，你咋不理我了？你就给我吧，你记得要给我呀，到时候我也会带你去吃的，咱俩一起去吃穷三师兄。宣城城外军营。哇，这么多好吃的！闭嘴，别给小五丢脸，搞得跟没吃过似的。我是从来没吃过这么丰盛的吗？苏恒看着这一大桌子的人，很是满意。两位千万别客气，你们都是月儿的师兄，月儿这些年都靠你们照顾。玄神医跟月儿还是至交，这都是缘分。老头子，我敬你一杯。谢将军，小五从小就懂事，不需要我们怎么照顾。相反的，我们得他照顾的时候还多些，惭愧啊。我们都不要客气了，来，吃菜吃菜。月儿，吃菜。外祖父你也吃。唉，大哥，你看有表妹了，我们这些小子就更加没人疼没人爱了。最活跃的苏谦唉声叹气道：你们这些臭小子皮糙肉厚的，跟你们表妹能比吗？哎，大伯，我们虽然不如表妹金贵，但好歹也是翩翩好儿郎，多少给点面子嘛。吃菜，饭菜都堵不住你的嘴。就是，你只要记得表妹是宝，我们是草就对了。苏月看着大家其乐融融，很是开心。上辈子是孤儿，没有体会过亲情，现在看来还不赖。月儿，外祖父准备回京都了，你跟我们一起回去看看你外祖母，还有你哥哥。月儿，你医术好，回京都给你哥哥看看。这孩子从小就身体弱，宫里太医都没有办法。宫里太医，小师妹这身世不简单呐，看来得尽快跟大师兄说说，得帮小师妹撑撑场面才行。好，您放心，我会的。爹，月儿此次回京都，怎么了？我带月儿回京都，你有什么意见？苏恒筷子一放，就有要动手的架势。不是，爹，您别生气，我的意思是，月儿此次回京，该以什么身份回呢？什么身份？我的外孙女还能是什么身份？祖父，爹的意思是，月儿如果以您外孙女的身份回去，宫里那位怕是会来抢人。他敢来，老子就打断他的腿！没用的东西，要不是他，云儿怎么会？这天下除了您老人家，估计没人敢说打断皇上的腿了。您是老大，您说的都对。祖父就是厉害。唉，祖父真是老当益壮呢。众人已经自行脑补皇上被自己的爹打得上蹿下跳的场景了。爹，您就算真的打断他的腿，他要是知道月儿的存在，他爬都会爬过来抢人的。我不想委屈了月儿，明明是我苏家的孩子，为什么不能是人呢？
祖父，不是不让月表妹以真实身份示人，而是暂时不能。此次回京危险重重，这是为了表妹的安全着想。是啊，祖父，等我们把京都那些牛鬼蛇神都解决了，再公开表妹的身份也不迟啊。外祖父，我觉得大舅舅和表哥们说的很有道理，而且我暂时也不想让那么多不相干的人知道我的身份。此次跟你们回京都，主要是为了外祖母跟哥哥，太多人知道，反而容易惹出事端。外祖知道，可就是想让你光明正大的回去，怎么那么难呢？你外祖母这些年身体也大不如前，就想让她开心开心。外祖母和哥哥那边，我们自然不用瞒着，只是暂时不能公开身份而已，又不是永远。外祖父，您不要伤心。好，好，好，外祖父听你的。那要不就说你是我认的干孙女儿，都可以。不过一个身份您不要在意，我们自己人知道我是谁不就行了？行吧，那此次回京，对外你的身份就是我的干孙女儿，对内还是一样，这样总行了吧？行，就按您说的办。你们几个也记好了，对外月儿就是我苏恒的干孙女儿，你们别出岔子。知道了，爹。知道了，祖父。苏月见苏恒兴致缺缺的样子，为了让他开心一些，从自己的空间布袋中拿出给他们准备的礼物。外祖父，这一次我出来的匆忙，没给您准备什么。这几瓶丹药，您和大舅舅、大表哥、三表哥各一瓶，对你们这些习武之人非常有好处。大表哥暂时先不服用，等调理好了再用。月儿送的药肯定是好东西，大舅舅先谢过了。玄小三见众人反应，就知道大家只是感动于小师妹的心意，但完全不知道这药的价值，顿感心疼。这药有什么功用啊？看看玄神医这表情，恨不得抢过去呢。这市面上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应该说近100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好药，你说呢？是什么药这么厉害啊？洗髓丹。你说什么？洗髓丹？这真的是洗髓丹？祖父，您听过这洗髓丹是什么呀？表妹也太偏心了，大家都有礼物，怎么就我没有？你不习武，这东西对你来说没用。偏心什么偏心？你这个做哥哥的都没给你妹妹准备礼物，还敢挑理呀？那不是你们都有吗？祖父，您别理三弟，他就是嫉妒。您给我们说说，这丹药有那么厉害？这洗髓丹真的是100年来都没有出现过了。我还是曾经听我的师祖说过，洗髓丹顾名思义，有洗精发髓之功效，可以排除体内垃圾，让经脉、骨骼、血肉等都更坚韧。习武之人服用后，身体各项功能达到最佳，甚至增长功力。更有甚者，说洗髓丹有助于凡人修炼，延年益寿。总而言之，这是不可多得的宝贝。修炼？修炼什么？成仙吗？是有这个传说，但是也没人知道真假。那真的是好东西啊！要拿去拍卖场拍卖，几万两银子一粒，也多的是人争抢。苏谦两眼放光，这苏谦也是镇国将军府的异类。他们苏家武将世家，从上到下都是武将，就独除了他，对文对武都没兴趣，就爱经商，爱挣银子。10000两，你可知我之前拿去拍卖场的解毒丸，那已经是万金难求了。这可是洗髓丹，比解毒丸有价值多了。哼，瞧你那出息，掉钱眼里了。我爱钱咋了？这世道有什么是能缺了钱的呢？表妹，这东西就给我一瓶吧，我不吃，我拿去卖。你放心，我也不独吞，咱俩5-5分。嘿，臭小子，你快拿来，这刚好1人1瓶，你拿走我怎么办？表妹，你还有吗？你可不能就偏心他们，我也是你表哥。
三表哥要是想要拿去拍卖的话，我一会儿再给你一瓶，所得银两一半给外祖父用于军中吧。苏恒、苏礼均是一愣，随即都是一脸骄傲，这就是他们苏家的女儿。月儿，外祖父有钱，这钱你留着，女孩子家家的，用钱的地方多了。看看京都那些姑娘，哪个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首饰、脂粉、衣服的？是啊，月儿，你的心意大舅舅和你外祖父都知道了，钱你自己留着。外祖父、大舅舅，我不缺钱，这不是给你们的，是给我们苏家的兵将的。小师妹不差钱的，没钱就去钱庄取，反正也用不完。用不完？那得多少钱呢？啊，给我说说。不知道，反正是大师兄给的，我也没去看过。我的是这个，小五的是黑色的。我去，四海钱庄的令牌，金色的。你们大师兄是土豪啊！还有黑色的，我的天！黑色令牌可以去各国各地的四海钱庄随意取钱，而且还是不限额的。表妹，你的黑色令牌呢？拿过来给表哥我观赏观赏，我还没看过呢。说你掉钱眼里都是轻的，看你那狗腿的样子，表妹的令牌干嘛要给你看？人家大师兄可是北齐皇帝，他给的东西你也想拿，作死吧！所以外祖父，月儿确实不缺钱，也没花钱的地方，所以我的心意你们一定要收下。好好好，外祖父收下，外祖父替我们苏家军谢谢月儿了。外祖父，我们是一家人。好，一家人。月儿，你给我们准备的礼物那么贵重，就显得大舅舅给你准备的礼物着实轻了。但是这是我随身多年的，你看看喜不喜欢？这是千年玄铁打造而成，真是精妙。谢谢大舅舅，我很喜欢。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啊。表妹，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看看喜不喜欢？总算你还做了件靠谱的事，这镯子不错，月儿戴得好看。月儿，外祖父的礼物现在不能给你，要等回到京都，可不能生外祖父的气呀。怎么会啊，外祖父，能见到您我已经很高兴了，不要什么礼物。那可不行，回京都，外祖父有好多好东西呢，到时候让你挑个遍。我表妹，你要发了，祖父的好东西可不少呢。表妹，大哥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看看喜不喜欢？打开看看。苏月接过，缓缓打开，一绝色女子跃然纸上。娘亲，大哥，我很喜欢，谢谢你。喜欢就好。表妹，我没有大哥有才华，也没老三那么有钱，但我的礼物也很好的，你看。旁边的玄小三第一发觉不对，立马过去把盒子关上。三师兄，怎么了？这香味有毒。众人皆惊。臭小子，你拿一个有毒的东西给你表妹干啥？你是皮痒了是吧？苏恒第一个骂出声。不是，祖父，这说是毒，但是也是很有用的药，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得到的。那也是毒，有毒的东西你怎么能拿给你表妹呢？你也太没分寸了。大伯，这真的不是毒，是药草，不信你问玄神医，玄神医肯定知道。苏雨满怀希冀地看着玄小三，希望玄小三能替他解释。确实，这东西叫玄冰草，有股幽香，能惑人心神，但其本身确实是很难得的药材。这就是玄冰草啊，但是我记得书上记载，玄冰草大多生长在极寒之地，二表哥怎么会有？我也是偶尔得来的，当时让军医看过，知道是很珍贵的药材，就留下了。我想着表妹你医术那么好，肯定会稀罕这种药材。确实是难得的药材，谢谢二表哥。不用谢，要不是你啊，我爹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你爹也是我的小舅舅，二表哥见外了。虽然小舅舅现在昏睡的时候居多，但确实已经脱离危险了。多试试是好事，身体也是要休养生息的。
早上还醒过来片刻。话话家常，送送礼物，这顿家宴很快就结束了。午后，苏恒和苏家众人开启了家庭会议。这次回京，我要退下来了，老大，你得接着。爹，子父，我退下来不是要跟那些人认输，而是要回京都谋划。老大，你还得留下来。这个是自然，这边得有人，别人我也不放心。但是爹，你也没必要现在就退下来呀。不退下来，那些人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在京都。我想好了，此次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京都，一切职务由你接手，这样在京都我就能护着月儿他们了。祖父的想法是好的，但是那边会让我爹那么顺利接手，我就怕他们会趁机夺兵权。兵权岂是他们想夺就能夺得了的？这兵权只会在我苏家手中，这一点你们安心。祖父有安排就好。此次玉儿和雨儿也随我回京。钱儿，你玩够了，也该回去了。知道了，祖父，我过2天就走，就不和你们一起回京都了，太打眼。我先回去跟祖母、爹娘他们汇报好消息。祖父，我想留下来帮衬我爹，这边就留他一人，我不放心，而且最近周边很不安分。走之前把那些都处理了，算是给那边的警告。这些年的隐忍，真当我们苏家好欺负了。祖父，我愿为先锋去收拾这群杂碎，这阵子我忍得都快吐血了。不急，等我计划一下，这次给他们一锅端了。好，这件事就交给你们兄弟俩了。事情结束之后一起回京。玉儿，你年岁不小了，该回京把亲事定下来了。你三叔要养伤，让他留下，康复之后留下来帮着你爹。祖父，我还不想成亲。你都25了，你还不想成亲？你想干嘛呢？别人在你这个年纪，孩子都好几个了。就是，大哥，你也该给我们找个嫂嫂了，是不是老三？对，要找个嫂嫂，抓紧给我们生个侄儿玩玩。雨儿，你也是，也20了，这些年拖累了你们，这次回去一并都定好。好了，你们都退下吧。玉儿，你们抓紧去安排，这次不用留手，给我狠狠的打，让他们知道我们苏家的拳头有多硬。给你们7日，最晚7日后启程回京。是，祖父。苏丽看着兄弟几人信心十足地走出营帐，满脸担忧。怎么，不放心？玉儿的能力你还不信呢？这倒不是，玉儿小年纪就有大将之风，战术谋略已经远超于我，只是怕此次回京一路上不太平，儿子不能随您一同回去，不太放心。你安心在这边守着，其他的呢，别瞎操心了。你爹我是老了，可也不是动不了了，我有准备，不会有事。爹，你是准备动用暗影啊？这些年来我不用，他们不也一直在？所以其实月儿的身份根本瞒不住，是吗？瞒也只是一时的，那位是瞒不了的。说不定消息现在已经传回京都了。此时京都皇宫御书房内，身穿龙袍的中年男子拿着暗报的手颤抖着，半晌没有说出话来。一旁的总管太监张福也被皇上的神色吓到，探头过去看暗报的内容。
竟然还活着，真好，真好啊！说，前些时候苏家接连出事，苏家长孙中毒，苏家三子也是中毒且重伤，一时间玄神医也是束手无策。后来是其同门师弟前来为苏家人解毒疗伤。说那女子，那名女子最初是女扮男装，医术十分厉害，在她为苏毅治疗后，主动跟郑国将军坦言，说她是云飞的女儿。那云儿呢？云飞娘娘据那女子所言，是生下她就去世了。咣当，砚台落地，发出重重的声响。咣当，砚台落地，发出重重的声响。皇上，您保重龙体呀！多少年了，即使心里早有猜测，可是只要没见到尸体，他就总有希望。希望哪一天那个笑起来像太阳的女子能出现，能对他撒娇，对他生气，冲他笑。可查出那女子所言是真是假？一得到消息，首领就派人去查了，消息还未回来，不过十有八九是真的。怎么说？那女子容貌与当年的云飞娘娘有6分相像。世上相似之人众多，仅凭此就能断定她是云飞的女儿。你们暗卫阁如今都是如此行事吗？陛下息怒，此为其一，请容属下说完。说，此女子有6分像云飞娘娘，还有4分像陛下，而且她身上也佩戴着陛下同款的另一半玉佩。郑国将军查验过，据说是当年云飞娘娘的那一块。你说她长得有4分像朕？是的，陛下。而且他还说出来一个重要信息：胎记。据郑国将军所言，云飞娘娘和郑国将军夫人也有同样的胎记，如此才确定的。长得4分像朕？是的，陛下。言儿4母，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没想到你竟然为我生下了一个像你又像我的女儿，真好啊！他们什么时候回京？属下快马加鞭回京时，郑国将军已决定7日后启程，不出意外的话，1月内能抵达京都。还要那么久？大军出发会慢一些。还有1个月就能见到女儿了，一个像我又似你的女儿。武皇很激动。身居高位多年，皇帝心思深沉，很少有如此喜形于色的时候。看来这个流落在外的公主很得皇上看重。宣城，苏玉带兵向南边出发，苏许则向北。短短3天时间，已经把周边所谓的山匪清理得七七八八。此时军营中也是异常忙碌。老三，你今天觉得如何？看起来精神还不错。爹，儿子觉得好多了，今天没有那么昏沉了。小舅舅身体还未完全康复，还是卧床休养才好。舅舅，你是？哦，老三，你这些日子养伤，一直昏昏沉沉的，还不知道月儿是你小妹的女儿，自然要叫你舅舅了。云儿的孩子，爹，这可是真的。自然是真的，你还不相信为父？你仔细看看她的脸。像，眼睛像月儿，眉毛也像，真的是云儿的女儿。小舅舅，我叫苏月，你叫我月儿就好。月儿，苏月，苏月好啊！哎，小舅舅，您还是躺着。虽然断剑拔出来了，毒也解了，但是伤势严重，还是需要恢复的。您可千万别逞强。老三，听月儿的，好好躺着。都安排好了。爹，安排的差不多了。月儿他们那边也很顺利，他们整顿完就回来，到时候就可以启程了。启程？爹，您要回京？是啊，过2日我就回京了。你在这边养伤，伤好后帮着你大哥。月儿和雨儿我带回去。爹，怎么会突然要回京啊？之前不是不准备回吗？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老子现在不想忍了。这次回京，我就准备退下来了。我会禀明皇上说，我年事已高，让老大接手我的位子，然后我就在京都待着，我看他们能怎么对付我。一切都听爹的，这些年我们也确实窝囊够了。我们一家人只要一条心，什么都不怕。那些牛鬼蛇神来一个，我们打一个。此次回去，玉儿和玉儿的婚事我准备定下来。这些年还是拖累了他们，尤其是玉儿，都25了。听爹安排。对，听爹的。夜晚，小五，你要去京都啊？对啊，四师兄你不跟我去吗？当然去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那个苏将军他们一家，真的是你外祖父家吗？是的，你不都听到了？哎呀，这么多年都没听你说过吗？跟你说干啥？你个小傻子！三师兄，你又打我，会笨的，你不能再打我头了。你笨是天生的，可不是我打的。你，哼！小五，决定好了，要去京都。去了京都可没得消停了。去，总归要去的，事情也总得解决的。你决定好了就行，什么都别怕，有我们呢。我给大师兄和二师兄都去过信了，放心，想做什么都放心大胆的去做。三师兄四师兄，谢谢你们。谢什么？我们还需要说谢谢啊。就是啊，小五，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但你放心，你做什么我都会帮你的。你能帮小五什么？把敌人吃垮吗？三师兄，你别小瞧人。苏月看着两人吵吵闹闹的，有感动，有安心。他其实不怕的，因为有他们在。3日后，阳光明媚。回去吧，别送了，做好了安排的，不用担心。爹，此番进京，您一定得小心，等着儿子们回去。好，爹知道。老大，老三身体还没好，你带他回去。爹，您别担心我，我没事，我就是想看着你们离开。大男人磨磨唧唧的，老子什么时候教过你们如此行径了？赶紧走。爹，您带着三叔回去吧，我们也走了，会照顾好祖父的。走吧，好好照顾好你祖父和你妹妹。知道了。大伯，爹，你们快回吧。大舅舅、三舅舅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外祖父的。你们在这边也要保重身体，给你们的药按我说的方法使用。还有三舅舅，给您的那瓶洗髓丹，您暂时还不能用，等身体完全好以后再使用。好，舅舅们知道了，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有什么事就跟你两个表哥说，不要怕麻烦。进了京都也不要怕，我们苏家不怕事儿，知道吗？啊，回去替我们好好给你外祖母尽孝就行，其他人都不要你操心。玉儿知道了，大舅舅。大舅舅的洗髓丹还没有开始服用吧？啊，没有，这几天忙碌，我们几个都还没开始。等你们走了，我也要试试这传说中的丹药，看看效果如何。等我痊愈以后，我再用。听雨儿说了，这丹药如此珍贵，药效定然不俗。伤药这一块的，你们最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需要就派人来说。好的，你就不要担心我们了，快走吧，不然时辰就晚了。大舅舅、三舅舅，保重。爹，我们走了。玄小三、玄小四看着众人话别。三师兄，小五有亲人了，以后会不会就不回白云山了？小五有亲人了，那也是我们的小五。小师妹，这是不会变的。小五就是小五，他就算有了家，我们还是可以去找他。我以后住在小五家不就好了？你不要脸，我还要呢！住人家家里还这么理直气壮的。一路走来，马不停蹄，已经过了3天，一路上还算顺利。
三师兄，这速度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京都啊？大概还要10来天吧。还要那么久啊？小五，你那个三表哥怎么走都没有说一声？他一个人快马加鞭，说不定都到京都了吧？三表哥要早日回京做些准备，晚上出发的，就没跟我们说。他估计这2天该到了。你跟那苏家三小子倒是投缘，回京都有个玩伴也好。月儿这些年可有这样长途跋涉过？没有，这些年一直在白云山上，最远就是这次来边关了。那可会有不适啊。外祖父不用担心我，我虽然常年待在白云山上，但是我常年习武，身体好着呢。是啊，苏将军不用担心，我们自小受师傅教诲，虽然我们几人擅长的东西都不相同，但是武功可都没有落下，您大可放心。玄老的本事我自是知晓的，也很放心，看你们几人的能耐就知道了。玄圣医这些年也常与我苏家走动，真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机缘。是啊，老天一切都安排好了。嫡媳，各兵将警戒。小四去帮忙。好嘞，正无聊呢。前方苏雨领着一队人马对敌，此时两方正势均力敌。玄小四一加入打斗，局势瞬间扭转，很快黑衣人被悉数斩尽。怎么样，小将军没事吧？没事，多谢小四兄弟前来相助。客气啥，正无聊着呢，动动筋骨挺好的。你都叫我小四了，我也不叫你小将军了。你长我几岁，我叫你苏二哥吧。好，小四兄弟爽快，都是一家人，你叫我一声苏二哥正合适。小将军，所有敌人已全部毙命，核查完毕。好，回去。看着苏雨等人回来，苏玉上前：“情况怎么样？”都斩尽了，没留活口。看着路数如何？老对手了，还能是谁啊？哎，看来接下来不太平了，要警醒些。你去歇会儿去。大哥，你太看不起我了，就这点虾兵蟹将还要休息啊？抓紧赶路吧。好，吩咐下去，继续赶路。继续赶路，继续赶路。祖父，我们继续赶路，这一路估计不会太平了。你安排就好，不用憋着，来了就给我杀，不留活口。是。接下来几天，陆陆续续的来了10几波刺杀。此时苏玉与苏雨都是疲惫不堪，这车轮战呀，谁能受得了？晚上，大哥，你休息会儿吧，你本来身体就没有完全好。大哥，喝了。苏月此时拿了一瓶灵泉水，直接递过去。灵泉水入口不久，身体就感觉有源源不断的生机涌出。表妹，你给大哥喝了什么？那么厉害，也给我一瓶啊！我也很累啊。那可是好东西啊，小五可真是大方。小五，你外祖父一家到底得罪了谁啊？怎么那么多敌人来刺杀呢？我外祖父手掌兵权，朝中自是很多人艳羡。四师兄也累坏了吧？多吃点。苏月又从空间布袋中拿出一些灵泉空间出产的水果。三表哥，今天的那些刺客跟之前的有什么不同吗？我看你们今天回来比平时要狼狈一些。今天那群人手法跟之前的很不一样，不像是暗卫，倒有些像是江湖中人，让我一时不防差点着了道。所以大哥不放心，刚刚又出去巡视了一圈。江湖人？我不是很确定，但看手法像。月儿来了，吃过没？吃了。外祖父，刚刚我听三表哥说，今天来的那些刺客有些像江湖中人，我不放心。刚刚你大表哥也跟我说了，你也别担心，外祖父也不是一点准备都没有。江湖人手段另类，三师兄应该会清楚一些。放心吧，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该给的我也都给你大表哥了，可没藏私啊，你到时候可得补贴给我一些啊。三师兄放心，再过一阵给你个好东西。好东西是什么？急什么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苏月卖了一个关子。半夜，
一声尖叫声起。弟媳！啊！三师兄，你看出什么门派了吗？像是血煞门。血煞门？难怪了，也不是什么名门正派，拿钱办事吧。留意活口！玄神一留着活口，可是有什么用处？玄小四随即上前扯下黑衣人脸上的面巾，用力捏住其下巴，一粒药丸飞进黑衣人口中。你给我吃了什么？士可杀不可辱，有本事你杀了我，下毒算什么英雄好汉？哎呦，你血煞门本就是歪门邪道，能算什么英雄好汉？留你一命呢，是让你出去传个话，告诉江湖上各门派，郑国将军府是武林盟主段天涯护着的。本来朝廷中事跟江湖无关，但有人竟然不讲规矩，那就别怪我们以势欺人了。看来得尽快回去汇报了。但是这毒药，只要你把消息散出去，再去神医堂拿解药即可。黑衣人虽不甘心，还是很快离开。三师兄，你就这样把二师兄卖了，不怕他收拾你啊？想揍我也得见得到才行，况且这不是为了小五吗？二师兄最疼小五，不会拿我怎么样的。那些黑衣人明明都能对付得了的，还偏偏把二师兄给扯进来，还不是嫌麻烦？二师兄已经接任武林盟主了，怎么没听他说啊？这2年你二师兄他爹啊早就不管事了，一直都是你二师兄在处理盟中事务。前2个月才刚刚正式接手，书信到白云观时啊，估计你们刚出来，所以不知道。等去京都把我要做的事情都做完，我们就去天启城看我二师兄。据说嫂子生了个女儿，我们要去祝贺祝贺。几人回到大军驻扎处。怎么样，没受伤吧？没事。大哥，祖父怎么样？我能有什么事？月儿怎么也去了？以后这种事让你哥哥们去应付，你一个女孩子家留在外祖父身边就好。外祖父，我没那么娇弱，刚好醒了就过去看看。这些人真的是没完没了了，还有几日就到京都，接下来只会越来越危险。别想那么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快亮了，赶紧去休息一会儿。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出来。将军有何吩咐？你这边有多少可用之人？连属下一共28人，都是精心挑选，以一敌百都不在话下。分别安排几人去我几个孙子身边，苏玉和苏月，还有玄圣一和他师弟，无论如何护住他们周全。但是将军，我们的任务是寸步不离的护您周全。怎么，我安排不了你们？如果连我的家人都护不住，那就更不用护着我了。我会分别安排3人过去，剩下几人只能留在将军身边。好。翌日一早，众人准备出发。大哥，你今天还好吗？昨晚都没怎么休息。月儿，表哥没事。听玄小三说这东西珍贵，你自己留着吧，等到关键时候再用。没事，大表哥，我还有。拿着吧，看您的脸色跟鬼似的。这一路上若不是表妹，他们只会更难。这个小表妹真是他们的福星。小心，有箭雨！苏玉站在苏恒前面守护，苏月和玄小三也飞身前去帮忙。月儿，你去帮忙。祖父，我得在你身边。混蛋，我这不用你，快去帮忙。祖父，您说什么我都不会离开的，什么都没您的安危重要。你个臭小子，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安一，出来，派人去看看。该派去的人昨晚已经过去了。那为什么不出来帮忙？没到生死危难之际，他们不会出手。你们混账！三师兄，接着。说完，扔出一个瓷瓶，砰，白烟四起。苏月飞快地给苏雨、玄小四和剩下的几个苏家兵将喂下解毒药，脱离开毒烟区。等白烟散去，地面上倒了一片黑衣人。三表哥，我们回去抓紧赶路吧，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后面肯定还有很多人马。
前面悬崖危险，得尽快过去才行。走。几人快速回到军中。有没有受伤？祖父，我们没事，我们得赶快走，这边不能久留，地势不利于我们抗敌。好，玉儿，安排下去。是。很快，刚走到山势最险峻之地时，又有敌人来袭。咻！一箭凌空射来，苏雨为躲避不慎跌落，而底下正是万丈深渊。大白，去！正在众人惊诧之际，苏月也扔出瓷瓶，砰的一声，毒烟四起。而苏月、玄小三和玄小四快速的飞身离开。悬崖之上，这就是主子说的表哥。这是哪个表哥？怎么看着不大聪明的样子？苏玉看着眼前的大白，总觉得这头狼在鄙视自己。表妹，他……哦，这是大白。大白，你怎么来了？你别勒我脖子啊！你那么重，累得我难受呀。嘿嘿，大白，你也很开心看到我，对不对？是不是有点想我了？你这傻子，你快松手啊！就知道你想我了，所以你就追过来了，对不对？我就知道，除了小五，你最喜欢我了。还不松手！再不松手，我就要咬你了！四师兄，大白不喜欢别人勒他脖子，你快放开！啊，我这不是看到大白太激动了吗？表妹，这大白是跟着你们一起来的？是的，大白一直跟着我们，不过因为体型太大，怕吓到人，所以一直隐藏在山林之中，暗中跟着我们。刚刚危险之际，我才呼唤他出来救你。多亏大白啊，不然此次我肯定栽在这儿了。没事的，大白很高兴认识你的。真的？大白，我叫苏雨，是玉儿的二表哥，谢谢你今天出手相助。主子，你这表哥有点傻乎乎的呀，刚才一直傻坐在这里看着我。玉儿，大白好像也挺喜欢我的吧？他刚刚一直看着我。是啊，大白挺喜欢你的。赶紧追上前面队伍吧，你外祖父他们该担心了。是的，我们赶紧走，不知道大哥他们那边怎么样了。暗卫第一时间前来汇报了几人脱困的消息，唯独隐去了凭空出现的大白狼的事情。但是消息第一时间去了京都皇宫。不愧是朕的女儿，就是不简单。真没想到，流落在外多年，竟习得如此一身本事，也是他的造化。张福，朕让你去司库搜罗些好东西，都找好了没？好了，奴才搜罗了整整8箱，全都是顶顶好的宝贝儿，小公主一定会喜欢的。皇上，还有一事。什么事？说。吞吞吐吐的。苏雨在悬崖上不慎落入悬崖，而公主大唤一声，就凭空出现一头2米高的大白狼，救下了苏雨。你是说凭空出现的？是，属下几人看得很清楚，是凭空出现。若让我知晓此事传出，暗卫阁就不用存在了。是，属下誓死绝不会外传。退下吧，云儿。真没想到，我们的女儿虽然没有在我们身边长大，但也有奇遇。你放心，朕一定护她好好的。等朕100年之后，也有脸面去见你。张福，你说这些年，朕对那些人是不是太好了，让他们有了不该有的想法？皇帝的心思，张福知道。但这些年，为了护住二皇子，皇上故意对他不闻不问，就是为了降低那些人的戒心，同时也养大了那些人的野心。传令下去，镇国将军不日回京，大皇子带朕出城亲迎，务必让镇国将军安全进京。告诉大皇子，镇国将军若出事，他也不用回京了。张福一惊，皇上，这……一字不落地传给大皇子。是，奴才遵命。令让爱姨亲自带人马过去，暗中护着他们安全抵达京都。是。张福俯身离开。
靖王府。父皇，你也太偏心了，即使这么多年了，你心里还是只有那个病秧子，想方设法为他铺路。你可是忘了，我也是您的孩子。萧慎双眼赤红。靖王，您千万要忍住，如今情势还是我们更有胜算，可不能在这档口给别人留下把柄。本王怕什么？本王的一切都是本王自己争取来的，父皇从来都不喜我，他一心只有那个病秧子，那个小杂种。王爷慎言，二皇子再得圣心又有何用？他还能活多久？王爷，小不忍则乱大谋。忍，本王忍的还不够吗？本王是皇后之子，既是长又是嫡，凭什么要忍他萧炎？是，王爷身份尊贵，岂是二皇子能比的？所以王爷何须生气？二皇子的身体注定跟皇位无缘，皇上就只有你们2个皇子，将来皇位只能是你的。等你坐上那至尊之位，你想把二皇子怎样，又有谁能阻止？萧慎深吸一口气。大丈夫能屈能伸，本王再忍这一回，等本王登上那位子，哼，苏家、萧炎，哼，一个都别想好过。京都皇宫凤兰殿，什么？让慎儿出城迎接？哼，好，萧恒，你可真是慎儿的好父皇啊！哎呀，娘娘慎言，不可直呼皇上名讳。嬷嬷，我就是恨呐，皇上他太偏心了。以前苏锦云的小贱蹄子在的时候，他就看不到我们母子俩。好不容易那女人死了，他还是看不到我们母子。帝王心，最是无情。皇后娘娘，皇上偏心也不是1天2天了，奴才知道您心寒，可您得想想大皇子啊，为了他，您也得忍忍。现在最重要的是苏家，苏家过几日就要抵达京都了。哼，抵达京都，那也得有命回来才行。哎，娘娘，您要冷静，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皇上说了，苏家要是出事，唯大皇子是问呐。所以您看，要不要把人撤回来？撤回来？怎么撤？人马早就出去了。那怎么办呢？真要出事，遭殃的可是大皇子。遭殃？难不成他还要杀了慎儿不成吗？他可就2个儿子，除了慎儿就剩那个病秧子。除非他想皇位旁落，否则他就算再不喜，也只能小惩大戒。是，娘娘说的对，奴才就是心疼大皇子。如果行动失败，苏家能逃过一劫，那算他们命大。说老天有眼，让苏恒的老东西死在路上，哼，那慎儿受点斥责也无妨。是，老奴知道了。此时苏越几人已经跟大军会合，但因为伤亡颇重，不得不停下休整。情况怎么样？你们几个都没休息过，可吃得消？差不多了，就剩月儿手上的那个，比较复杂，脚筋断了再接。筋断了也能接？玄小四瞥了他一眼，少见多怪。片刻，苏越深深地呼了口气。好了，最近几天都不能下床，要卧床休息了。只是我来安排，放心，及时赶路，该休养的也一定会让他们好好休养。最累的就是这个大表哥。大表哥，我之前给你的滋养的药丸记得吃。苏玉苦笑，这一路得小表妹帮助最多的就是他了。祖父不放心你，让我过来看看。你们还没吃吧？过去陪祖父吃点再休息吧。好的，这就去。此时苏恒在营帐中来回走动。祖父，您吃点吧，还有3天就能抵达京都了，您可不能在这最后几天倒下。我没事，累的是你们，你别管我。
出门在外不用管那些规矩，你先吃。我没事，表妹给的药水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没啥味道，喝了却让人充满力量。刚刚回来路上，表妹又给我一瓶，现在人精神多了。你表妹给的肯定是好东西，也不知道她忙完了没有。是我拖累她了。外祖父说什么呢？您是不是不把月儿当自己人了？怎么说如此见外的话？外祖父说错了，月儿别生气。累了吧？快来用膳。玄神医、小四兄弟，一起来。此次真的多亏你们了。用饭结束，苏恒才多说了几句。月儿，营帐外的就是你们之前说的大白吧？需要让人安排些生肉给他吗？如此有灵性的白狼真是少见呐。今天多亏了他，不然雨儿如今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不用，外祖父，大白自己会觅食，您不用管他。这2天他还能跟着，等快到京都他就得离开了。确实，如今京都情况不明，为了他的安全着想，确实不宜出现在众人眼前。啊，大白不跟我们进京，我还想带给老三看看呢，带着他进京多威风啊！苏雨一脸不舍。混账，那是你的救命恩人，怎么说话的？祖父，我知道，外祖父，三表哥就是舍不得大白，没有别的意思，您别凶他。对，月儿说的对，我就是舍不得，舍不得啊。还有3天的行程，这3天只会更凶险，要更警惕才行。知道了，祖父。大军休整一晚，次日一早继续赶路。大哥，不太对劲，太安静了。仔细些，就这2、3天了，定不会容易。好，我去前方，你守着祖父。你小心些。小五，这块不对劲，太安静了，没有人声还好说，毕竟是山林，可连鸟鸣都没有。大白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应该让大白到前面看看的。大白已经去了，他要发现不对，肯定会示警的。苏月话音刚落，一声狼吼响彻整个山林。不，停！大表哥停下！怎么了？前面有问题，不能往前了，我们先去看看。蛇，好多蛇！大表哥，这是驱蛇药，撒一圈，你保护好外祖父。随后跟玄小三、玄小四飞身前去。成千上万的蛇，黑压压的一片，正快速的往这边来。苏月见状，知道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这怎么办呢？这蛇也太多了，怎么杀也杀不完的呀！小五，快想办法，这样不行的，蛇太多了。苏月从空间中拿出一堆药瓶，从这一瓶倒出几滴，又从另一瓶倒出一点。所有人后退。三师兄，让你看个厉害的！砰的一声，瓷瓶碎裂，然后地面的蛇沾到药水，瞬间炸裂，血肉模糊。然后后面的蛇碰到那些血肉，随即又炸裂开。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所有的蛇都死了。小五，你竟然藏私！你有那么妖孽的毒，你不告诉我？这个三师兄，现在是讨论这些的时候吗？快些赶路吧，这个之后再跟你细说。蛇群被灭，背后的人肯定马上就到了。好，我这就安排下去。可还没等苏雨离开，四面八方的黑衣人飞身而来。我跟你们拼了！这群杂碎！黑衣人都是1等1的高手，苏家兵将这边是损失惨重。苏玉双手握拳，很想去前方帮忙杀敌，但还是一步都没有离开过苏恒。当看到苏雨中箭的那一刻，他急得恨不得把自己分成2半。祖父，如果各位此时都不愿出手相助，那以后苏某的生死都与各位无关。我苏家二郎今天若有损失，我苏某绝不独活。瞬间，20几个黑衣护卫尽数出现，投身到打斗中。局势瞬间扭转，苏月等人也缓了口气，很快就把那些杀手悉数斩尽。他们没有片刻停留，又闪身消失在众人眼前。这一次真的是损失惨重，
月儿也受伤了，严不严重？让外祖父看看。外祖父，我没事，都是皮外伤，没伤到要害，上个药就好了。都是我，刚刚表妹是为了护我才受了这一剑。赶紧去看看，看你这一身伤，玄神医和小四兄弟如何？将军不用担心我们，军中事多，您先去忙，我们先下去简单处理一下伤口，就去看看其他伤员。小五，你的伤如何？要帮忙吗？三师兄，我没事，就破点皮，我自己处理就好。那我去帮苏玉将军。苏月带着大白走进了树林，然后看了看周边情况，并未发现有人，就带着大白闪身进了空间，处理自己的伤口。主人，那些坏人怎么那么多，而且都好强啊！是啊，集合那么多高手，可这是大手笔。再过2日就要抵达京都了，我明面上就不能跟着主人了，就不能帮你打坏人了。没事，放心吧。到了京都，他们就没那个胆子了。你在空间里帮我看着那些药，别给小东西们霍霍了。知道，那个什么蛇灵果看着快熟了，有点红了。真的，我准备送点给三师兄做礼物呢。这一路上，三师兄、四师兄跟着我也吃了不少苦。我让小花蹲守在那边了，你要去瞧瞧吗？不去了，最后这2天只会更凶险，我得出去帮忙，抓紧时间。刚抵达苏恒休息处，就感觉周围情况不对。谁？出来！公主郝尔丽，属下安一，受皇上之命护送公主和郑国将军回京。公主？这里可没什么公主。皇上让你来的，是怕老夫死在路上。将军说笑，皇上是担心将军和公主的安危，让安一带队给您们开道。你是安卫阁阁主？是。你不在京都保护皇上，出来干什么呢？将军放心，皇上身边自有人保护，做好万全准备才出来的。哼，你记住，这是我苏恒守的干孙女苏月，可不是什么公主，不要瞎叫。是，将军。之前跟在将军身边的28暗卫我已收编，由我安排，为将军开路，属下一定让将军、公主安全回京。你，哼！属下告退。外祖父。苏恒拍拍他的手。没事，我知道瞒不住他，也没想瞒着他。他毕竟是你亲生父亲，虽然我怪他抢走云儿，却又护不住他，但是，他也是个可怜人。苏月不发一语。常言道，最是无情帝王家，可我们这个帝王有情还专情，可恰恰就是他的专情害了云儿，害了你们。外祖父，我们不说他。那我的身份？没事的，皇帝没那么笨，他暂时不会对外公布你的身份。等外祖回京，会跟他好好商量。我就做苏家的孩子，不想去皇宫，憋闷。好，就做苏家的孩子。皇上这一安排倒是正合我意，接下来你们就可以轻松点了。月儿，外祖父这次连累你吃苦了。外祖父说的什么话？我们是一家人，自然有困难一起上了，除非您不把我当自家人。一家人，当然是一家人了。是外祖父说错了，月儿大人不计小人过，可好啊？那我这次就原谅外祖父了，下次可不许这样了。三师兄，你看小五现在越来越活泼了，跟在山上完全是2个样子。是因为他找到亲人了吗？怎么，你也想家人了？也不是，我都不知道家人是谁，都不认识他们，自然也不会想他们。就是看小五有家人之后，感觉也挺好的。你有家人啊？
我、小五、大师兄、二师兄还有师傅，不都是你的亲人？我们都会对你好的。我知道。那三师兄，咱们进京都以后，你带我去吃烤鸭吧。大师兄说他们那边的烤鸭可好吃了，不知道大庆的京都有没有？我还要吃遍京都的大酒楼呢。三师兄，你带我去吧，你有钱的吧？你都出来那么多年了。三师兄，你等等我。玄小三不想理他的啰嗦，快步离开，还是去看看那些伤患吧。祖父，刚刚有一队身着黑色盔甲、戴金色面具的人马，在离我们不远处歇下，但貌似并没有要过来。我知道，刚刚已经来过了。皇上的人，接下来由他们挡在前面，你们也可以轻松些。玉儿身上的伤如何了？不碍事，祖父，都是皮外伤，养养就好了。那些人马足有70-80人，看着身手都不简单，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兵将，真是皇上派来的。这些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他们的实力你们绝对可以放心。今天就好好休整，不赶路了。现在死伤情况如何？苏家清兵500，轻伤128人，重伤56，死亡117。5000兵将死亡1156人，轻伤820人，重伤235人。死亡人员记录清楚，回京把抚恤银两一一发放，受伤的都要好好医治。知道了，祖父。将军，还有半天的行程就到京都了，今晚就在此休整吧。好，听阁主的，我们就在此休整一晚，明天再赶路吧。不过今天可能也没办法休息，大家还是警惕些吧。是啊，今晚估计会有大招，不然可就没机会了。祖父，我再去做些安排。那属下也告退。等等，苏月上前拿出2瓶药扔过去，解毒丸你留着用，今天晚上估计不好过。谢公主赐药。祖父，今晚肯定不消停，我也去帮忙大表哥。好，自己小心些。知道了，我出去了。大表哥。表妹怎么来了？是有什么事？大表哥，我来给你送点东西，在周边做些安排。这是要干啥？这些呢都是毒药，上面写了名字的。大表哥你拿去，在周边弄些陷阱。好，我这就去。这些日子我们都处于下风，那些人下毒刺杀无所不用其极，今天也让他们尝尝表妹你的毒。我跟你过去吧，免得你弄不清毒性，自己人中招了。小五，我呢？我能做些什么？我也想帮你啊。四师兄，你去帮我保护外祖父吧。现在外面有安卫阁的人挡在前面，你就不要去了。好，那大白跟我一起吧。大白就要走了，我舍不得他，今晚让他跟着我行不行？主人，我不要跟着这个小傻子。好啊，大白跟你一起。太好了，大白，你开不开心？今晚你就能跟我一起了。一会儿我去给你打只山鸡。主人，我不要跟着这个话痨啊，太烦了啊！你看，大白多开心啊！大白，走，我们去打山鸡。深夜，着火了，快来救火！不要乱！左前锋，你带队人前去救火，其他人回到自己的岗位。表妹，怎么没去休息啊？大表哥，怎么了？哪里着火了？还不清楚，你去休息，这边交给我。救命啊！这是怎么了？救命啊！快！这烟有毒，给他摸一下。大表哥，你退后。苏叶找到水源处，在水里撒了药粉，果然加了药粉的水洒出去，再也没有人中毒，火势很快就控制住了。大表哥，有人混进来了，要好好搜查。我去看看外祖父。好，你赶快去。此时，苏恒的营帐外，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在爷爷的地盘上撒野，还不现身？藏头露尾的，算什么英雄好汉？很快，四周黑衣人现身。脸都不敢露，
还敢跟爷爷我动手？玄小四一招一式都无比凌厉，杀意尽显，招招致命。苏雨此时也赶来加入打斗，很快黑衣人被全数歼灭。可奇怪的是，暗卫阁的人一个都没有出现。二表哥，你留在这儿保护外祖父。四师兄，我们去前面。月儿，你小心。苏月跟玄小四赶到前方时，暗卫阁正跟几百名杀手在死战。原来人都在这边被拦住了，而这人数之多，难怪他们无法分身。看着旁边受伤倒下的暗卫，苏月随手扔过去几个瓷瓶。黑色瓶子每人服1粒，红色止血。小五，不行，又来了很多人，杀不完。为了杀外祖父，为了灭苏家，这些人是疯了吗？看着四周不断涌来的人，苏月随手掷出几个黑疙瘩，砰砰砰，几声爆炸声，无数的残肢断臂。我知诸位是奉命而来，无论是为财还是为利，各位也得有命想才是。今日大家各为其主，我能理解。说就此离开，我们不做纠缠；说非要死战到底，只要你们能敌得过我手中武器，我们自当奉陪。大家不要听他说，我们人多，我就不信这东西能杀得了我们这么多人。屁！你们是奉你们主子的命令前来，我们只是求财，命都没了，要钱有什么用？就是，我们已经死伤那么多人了，真是后悔，这笔买卖太亏了，我们撤了。对，我们也撤。你们敢？收了钱胆敢不办事，到时候一样活不了。你敢？就是，我们是拿了钱，但却死了那么多人，够了，你们也不亏，我们走。对，走。带头杀手异常气愤，但是现在也控制不住那些人。剩下的人给我杀！苏月又扔出几枚炸弹，双方又开始大战。虽然人数少了很多，但是仍不可小觑。就在此时，不远处大队人马前来。萧一，是你！你来帮我了，快给爷爷杀了这帮孙子！二少怎么弄得如此狼狈？那儿还有一点点少年将军的威风呢。你爷爷的！你要是我，连着20天天天对敌，看你还能不能威风！好，那二少暂且休息，剩下的交给萧一替你解决。很快，那个叫萧一的小将也带着手下把杀手都灭了。你们这是惹上大麻烦了呀！你轻点啊！你爷爷我还伤着呢。你都伤了？你以为呢？20几天，几乎天天都有刺杀，这几天更是时时刻刻都不得消停。苏将军可好？我祖父没事，大哥在那边。哎，对了，你怎么来了？哦，本该早一点来接应你们的，但是前一阵跟王爷去了北疆一趟，刚回来就听说你们回京都的事情，王爷怕出事，让我带人过来接应，但已经晚了。你能来，什么时候都不晚，还是萧大哥想得周到。哪位是玄神医？哦，墨色长衫那个。萧一看玄小三大多在给苏月打下手，又问：那旁边那个是谁？那是是我祖父新收的干孙女，也是玄神医的师妹。女的？是啊，也算是我妹妹，男装方便嘛。阁主可有受伤？暗一看看右胳膊，因为是黑衣，所以看不清血迹。我来吧，你也休息休息。祖父，你看谁来了？什么事啊？那么毛毛躁躁，大呼小叫的，情况怎么样了？萧一，是你？大公子安，王爷让我来的，怕你们回来的路上有危险，让我过来接应。老朽多谢王爷了。王爷最近如何了？托将军的福，我家王爷一切安好。本来早该来的，奈何王爷之前去了一趟北疆，回来就耽误了。无碍，王爷有这心，老朽依然很感激了。将军无事就好。好，月儿，你好好招呼萧首领。对了，月儿呢？哦，妹妹跟玄神医在给伤员治疗，暗卫那边也伤了很多。苏恒点点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又进了营帐。你家王爷去北疆了，去那儿干嘛？去寻医的，听说那边有个巫医，医术很好，我们就劝着王爷过去瞧瞧。找到了吗？找到了，但是那个巫医也没有办法。
你们也不要失望，天下之大，能人异士很多，我们多派些人出去找，总能有办法的。我正想问您呢，我刚刚看到玄神医，想请您帮忙，让玄神医给我们家王爷看看。这个没问题，我早就跟玄神医说好了。之前因为边关有事，他一直没离开，此次回京正好让他瞧瞧。那就太感谢了。对了，还有玄神医那个师妹，就是将军新收的孙女儿，看着医术很好的样子。哦，那是我妹妹，她医术更好，届时也可以让她一起看看，说不定她有办法。比玄神医都好？看什么方面吧，总归让她看看总没错。好的，那就麻烦你了。跟我客气什么？我跟你家王爷那么多年的交情了，我也替他担心。5年了，王爷这些年，只要有一点希望，我都要去试试，哪怕要用我的命去换，我也甘愿。苏玉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大表，苏大哥，妹妹来了，累了吧？去休息会儿吧。这个时候啊，应该还能再休息1个时辰。就去了。我过来看看，将军没事吧？祖父没事，放心吧。辛苦你们了。哦，对了，跟你引荐一下，这是靖南王府的萧统领。萧统领好。苏姑娘有礼了，在下刚刚远远就看到姑娘的身手很俊，医术又好，巾帼不让须眉啊。多谢夸奖，那就不打扰你们谈正事，我先下去了。大白，走。大公子，这白狼……哦，那是大白，是我妹妹的，从小跟着她在山上，颇有灵性。山上？是啊，我妹妹常年在山上，这次是第一次下山呢。哦，别哦了，刚好你来了，跟我去周边查看一番，搞了不少陷阱，估计啊有不少猎物呢。那就去看看吧。天渐渐破晓，大地朦胧。主子，你都没休息一会儿，怎么不多睡会儿啊？不睡了，估计一会儿要启程了。今天还会有那么多危险吗？今天应该不会了，半日的路程就到京都了，那些人也不能做得那么明显。哦，那我一会儿就去空间吧。也好，不能在人前再出现了。京都危险重重，不比山林。好，我去空间帮你看着蛇灵果。那你可以去跟小花作伴了。苏月一直很奇怪，一头狼一条蟒，怎么就能那么惺惺相惜呢？小五，起了吧，起来吃东西，要赶路了。啊，来了。三师兄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我昨天回来都没有看到他。估计跟大表哥去了，昨天让他们弄了不少陷阱，都有毒的。哦，今天估计午后就能到京都了。我们去京都了，住哪儿啊？我肯定是要去镇国将军府的，你跟我一起啊。可是三师兄说他在京都有宅子，让我跟他住，不让我去你那儿。住哪都行，反正可以随时找我。三师兄的宅子啊，肯定也有我的房间。哦，那我就跟三师兄住吧，每天早上我就去找你吃早膳。好啊。苏月的预测没错，一路顺畅，再也没有杀手出现。妹妹，马上就要到京都了，祖父说我们要先进宫，我安排人直接送你回府，祖母肯定在等着了。哦，好吧。怎么了？怎么看起来不大高兴？没有，就是第一次见外祖母，不知道外祖母会不会喜欢我。这个你不用担心，外祖母肯定很喜欢你的。不，外祖母啊，只会比我们更疼你的。那大哥，外祖母平日里喜欢什么？你跟我说说吧，我想送一些礼物给外祖母。但是我除了药，好像什么都没有。妹妹，你就是最好的礼物了。那你跟我说说外祖母的喜好，我就是想知道。我们祖母啊，是淮阳侯府嫡女，身份尊贵，但是却不像一般的闺阁女子那般拘谨无趣，习武，要不啊也不会看上祖父了。在家呢就是被娇宠着的，到了镇国将军府，祖父也宠着她，所以性情率真，没有官家女子的那些娇柔造作，也最不喜那些。
外祖母会舞？就花拳绣腿。苏玉环顾四周后，小声的说道，生怕被自家祖父听到。反正祖母很好相处的。哦，对了，祖母对好吃的特别有兴趣，你可以在这方面多讨好她。不过，这些年外祖母对什么都没有特别喜欢的了，尤其是13年前小姑姑失踪后，她急得一夜白了头。还好你回来了，妹妹，你不知道你的出现我们有多开心。大哥，有你们，我也很开心。祖父，还有半个时辰就要到京都了。好。很快，大军就到了城门口。此时，大皇子带百官在城门口迎接，恭喜郑国大将军回京。老臣参见靖王殿下。将军不必多礼，先恭喜将军又赢了一战，不愧是我大秦的不败战神呢。靖王谬赞，老臣也只是做本分，都是皇上英明，才让我大秦国国运昌盛。是，走，父皇已在宫内设宴，为将军接风洗尘。朱家2位公子也是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能履历战功。不过，萧统领怎么会在这儿呢？参见靖王殿下，属下奉王爷之命，去接应郑国将军回京。哦，靖南王跟郑国将军府倒是私交甚好啊。是啊，我家王爷从小也受到郑国将军的教导，跟府内几位公子从小一起长大，情谊自是不一般。哼，是啊，你们王爷这些年深居简出的，消息倒也灵通。萧慎明显不悦，表情都控制不住了。走吧，父皇在皇宫内该等急了。是。大军驻扎城外，其余秦兵随我入城。是，将军。妹妹。苏谦在众人离开后，很快找到了苏月。三哥，你怎么来了？来接你啊！你不知道今天天不亮，我就被祖母拖起来了，非要我在城门口等着，怕你找不到回家的路。大哥留了人给我呢。况且郑国将军府，就算我不知道，随便找个人就能问到。是啊，可祖母不听。小四兄弟啊，你也来了，正好跟我回府。今天府里准备了不少好吃的呢。真的？那我也……不行，今天小师妹跟家人团聚，你去凑什么热闹？玄神医，别那么见外，都是自己人，一起吧。哎，不了，你知道我在京都有宅子，就不过去了。明天再登门拜访。小五，我也想去啊。三师兄，你又打人！打你怎么了？跟我走，哪儿都有你。哎，小五啊，我们先走了。明天我来找你，带你去我那儿认认路。好，三师兄，那我今天先去将军府。小五。很快，他们就到了郑国将军府所在的街道。此时门口聚满了人，最前面的是个满头白发、身穿华服的老妇人。苏月知道这就是她的外祖母。外祖母，你就是月儿？是，我就是月儿。眼睛像云儿，眉毛也像，是我外孙女。外祖母，不哭。祖母，你可别这样啊，会吓到妹妹的。我知道妹妹跟小姑姑长得像，所以祖父才会非要认下这个孙女儿。但第一次见面您这样，妹妹得多伤心呢。刘氏也察觉出不妥，上前道：“母亲，让月儿先进府吧。月儿一路风尘仆仆，想必是累坏了。”是我老婆子不好，年纪大了，脑子都不灵活了。月儿也累了吧？走，我们进府。苏谦提前回府，就已经跟众人交代过。将军在边关遇到了一个长相跟云飞很是相像的少女，思女心切，恰巧知晓此女是孤儿，就收了她做干孙女，起名苏月。
当然，这是对外的说法，自己人都是知道苏月的身份的。月儿，坐在外祖母旁边，跟外祖母好好说说话。哎呀，这一路累了吧，肯定也饿了。刘嬷嬷，让人备点吃的过来。是，老夫人。母亲，您别心急呀，好歹也让我们跟月儿认识一下呀。月儿，我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母、三舅母。大舅母好，二舅母好，三舅母好。好孩子，一家人，舅母一看你就喜欢。是啊，我们月儿长得真好看，看看这皮肤，嫩得能掐出水。哎，你不是刚从边关回来吗？风吹日晒的，怎么还是那么好看呢？哎，可惜今早你二舅舅也被宣进宫了，不然看到那么漂亮的外甥女，不知得有多开心呢。好了，你们别跟我老婆子抢。月儿，到外祖母这边来。看看，我们老夫人急了。去，你个泼皮！多大的人了，当着月儿的面也敢笑话我老婆子，还有没有长辈的样子了？母亲，那可得罚大嫂啊，让她给您做1个月的饭。对，让大嫂啊给您做饭。你们俩也不是个好的，让你大嫂给我做饭，是罚她还是罚我呢？母亲，您也笑话我。苏月看着婆媳几人说说笑笑，也很开心。好了，你们也别闹腾了。月儿，跟外祖母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祖母，我回来之后不是跟您说过了，还说了好多遍呢。你说的跟月儿说的能一样吗？走，别在这儿碍眼。外祖母，我这些年一直跟师傅和师兄们住在山上，这次也是第一次下山。山上的生活其实挺无聊的，就是练练武，研究研究医术这样。师傅也不大管我们，经常闭关。后来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先后下山，只有我跟师傅还有四师兄在山上。哦，对了，还有大白。众人一聊就聊了一下午，气氛非常和谐。月儿啊，外祖母有个请求。外祖母您说，我能做到的，一定答应您。外祖母想看看你的胎记，可以吗？当然，外祖母不是怀疑你，只是……外祖母您别难过，我懂的，您不用觉得过意不去。说着便起身，背对着他将后衣领往下拉，露出右肩的那个淡红色蝴蝶胎记。我的乖孙女啊，这么多年受苦了，还有我苦命的云儿。母亲，您别这样，小妹如果知道您这样会心疼的。刘氏红着双眼劝道：外祖母，您别哭了，对眼睛不好，您的眼睛已经很伤了。等过一阵，我们把娘亲接回来，带她回家。我的云儿，我可怜的女儿啊！众人宽慰了好半天，老夫人情绪才好一点。外祖母，以后不能再这样了。您现在眼睛已经很模糊了吧？再这样，您还想不想看到月儿了？好，外祖母知道了。外祖母还要看着我们月儿，看着你成婚生子，家庭幸福。外祖母，你想的也太远了，我才13呢。13不小了，京都大部分官宦家女子13岁早就开始相看了。不行，老大媳妇儿，你接下来出门要给我们月儿好好相看相看，给我们月儿找个好的，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好的，母亲，儿媳一定好好相看，
一定给我们月儿找个最好的。哎，母亲，我看呢，您也别舍近求远了。月儿去哪家您都不会放心的，还不如留在自家呢。您可别忘了，我们家还有3个小子呢。娘，你都乱说什么呀？月儿可是我妹妹，又不是亲的，是表妹，表哥表妹一家亲，你有什么意见呢？你表妹那么好看，你有什么好嫌的？哎呀，我哪里是嫌啊，我就是月儿就是妹妹呀。谦儿害羞了，二嫂，谦儿还小呢，你急什么呀？我们家月儿刚好，跟月儿最配了。哎，月儿，你觉得你二表哥怎么样啊？哎呀，你俩可不能跟我抢啊！我们月儿年纪最大，怎么着也该她先呀。月儿，你怎么看呢？你3个表哥都很不错，让你选，你选哪个都行。这个外祖母还有舅母们，3个表哥都很好，但是吧，月儿只把他们当哥哥啊，而且什么？月儿，你是一个也没看上啊？那你是有心上人了吗？不是，我还小呢，什么心上人啊？是这样的，外祖母您应该听3哥说了，我这些年跟着师傅学了医术，其实啊，表哥表妹是不合适成婚的。啊？怎么会呀？在京都，表哥表妹成婚的可多了。是这样的，近亲成婚的话，生下的孩子很有可能是不健康的。啊？还有这种说法，我们都没听说过呢。哎呀，难怪呢。那个承恩伯府，母亲你可还记得，就是表兄妹呢，生下2个孩子都不好，一个自小体弱，一个还是痴儿。哎，是啊，月儿不说我们还不知道。倒也不是说所有的近亲生下的孩子都会不健康，只是这种的概率要比非近亲成婚的来的要高一些。以后咱们家要注意这个，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不然生下的孩子要不好就作孽了。外面的人咱不管，我们自家人绝不能如此。是，母亲。此时，皇上设宴为郑国将军接风洗尘，当然，他最主要的目的呢，自然是想见见自家闺女。丈夫，你看朕这身如何？好啊，皇上这身很是威严有气势呢。威严？会不会不够亲和？会不会吓到他？要不这身还是穿常服吧，显得温和一些。皇上，这毕竟是正式场合，文武百官都在呢。朕想怎么穿就怎么穿，谁敢管我？这套呢，月牙白的。哎，苏兄，你看怎么样？您是皇上，你爱怎么穿怎么穿呗。皇上气宇轩昂，穿什么都好。不行，月儿第一次见我，我一定要留下个好印象。呵呵，这个女儿你能不能认得回来，可不是您说了算的。好不容易等到苏恒等人进宫拜见，武皇才发现没有他想见的人。将军亲戚，一路辛苦了吧？微臣只是做了臣子该做的事，不敢言苦。好，此次镇国将军又打了胜仗，扬我国威，该赏。父皇，镇国将军此次立功确实该赏，但是将军此时已是正一品大员了，也只能赏些金银了吧？晋王说的是，将军已是不能再生了，但是苏家……皇上，微臣经此次战役，深感年岁已高，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此次回京就不打算再去边关了。镇国将军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要请辞啊？怎么会呢？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皇上又看重，怎么……将军谦虚了，您还老当益壮呢，朕还要指望您。皇上，您不必劝老臣，
老臣戎马几十载，身体早就吃不消了。为了多活几年陪陪家人，微臣也是时候退下来了。良久，此事容后再议吧。父皇，儿臣觉得郑国将军此请情有可原，毕竟将军年事已高，我们应该体谅。虽然不舍，但是也不能让老将军拖着病体上战场吧。所以儿臣……朕说了，容后再议。靖王是在教朕做事。儿臣不敢，儿臣只是体谅老将军。儿臣不敢就退下吧。张福，上菜，开宴吧。是皇上。朕听说将军近日新收了个干孙女儿，怎么没带进宫啊？微臣在边关机缘巧合认下了一个干孙女儿，没进过宫，怕不懂规矩，惊了贵人。将军何须如此见外？朕倒是对这孩子很有兴趣，明日带进宫，让朕瞧瞧吧。皇上有所不知，微臣回京途中遭遇大大小小刺杀几十次，虽然侥幸安全抵达，但是也是受了不少罪的。微臣这干孙女儿毕竟是女子，一路跟我们长途跋涉，又受了一身伤，所以刚到京都，微臣就派人送她回府休养了。什么？受伤了？武皇惊得站起，见众人目光投来，稳了稳心神。刺杀几十次，竟然有人如此胆大包天，刺杀我大清朝正一品大员。查，给我彻查，看看是谁胆敢扰乱我朝堂。皇上，此事还是到此为止吧，毕竟对方也没讨到好，想要老臣命的人多了去了，这么些个小虾米，微臣还不放在眼里。好，一切都听将军的。张福，记得给郑国将军府的赏赐再多加1000两黄金，10户东珠，再挑些补身子的，明天一并送过去。是皇上，奴才记下了。还有，让御医去郑国将军府给苏姑娘看看，女孩子家的身体娇贵，一定要看好了。需要什么珍贵药材，尽管去取。是。苏恒几人回府，已经天色很晚了，但是一家人都没休息，甚至没用晚膳，在等着他们回家。祖母、祖父他们回来了。哎呀，真的到了！将军夫人焦急地起身，准备去大门口迎接。还没走2步，就见苏恒跟苏冲、苏玉和苏雨大步前来。将军，夫人，我回来了。好，回来了就好。祖母，孙儿给你请安。好，好，回来就好。可有受伤啊？我听说你们这一路很不顺利。祖母，没事，没受伤。您看，让我看看，玉儿。娘，我没事，您看好着呢。娘，您别哭啊！您看看您儿子是不是长高了，还越来越壮了？好啦，外祖父、外祖母，快开席吧。有什么话用过晚膳再说。外祖父在宫里肯定没吃什么。这就是月儿吧？是啊，这是月儿。月儿，这就是你二舅舅。二舅舅好。苏月对着苏冲浅浅一笑。好，真好。自从得到消息起啊，就一直盼着你回来，终于回来了。好了，以后有的是时间让你们聊。快开饭吧，今天做的都是大家爱吃的，我们都没吃，等着你们回来吃团圆饭呢。对，快用膳吧，在宫里我都没吃几口，饿死了快。好，用膳。今天娘还让人准备了你最爱吃的黄花鱼、水晶肘。一家人吃着聊着，其乐融融。晚上，苏月躺在床上，脑袋却异常清醒，有点睡不着。瞬间，他就出现在了空间。大白看到苏月进来，非常惊喜。
主人。睡不着，进来转转，弄点药。主人今天不是应该到京都外祖父家的吗？是啊，今天刚到，见了外祖母几个舅母，有点睡不着。主人是太高兴了吧？高兴是肯定的，也很复杂。唉，不想那么多，我要配点药给家里人的。是有谁生病了吗？我外祖母，因为当年娘亲失踪，爷爷白了头，我得拿百年何首乌来配点药。还有，他的眼睛也哭坏了。翌日清晨，苏月也是一早就起床练功了，这么多年早就养成习惯了。小姐可回来了，你一大早哪儿去了？让奴婢好好找，险些要去汇报大夫人了。哦，我去练功了。你们是大舅母派来的？奴婢子衣，这是青莲，我们是大夫人派来伺候小姐的，以后就由我们贴身照顾小姐。青莲给小姐请安，小姐起得好早啊。习惯了。那奴婢们伺候小姐梳洗。小姐，您今天想穿哪身啊？这些都是大夫人前些天没人准备好的，都是时下最受姑娘们喜欢的款式。您快看看，是选这套粉色的还是紫色的？还是这套浅蓝色的？小姐皮肤白，长得又那么好看，穿哪套都好看。都行，你随便给我挑一身吧。这套粉色交顶襦裙如何？小姐肌肤胜雪，穿起来一定很好看。可以。小姐穿这身粉色襦裙的话，配这只白玉簪吧，再戴上这副碧玉耳环，简单大方。好，听你的。收拾完，苏月就往郑国将军和将军夫人的院子走去。这是哪里来的小仙女啊？也太好看了吧！月儿给外祖母请安，给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请安。来，快来，好孩子，坐到外祖母身边来吧。是，外祖母。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啊？来那么早，用早膳没有？还没呢，特意来外祖母这边蹭饭的。那感情好，刘嬷嬷，快让人摆饭。看来咱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全都到母亲这边来蹭饭了。月儿昨天休息得如何？可还习惯？休息得挺好的，我倒不认床。那就好，有什么需要的记得跟大舅母说啊。大舅母不知道你的喜好，也不晓得给你准备的东西你喜不喜欢。喜欢，大舅母安排的非常妥帖，给我的2个小丫头我也很喜欢。好，喜欢就好。看看还缺什么没，缺什么也跟我讲，知道吗？好。聊什么呢？那么开心。将军回来了。父亲，外祖父。坐下吧，在家里都不要拘礼了。月儿，一会儿宫里来人，估计会有太医过来，到时候给你看看伤势。伤？我的伤都好了，破了点皮，怎么还要太医来看啊？昨天皇上想宣你进宫，我说你伤了，得好好休养，放让他消停。说什么不好？说月儿伤了，多不好呀！是，夫人说的是。好，月儿知道了。其他还要注意什么吗？不用，不过我阻得了皇上1次，估计阻不了他第2次，你有个心理准备。我不怕，本来就准备这2天入宫一趟的。啊？你要入宫？我是准备夜探皇宫，去见见哥哥。别私自去，宫内高手众多，别不小心伤了你。外祖父明天带你入宫，你不想见旁人的话，就扮成我的小厮好了。还是外祖父想得周到。之前听您说他身体很不好，我不大放心。唉，二皇子他，你去看看也好，说不定你有办法。
这些年来，为了让二皇子在宫内安全的生活，我们从不敢私下去探望。他一个人在宫里，该有多难呢？外祖母，您别担心，还有我呢，我医术很好的，还有我三师兄，就是玄神医，一定可以给哥哥治好的。好好，我们月儿厉害。对了，外祖母，我给你配了几瓶药，您平日里坚持用。这个是眼睛不舒服的时候使用的，您坚持用1个月以后就会有效果，那样你的眼睛就不会再像现在那么模糊了。还有这个，您洗发时用来按摩头皮，再配合这个药丸，对您的白发有好处。苏月从空间布袋中拿出一瓶又一瓶的药，给老夫人身边的刘嬷嬷。老奴知道了，一定提醒老夫人按时用，小姐放心。用完了记得跟我拿。哦，对了，我还有一些药膳方子，也劳烦您给厨房经常做来给家里人吃，滋养身体的。好，老奴一定安排好。哦，对了，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月儿还给你们准备了些东西。哦，还有我们的？看看，我们到母亲这边来蹭饭，竟然还有礼物拿，真是占了大便宜了。是啊，月儿，我们的见面礼都还没给你呢，倒是先收起你的礼了。这有什么？都是自家人。这是月儿自制的养肤膏，滋润美白的，效果很好。目前就只有这几瓶，你们先拿着用，好的话我再给你们做。呀，这是什么香味儿？真好闻。这个可比美颜芳的膏好用多了，很润呢。哎，是吗？我看看。哎呦，真的呢。月儿，你这都是自己做的呀？是啊，我除了喜欢捯饬药草，还喜欢研究这些。月儿太厉害了。这么好，那老婆子我也要一瓶试试。外祖母，给您准备好了，不过给您的不是滋润的，是抗皱的。喏，这瓶。苏恒看着几个女人一头黑线，也插不进嘴，就准备离开。救命啊！这是什么呀？怎么回事？听着像雨儿的声音，快让人去瞧瞧怎么回事。我去，二哥，你怎么搞成这样了？臭死了！你是掉进粪坑了吗？老二，你离我远点，别靠近。我也不知道啊，我早上起来就这样了。我的房间都臭了，肯定有人戏弄我。是谁？给我出来！苏恒、苏月他们一进院子就闻到了恶心的臭味。臭小子，你搞什么呢？弄得那么恶心。雨儿，你这是什么情况啊？二表哥，你是不是吃了我给你的洗髓丹了？啊？是啊，我想着到家了，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了。昨天就服了2粒，想试试这个传说中的丹药。难道是因为他？表妹，你为什么要害我啊？二表哥，没事的。洗髓丹嘛，洗精伐髓，会把你体内的垃圾毒素都清理出来，让你的身体各方面机能达到最优状态。你这去洗洗吧，没事的。快来人，给本少爷备水！妹妹，那个洗髓丹用了都会这样？因人而异吧。不过人吃五谷，体内不可能没有杂质的，多一点少一点吧。大哥，你暂时还是不要用啊，等你身体完全好了再说。哦，好的，听妹妹的。那我这2天就住书房吧。将军，宫里来人了，还有好多赏赐，已经在前厅等着了。好，走，一起去。是。张公公，怎么还劳烦您过来了？随便安排个人来就行了。咱家给将军请安，这是怎么说的？来镇国将军府是咱家的荣幸，这些是皇上给镇国将军府的赏赐，还快都呈上来。东珠10斛，黄金1000两，金铃缎10匹，晚云纱10匹，玉如意1对，红珊瑚1尊，玉屏风1架，
百年人参、雪莲、灵芝一份儿。等所有赏赐都呈现了一遍，张福才缓步走到苏月面前，眼神亮得吓人。这位就是将军新收的孙女吧？果然是个亭亭玉立的绝代佳人呢。月儿，这位是大内总管张福张公公。月儿请张公公安。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姑娘要折杀老奴了。皇上听闻姑娘在回京途中受了伤，特意让太医院院首来给姑娘请脉。张太医，您快来给姑娘看看。片刻，张太医摸摸胡子。姑娘一路长途跋涉，又受了伤，身体有些亏损。我开些药，姑娘按时吃，养一阵就能补回来了。那感情好，正好皇上这次的赏赐里面有不少珍贵药材。张太医尽管开药方，需要什么咱家马上回宫里取，一切都给姑娘最好的。又没什么毛病，还补什么补啊？这小姑娘是什么身份，竟让皇帝跟前的张公公如此重视啊？是，微臣明白，微臣这就去写方子。将军，奴才来之前，皇上说了，等姑娘养好身子，一定请将军带姑娘进宫转转。老臣知道了，等月儿身子好些了，一定带月儿去。不过这一路月儿长途跋涉的，又是女孩子，吃了不少苦，估计得养一阵子才能完全好了。是，肯定得先养好身子的。姑娘在府里可还缺什么？缺什么都可以跟老奴说，老奴一定给姑娘安排的妥妥帖帖的。哎呦，瞧张公公说的，我们府里呀，从知道多了这么个娇娇儿开始，就一点一点准备东西了。我们将军府的姑娘哪会亏待得了的？公公放心吧。哎呦，是咱家想左了，将军府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怎么样，送去的东西他可喜欢呢？喜欢，哪能不喜欢呢？皇上放心好了。快跟朕说说。小公主小小年纪就已经非常稳重了，奴才去的时候好像正陪着镇国将军夫人，那眉眼跟娘娘当年一模一样。但是奇妙的是，鼻子嘴巴跟皇上是一样的。哎呀，长得那真是顶顶的好看呢。哎呀，奴才嘴笨，反正就是绝色好看。真的？不行，朕得出宫看看。镇国将军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不会让他进宫，朕等不及了。哎呀，皇上不可，您就这样出去，而且呀，目前真的不是跟公主见面的好时机呀。朕想见自己的女儿都不行，朕是天子，朕……皇上，小公主已经来了京都，见面是早晚的事儿，您又何必急于一时呢？朕这个皇帝做的真是失败呀！皇上怎可如此说呀？皇上雄才伟略，知人善用，勤政爱民，如此英明神武，怎可……陪朕走走。片刻间，武皇来到一个偏僻的宫殿——锦云殿，是当年云妃的住处。当年是如何的繁华热闹，如今就有多冷清。武皇站在殿门口顿住，脸色晦暗不明。张父有些担心，又不敢打扰皇帝。什么人？出来！主子，皇上来了，我们走吧。不走。言儿，参见皇上。你如今连父皇都不肯叫了吗？怎么出来了？最近身子如何了？老样子，暂时还死不了。你非要这样挖父皇的心吗？言儿，父皇跟你说个好消息，你还有一个妹妹，叫月儿，已经到了京都了，跟你外祖父他们一起回京的，你们很快就可以。什么妹妹？你母妃当年生下了一个女孩。那我母妃呢？因为激动，马上猛咳起来。别激动，你先坐下，快扶你们主子坐下。我母妃怎么样了？
言儿，我们早就猜到了，不是吗？我不信。言儿，你别这样，是父皇的错，你别激动。萧炎在宫内3番4次的被下毒暗害，落得一身毛病，身体每况愈下。也是自那以后，皇上知道那些人是绝对容不下他的。慢慢的，他不再去看萧炎，远离他。是那些人知道他对萧炎的冷落，萧炎就能安全一些。我妹妹呢？怎么没进宫？我要见她。言儿，你耐心些，现在让你妹妹身份暴露，对她而言太危险了。等情况好转些，父皇再带她来见你，可好？又要等是吗？当年你护不住母妃和我，现在连妹妹你也一样护不了。算了，我早该知道的。言儿，我知道你怪父皇这些年冷落你，但是父皇这也是为了保护你呀。父皇，你不用说了，我不想听这些。既然你保护不了我们，你就不用操心了。把安维哥给我，以后我们的事情你不用管。言儿，你相信父皇可好？信你？那母妃如何会失踪？我如何会如此？妹妹如何会流落在外？你明明知道凶手是谁，可你为了安稳朝堂，你……言儿，你别激动，是父皇的错，你不能情绪激动。你不用管我，就说你应不应。好，父皇答应你，你别激动，父皇什么都答应你。安逸，属下在。以后你就跟着言儿吧，一切都听令于他，不用，以后都不用再跟我汇报了。是，属下安逸参见主子。安逸之前护送你妹妹跟外祖父回京，跟你妹妹也有接触，以后整个暗卫阁都交给你了，我不会再管。你妹妹是白云山玄老的小徒弟，也是他的造化，一身本领难有人能敌，很优秀，善医术。他的同门师兄是各国有名的玄神医，朕这些年一直想请他来给你看病，但是他神出鬼没，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行踪。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关系。他此次也跟你妹妹一起进京了，父皇找机会宣他入宫给你看看。再说吧，我先回宫了。去查查那个小太监。是。京都一处宅子，三师兄，小五怎么还没来啊？你的人是不是没有找到他？嘴里东西吃完了再说话。我说小五怎么还没来啊？刚跟亲人见面，肯定有很多话要说的，你急什么？我给他留了糖葫芦、梅花香饼、如意糕，还有龙须酥，早上刚去买的，再不来就不新鲜了。小五最是挑食，吃食都要新鲜的，晚一点他肯定就不肯吃了。那不是最好，你又可以吃一份了。那不行，我要跟小五分享。这些年你们很少回观里，就小五对我最好了。哼！你是师兄，应该你照顾小五。我知道，平日小五没胃口，都是我弄好吃的给他。他想出来的好吃的，我都是第一个吃的。哼，我们的感情你不懂。除了吃还是吃，这样的感情我是不懂。主子，小姐来了。三师兄、四师兄，小五，你可算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给你留了好多好吃的。谢谢四师兄，我很喜欢。嘿嘿，我就知道小五喜欢。小五在将军府还习惯吗？挺好的，三师兄别担心，外祖母和几个舅母都对我很好。那就好，我倒不担心他们对你不好，就怕你常年在山上，初到京都怕你不适应。还行，没什么不适应的。哦，对了，我外祖母想设宴请你们，看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什么时候都有时间，小五，今天就跟你回去吧。三师兄这里好无聊的。你去将军府算什么？你也好意思？我为什么不能去？我是小五的师兄，去住几天怎么了？小五刚到将军府，一切都还陌生呢，把你个男人带过去，人家会怎么想？想什么呢？我跟小五一直都在一起，有什么好想的？
小五，好不好嘛？你今天也带我过去吧，在这里只有三师兄，还老欺负我。去倒也没事，外祖母他们都知道你们的。三师兄，要不让四师兄去将军府住一阵吧？不行，像什么样？以前在山上没事，这里是京都，你的身份还是注意点好。四师兄，要不你先在这边住一阵，反正我们每天都能见面的。你白天可以让我三哥带你去将军府。听到自家小姐这么说，身后的两个小丫头才松了口气。再是关系亲近，那也是外男，若传出去，对自家小姐的名声有碍。说什么呢？三表哥，你怎么来了？我刚回去就听说你出来了，我猜你就是来了这里，就想着过来带你们出去转转。好啊好啊，苏小三，你之前可说过带我在京都吃香的喝辣的，你可别忘了。苏小三，什么奇怪的名字呀？那是，我答应小四兄弟要带你去各大酒楼吃个遍呢，我说话算话。哎，那你带着他们出去溜达吧，我还有事儿就不去了。三师兄有什么事？你大哥之前让我帮忙去看个人，约好了今天的，一会儿就要过去了。哦，三师兄是要去赚钱了。他，三师兄，我说了多少回不要打我的头了？谁让我打你那么多次，你都不长记性？在你眼里我就那么俗气啊？简单的黄白猪可请不到我。哦，那是什么奇怪的病情引起三师兄兴趣了？还不清楚啊？我去看了再跟你说。好了好了，你们还要不要出去逛了？妹妹，走，三哥带你去买好东西去。对，小五，我们走，让三师兄自己待着。此时京都的街道非常热闹，几人来到一个首饰铺子。妹妹，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有喜欢的咱们都买下。对啊，小五，你尽管挑，我今天去钱庄取钱了，你要什么都给你买。哪来的土包子呀？琳琅阁的东西个个价值连城，还尽管挑，可别打肿脸充胖子，到时候没钱付啊。是啊，掌柜的呢？这可是琳琅阁啊，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无端端拉低了档次。这掌柜的在忙，几位小姐可……你们是谁啊？我们认识吗？哼，我们是谁啊？你不用知道，你只要知道，这个地方不是你们这种土包子能来的。对，这里随便一个东西都价值不菲，不是你们这种人能买得起的。我有钱，我怎么买不起了？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哼，有钱又怎么样？一个小小商户也敢跟我们呛声？掌柜的呢？把掌柜的叫出来，把人赶出去。来了，几位贵客，怎么了？掌柜的，你看看，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啊？无端堕了身份。小姐说笑了，琳琅阁敞开门做生意，哪有贵客上门往外赶的道理呢？两位若是不愿在此，可上2楼看看，我们2楼还有更多珍品。两人一听就闭上了嘴巴，他们都是京中小官之女，而2楼的东西动辄都要几百上千两，他们俩买不起。掌柜的好威风，我们再次买头饰，那是看在晋南王府的面子上。怎么，掌柜的是不想我们在这儿？原来是紫月郡主啊！这些没眼力劲的伙计，竟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出来招待，是奴才的错。哼，我还以为掌柜的连我都不放在眼里呢。就是啊，郡主，我看掌柜的就是故意的，不然怎么会让您这样身份尊贵的人跟这些下等人在一个屋子呢？下等人？哼，萧子涵，在你眼里我们镇国将军府是下等人，那我要去问问长公主了。我可没那么说，苏谦，你说话可别那么难听。哼，不过本公子确实不想跟你们这群人在一起，空气都不好了。掌柜的，带我们上2楼。你是，3位公子请上楼。走，我们也上去。小五，你看这个簪子怎么样？看着很通透，也很简单大方，特别适合你。挺好看的。你也喜欢？掌柜的，给我。
那只簪子本郡主要了，掌柜的，给我包起来。这人怎么回事啊？这是我先看上的。放肆！你是什么身份？敢这么跟我说话？什么身份？不管什么身份，也得先来后到，懂不懂？哼！掌柜的，这个多少钱？我要了。好，这根簪子200两，公子好眼光。我出400两，掌柜的，给我包起来。我出500两。哼，谁还没钱了？800两，1000两。你，萧子涵现在脸色非常难看。1000两他不是没有，但是用1000两买一只簪子，他还是舍不得的。掌柜的，你说这根簪子你要卖给谁？我可告诉你啊，下个月皇后娘娘寿宴，这可是要送给皇后娘娘的。这，萧子涵，你也太不要脸了，没有钱就要仗势欺人，真是丢了公主府的脸呢。苏谦，你别欺人太甚了。我欺人太甚？呵呵，笑话！我们在这边挑东西碍着你什么事儿了？非要跳出来，你上赶着找骂，我自然是要满足你了。苏谦，你给我等着，我们走。几个讨人厌的走了，苏月几人继续挑着东西。小五，你看看这个玉镯，还有这个耳坠，这个步摇也不错，还有这个，掌柜的都给我包起来，我全要了。大客户啊，这个月的业绩都够了。四师兄，我带不了那么多的，你少买一些。苏月满脸无奈。靖南王府，大公子终于来了，让我好等啊。答应你的事还怕我们食言吗？你们王爷呢？王爷在里面，我带你们进去。在干什么呢？我来了，你也不出来迎接我一下？你苏大公子从小就在王府摸爬滚打的，估计我府内有几个狗洞都知道，还需要我去接？还有心情开玩笑，看来过得还不错。有什么错不错的？不过过一天是一天罢了。哦，这可不是我认识的萧王爷，怎会如此丧气？哼，不给我介绍一下？哦，差点忘了，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玄神医，一直想介绍你们认识，但这些年在边关没有机会。玄神医的大名你肯定听说过，这次带他来帮你看看，说不定有办法帮到你。须臾，玄小三收回手。王爷可愿让我看看您的腿？伤残之人没什么愿意不愿意，玄神医不介意就看吧。玄小三仔细检查，才看到他膝盖及脚踝的伤口，眼神微闪。这手段太过狠烈，断了脚筋，粉碎了膝盖。也是没有办法的吧？早该想到了。片刻后，王爷现在主要是2个问题，一是中毒，二是断腿。是的，5年前被奸人所害，他中了毒，还伤了腿。我先说说这毒，王爷可知你体内有多少种毒？多少种？你是说他不仅中毒，体内还有好几种毒？看来王爷是知道的。我查看下来，发现王爷体内有9种毒。若非王爷内功深厚，再加之有人很巧妙的让你体内的毒达到一种平衡，换做任何一个人，随便一种都能要了他的命。那神医可有解毒之法？能。真的？玄神医，你说的可是真的？王爷的毒您能解？我说能自然是能的，虽然麻烦，但确实有办法可解。太好了，太好了，王爷您听到了吗？小姨，你别激动，玄神医说了能解，肯定能解的，你听他说下去。毒可以解，这腿我没有办法。怎么会？我之前明明看到你跟妹妹帮那帮筋断了的人用针线缝合上接上了呀，所以我当时就想着让你给王爷看看，为什么别人能接，他的不可以？王爷应该自己清楚，你不止被人断了脚筋，还被人截掉一截，所以根本无法接上，除非他能自己长出来。可这……玄神医能为我解毒，萧某已经很感激了，其他的尽人事听天命吧。王爷，让小五来看看吧。苏姑娘能治？你确定妹妹能治？我不确定，但是小丫头在医道上很有天分，说不定她有办法。反正也没有其他办法，让小五过来看看也无不可。
而此时，小四兄弟，你可悠着点儿，京都的美食多着呢，我还准备一家一家带你去呢。哼，你可别小瞧我，我这肚子能装着呢。哟，这不是苏家三少吗？哼，都怪我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先是碰到萧子涵，现在又遇到你，切！三少说话还是一贯的讨人厌。那还不是萧大公子上赶着来找骂吗？本少爷可是好端端的在这边吃着饭呢。你，这是怎么说的？我是跟靖王约在此处，没想到三少在这边，倒也是有缘啊。三少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给靖王请个安呢？靖王既然跟你们有约，我就不去打扰了。妹妹，吃好了没？吃好了我们就回去。吃好了，三哥，我们走吧。走吧走吧，我吃好了。三少这就不对了，明知靖王在此处，岂有不去请安的道理？那不是让人到镇国将军府不知礼数吗？苏三少爷，我们靖王知道您在此处，觉得甚是有缘，请三少过去一叙。好，蒙靖王看得起，我马上过来。随后对身旁的苏月和玄小四道：“妹妹，我让小四先送你跟小四兄弟回去，我晚一些去找你们。”还不等他话说完，靖王的小厮又出声了：“靖王说了，让您和朋友一道过去。我这两个朋友出身江湖，怕惊扰了靖王，还是……三少，我们靖王心胸豁达，又爱交朋友，定不会在意的。您请。”既然靖王盛情邀请，那我们不去就说不过去了。三哥，我们一道去给靖王请安吧。他带着几人来到隔壁的包厢，此时萧慎端坐在首位。三少好久不见了，听说前一阵不在京都啊，这是什么时候回的？哈哈，原来是小侯爷呀，真没想到你也在呀。苏仙见过靖王，这是舍妹和他的同门师兄。哦，舍妹，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妹妹？靖王可能不知道，我祖父在边关机缘巧合下认下的孙女儿，自然是我的妹妹了。哦，镇国将军还真是心善，一个孤女竟然还要带回京都。抬起头来。这就要挑事了。这人真没礼貌。放肆！靖王的话你没听到，耳朵聋了吗？放肆！哪来的山野之民，竟然敢动手，不要命了！靖王恕罪，我早就说过他们出身江湖。靖王这个小厮真是胆大，主子都没说话就敢动手，确实是要教训。三少真是好大的脸，连靖王的侍卫也敢教训。哼，镇国将军府的胆子一直很大，胆敢在我的面前动手，来人，给我抓起来！靖王息怒，我妹妹胆子小，可别吓到她。动手！玄小四立马跟几名暗卫动起手来。苏谦，你放肆！竟敢放任身边之人对靖王动手，你有造反吗？造反我是万万不敢的，我镇国将军府只忠于皇上，这造反一说，靖王现在还不是皇上呢。啪！不会说话就闭嘴！镇国将军府真是好得很呢，胆敢对我不敬，我一定会禀明父皇，让你们……哼！你敢嘲笑本王，你不要命了！打不过就要去找自家爹告状，我以为这是几岁儿童才会干的事呢，不想王爷竟然……你放肆！萧慎出手向苏月面门袭去。苏谦，你们太过分了，竟然敢对靖王动手！小侯爷是眼瞎吗？明明是靖王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我妹妹动手，堂堂一国皇子竟然偷袭女子，这说出去，你好大的胆子！你真以为你们镇国将军府就无所畏惧了？你以为那个病秧子能做你们的依靠？呵呵，那个小杂种！谁也没看到苏月怎么出的手。快跑京政府！放肆！太放肆了！竟然敢伤了靖王！这下你可以去找你爹告状了。萧慎被气得又是一口老血喷出，随即就昏了过去。妹妹，走，我们回府找祖父。还不等他们离开，外面已经被官兵团团围住。苏谦更着急了。妹妹，你身手好，
你先走，剩下的我来解决。三哥准备怎么解决？这时候还笑得出来？我们还是快走吧。谁都别想走，胆敢刺杀靖王，给我抓起来！妹妹，快走，快走啊！我看你们怎么走！镇国将军府真是胆大包天，刺杀皇子，把人给我押进天牢，等我禀明皇上再做处置。钟永侯好威风，连禁卫军都能供你驱使。看来以后我们都要看侯爷脸色行事了。大哥，怎么回事？怎么闹成这样？妹妹没被吓到吧？大哥，我没事，倒是三哥吓坏了。钟永侯此时脸色难看。靖南王怎么在此？怎么，本王要去哪儿还要跟侯爷汇报？微臣不是这个意思。侯爷搞这么大阵仗，意欲何为？王爷，此事不是本侯滥用职权，而是镇国将军府意欲刺杀靖王，我才带禁卫军来拿人。靖王现在生死未卜。侯爷慎言，我镇国将军府忠君爱国，深受皇上圣恩，绝不会如此。侯爷没有证据，切勿乱言。哼，这可不是我乱说，靖王身受重伤是事实，可容不得镇国将军府诋毁。那侯爷可有亲眼看到？我有人证，我儿还有萧广皆可作证。哦，那就让他们前来说说，他们是何时看到我伤人的吧。苏月眼神微转，冲玄小三示意，玄小三点点头。谁也没看到他手下一动，两滴药液飞出，直击萧广和小侯爷面门。哼，你以为我们不敢？侄儿，你说，是不是这个妖女要刺杀靖王？刘志想要说话，但是却无法发声。侄儿，你怎么了？快说呀！发现他抚着自己的喉咙，以致尝试发声，却依旧出不了声。侄儿，你怎么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怎么回事？旁边的萧广此时也发现自己不对了。妖女，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下毒害他们？侯爷慎言，这么多人可以给我作证呢，我可没动他们分毫。我可是一直站在此处没动过，侯爷可不能随意诬陷。钟永侯，你一来就污蔑我镇国将军府刺杀靖王，让你提供人证，自己的人证说不出话来，你又诬陷我妹妹下毒，什么都是你说的，当真以为我镇国将军府无人吗？就是，凡事都要讲证据的，怎么能随意诬赖人呢？不是他是谁？就是我儿看到他刺杀，所以他才下毒。那我还说是侯爷你刺杀的靖王呢，我和妹妹也看到了。庶子休得胡言！哼，怎么就准侯爷胡说，我就不能说了？侯爷也太霸道了些。哼，本侯这就进宫面见皇上，让皇上做主，你们给本侯等着。钟永侯拂袖离开。妹妹，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么闹成这样？大哥，你别怪妹妹，都是那个靖王，他真不是……闭嘴！什么话都敢说，多大的人了，如此胡闹！我不是故意的。走吧，我们也进宫。那妹妹呢？妹妹，你回府吧，暂时不要进宫。大哥，我闯祸了是不是？没事，大哥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动手。你既然动手了，那只能说明他该打。本王随你们一起去吧，也有一阵没去跟皇上请安了。王爷也要去啊？啊，那就太好了，那就不用怕了。妹妹，你回将军府吧，去找祖父，让他进宫帮忙。好，那我回去了。大哥，放心吧，没事。皇上要是知道是你动的手，只会说打得好。况且有萧王爷和祖父，没人能动得了我们。我就是觉得，我要是不动手，其实也没什么。妹妹说什么呢？那靖王说二皇子是打他都是便宜的。这靖王啊，别乱说了，走吧。别担心，没事的，师兄送你回去。苏月叹了口气，小四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啊？哦，四师兄跟靖王的侍卫动了手，然后两人不知道去了哪里。这臭小子竟然把你一个人扔下，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
三师兄，你别怪四师兄，就是靖王对我动手，四师兄才出手的。那不是应该的吗？不管怎么说，他都不该留你一个人。四师兄，你可不能怪我，我尽力了。苏月和玄小三一回到镇国将军府就去找苏恒，但管家却告诉他，将军在他回府前刚刚离开，说是进宫了。看来将军已经收到消息了，你就放心吧。三师兄，我没有不放心，就是有点憋屈。我知道有祖父、表哥他们不会有事，就是……师兄明白，是不是觉得到了京城，行事不能随心所欲？你知道的，那些人根本伤不了我。如果我是一个人，我可以随意处置。可现在我得考虑外祖父，就是很郁闷。呀，我们的小五是长大了，会关心人了。你可能不知道，以前师傅和我们几个一直都很担心你。你从小性情冷淡，对什么都兴致缺缺的，也对什么都不在意。虽说没什么大问题吧，就是觉得你活得太苍白了，没有色彩。我们都希望你的人生是五彩斑斓的，现在终于有点不一样了。我哪有？我以前在山上也很开心啊，我喜欢待在山上的。好，没说你不对，就是我们都希望你能到处走走，多看看。这个世界很大，不仅仅只有白云山的。你不走出来，又怎么知道没有其他喜欢的事物呢？皇宫御书房内，你再说一遍，靖王说了什么？皇上，靖王说二皇子是病秧子，小杂种，我们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才会发生的冲突。什么冲突？你们明明是要刺杀本王。父皇，您看看儿臣这一身的伤，他们镇国将军府也太放肆了，根本没把我皇家放在眼里。您这次一定要严惩。皇上在听到苏谦的话时，脸色已经阴沉的吓人。这个萧慎竟然如此没有眼色，还在告状。那你告诉朕，病秧子、小杂种，是不是你说的？父皇，他们瞎说的，他们就是想要脱罪，才胡乱攀扯。闭嘴！你只要告诉朕，你有没有说这些话？父皇，儿臣没有，儿臣是被他们气急了，才会口不择言的。皇上，不可呀！皇上，靖王今天才遭镇国将军府毒打至吐血，身上的伤还没好，皇上息怒啊！言儿是朕的儿子，你说他是病秧子、小杂种，那朕是什么？父皇，你要相信儿臣，儿臣不是有意的，儿臣是真的被气急才会口无遮拦，儿臣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气急？堂堂皇子、王爷如此沉不住气，被人说两句就喊打喊杀的，不要告诉朕今天不是你先动的手，朕不是傻子。父皇，若不是镇国将军府那个贱人挑衅，儿臣绝对不会。污言秽语，简直可恶！好歹是堂堂皇子，与人发生口角，竟然还敢仗势欺人。仗势欺人就算了，一个大男人打不过女子，你还好意思来告状？你不嫌丢人，朕都嫌丢人。给朕滚回去！闭门思过1个月，别给我出来丢人现眼！父皇，滚下去！皇上，微臣不甘呐！微臣儿子今天跟大皇子一道，并没有做错什么，就被苏家那女子下了毒。皇上要给我做主啊！微臣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呀！你说是苏家姑娘下的毒，那你可有证据？微臣没有，但是微臣儿子没有得罪旁人，只有这个。刘成，没有证据的事，你也敢到朕这边来说？你就是这么办事的？皇上，不是。不要说了，朕念你爱子心切，就不追究你御前失仪之罪，退下吧。朕准你让太医前去为你儿看看。皇上，下去吧。哼，是，微臣告退。起来吧，没外人了。谢皇上。玉儿这些年
沉稳了很多呀。谢皇上赞誉。你以前私下都叫我小姑父的。皇上，君臣有别。将军是担心2个孩子才来的吧？涵儿怎么也来了？微臣今天是跟苏家大公子有约，刚好碰到了这事儿，就一并过来了。你是来给这2小子撑腰的吧？怎么，还怕我会罚他们不成？没有，单纯就是来看戏的。你小子这些年都不怎么进宫了，难得今天来了，留下来一起用膳吧。将军，还有你们2个臭小子也一起。靖王府内，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镇国将军府，萧炎，好，很好，你们等着，总有一天我会将你们全都踩在脚下。而此时，皇宫内的几人倒是和和睦睦的吃了一顿饭。皇上，微臣有个不情之请，请皇上成全。将军亲戚，藏心如此大礼呀，有什么您就说吧。微臣明日想见见2皇子，是有什么事吗？回皇上，月儿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玄神医，皇上肯定也听过玄神医的大名，他一手医术出神入化，所以微臣想请他入宫来给2皇子看看。这些年2皇子的身体着实让微臣担心。玄神医有办法，微臣也不能确定，但是以玄神医的医术，即使不能根治，调理得更康健一些，应该也是可以的。那就先让玄神医诊治看看吧。对了，朕听说将军新收的孙女儿医术也很是了得，要不一起带进宫来给妍儿看看？不可，皇上，老臣这个孙女儿虽懂些医术，但跟玄神医还是不能比的，而且出生乡野，不懂规矩。您看看，今天不就跟靖王发生了冲突？最近还是让他在府里安分待着吧，免得再惹了别人的眼。闺女儿啊，父皇也想见你，奈何你外祖父不允呢？好吧，来日方长，总有机会的。郑国将军府，全小三将苏血送回府就离开了。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呀？担心你外祖？啊，没有，就是看外祖父进宫那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放心吧，不就打了一架吗？多大的事儿！你大哥他们从小没少跟大皇子打架，有什么的呀？他自己技不如人，还好意思告状，也不嫌臊得慌。也就您觉得打了皇子没事？不担心。外祖母，有没有好好用我给您的药？觉得怎么样？对了，这个我都忘了说了，你这个滴眼睛的药水特别好，滴进眼里特别清凉舒适。我这才用了1天，今天明显感觉眼睛都没那么模糊了。那个护发的也用了1次，味道特别好闻。哦，还有那个润肤膏，哎呦，我的乖孙呐，你哪儿来那么多好东西啊？外祖母真是觉得样样都好。祖母喜欢就好，这些呢您都先用着，过阵子再给您配些别的，您到时候都试试。好，好。什么事那么开心呢？将军。外祖父。怎么了？你们俩是在说什么秘密不能让我知道的？哼，我外孙女送我的好东西，不跟你个老头子说。月儿，
给你外祖母什么好东西了？可不能忘了你外祖父啊！啊！哪有？外祖父怎么样？表哥他们呢？没事吧？没事没事，打个架而已，能有什么事啊？别瞎操心。怎么都是一个腔调？看来真的是我杞人忧天了。哦，表哥呢？没跟您一起回来吗？刚进门，玉儿不知道发什么疯，就拉着玉儿去演武场了。钱儿也去了。对了，明天外祖父带你进宫去见你哥哥。可以吗？皇上答应了。我呢？我可以一起去吗？夫人你就不要去了，我带玄神医和月儿过去，人多了遭人怀疑。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妍儿了，不知道她现在身子怎么样了，我都快忘记她长什么样子了。外祖母，没事的，我明天就能进宫，我一定尽力给哥哥诊治。您放心，等情况好转了，一定带您去看他。月儿，你不知道，你哥哥他太苦了。你娘亲失踪那几年，皇上亲自带着他，可也没避免得了那些刺杀中毒的，身子早就被坏了。皇上和你外祖父为了你哥哥的安全，再不敢明目张胆的照顾。可他当年还那么小，有一个人待在那吃人的皇宫里，你不知道他有多让人心疼啊！好了，你这样月儿该担心了，你的眼睛可不能再哭了。是啊，外祖母，您知道哥哥喜欢吃什么吗？我们赶紧做一些，明天带过去。外祖父，可以吗？带，有什么不可以的？多准备些。好，我去准备。妍儿最喜欢我做的桂花糕了。刘嬷嬷，快，你跟我去厨房，你帮着我，我要亲自给妍儿做些吃的。哎，好，奴婢这就去准备。月儿，你也去做些准备吧。我也跟你大哥说了，让他请玄神医明天一起进宫，你就小厮打扮，免得遭人怀疑。好，月儿知道了。话音刚落，外面吵吵闹闹的声音响起。吵什么吵？有没有一点规矩啊？这是想让你们妹妹看你们笑话？祖父，您这火气可真大，我们哪有吵闹，就是嗓门大。是啊是啊，嗓门大那也是遗传您啊。哎呀，臭小子，没大没小的，还敢编排我，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妹妹，你帮大哥看看，大哥身体好了吗？大哥这是中邪了，笑得有点瘆人啊。是怎么了？大哥是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吗？不是，我就是想看看我身体是不是完全好了，是不是可以服用你给的洗髓丹了。刚刚一进府，苏玉就把他拉着去了演武场要比试。苏月这才明白过来，摇头笑道：“大哥，把手伸出来，我给你把脉。”片刻后，怎么样？大哥中毒后身体的受损已经完全好了，可以服用洗髓丹了。啊，太好了，我这就去。急什么？别忘了去跟玄神医说一下明天进宫的事。你妹妹丹药都给你了，还会跑了不成？哦，知道，我一会儿就去。妹妹，你那洗髓丹还有的吧？怎么？大哥不是还没用吗？难道送人了？怎么会？我就是怕用完就没了。哦，暂时没了，要我再花时间配置。妹妹，多配置点。你给我的那份洗髓丹，我已经拿去拍卖场了，拍卖会下个月15开，到时候定能赚不少呢。好，等空了我再配一些出来。哦，对了，祖父有件事情要跟您说。苏玉突然想起今天玄小三说要让妹妹给萧寒看病的事情，
但此事不仅仅涉及萧寒个人，跟朝堂也牵扯甚多。哦，什么事？今天玄神医跟我去靖南王府给王爷看病，王爷的身体您也了解，那么多年了，但是玄神医说他可以解毒。可是真的？是的，但是玄神医也只是解毒，并不能医治他的腿。唉，王爷当年被救回来，我亲眼看过那伤势，也难为玄神医了。但是玄神医提议让妹妹去给王爷诊治。月儿？是的，玄神医说反正他也治不了，说妹妹在医术一道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说不定有办法，所以我想着王爷很有可能会登门拜访。可以答应治疗，但不能招摇，得私下进行。毕竟朝堂上想让靖南王府覆灭的人不在少数。深夜，明天要去见哥哥了，心情有些复杂。算了，想那么多也没用，还是去空间看看有什么可以带进宫给他的。主人，你终于来了，你有2天没进来看我了。刚回来有点忙，这不是来了吗？你哪是来看我的，肯定是进来捯饬那些草药的。我明天要去见我哥了，他过得不好，从小身体就不好，我想多备一些东西给他，看看哪些是他需要的。哦，那就多带些补身体的。你之前种的那个人参还有不少呢，我去挖出来。暂时不要了，他小时候被人下毒，身体伤了根本，还不知道能不能用那些呢。哎，对了，主人，你那个果子快熟了，好像最近可招来了不少小东西呢。你这些年带进来的小动物太多了，它们在空间里面繁殖的可快了，弄坏了不少药材。哦，我倒是有一阵没去看看了。走，巡山去。您看，您的药田药材长得多好，我每天都要巡视好几回呢。到了，那儿几株蛇灵草长势很好，确实成熟了，估摸着就这2天了。大白，你帮我多看着一些啊，可不能为小家伙们祸害了。我过2天进来摘了。翌日清晨，玄小三早早的来到了镇国将军府，玄小四也一并跟来了。三师兄、四师兄，你们来的好早啊，用早膳了吗？用过了。小五，你跟三师兄要进宫吗？不能带我去吗？四师兄，皇宫不能随意去，你看我今天都打扮成小厮才能跟着去呢。那我也可以当小厮啊。主要是宫里规矩多又无聊，见到有身份的人动不动就要下跪，你去了肯定难受的。哦，好吧，那我不去了，我去找苏仙玩。好啊，三哥估计在他院子里，我带你过去。啊，不用了，你跟三师兄一起吧，我自己找。昨天回来一身狼狈，不过看着挺开心的，估计跟靖王那暗卫打架打赢了。哦，对哦，差点都忘了这茬了。很能把四师兄弄得狼狈，那个暗卫也挺厉害的。能让靖王带在身边的，能是普通人吗？你大哥呢？哦，肯定在外祖父那。玄小三看看他，紧张吗？也不是紧张，我听说他在宫里很不好。师兄，怎么了？心情不好？哦，没有，在想事情呢。走吧，玄神医，这次又要麻烦您了。跟着外祖父就好，别担心。我不怕。一行人一路通畅，很快就到了萧炎居住的宫殿。主子，我们进屋吧，外面有点凉。主子，您午膳想用什么？我让御膳房给您做。莲子百合粥吧，太医说您要吃清淡些。说到太医，今天怎么还没来啊？主子，我去看看，今天太医怎么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忘了时辰了？小太监一个人自言自语半天，萧炎都没有回应。不用了，来不来都一样。你们是谁？怎么？小太监没说完，就看到了张福，立马下跪行礼。别跪咱家，赶紧跟镇国将军行礼问安。外祖父，是您吗？是我，是外祖父。言儿，
我的言儿。外祖父，真的是您，您来看言儿了，您真的来看言儿了。是外祖父回来了，是外祖父对不起你，你怎么会瘦成这样？啊，太医怎么照顾的？怎么把你照顾成这样了？祖父，进屋吧，让玄神医给二皇子瞧瞧。啊，对，进去。外祖父带了个很厉害的神医，一定可以给你好好调理的。走，二皇子进去吧，玄神医医术很好的。大表哥倒是多年未见了，不过样子还是没怎么变。变化还是有点的，倒是二皇子你长大了。好了，别废话，快进来，玄神医也快来。二皇子，请。室内非常安静，都在静静的等待玄小三把脉结束。面上看来就是体弱，应该就是自小受伤中毒后没有调理好导致的。但是按照宫里的条件，应该调理个1、2年就能好了，怎么会这样呢？玄神医也没有办法吗？目前看来就是身体没有调理好而失了根本，但是这么多年调理下来，竟然能让身体亏空越来越严重。将军，我需要这些年太医给二皇子看诊的所有记录。好，奴婢这就让人去准备。等到张福离开，苏恒对着萧炎身旁的小太监吩咐道：“去外面看着，不准任何人进来。”外祖父可是有话要交代言儿。言儿，外祖父这次在边关遇到了一个人，不知道皇上有没有跟你说？是妹妹对吗？外祖父，是我妹妹，您什么时候带她进宫来？言儿想见见她。言儿没有多少时间了，想在最后的时间陪陪妹妹，可以吗？别瞎说，哥哥，有我呢，我一定能让你好起来，你信我。萧炎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外祖父外祖母都说我的眉眼像娘亲，你看看，是不是很像？像娘亲。其实哥哥应该更像娘亲吧，而我只有眉毛眼睛像。你哥哥跟你娘亲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所以你们兄妹眉眼才如此相像。妹妹这样就很好，很好看。我知道今天要进宫，昨天晚上特意收拾了一些东西。哥，这些药呢都是日常用的，我在上面都贴了药名，用法用量也写了。这些是毒药，你收好以防万一，也都贴了说明的。这几瓶应该适合你目前服用的。哎，三师兄，你来帮我看看。这些滋补的药丸，你哥暂时都用不到。说着，全收进自己的药箱内。这个三师兄，这个时候都不忘薅他的羊毛。这些虽是滋补的药丸，但是你的身体情况暂时还未可知，等我回去好好研究后再做定夺。苏月有些不放心。我这都是老毛病了，不碍事的。怎么不碍事？身体都这样了还不算是吗？哥哥怎么可以如此不爱惜身体？没有，妹妹，你别生气啊，我哥哥没事。妹妹，我真的没事，就是身子弱了些，真的，你别担心。三师兄，你也别藏着掖着，你有什么猜测，现在就说出来。你自己也号过脉了，还问我？二皇子的身体肯定是不对劲的，但从脉象又看不出什么，就很奇怪了。那你要了哥哥这些年的药方，还取了2滴血，肯定是有怀疑的方向的。这个小五真的是太精明了，一点事情都瞒不住他。师兄也只是怀疑，取血就是为了回去研究证实一下。是什么毒？我当年被师父赶下，师父让我下山游历的时候，曾经在罗刹国皇城见到过一种毒，中毒者毫无察觉，甚至能继续活几年，甚至更久。这端看下的毒的分量，但是中毒者身体日渐消瘦、孱弱，直至死亡。但即使到死亡，都很难让大夫查出其中毒的事实。玄神医可能解此毒。这毒也奇怪，说是毒吧，其实倒不如说是一种蛊。无踪？对，就是无踪蛊。
所以你也该知道这种蛊解不了的。怎么解不了？只要找到无影花就行了。三师兄知道你着急，这无影花罕见，这世间也没听说哪里有，我们慢慢找。我知道哪里有。你知道在哪？在哪？这个，总之呢，我就是知道了。那三师兄，你回去好好研究，确认一下我哥是不是中了无踪。是的话，我就去找无影花。给我说实话，别想蒙混过关。就是，你之前不是给我一堆种子吗？说是花大价钱买来的，你还记得不？当然记得。卖种子的人说里面都是些珍贵的种子，蛇灵草的种子就是那次一起买的，但是因为种植非常困难，没有人能种植成功。难道你种活了？是的，但也就一朵。在哪？在白云山。那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就回去。你也真是的，这种事竟然没告诉我，害怕我抢你的不成啊？哼！等等，三师兄，不在白云山。不在白云山，那在哪儿？你拖拖拉拉的急死个人了，快说呀！在大师兄那儿。玄小舞，你个白眼狼，臭丫头！我给你的东西，你种植成功了，竟然不给我，给了大师兄，你给我等着！哼！哎，玄兄，等等啊，我跟你一起，这宫里免得你迷路。怕你师兄收拾你？没事。你师兄要是罚你，哥哥替你受罚。没事，三师兄就是这会儿生气，一会儿就好了。你确定是月儿？奴才也不是很确定。那小厮皮肤黑，但是身形很像。这肤色嘛，使手段也是可以的。就是他身上有一股药香，跟奴才第一次见公主时闻到的很像。来人，皇上有何吩咐？把暗医找来。是。不消片刻，暗医就出现在了皇帝面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是公主乔装成小厮一起进宫了。走，去看看。皇上，现在是白天，人多眼杂，要不等晚上？晚上月儿都走了，你让人门口守着，我们从密道过去。是。皇上万岁！父皇怎么来了？父皇还不是担心你身体，你外祖父带玄神医过来给你诊治，怎么说的？玄神医刚刚离开，说是要回去研究一下才能确诊。确诊？不是伤了身体的原因。苏恒把刚刚玄小三跟他们说的又转述了一遍给皇帝。确定是中蛊，玄神医如此说，就8九不离10了。取二皇子2滴血也是为了确认。好，结果出来告诉朕，朕倒要看看是谁那么大胆子，敢给朕的皇儿下毒。皇帝脸色冷冽，眼神中暗含杀意。苏月撇撇嘴，哼，谁敢？在你眼皮子底下，又是刺杀又是下毒的，还有什么不敢的？是，微臣明白。父皇，您还有事吗？这是自己的儿子，再生气也得忍着，深呼吸。怎么，朕在你宫里坐会儿也不行了？儿臣还想跟外祖父多聊聊，您在这儿，我们没法说话。你们聊好了，朕就听听，不说话。人家让你走，你听不懂吗？您在这儿，我们怎么聊天？你们要聊什么，是我不能听的，啊？您，2只老狐狸。皇上，该用膳了吧？要不要奴婢？避人耳目。是。将军留下来一起用膳吧。谢陛下，但是微臣府中还有事，得先回去，就不陪皇上和二皇子用膳了。外祖父真是牛叉，连皇上邀请都敢拒绝。哎，将军又何须急于一时呢？还是留下吧。言儿也有很久没见到你了，想必也想跟将军一起用膳。我想跟外祖和妹妹一起用膳，但不想跟父皇您一起。微臣谢过皇上，
但是微臣老七在府中等微臣，这些年来最辛苦的就是微臣的老七，微臣不想言而无信。这得罪老丈人就算了，丈母娘可是更不能得罪的主啊。月儿，你就真的不想认父皇吗？饭下次再吃吧，现在最重要的是哥哥的病。苏月松口，却也没有说其他。你就不能叫我一声父皇吗？叫不叫的也改变不了什么，我还不习惯。你都认了言儿，怎么不能认父皇了？父皇什么意思？您想让妹妹连我都不认才开心吗？朕什么时候这么说了？那您还想怎样？妹妹自出生就流落在外，受了那么多年的苦，还不习惯，怎么了？您非得这么逼她干什么？这没有逼她，朕就是想听她叫一声父皇。那不还是在逼她？妹妹都说了她不习惯了。可她不是叫你哥哥吗？也就是承认自己的身份了。我是他哥哥，叫我有什么好奇怪的？那朕也是他父皇，怎么就不能叫了？我是他唯一的哥哥，我也就只有他一个妹妹，您可不止我们2个孩子。哼！你们父子俩自己好好用膳吧，微臣先退下了。武皇倒是想拦，却被萧炎挡住了去路。此时苏雨等在门口。祖父，妹妹，你们可回来了？什么事这么急？靖南王过来了，安排在书房，大哥陪着呢。哦，月儿，跟外祖父去书房。是，外祖父。那个黑脸小厮是妹妹，妹妹弄成那样干啥？此时书房内，王爷来了，稀客呀！将军，打扰了。哼！旁边一直不吭声的玄小三看到苏月，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三师兄啊！哼，你还知道我是你三师兄啊？你告诉我，你这是什么道理？药材种子是我给你的吧？是。你种植出来了不给我，给了大师兄，这是什么道理？你告诉我啊！哎呀，是我错了还不行吗？当时大师兄说他惹恼了嫂子，想找个东西哄他。你也知道嫂子上蛊毒，对这类的东西都喜欢，所以大师兄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给了。我当时没什么用嘛。那为什么大师兄会知道？你不说他怎么知道的？哼，这个坎过不去了是吗？但还是很耐心的哄的。没有无影花，还有别的啊。我有一个比无影花更好的东西准备给三师兄。三师兄，您要不要？拿来看看。急什么啊？等这边事情结束再给你拿。你可要记得，要是东西不如无影花，哼，那你以后就别叫我三师兄了。哎，您怎么那么大火气啊？气大伤身啊，三师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苏月暗自高兴，就知道能搞定。月儿，这是靖南王，之前你也见过，他此次前来是让你看诊的。大哥，你跟外祖父说的时候我听到了，是什么病症连三师兄都治不了？王爷多年前双腿受过伤，断了脚筋。哦，多少年了？我看看。还好身旁的玄小三挡在前面拦住了他。让王爷见笑了，我这小师妹也是个医痴，在他眼里没有男女之别，只有大夫和患者，所以着急了些，您没介意啊？不会，本王很佩服苏姑娘在医道上的坚持，很难得。那倒是，我小师妹在医道上的天分确实难有人能及。三师兄，你不让我看，先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吧，不然我怎么诊啊？哦，对，王爷的身体有些复杂，身中数种剧毒，不过好在有能人将这几种毒控制在了一种平衡的状态，解起来有些复杂，倒也不是没办法，这个有我就行。最主要的是他的腿，不仅仅是腿筋断了，而且分别被人截取掉了一段。竟然用如此残忍的手段，不让你死，却让你永远都站不起来。萧逸听了苏月的话，以为他也是没办法的，顿时急了。苏姑娘，您也没有办法吗？但是玄神医说您可以看的。萧逸，退下。
我只是说可以让我小师妹看看有没有办法，没说一定能治啊。萧统领可别是误会了啊。是我的错，苏姑娘，抱歉，请原谅属下。苏月摆摆手表示理解。我只是觉得下手之人手段歹毒，没说不能治啊。只是有办法？苏姑娘，您说真的？您真有办法？萧一，我说退下。玄小三倒是想到了什么，小师妹说要送个好东西，难道是蛇灵果？是有个办法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也是从古籍中看到的，具体能不能行我也不能确定，而且目前还缺味药。什么药？姑娘您说，不论什么药，上天入地，萧一也会找过来。别急，听我妹妹说完。小师妹，你可别忘了刚刚要给我的东西啊，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啊。三师兄，在你看来我就是个言而无信的人嘛。安啦，我说送你的肯定有你的份。真的？你不止一颗，那你有多少？三师兄，这个咱以后再说，还是先说正事吧。我这也是正事啊。屋内其他几人不知道这师兄妹二人在讨论什么，有些疑惑，但都没插话。王爷，先让我师兄给你解毒吧。你这毒也不是1天2天能好的，还要配合药浴金针。这治腿缺的这味药我知道哪有，就快成熟了，到时候我再给您治疗看看。萧寒对自己的双腿从来没有抱过希望，苏月看他怔愣着。王爷，您说呢？多谢姑娘，本王没想到竟然还有希望，一切就听姑娘的。我也不能保证就一定能好，毕竟我也是在古籍中看到过，也没有尝试过。没关系，有一丝希望对我而言都是好的。姑娘无需有压力，本王知道自己的伤势，本就没有抱有希望。要不是萧一这些忠心的下属一直四处寻医，我根本也不想再医治了。王爷这想法是不对的，人活着怎么能没有希望呢？是，本王白长了这些年岁，竟然还没有姑娘疼头，惭愧。对，还是要有希望，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是，谢将军教诲。夜晚，苏月和苏玉三兄弟一起来到玄小三的宅子。我只是教你调了几种酱而已啊，你就把自己的手艺吹上天了。我在边关只看到过烤全羊，就是将羊架在火堆上烤，还没见过这种的，还可以把菜串一起。那是啊，这样烤着吃更有味道，你等着看，嘿嘿。院内几人吃着烧烤，喝着小酒，好不惬意。小五，那无影花你准备怎么弄啊？要我写信给大师兄，让人送过来吗？我也在考虑这个。目前我哥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我想早点替他解骨，但是让人送过来，我又害怕有失，毕竟只有1朵。当时大师兄花了很大力气，才让能工巧匠做了一个琉璃瓶，可以起到保护的效果。那就我们一起去一趟好了，把你哥也带着，免得在这边出什么事儿，你照应不到。我也想，但是我哥的身份不知道能不能走。而且这一路过去那么辛苦，也怕他吃不消。其实大师兄前一阵已经派使团来京了，就是不巧，早知道让他们晚点来了。啊？是来干什么？啊，也没什么，正常两国交流吧，我也不是很清楚。那我先飞鸽传书给大师兄说一下，还要给嫂子道歉，让他们把无影花看好。嫂子好说话，到时候你把你的洗水丹给他1瓶，保管他高兴。我哥的事我要跟我外祖父商量一下，看要怎么办。你外祖父考虑的定会周全的。快来吃，这些肉都好了，还有这个虾，小五你最喜欢吃的虾，再不来都被苏三兄弟吃完了。哪有，妹妹喜欢吃虾是吧？虾都给你。三哥啊，不用那么多，给我几只就好。哦，给。小四兄弟这手艺真是厉害啊，这个酱配这个肉，再用菜叶子一包，竟然如此美味，呵呵，厉害厉害。这有什么的，这都是小五教我的，我会的还有很多呢，以后你常来，下次我给你弄火锅吃，弄个辣锅，保管你越吃越过瘾。火锅？
那是什么？总之是好吃的，还有甜香软糯的鸡蛋糕、布丁、蛋黄月饼，好多呢。那太好了，我明天还来。好啊，那我换着花样做给你吃。小四兄弟，你真好。那是啊，你是小五的哥哥，那也是我的兄弟，都是一家人。苏月顿感好笑，这画风怎么感觉那么奇怪呢？深夜，郑国将军府。谁？公主，我是暗一。阁主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属下奉二皇子之命，来给公主送东西。哥哥。是的，二皇子今天见了公主，心情很好，一直在库房给公主挑选礼物，直到刚刚才整理出这些，让属下立马送过来。这都什么时辰了，哥哥竟然还没有休息，他身体不好，可不能这样。这还是公主去劝主子吧，我们说话主子不听的。主子？是，皇上让属下以后跟着二皇子，以后二皇子就是我的主子。苏月点点头，看来这个便宜爹对哥哥还不错，虽然没用了点儿，至少还有慈父之心，倒也不是一无是处。皇宫御书房内，这是公主让你带进宫的。是的，皇上，二皇子今儿个给公主挑了好些礼物，让属下给公主送去，然后公主就亲手做了这些吃食带给二皇子。妍儿一个人也吃不了2个食盒呀。另一个食盒一定是宝贝闺女带给我的，闺女嘴上说没有认我，但是心里还是想着我的，贴心小棉袄啊。公主体谅我们保护二皇子辛苦，说这些吃食是给属下和下面几个弟兄的。话音刚落，安逸就觉得背后凉凉的。皇帝眼神凉凉的盯着他，哼了一声，没再说话，示意张福打开食盒。那么多，妍儿吃得完吗？武皇拿起一块鸡蛋糕，然后咬了一口。张福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哎，算了，公主亲手做的，就算有毒，皇上也会吃的吧。月儿的手艺就是好，软糯香甜，甜而不腻。张福，你可有见过此种吃食？奴才哪有这个福分？公主殿下亲手做的东西，定不是凡物，奴才连见都没见过。去，拿双筷子来。是，陛下呀，这些可都是公主亲手做给二皇子的。二皇子要是知道，肯定得跟您闹。您少吃些就拉倒了，怎么还吃得不停了？皇上是动了二皇子的食盒，我们的那份没动，还好还好。很快，萧炎食盒中的东西少了大半。陛下，这个二皇子，从这里拿些放过去。是。还好，他们的食盒量比较大，应该还有不少，至少自己有的吃，别人，还是算了吧。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给他们带就好了。张福很快把萧炎的食盒整理好，安一看了看手中的食盒，又看了看书案上的另一个，没动。怎么还有事？没事，属下告退。皇上，剩下这些，给我好生收着，我还要吃的。现在的御膳房越来越不像话了，做的都是什么呀？一点都没有玉儿做的好。是。景阳宫，萧炎的宫殿。妹妹给我做的吃食，亲手做的。是，公主亲手做的。那妹妹喜欢我送去的东西吗？萧炎边打开食盒边问。看到食盒里的吃食，萧炎顿时来了兴趣。然后他又打开小砂锅，粥还是热乎的，很快一碗粥都见底了。刚想去拿鸡蛋糕，旁边的小太监急了：“主子，您可不能这么猛吃啊！您平日里吃的少，这一下子吃太多对胃不好的。要不我们晚些再吃吧。”萧炎还想吃，但确实太撑了。他摸摸肚子：“那你把剩下的收好了，我午膳还要吃这个。我妹妹还说了什么没有？公主还说，主子身子不好，以后要早睡早起，不能那么晚睡。妹妹说的对，我今天一定早点休息，
小李子，你有妹妹吗？奴婢家中兄弟4人，只有一个姐姐，也早早被父母卖给员外家做丫鬟了。哦，那你姐姐也会给你做那么好吃的吃食吗？奴婢家贫，家里饭都吃不饱，几个孩子都被父母卖了。你也别难过，在宫里至少能吃得饱。是啊，奴婢现在再也不会挨饿了。养心殿内，皇帝正和几个重臣商量要事。许爱卿，这次的救济粮准备到位了吗？回皇上，已经安排妥当，臣等都一一查验过，绝对没有问题。好，那护送的人选定了没？回皇上，还没有。哦，丞相可是有何难处？是，皇上，此次护送救济粮，想要快速到达灾区，就必须要穿过黑风山，否则大部队绕过去，可能要多花10几日的时间，如此恐耽误政事。但是黑风山地势险要，土匪横行，当地官员10几年来都没办法将其消灭，非常危险。所以老臣想选以能力卓绝的武将带兵前往。那丞相觉得何人合适？老臣觉得苏玉苏小将军有勇有谋，可担此大任。镇国将军觉得如何呢？弑君之路，担君之忧，臣听从皇上安排。好，此事就由苏小将军负责，户部兵部辅佐，全力配合苏小将军行事。是，微臣领命。行了，正事说完了，朕都饿了。唉，朕最近几日胃口不好，幸亏得了些新鲜吃食，才让朕免于饿肚子。几位爱卿可有见过如此吃食啊？微臣没见过。镇国将军呢？你常年在外，见过的新奇玩意儿一定很多吧？老臣对糕点不太清楚，不过老臣孙女儿最近倒是天天弄些新的吃食，这不，中午还等着老臣回去用午膳呢。说是要弄一个火锅，也不知道是什么新鲜玩意儿。靖南王府，王爷感觉可还好？尚可。相比前2天，应该是会好一点。连着2天泡药浴，配合经针驱毒，体内毒素已出近半。但是，毕竟中毒时间太长，毒已入骨髓，还是需要点时间的。啊，接下来3天不需要药浴跟经针，只需服用我配的药即可。3天后我会再来。多谢玄神医。不客气，王爷再泡1刻钟便可起来了，我就先告辞了。好，小乙，送玄神医出府。是。三师兄，你怎么才回来啊？小五等你好一会儿了。小五来了，人呢？小姐在您书房呢。好，小四，过一会儿就要用午膳了，西瓜别吃了。知道了。看什么呢？那么认真。哦，随便翻翻。三师兄去哪了？去给靖南王解毒去了。哦，怎么样？还算顺利。这靖南王年纪轻轻，倒是不凡。三师兄对此人评价挺高啊。确实，你这几天忙什么呢？没见你过来。天天忙着陪外祖父外祖母啊，扎扎实实的做了几天小厨娘。小五，你倒是孝顺，三师兄天天往外跑，你也有你的事情，就我一个人闲着。不知道是谁啊，天天跟着那苏谦到处跑，到处吃，京都有名的酒楼都被你逛遍了吧？哪有啊，还不都是你们俩都不陪我吗？我怎么感觉四师兄才2、3天没见，脸都圆了？啊，有吗？一天天的就知道吃，就没见过你嘴停过。你不胖谁胖？好啦，说正事。三师兄，我今天可是来给你送礼的。哪呢？喏，看看吧。什么东西啊？小五，你偏心啊？怎么送三师兄不送我呢？哇，好香啊！这是什么果子？一看就是很好吃的样子。吃，就知道吃。你除了吃还能干什么？这东西你要就这样吃下去，小命都得完。
玄小四被骂的有些委屈。四师兄，这东西可不能这样吃，这是一种药，但要是直接吃下去啊，那就是毒了。啊，你们俩也真是的，没事就喜欢研究这毒那毒的，多危险呢！哎，你呀，总有一天会在吃上栽跟头。殊不知，几个月以后，还真被玄小三说中了。这个小吃货为了吃，差点把自己卖掉了。苏月看得好笑。你那蛇灵果给了我，靖南王的腿怎么办呢？怎么，三师兄准备让出来？不愧是神医啊，这觉悟真高。想什么呢？我就不信你就这一颗。哼，想问就直接问嘛，还拐弯抹角的。这次一共就成熟3颗，给你1颗，到时候给靖南王配药用1颗，我自己留1颗。这次，也就是说还有喽？有一点，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成熟啊。哦，好吧。哎，对了，你哥的血液我研究过了，是吴总骨无疑了，所以你们要尽早安排了。我今天回去就跟外祖父商量。郑国将军府书房内，祖父，此次押送救济粮一事本也不该落到我头上，郭丞相怎会主动向陛下推荐我？郭有为此人极为精明，以前一直保持中立，而最近我听说与忠永侯府来往密切。他这是投向靖王了，那大哥此去岂不是有危险？祖父，让孙儿陪同大哥一起去吧，也好有个照应。瞎说什么？你得在家待着，我出门在外，府中还得有你，不然我不放心。可是大哥你不相信我？放心，我会做好万全准备的。自从服了妹妹给的洗髓丹，我功力精进不少。我相信只要安排妥当，定不会有事。玉儿，这次我会把陛下给我的暗卫拨一半给你。祖父，不可，那是陛下赐给您护您安危的，怎可给我？我这次回京，一开始就向皇上表达了要退下来的心思，但是皇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了，最终他的意思是可以让我坐镇京都，老大镇守边关，护府还由我掌管。那不是很好，跟祖父最初的打算也相差无几，至少祖父可以留在京都，虎符也没有旁落。太后快回京了。没有听到消息啊？那岂不是国师也要回来了？室内瞬间安静。13年前，云飞的事情跟太后脱不了关系，而国师一向以太后马首是瞻。大庆国兵权主要分布在3块，一是郑国将军府，二是靖南王府，三便是国师。可见这个国师当年有多受先皇重视。当年若不是国师用二皇子逼迫祖父，祖父也不会被迫离京那么多年。祖父的消息由何而来？皇上身边的张福公公亲口对我说的。那就是陛下在给我们提醒。所以我不大放心你此次外出。当年太后跟国师联手，再加上皇后共同逼迫皇上，皇上才不得不妥协，放弃言儿。而如今，所以玉儿，听祖父的话，无论如何带上这些暗卫，危急时刻，命比什么都重要，可记得。祖父，孙儿知道了。外祖父，您在吗？我是月儿，可以进来吗？是妹妹，我去开门。妹妹，你怎么来了？大表哥、二表哥，我来找外祖父有点事情，你们在说什么？我有打扰到你们吗？说什么打扰呢？自己家里，月儿找外祖父什么事？来，坐这边。苏月坐到苏玉旁边的位子。外祖父，我三师兄已经确定了，哥哥种的是无宗骨无疑了。现在想要去骨，需要用到无影花，而我们知道的唯一的一朵无影花，在我大师兄那儿，也就是在北齐皇宫。哦，那北齐皇上那边……哦，那个您放心，我大师兄那边肯定不会有问题。现在问题是无影花就一朵，若让人送来，我怕路上有闪失。
但是若要派人去取，一来一回耽误不少时间，所以我跟三师兄商量着，是不是可以直接带着哥哥去北齐？让言儿也一起去北齐，这一路颠簸，他的身体受得住？有我和三师兄在，肯定没问题的。但是哥哥能出宫吗？这事等我和皇上商量后再跟你说。哦，好的。月儿，对你父亲你是怎么想的？没怎么想啊，反正我也不想进宫，在外面自由自在的多好啊。可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当年的事他没能护住你娘，没能护住你，他应该是最痛苦的那一个。都说帝王无情，我们这个帝王啊，唉，这事儿以后再跟你说吧。目前重要的是言儿的身体。金銮殿，皇上，我家殿下与镇国将军府苏小姐师兄妹多年，不是兄妹胜似兄妹，所以早些年先皇就收苏小姐为义女，赐公主爵位，封号永乐。圣旨一直在白云观，所以苏小姐是我们北齐的永乐公主。这事是多年前就定下的，是喜事啊！我国陛下还说了，只要永乐公主在一日，北齐就一日与大庆交好。这个苏小姐是谁啊？没听说过呀。将军府的姑娘不都嫁出去了？这个我知道，是镇国将军认的干孙女儿。哎，对对对，听说将军府的人对那苏小姐很宠着呢。对呀，我还听说了，靖王这次被禁足，也跟这个苏小姐有关呢。真的？这苏小姐究竟何许人也？如此厉害？厉害？我得到可靠消息，皇后因为靖王被禁足一事，发了好大一通脾气，摔了不少东西。这苏小姐得罪了皇后，还能有好啊？那人家现在好歹也是公主啊，怕什么？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而此时，镇国将军府热闹非常。公主，在下司马浩然，奉皇上之命，给公主送来一封家书。家书？多谢司马大人，一路辛苦，可要用些饭食。多谢公主关心，臣在宫中已用了宫宴，就不叨扰了。臣毕竟是北齐使者，不好在镇国将军府久留。就先告辞了。好的，等过2日大人忙完，我跟2位师兄再做东宴请大人。谢公主，属下告退。小五，大师兄给你写信了，写的什么？快看看。啊，好。玄小三也探头看过来。是大师兄偏心的可以啊，明知道我跟小四都在你身边，竟然连一个字都没给我们留。就是啊，太过分了！我还想着过阵子就去北齐看他呢。哼。四师兄是真的想去看大师兄吗？还是想去尝尝你日思夜想的烤鸭呀？看大师兄吃烤鸭这2件事又不冲突，可以同时进行啊。那你是想见大师兄多一点呢，还是想吃烤鸭多一点啊？为什么要选呢？明明都可以的。我下次一定告诉大师兄，他在你心里还比不上一只烤鸭。三师兄，你太过分了！御书房内，将军，今天这事你事先可知道？老臣只知北齐皇帝跟月儿师出同门，受封公主的事并不知情，也没听月儿提过。哼，这个北齐皇帝跟朕抢女儿，其实给月儿多一种身份也是一种保护，是朕失职了。皇上如今还是先想想二皇子的事，太后娘娘跟国师就要回宫了，得尽快想出对策才行。月儿可有把握？燕儿身体如此之差，这北齐在千里之外，长途跋涉，他可受得了？玄神一会跟他们一道去，月儿说没有问题，但还是得做好安排，保证他们一路的安全。
那是自然。让朕想想，怎样才能让言儿光明正大的去往北齐？老臣倒是觉得有个法子可行。将军请说。北齐皇帝竟然借月儿身份之事建立两国长久友好关系，那就事关国政。据说北齐皇后诞下皇子，关系和睦的各国都会去祝贺。到时候以示诚意，我们大庆派一名皇子前去，再合适不过了。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得想个办法让那边主动提出来。对，那至少能保证在到达北齐之前二皇子的安全。返程的话，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才行。尽量在母后回宫之前将此事定下。母后手中的护龙卫不可小觑。近年暗卫阁日益壮大，可能与之一战。暗卫阁是朕精心培养出来的，但是要跟那有100年历史的护龙卫相比，还是弱了一些。苏恒此时想起苏月炼制的洗髓丹，月儿曾给过我一瓶丹药，习武之人食用能够洗精伐髓，功力大增。我跟玉儿使用过，效果好的惊人。若能将此丹药供给暗卫阁高手，那……什么丹药如此厉害？洗髓丹，传说中100年都没有人见过。月儿在医道上天分极高，据说是根据一卷残卷炼制而成的，价值不可估量。真的？我的女儿，她可还有此丹药？等我回去问过后，再给皇上回复。如此重要之事，万不能耽误了。朕跟你一起出宫，我们现在就去问问月儿。让福，去，给朕准备一身便服，朕要出宫。哎，皇上，将军稍等片刻，朕稍后就来。说完，不等苏恒回话，人就消失了。盛国将军府，苏月此时正陪着老夫人和几个舅母聊天。母亲，儿媳这一阵把腿都跑断了，找到了几家觉得还不错的人家，您帮着看看。是啊，母亲，您帮着长长眼。月儿，你看看你这2个舅母，这是多急着找儿媳妇儿啊！哎，我倒也想找啊。但谦儿那臭小子天天跟我闹，然后天天不着家。我看着呀，这小子还没开窍，过2年再说吧。谦儿还小，等2年也没事儿，你也别太急了。老大家的，说说你看中的几家。您看看，这一张呢是太常四卿李大人家的嫡次女，年方16，很是知礼，是个清秀佳人。还有这个，是林校尉的嫡女，年方17，家里长辈舍不得，耽误了1-2年。这姑娘性子活泼，娇俏可人。什么事这么急躁啊？还有没有规矩了？是将军回来了，还什么？快说！还有皇上也来了，此时在将军书房，让小姐过去。刘嬷嬷，我的拐杖呢？把我的拐杖拿给我，快！夫人，怎么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去拿！魏祖母，母亲，众人快步跟着老夫人，生怕这老太太摔了。将军，老夫人过来了。夫人过来不是很正常，你急什么呀？那个老夫人拿着拐杖过来了，而且看起来很生气。你先下去吧。皇上怎么了？是老臣府里的茶不合心意。哎，母亲你慢一点，母亲你小心些。然后就是几人一窝蜂的进来，看到屋内情况就俯身行礼退出，并把门给关上。老身给皇上请安。老夫人客气了。皇上此次来府上有什么事儿啊？见皇帝不说话，
皇上可是为月儿来，那皇上可想好了怎么安置月儿呀？可想好了要如何对外宣布月儿的身份？可想好了要如何护得住她啊？老夫人，怎么，老身不该问？你可记得当年你让云儿入宫的时候答应过我什么？说，你答应过我什么？我答应过老夫人，会护云儿一世安宁，会让她安心过她的小日子，绝不让她参与到后宫的争斗当中，保证云儿是我最后一个女人。好，好，你竟然记得，你可做到？没有。好，你既然承认了，那老身罚你，可有话说？没有。老夫人，闭嘴，退下。好，这一棍，我打你没有保护好云儿，让她年纪轻轻就魂归地下。当年她不介意你宫中已有皇后妃子，不顾我和将军的反对，非要进宫，你就是这么回报她的。说完又是一棍。这第二棍，我打你护不住自己的儿子，让妍儿受病痛折磨多年，小小年纪就经历数次刺杀中毒，还是在你的眼皮子底下。然后又是一棍。这第三棍，我打你，让我的月儿流落在外多年，吃尽了苦，如今还要隐藏身份过活。外祖母。苏月看着皇帝的脸色，生怕外祖母再打一下就把人给打坏了。走吧，月儿跟外祖母一起。月儿留下，确实是有事情要商量。你们男人的事，为什么要月儿一个女孩子一起商量？夫人，你连我都不信啊！放心，外祖母，您别担心我。好，谁要是欺负你了，你就来跟外祖母说。张福扶着皇帝坐下。皇上，要不要先回宫让太医看看？不用了，晚一点再说。苏恒也没有说要让府医来给武皇看看，就三棍他还嫌轻了。哼！月儿，你坐下，这次找你是有正事。外祖问你啊，你之前给我的洗髓丹还有没有了？洗髓丹？哦，还有一点，不过也不多了。外祖父是用来干什么？是这样，皇上的暗卫阁你知道的，你也见过暗医。我们想在暗卫阁中挑选出100名身手好的，再提升一下。哦，那是要不少的，我需要一点时间，可以吗？将军，跟月儿说说吧，让他也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局势。月儿，外祖父跟你讲讲当年的事吧，你娘出事时候发生的事情。一个宠冠后宫的女子，即使你不出门，麻烦也会频繁找上门。突然有一天，太后娘娘头疼不止，国师建议皇帝去城外寺庙为太后祈福。皇上是个孝子，虽然在封苏锦云为妃这事儿上跟太后闹了点矛盾，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母亲，皇上立马就启程去了城外。也就是在那一天，苏恒跟皇帝派去保护苏锦云的人一一被暗杀。苏锦云在千钧一发之际，将萧炎藏在软榻下的暗阁内，自己则引开杀手，但最终也是寡不敌众，他摔下了护城河。太后手里有先皇的一支护龙卫，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当年皇上跟外祖父给你娘安排的也是顶级的护卫，最后都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太后手中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人，我们都不得而知。为什么？什么？
就算太后娘娘不喜我娘，但她肚子里还有皇嗣，也是太后的孙子，她为何要下如此杀手？太后是皇后的姑母，皇后生下大皇子后多年未孕，你娘生下妍儿，就已经让皇后有了危机感。在你娘怀了你之后，有太医说可能还是个男胎，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传了出去。所以太后觉得我娘如果再生下个儿子，就会影响她侄女的后位，所以要杀了我娘。这也太牵强了。中永侯府没落，皇后跟太后母家势弱，如果此时皇后的后位再被夺，反正我是不能明白，一个侄女，一个是自己的亲孙子，太后分不清亲疏。皇帝咳了一声，他也搞不明白那个国师呢，我还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人。国师为人低调，所以知道他的人少，但是他手中掌管着大清1/3的兵权。当年也是国师在外牵制住了镇国将军府，才让你娘亲在宫内孤立无援。太后、国师、皇后、中永侯府，一个都别想跑。那你们是想培养出一支队伍，可以对抗太后的护龙卫？是。行，洗髓丹我来准备，但是量比较大，我要找三师兄帮忙，不过也得要一些时间。等弄好了让暗一来取，我刚好跟他说说训练的事。训练？是啊，如何将他的这支队伍训练成铜皮铁骨，我相信他应该很有兴趣。好，这事也不急于一时，你也不要太累了。月儿，这个洗髓丹除了我们，你还给过谁？还有我师父、大师兄跟二师兄，其他人就没有了。那暂时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再对外了。哦，对了，之前三哥说要拿去拍卖场拍卖，我给了他几瓶。暂时还是不要为好，这东西太扎眼了，怕有心人找来。来人，将三少爷找来。是，将军。皇上是不是背疼了？将军是不是可以找府医过来给皇上瞧瞧？张福说的一脸小心翼翼，公公给他抹上吧，不严重，明天就好了。张福满脸带笑。好，多谢公主。皇上，奴才给您上点药。哦，好。祖父，您找我？是。参见皇上，皇上晚安。起来吧，朕微服私访，不用在意那么多礼数。谢皇上。谦儿，祖父问你，月儿给你的洗髓丹在哪儿？洗髓丹啊，在我这儿呢，跟拍卖场说好了，到时候送去拍卖的。暂时不拍卖了，你拿过来给祖父，祖父有用。哦。苏谦一副心痛难耐的样子。不白拿你的，朕按市价补给你，你也别一副肉疼的样子。啊，真的？谢皇上，我这就去拿。我去把剩下的几瓶拿过来。苏月回到自己屋内，关上门就进了空间。主人，你可来了！空间扩展了，而且多了好多东西，还有个小屋子。怎么会啊？走，去看看。然后去了大白说的屋子，发现里面是个书房，收藏了不少古籍。行了，我下次进来再好好研究吧。回到书房的时候，苏倩已经回来了。目前就这些，过3天再让人过来取吧。好，你有空去看看妍儿，阿姨有办法带你入宫，有你她会开心很多。我听说最近她每天早睡早起，生活很规律，也按时吃饭，还每天在殿内走2圈，说是你要求的。是的，哥哥身体亏损严重，要好好调理。他听你的，你多劝慰他，一切等他身体好了再说。等一下，这个你拿着，你问问宫里的太医，看看你能不能吃，就是一些滋补的药，
但药效要更好一些。父皇会用的，月儿放心吧。我没有不放心你。好，没有，那父皇先走了。随后，苏月跟外祖父说了一声，就去找玄小三了。小五，你来了。四师兄，三师兄在家吗？在呢，不过那个什么王爷来了，他们在书房呢。哦，谈正事儿？那我等会儿吧。也不是谈正事，他俩天天下棋，特别无聊。你有事直接去好了。下棋啊？那我去找他。哦，去吧。这靖南王什么时候跟玄神医关系那么好了？哎呀，妈呀，你是鬼吗？什么时候来的？我都没看见。你这样不声不响的突然说话，会吓死人的好吗？我明明和妹妹一起来的，你怎么就没看见了？有吗？有啊。哦，好吧，那是你长得太一般，不够吸引人眼球，所以我只看到小五，看不到你。那也不能怪我呀，谁让你自己不长得亮眼些？嘿，那难道怪我吗？苏月来到玄小三的书房门口，三师兄，方便进来吗？哦，是小五，我去开门。你们师兄妹关系倒是很好啊。那是，不是兄妹胜似兄妹。听说你跟王爷在下棋，谁赢了？苏月进来看到萧寒，微微屈身行礼。平了。哦，那是难得。以前只有大师兄能跟你对弈，以后你又能多一个对手了。是啊，你来找我有事？是有一些事，也不急。王爷的毒解得如何了？说着便直接上前伸手探脉。在苏月认真给他探脉时，他发现他的小手白皙，手指头圆顺有光泽，粉嘟嘟的很可爱。他怎么会觉得他可爱？再有半个月毒就能解了。我跟师兄这几天可能要一起垫药，把你治腿的药一并治了。三师兄这几天可有安排？2天后早晨去给王爷施针，别的也没什么。哦，那也不耽误什么。那三师兄这几天的时间都要留给我。你的事什么时候都是最重要的。在我这边吧，我这边药房的东西比较齐全，药材什么的需要我准备什么吗？就借用三师兄的药房，药材我自己准备。好，那什么时候开始啊？我去准备，今天晚上就过来了，还要回去跟外祖母他们说一声。行啊，反正我不出门，你收拾好了就过来。看来这是要大干一场的准备啊。到时候累了可别埋怨我啊。那我先走了。刚刚苏姑娘是说把我治腿的药一并治了？是啊，怎么了？不敢相信？我没想到这么快，也没想到我的腿真的可以治疗。方子是在我们师傅的藏书楼的一本古籍上看到的，以前也从来没想过可以炼制，因为其中有一味药很难得，近几十年从没发现过踪迹。好在你运气好，遇到小五了。萧寒不问苏月如何得到的药材，他只要记得他欠了他一个大大的人情。小四啊，妹妹他们什么时候出来啊？这都2天了，估计还要1天吧。明天三师兄要出趟门的。他们吃饭了吗？吃了，我每天都会按时把饭放在门口，他们饿了就会自己拿，吃完把食盒放门口的。他们以前也经常这样？是啊，在山上他们俩要是一起研制什么药的话，几天几夜不睡觉都是正常的。我怕他们饿死在里面，就每天按时送饭过去啊。哇，厉害了，难怪2人的医术都那么好，真的是痴迷一道啊。唉，现在这样还算好的，以前如果2个人一起探讨什么意见不合，吵都要吵好几天呢。吵架？严格的说呢，叫三师兄单方面骂人，小五都懒得跟他吵。但是吧，小五随便说一句话就能把三师兄给气死啊！哼，哎呀，今天又没见到妹妹，回去又不知道该怎么跟祖母交代了。你明天来就能见到了。我去吃饭去了，你要不要一起啊？我还是回去吧，家里还等着呢。
苏倩一副丧气的样子，像极了一只被主人抛弃的哈巴狗。翌日清晨，药房内的两人还在埋头干着自己手里的活。小五，我一会儿去一趟靖南王府，你一个人可以吧？我回来再帮你。三师兄，你去吧。小五，你这洗髓丹的丹方真的给我？那你这剩下的药材都给你。苏月梅好奇道。哎呦，还是小五好啊。玄小三发现这次竟然能薅到小五那么多羊毛，顿时开心不已。小五，你老实告诉师兄，你到底有多少好东西？拿出来让三师兄见识见识，师兄保证只是看看。三师兄，您如果再不走，以后有啥好的我都不给你了。话音未落，玄小三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药房中。靖南王府，王爷这次感觉如何？浑身轻快了许多，药浴也不像之前那样疼痛难忍了。王爷之前有感觉到疼痛难忍？让玄神医看笑话了，怎么会感觉不到疼痛呢？就靠一个忍字罢了。这次经针过后的10天，药浴还是天天泡。我再开些排毒的方子，你每天按时吃，施针就不需要了。神医的意思是10天后我的毒就能解了？是的，10天后毒就彻底解了，就可以治疗你的腿了。玄神医，你说的是真的吗？王爷的毒10天后就能解，腿也能治了？是的，毒快解了，腿也能治了。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去跟兄弟们说一声，大家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小一，本王解毒治腿一事，暂时不要对外公开。啊？为什么？那玄神医给王爷治疗一事也没有瞒着呀，外人有心想查还是可以查到的。那就对外说，本王毒发，玄神医帮忙控制了毒素，但是没法根治。此次需要神医帮忙圆个谎了。都是小事，确实暗中害你之人一日不除，你就一日不能安生，确实小心谨慎些好。接下来的10日，萧统领记得，王爷的药浴还是要每天继续泡，不能停。这张药方是王爷接下来5天的药，每天早晚各一。这一张是5天后的药方，也是早晚各一。10日后，我会带着小五上门给王爷治腿。是，劳烦玄神医了。王爷还可以继续泡一会儿，这药水对你百利而无一害。这2日我跟小五再研制些药，王爷的药也治好了，10天后过来，我们会一并带过来。好的，有劳神医了。客气，我先走了。萧一，送玄神医。是。不用了，都熟悉了。萧统领留下看着王爷吧。玄小三摆摆手，直接拎起药箱离开。王爷，还有事？是，属下得到消息，苏大公子接到任务要去押送救济粮，却有人早就接到命令前去埋伏了。意料之中，就是这个郭有为让我有些意外。你说靖王那边捉到了他什么把柄，把他收为己用了？您说郭丞相已经是大皇子一派了？去给我查查，最近在禁族中的靖王在忙些什么？是，属下领命。翌日清晨，此时的苏月已经3天没有睡觉了。好了，搞定，可以回去交差了。你准备大量的洗髓丹是干什么用啊？外祖父需要。玄小三也不多问。用完早膳再回去？不了，先把这些丹药送回去，然后呢，我要好好洗个澡，睡2天。行吧，你走吧，我也回去睡了啊。回到镇国将军府，苏月直接去找了苏恒，把洗髓丹全部给了他。外祖父，第一批的洗髓丹就这些，这丹药也不是天天吃的，这些应该够用半年了。半年以后我再给您一批。你这3天都没睡呀，赶紧回去睡，后面的事情交给我。好，是有些困，我回去就休息。快回去，看看小脸白的。御书房内，皇上的意思是挑出100名最优秀的暗卫，再进行集中训练。对，正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内
训练好这些人。暗一虽然不解，但他明白他只能接受。朕知道这不容易，为了提升，朕从公主那里讨来了一些珍贵的丹药，据说对习武之人好处良多，有洗精发髓之功效，对让你们提高自身功力很有用处。镇国将军已经使用过，效果惊人。洗髓丹？怎么，听过？听师傅说过，但是没见过。你先把人挑出来，到时候找张夫拿丹药。是。训练之事，你空了去找一下公主，她应该有事交代。是。那二皇子那边？此事我会亲自跟他说。你离开后，妍儿那边再增加几名暗卫。是。退下吧。属下告退。皇上，您今天觉得背上的伤可还疼？哎，你不说朕倒忘了，这背后一点都不疼了。哎呀，公主给的药真是绝呀，这才用了2次呢就好了。月儿给的那些药呢？问过太医没？朕可以用吗？奴婢问过了，可以用，都是些很温和的滋补丹药。太医院院守还追着奴婢问，这丹药是从哪儿来的呢？他说啊，他都制不出如此纯净的丹药，非要问出丹药的出处呢。那你可告诉他了？那奴婢哪敢呢？我只说是皇上拿过来的，他哪敢来问您呢？你个老货！皇帝点点他。翌日一早，你这哪里来的？机缘巧合得来的，这些府里放着备用吧。还有这个，外祖母，你护理头发的以后换成这个吧，我用了年份更好的何首乌制的，效果一定更好。好，还是我外孙女对我好，孝顺。月儿，祖父虽然不懂药材，但这些遗坎就非常难得珍贵。你这老头子烦不烦呢？孙女孝敬我们的，你收下就是了，哪有那么多废话？外祖父啊，你安心用，这些东西我有不少呢。哦，对了，宫里也麻烦您给带一份吧。我今天带过去。带进宫干什么呀？给谁用啊？哼，可别给那个没用的东西。外祖母啊，哥哥还在宫里呢。哦，给妍儿的，那还差不多。妍儿身子弱，是要好好调理调理的。好了，我今天要去找一下3师兄和4师兄，就不陪你们用早膳了。啊，你不吃了再去吗？不了，去那边再吃。我先走了。苏恒看着桌上这些珍贵的药材，愣愣的出神。怎么了？发什么呆呀？别告诉我你没看出这些药材的价值。自是看出了，那又如何？那是我外孙女孝敬我的，不论贵贱都是她的心意，我都不会服了她的心意的。我就是觉得奇怪，月儿年纪轻轻，虽是玄老的徒弟，但是随手就能拿出那么多名贵药材，还是很让人吃惊的。尤其听他的说法，他还有很多。你这老头子就是想太多。不论月儿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她有过什么奇遇，她都是我们的外孙女，你信她就好了。还是你想得透彻，我不如你呀。那是。老夫老妻你一言我一语的，尽显温馨。苏月刚到玄小三门口，就见玄小三和玄小四正要骑马出门。3师兄4师兄，你们去哪里啊？小五来了。司马大人今天离开，我们去城外送一下。啊，要走了？我还说要请司马大人吃饭呢。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吧。也行吧，他也不是外人。3师兄跟这个司马大人很熟吗？小五，我知道，这个司马浩然是大师兄的表弟，两人关系很好。3师兄跟他见过几次。哪儿都有你。你也知道我们大师兄是多么孤傲清冷的人，除了我们几个，他一个朋友也没有。我有这个表弟跟他关系不错。
哦，那更要去送一送了。走吧。司马大人，真是抱歉，还让你在这边等我。公主万安，不知公主驾到，有失远迎，还望公主恕罪。司马大人免礼，我出身江湖，没那么多礼数，司马大人随意就好。好，那我也不跟公主客气了。本想着大人这几天在京都，我们肯定要尽地主之谊的，结果这几天有事情耽误了，还请大人见谅。公主客气了，以后有的是机会。您可是我们北齐的公主，还能不去北齐吗？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可要大人请我们喝酒了，到您的地盘了呢。那有什么问题？你们来北齐，我做东，带你们去我们北齐最好的酒楼喝酒吃肉。那有烤鸭吗？是的，那家酒楼最有名的就是烤鸭了。没想到这位小兄弟听说过呀。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北齐了，到时候将军别忘了带我们去吃烤鸭。是的，我们过一阵要去一趟北齐，已经先飞鸽传书给大师兄了。那感情好，等你们来北齐，我做东，请你们喝酒吃烤鸭。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那我们就不耽误大人了，时辰不早了，大人也早些启程。好，那我就先走了，咱们北齐见。好，北齐见，一路顺风。一路顺风。一路顺风。皇宫朝堂上，皇上，现在因为永乐公主的关系，我们与北齐也算是达成了和平的盟约。此次北齐皇后诞下嫡子，我们无论如何都该前去祝贺。确实如此。那谁愿前往呢？微臣愿意前往。皇上，微臣以为，此次前往北齐祝贺，为彰显我国诚意，须选一位身份高贵之人带队前往更为合适。哦，那依徐爱卿的意思，微臣以为靖王殿下最为合适。啊，靖王殿下，靖王还在禁足呢吧？是啊，靖王殿下去合适吗？要身份贵重嘛，只有靖王殿下合适啊。那除了靖王，靖南王去也可以啊。靖南王就算了吧，听说病了5年了，天天坐轮椅呢。靖王殿下确实是不二人选，让靖王进宫。说完就直接下朝了。御书房内，陛下，靖王郭丞相还有钟永侯来了。倒是明目张胆。选。微臣参见皇上。起来吧，这些日子在府里都干什么了？父皇让我禁足，儿臣知道自己做错了，在府里反省。哦，反省出什么了？给朕说说。儿臣知道自己身为皇子，该心胸宽广，不该与女子置气，更不该动手，有损风度，夺了皇室的颜面。还有吗？还有，儿臣觉得以后要多花心思在政务上。以后，行了，今天朝堂上的事听说了吧？是，儿臣听说了，是去北齐一事。给朕说说你的想法。儿臣，皇上，微臣觉得让靖王殿下前往北齐实属不妥。说说看，哪里不妥？靖王现在还兼领刑部和工部的事务，工作繁忙，前往北齐往返所需时间太久。丞相觉得呢？微臣与钟永侯想法不谋而合。前往北齐一事是很重要，关乎两国邦交。但是目前朝堂上就靖王一个皇子参加朝中事务，还兼领工部与刑部的事务，所以微臣觉得可以安排其他身份贵重之人前往，一样可以代表我国的诚意。那丞相觉得何人合适呢？微臣觉得郑国将军可前往。哦，丞相可知郑国将军一抵达京都，就跟朕说身体年迈，要告老还乡。微臣，
那丞相可知镇国将军一生戎马，落得一身暗伤？微臣，丞相可还知，朕用尽了办法，才说动镇国将军继续为我效力。微臣该死。继续说说，谁更合适去？靖南王。哼，我大秦国是没人了吗？啊，萧寒受伤不治5年了，你让他去？刘成，你是猪脑子吗？要身份最贵的，那父皇也不只有儿臣一个皇子。是，朕是还有个皇子，但是你二皇帝的身子如何，你不知道。父皇，二皇帝这些年深居简出，一直在殿内养着，说不定身子早好了呢。是啊，是啊。而且父皇，二皇帝今年已经18岁了，也应该让他慢慢出来磨练磨练了，毕竟他也是皇子。皇上不说话，但也没有拒绝。父皇，儿臣知道您是担心二皇帝的身体，您放心，宫里那么多太医呢，二皇帝的身子肯定调理好了。此事容后再议。父皇，皇上，朕说了，此事容后再议。退下。儿臣告退。微臣告退。靖王府。父皇这是什么意思？我去就可以，萧炎就不行？靖王不必如此，今天看来皇上已有松动，此事也不是没有可能。对，靖王啊，你放平心态啊，我们再做工作，让皇上只能派那萧炎去。舅舅有办法。靖王放心，此事就交给我去办。镇国将军府。小五，你外祖母人真好，她让人给我准备了好多糕点，你看。今天，玄小3跟玄小4到镇国将军府做客，受到了热情款待。用完膳，一群年轻人在院子里聊天喝茶。你刚刚午膳没吃饱吗？午膳是午膳，现在是下午茶吧，对吧，小五？是下午茶。听说你要去押送救济粮，什么时候出发？你都知道了，消息传得倒快，后天吧。大哥要外出吗？妹妹，你不知道，皇上让大哥去押送救济粮，但是那些人明显不怀好意，肯定……阿宇，休得胡言。大哥，怎么回事？没事，你别听你二哥危言耸听，就是去遭灾的地方押送救济粮，没什么事。大哥当我傻子吗？哼，二哥，你来说。得到妹妹的指示，苏雨义愤填膺地把事情的始末说了一遍，还不忘把郭丞相全家都骂了一遍。二哥的意思是，他们肯定会提前在那边埋伏。那个黑风山是个什么地方？这个黑风山呢，其实就是座山，但是地势险要，土匪横行，又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以至于当地官员多少年来都没办法攻破。那去北地灾区必须经过那边吗？也不是，但是其他路都会绕远，大部队前进可能要多花10几天的时间。那就是必须要经过那边了。那黑风山的土匪一定会出手吗？这个倒不好说，但是其他的人肯定会在路上设埋伏。二哥是说大皇子一派？妹妹，你真的不用担心，大哥做好万全准备的，还有祖父，他也给我做了安排，你要相信大哥。大哥，我没有不相信你，我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有，妹妹，有的。你还记得我们在回京途中那最后一次最大的那场对敌？记得。怎么了？你不是有个武器吗？圆圆的黑黑的，拳头大小一个的。哦，那个东西啊，确实有些用处。大哥是后天出发吗？是的。那还有时间，我去准备一点东西。大哥，明天留点时间给我，我们去城外，我带你玩点刺激的。妹妹，你找我干嘛？要三哥做什么呢？三哥，给我一个地方，空旷一点，最好没有人的。啊，妹妹，你是要干嘛呀？哎呀，三哥你别管，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找到这么个地方吧。我想想啊，有，我有个庄子，后面有座山，那边很空旷，也没人上去。那行，我们去吧。现在？小五，我也要去。对，
现在，那就一起去吧。靖南王府，王爷，属下查过了，靖王禁足这几日，府中可热闹了。哦，据说靖王回府就摔了不少东西，发了好大一通火，然后连着2、3日饮酒作乐，府内莺歌燕舞的。后来郭有为去了一趟，他就消停了，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前些日子，他们私下见了兵部侍郎李飞和户部侍郎童玉。靖王的手倒是伸得长。阿玉去押送救济粮，辅助的是不是户部和兵部？王爷的意思是，这个李飞和童玉脑子都没了，派人去盯着。是。郭有为呢？有没有查出什么？郭有为此人极为精明，我们的人盯了好多天，一点异常都没有。继续盯着。是。那靖王那边呢？继续盯着。我倒想看看他们想怎样里应外合。是。还有一事，最近钟永侯动作有些频繁。都见了哪些人？都是大皇子一派的人，上上下下的人都见了不少，都是明面上的，倒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这次的目的，他们竟然想要让皇上同意让二皇子去备妾。二皇子？是。继续盯着。你去给将军那边通个气。是，属下这就去。此时，京都城外一个庄子上，后山。妹妹，你说这能成吗？能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对啊，小五不会骗人的，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可以把小土丘炸掉，就一定能。好了，把这些装箱，我们留2个试试就行。终于弄完了，累死我了。你怎么那么没用？这点事就累到了？哼。一会儿就能回去了，再等等啊，给你们看看这东西的威力。轰隆一声，尘土飞扬。妹妹，这就炸了。对啊，炸了。小五，你太厉害了，真的炸没了。三哥啊，再辛苦你一下，让人去把大哥找来。好，我马上安排。苏玉几人来到后山的时候，就看到苏月、苏谦和玄小四毫无形象地坐在地上。你们这是准备唱戏呢？唱黑脸？我们仨都干了一晚上的活，累都累死了。二哥你还笑啊？哟，看看都干什么了？妹妹，快把宝贝疙瘩拿出来，亮瞎他们的狗眼。别卖关子了，大哥也想看看妹妹说的刺激是什么。大哥啊，你看这个。这就是妹妹那个武器，感觉这个要大不少啊。对，威力也大很多，给你们看看。我来，小五，给我会。你们所有人退后3步，然后捂住耳朵。玄小四得意洋洋地笑看着几人，拿出火折子对着引线点着，然后扔出去，发现刚刚玄小四扔下黑疙瘩的地面被炸出一个大坑。妹妹，刚刚那个动静，这个大坑，真的是你那个圆球弄出来的？大哥不是都看到了吗？还问我？这威力够大的呀！苏雨在旁边附和：“是啊，比上次妹妹用的威力还大。”大哥，这份礼物你可喜欢？给我的？当然了，妹妹昨天就说了，自然是为大哥研制的。这……大哥想什么呢？不开心吗？当然不是，大哥很开心。月儿准备把这东西怎么安排？大哥认为呢？其实不论上次还是这次，若不是事关生命安全，我都是不愿用这东西的。毕竟你也看到了，杀伤力太大。这东西一旦被有心人惦记上，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最后遭殃的还是百姓。所以大哥，这次你也要答应我，不到万不得已，也还是不要用这个。但是真的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得先保全自己，不是？好，大哥谢谢你。大哥，这边还有一个，你也上手试试。这东西危险，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这东西叫什么名字？苏月想了想，还是把火药2字说了出来。火药？火药。好，以后就叫它火药。苏玉心情顿感轻松，此次出行又多了一层保障。
玄小三和玄小四直接回府梳洗了。苏月、苏玉和苏谦回到镇国将军府后，府里众人都惊到了。你们这几个兔崽子干嘛去了？你们把你们妹妹带去哪里了？你看看这弄的，哎呀，这衣服脏的，还有这小脸都脏了。外祖母，我还是先去梳洗一下吧，这也擦不干净的。好，好，好，快去！哎呦，我好好的姑娘，怎么弄得跟花猫似的呀？而此时，苏玉和苏谦就惨了。你们说，你们是不是带月儿出去打架了？祖母，怎么会呢？我们出去是干正经事。你正经事儿？哼，你有什么正经事儿可干的？啊，祖母，你可不能这么偏心啊！我怎么就没干正经事了？我手里那么多铺子，不少生意呢，不都是正经事儿吗？哎，去，一边去！玉儿，你说，你看着比他俩还干净些，你说说你们干嘛去了？祖母，我们确实是去干正事的。妹妹为我此次押送救济粮之事做了些许安排，我们就是过去查看的。哦，真的？千真万确。哎，还是我们月儿有心呐，成天的不是为我们做这就是做那的。你们呢，以后可要对她好一点，听到没？祖母说的是。好了，快回去吧，收拾收拾，看看成什么样子啊！是。书房内，明天就出发了，东西都准备好没？准备好了，祖父。而且今天妹妹还给我送了份大礼，威力大的惊人。哦，是何物？我们叫做火药，一颗拳头大小，能把一个小土丘夷为平地。等着。苏恒摸着胡子，两眼发光。是，我还亲自实验过。不过我跟妹妹也说好，这东西不到万不得已就不会动用。毕竟一旦被有心之人利用，最终苦的还是百姓。你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不过也不必畏手畏脚。这样的武器即使不用在战场上，用来威慑也是好的，是自保的好工具。是。今天靖南王送来消息，靖王最近私下将了兵部侍郎李飞跟户部侍郎童玉，这两人你可知晓？知道，正是此次跟孙儿配合的兵部和户部的同僚。你就没发现什么不对？孙儿无能。你自己看看。他们怎么敢？有什么不敢的？有人撑腰罢了。孙儿这就去处理。不用了，户部的童玉今天晚上就会被收押，他私吞救济粮，被京兆尹当场捕获。明天将会由户部另外一个侍郎前往，此人可信。是，那救济粮不会有事，那些坏了的已经替换过了，你可以按时出发。那李飞呢？简单，明天出发途中遇人争强好胜，骑马比试不慎摔断了腿。这还得是祖父呀。孙儿知道了，那他们还会另派一位兵部侍郎一起吗？不会，知道露馅了，自然不会继续在这上面浪费人力，路上多长几个心眼。知道了。月儿给你的东西都带过去了？不会，月儿一共准备了2箱，我觉得带1箱以防万一就够了。好，你把另1箱送来我这边。啊？哦，好的，那孙儿告退。妹妹，你休息了没？大哥，没呢，进来吧。妹妹，你把火药给我吧，我搬走。哦，对了，2箱都给我。刚刚祖父说另1箱他要用。那你记得把该注意的地方跟祖父说清楚，免得误伤到自己人。知道。靖王府。什么？童玉被抓了？什么时候的事？怎么回事？小的刚从京兆尹打听回来，说是宫里直接下的命令，而且那批粮食也被搜出来了。
怎么会被搜出来呢？不是让他处理掉吗？啊？佟大人可能觉得留下粮食没事才……那顶替他的人呢？是谁？这个小人不知。怎么会不知呢？快去问，看看是谁的人。此事必须办成。是，小人这就去。王爷何须如此生气？就算没了童玉，就算粮食没有问题，苏玉也绝不可能安全抵达北方。哼，苏家，本王定要让你们绝望到死。城门外，大哥，您一路小心，我们在家等你回来。放心吧，大哥很快回来。大哥，我给你的药都收好，还有这令牌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这是……大哥，您出门在外，黑白两道都可能遇着。白道上咱不说，这令牌江湖上大部分人都会认，这样遇到一些不长眼的，可给你省去一些麻烦。好，大哥收着了，谢谢妹妹。阿宇，照看好家里，照看好祖父祖母。知道了，大哥。行了，你们回吧，我该启程了。大哥，一路顺风，早日归家。大哥，一路顺风，早日归家。好，走了。大哥连句话都不跟我说完。大哥有正事呢，跟你似的。行了，三哥，我们回吧。几人回到郑国将军府后，发现苏恒今日竟没有上朝，正在大门口踱步。外祖父这个时间怎么在家呢？你大哥走了？嗯，刚走。钱儿，你大姐回来了，你去看看。大姐回来了，我现在就去。妹妹，我带你去见我大姐，我大姐人可好了，走。你先去，午膳时候就能见到了，也不急于一时。我跟月儿有事要说。哦，好。外祖父，您有什么事？去书房说吧，月儿一起。是，祖父。几人进了书房。月儿，这东西是你研制的？是，外祖父。这东西的配方可能交由外祖父。可以。不怕外祖父拿来做坏事啊？我知道外祖父不会。不愧是我苏家的女儿，好魄力，有胆气。那外祖父可告诉我，您准备用来干什么？你呀，机灵鬼，来坐，月儿也坐。月儿，上次皇上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吗？外祖父指的是什么？太后、国师。哦，记得。上次他说国师手中掌大庆1/3的兵权，太后手中有一只护龙卫。对，13年前我们那么被动，就是因为这个。当年皇帝是个孝子，他没对太后娘娘设防，才会有当年的事。而如今，皇上暗中创办了安卫阁，再加上我苏家手上的1/3兵权，说不定可以对上。外祖父，我一直想问，当年您怎么会被国师牵制住？他当真如此厉害？若是论兵力，我不比他差，但是此人手段毒辣不说，而且非常卑鄙。当年他用了巫族秘药在你哥哥身上，若要解药，我就得远赴边关，永不回京。巫族秘药很厉害？至少在当时，不论皇上还是我，耗费所有人力物力，我们都没办法给你哥哥解药。难怪，我一直很奇怪，他是皇帝，您是郑国将军，怎么会如此受制于人？此次回来，我已做好了跟他们对上的准备，而且言儿大了，他们不会就这么放过他的。所以上次你们要洗髓丹培养暗卫，这次想要用火药增加一层胜算。是。好，我这就把配方写给您。外祖父，
我信您，我信您会把这东西用在该用的地方，也信您绝不会牵扯无辜。大庆国的战神如此得民心，难道不正是因为您心系苍生，心系百姓吗？好，好。苏恒看着手里的配方，点点头。玉儿，你看看。是，祖父。记下了吗？记下了。好，给我。苏恒接过配方，拿出火折子就点着了。这东西只能留在你脑子里，可明白了？是，祖父，我知道了。此事以后绝不会外传。这事我明天会进宫跟皇上那边也说一下，让他心里有个底。玉儿，你这边自己从军中挑人，这事暗中进行，记住，配方只能你自己知道，需要什么弄不到的，跟祖父说。是，祖父。月儿，明天跟我一起进宫，妍儿那边你再去看看。听说最近天天发脾气，安姨也被调走了。发脾气？哥哥是遇到什么事了吗？你明天自己去问吧。安姨还没来找过你吧？是，还没过来。好了，出去吧。你也去看看你大姐姐。若不是当年，也不至于将府里的姐儿都嫁出京都去，是我愧对了他们呐。外祖父，大姐姐他们肯定知道您的难处的，而且远离京都不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吗？去吧。是，月儿告退。祖父，我也出去了。苏月到外祖母院子时，才发现几个舅母都在。月儿，来见见你大姐姐，你还没见过呢。大姐姐安好。这就是月儿妹妹，母亲在信里跟我提过，真是画里出来的人儿，这也太好看了吧。姐姐第一次见你，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这个镯子水头还行，你别嫌弃，带着玩玩。谢谢大姐姐，我很喜欢。喜欢就好。哎，你快坐下，怎么还如此莽撞啊？你们看看这人，还有没有点孕妇的自觉了？哎，大姐姐这怕是有6个月了吧？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远门呢？妹妹怎知？你妹妹医术很好，我忘了跟你说这个了。真的？那妹妹给我看看可好？看看我这胎如何？哎，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二舅母又没事，自家人嘛。我帮大姐姐把把脉，毕竟长途跋涉的。就是嘛，妹妹给我看看。片刻，苏月皱起了眉。这是双胎？月儿，怎么了？你大姐姐可是有不妥？不是，大舅母误会了。那是怎么了？我看妹妹表情不像是没事儿啊。你说，我扛得住。大姐姐，二舅母是真的没事，这胎相很稳，就是……哎呦，就是什么呀？你要急死我呀！大姐姐，你之前是否一直有找大夫看过？他们都没说什么吗？没有啊，也说是胎相挺稳的，不然我也不会出远门，不是？他们也没说你这是双胎。双胎？真的？真的，你若不信，可找一个擅长此方面的大夫再看看。城东的李大夫，这方面他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去请，快去请！是，奴婢这就去。很快，大夫就过来了，确诊苏雨莹双胎的事情。夜晚，王爷，不知深夜到访是有何事？打扰姑娘了，实在是有急事想找姑娘帮忙。帮忙？也不用深夜爬墙吧？还坐着轮椅爬墙？请说。本王想请姑娘替我医治一个人。救人？是，救人。王爷跟我三师兄很谈得来，相信您找他帮忙医治，我三师兄定不会拒绝才是。何须您如此？苏姑娘误会了，我让姑娘医治的是个女人，宣省医并不是特别方便，所以多有冒犯，还望姑娘不予计较。
可以，什么时候？大概3日之后，还是晚上，我来接姑娘。晚上？对，此人身份有些特殊，白天去恐有麻烦，所以委屈苏姑娘了。哦，好，那3日之后再见。好，那小某告辞了。翌日，苏月又装扮了一番，随外祖父入宫了。妹妹，你今天好早啊！是啊，特意早一点过来陪哥哥说说话，不好吗？好，今天我们一起用午膳。上次都是父皇，害得你连午膳都没用就出宫了。好，一起用午膳。哥哥最近可有好好休养？有的，你让我早睡早起，好好吃饭，还有运动，我都做到了。看脉象还可以。就是一个人在这宫里有些孤单，很想你，想出宫找你。别急啊，快了，最多1个月，哥哥就能出宫跟我一起了。真的，我可以出宫。父皇同意？他同意的。你体内的蛊虫一天不除，我一天都不能安心，所以我要带你去北齐，找我大师兄拿无影花给你去蛊。真的，我可以离开了。是，外祖父和皇上在计划了，不出意外，1个月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太好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出去过。到时候我带你去好好逛逛，北齐那边也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一定会喜欢的。而且等你体内的蛊虫除了，你想去哪都行，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体负荷不了了。时间过得很快，跟萧寒的3日之约就到了。苏小姐，我家王爷让我来接你，请。苏月点点头，跟着萧逸出门。2人都轻功了得，很快就来到了城外的一个庄子上。苏姑娘来了。病人呢？王爷，这就是你找来的神医。是，她是玄神医的师妹，医术不比玄神医差，又是女子，所以请她来看看。这次麻烦苏姑娘了，寒儿不死心，多年来都为我的身体操心，其实我自己都习惯了的。姑娘放心，平常先看就行。姨母怎如此丧气？天下之大，总有人可以治好你的。好，姨母不说了可好，你别生气啊。姑娘请。夫人，请伸出手。苏月认真的把着脉，很快秀眉皱了起来，古怪的看着女子，片刻收回手。夫人，我们都是女子，所以可以让我看看你的腹部吗？姑娘小年纪，医术确实很好。然后闭了闭双眼，掀开被子，露出鼓起的腹部，看起来就像是怀孕5、6个月的样子。苏月伸手在肚子上按了按，平日里什么感觉？会疼吗？偶尔会疼，大部分情况下没什么感觉。好，解开衣服再让我看看。这不用不好意思，我就是个大夫，而且是个女大夫。苏月认真地看着鼓起的腹部，伸手轻轻按压，像是在确认什么。好了，穿好吧，我先给你开几副方子，喝几天。几天以后我过来给你动手术，手术过后好好养一阵就没什么问题了。真的能治？是，但是这治疗的方法估计你没听过，不晓得你能不能接受。女子突然大哭出声，吓坏了众人。不好意思啊，小姑娘，我就是太激动了，我没有想到我这病真的能治，所以情绪一时没有控制住，吓到你了吧？没事，能够理解的。夫人哭出来也好，这女人有什么事情千万不能憋着，会憋出毛病的。小姑娘年纪轻轻，懂得倒是挺多。姨母，你没事吧？没事。苏姑娘，我姨母这病可能治？可以治，需要动个手术，到时候肚子上会留下一道疤。留下疤？对，夫人这病症其实就是肚子里长了个肉瘤，只要开刀把肉瘤切掉就行。切掉？苏姑娘可否详细说说？肚子里长的肉瘤想要去除，
就要在肚子上划一刀，然后把里面的肉瘤切除，再把肚子缝合。怎么可以？人的肚子切开，人还能活吗？不行，这绝对不行！杏梅，千万不可以！驸马爷，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请你离开，请不要再给我带来麻烦了。我只想清清静静的。杏梅，请你离开。好，我离开。但是杏梅，这方法太过冒险，而且闻所未闻，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苏月倒是很能理解，毕竟在这个年代，剖开肚子再缝合这样的事情确实骇人听闻。苏姑娘有几分把握？只要按我说的来进行，我有80%把握。好，我治。这些年来看了多少大夫，没一个人能治疗的。姑娘说有80%把握，我相信她。姑娘，麻烦你开药方吧。好，夫人安心吧，这几天先按照我的方子喝着，等5日以后，我过来给您动手术。好，听姑娘安排。你是涵儿的朋友，就叫我梅姨吧。这次麻烦苏姑娘了。客气，相识一场，应该的。这2事王爷也好好休息，再有2事，您的腿也该治了。多谢姑娘提醒，本王记得。接下来2事，苏月比较清闲。外祖父，您这2事怎么都没去上朝啊？没什么好去的，最近朝堂上天天都催着皇上定下2皇子去北齐的事，我这2天自然要表达一下不满的。嘿嘿，满朝堂的官员都被你们耍得团团转啊，老奸巨猾。这怎么能叫老奸巨猾呢？这叫谋略，足智多谋。最后皇上同意了，满朝都开心了，不是？是啊，最开心的就是皇上了。你呀，最近爱姨那边人选都挑得差不多了，等他那边安排好，你过去看看。要的，想要多一点胜算，这些人还真得花点心思。到时候我也去，我也要看看我们月儿有什么奇招。外祖父可不要小瞧我。是，不敢小瞧。皇宫朝堂上，父皇，儿臣知道您是担心2皇帝的身体，但是儿臣已经跟太医院确认过了，2皇帝这几年经过调理，身体已经无大碍，完全能够胜任前往北齐的任务。是啊，皇上，因着永乐公主的关系，咱们与北齐也算是建立了长久的和平盟约。现在北齐皇子百日宴在即，我们必须尽快定下代表我大清的人选。皇上，前往北齐所需的一系列礼品清单都已经全部准备好了，这个人选确实该定下来了。是啊，皇上，此事不宜再拖。皇上，太医确定2皇子能受得了那长途跋涉？父皇，事关2皇帝的安危，儿臣岂敢胡言？太医院院首亲自确认过，2皇帝的身体已经大好。妍儿也长大了，身为皇子，是该为大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行吧，北齐一事就让2皇子负责，退朝吧。朝堂上文武百官都能深切地感受到皇帝的无奈，而萧慎此时却是一脸自豪，终于可以解决萧炎那个病秧子了。夜晚，郑国将军府。公主，100名人选已经挑选完毕，并且已经服用了您的洗髓丹。这2天众人功力进步神速，公主要不要现在去查验一番？查验说不上，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到你们，去了再说吧。外祖父去吗？一起去看看。行，我去准备点东西，一会儿出发。好，我也让玉儿去看看，她最近收获不小，让她把成品带些过去，也让他们好好长见识。几人2刻钟后出发，很快来到了一处地宫。公主、将军，这个时间是他们的训练时间，属下这就去把人叫过来。阁主，
不要去打扰他们。几人都没有说话，只是观察这100来人的训练情况。这样一支队伍，只要训练得当，实力绝对惊人。二哥，你的东西带来了多少？啊？带来5箱。这东西也不能在地下演练，你一会儿带人去地面上演示给他们看。好。阁主，这里的机关是谁布置的？回公主，是机关第一世家唐家的人布置的，可有不妥？没有，很精妙。我四师兄对奇门遁甲很有研究，到时候我把他介绍给你，或许对这一块有所帮助。谢公主。这100个人，每个人擅长的东西，阁主可有了解？这些人个个都是经过严格训练，最会的就是杀人，其他的有几个善读，有一些善探查，还有几个善机关术。我建议阁主可以把这些了解清楚，然后按照擅长内容的不同，可以给他们分组。以后每一次出任务，不可能所有人都出动，可以一组一组的出动。我的想法是，每一组的成员所擅长的内容最好是全面的，这样有利于他们以后执行任务。任务不同，所需要的人也会不一样。您说呢？属下明白了，会尽快统计出来。我带了一些自制的外伤的药，药效要比外面的好一些，就留在这边备用吧。多谢公主赐药。祖父，我们也上去看看二哥那边的情况吧。翌日一早，玄小三就来了镇国将军府寻苏月。三师兄，这么早，用早膳了吗？用过了，过来找你啊，一起去靖南王府。准备给靖南王用的药了吗？是啊，也是时候了。这药几10年没人用过，也不知道效果如何。按古籍来说，问题不大。三师兄，你等我一下，我准备些东西。两人很快来到靖南王府。王爷这2日可有好好休养？医嘱还是听的。那就好。小五，你来说。王爷，这瓶里只有1颗药，是用蛇灵果炼制而成。这蛇灵果据古籍记载，能让人生出皮肉、经络、骨骼，即使断手断脚都能重生。竟然有如此神药，当真神奇。但是这药效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首先，你的脚筋断了5年了，肌肉估计都萎缩了，所以我需要在你当年的伤口处重新割裂，敷上我配制的药膏，然后服药。接下来至少保证1个月不动弹，任其自己成长。因为你的经络会重新长出，这其中的痛苦也不是常人能忍受的。王爷要做好心理准备。好，我可以坚持。那请王爷进入内室躺好，褪去鞋袜，让小腿到脚踝露在外。我今晚手过来。好的，小一。是。苏月拿起药箱就进了内室。萧统领，一会儿麻烦你按住你们主子，免得他乱动。不用，我不会动的。别逞强。萧统领，麻烦了。是。萧寒此时耳朵爆红，虽然他极力克制，但是只要苏月抬头，就能看出他的紧张与害羞。王爷这几年经常给小腿做按摩。是的。挺好的，这样有助于血液循环。正说着，苏月手起刀落，就听见萧寒闷哼一声。苏月没有停留，在另一脚踝的疤痕处又是一刀，又是一声闷哼。很快上了药，又抹上特制的药膏，用纱布包裹起来，然后拿出刚刚那个瓷瓶递给萧一，为你们家王爷服下。是。这2天最好不要下床，免得动了伤口。过2天可以坐轮椅，也不要动伤口。好的，记下了。苏月抬头看向萧寒，发现他脸色有些苍白，额头汗水都流下来了。在他俯身给他擦汗时，他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药香。他起身后，药香就没了。他觉得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还想，王爷可还好？还好，麻烦姑娘了。客气。这2天王爷安心躺着，能不动就不要动。过2天我去给梅姨做手术，到时候就让萧统领跟我去吧。不行，我不大放心姨母，还是去看着才好。苏姑娘放心，我坐在轮椅上，绝不会动到伤口的。你若想去也可以，
主要是怕你到时候自己受不了。毕竟接下来这药效发挥，人也不好受的。多谢姑娘关心，我会量力而为的。行，那后日晚上过去。好的，届时我去接姑娘。行啊。啊，对了，我一直想问你来着，上次那个中年男人是谁啊？我听梅姨称他驸马，他是哪个驸马呀？哦，是长公主的驸马。长公主？苏月想起之前跟他作对的萧广兄妹，好像就是长公主的孩子。是，长公主当年看上了探花郎李旭，就让皇上赐婚，强行嫁给了他。但其实李旭早就跟姨母……算了，都是长辈的事情，不说了。苏月听八卦正听得起劲儿，他竟然就不说了，郁闷。他幽怨地看了萧寒一眼，顿时让萧寒心脏狂跳。怎么这样啊？说一半留一半，这不是折腾人吗？萧寒尴尬。皇宫御书房，太后估计还有10天就要到京都了，我们的事情进展如何了？月儿的新武器已经在大批量制作，由雨儿负责，现在已经熟练。皇上，新挑选出来的100名暗卫已经开始训练，服用过洗髓丹过后，功力都大有精进。苏将军已经来教授了火药的使用，目前看来一切都很顺利。那你觉得跟太尉手里的护龙卫比如何？或许可以一战。好，继续训练，其他暗卫也不能放松。火药可以都见识一下，月儿给我们增加了一个大助力呀。皇上，前往北齐的人马都确认了吗？二皇子去往北齐，得多派些可用之人才行。差不多了。有2个将军可以长长眼，青年才俊，跟妍儿年纪相仿，可用。是时候为以后做些准备了。妍儿也需要自己的人才行。是哪2位青年才俊？一个是户部徐彻的嫡次子，一个是永安侯嫡子。微臣对此2人没有印象，既然皇上都觉得好，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安姨，你挑选好人马，此次暗中保护好二皇子和公主，不得有误。是，属下遵命。趁着妍儿离宫这些时日，有些事也该处理了。夜晚，又到了跟萧寒约定的日子。苏姑娘，王爷挺准时啊，我准备好了，走吧。哦，好的。萧寒绝不承认他刚刚是看呆了，面上虽不显情绪，但泛红的耳尖透露着他的内心。苏月多精明的一个人啊，内心偷着乐呢。这个萧寒不错，看样子应该比他大几岁，5岁7岁，得打听打听，交个男朋友倒是挺不错的。毕竟2辈子他也没谈过恋爱，尝试一下也无不可。到城外的庄子的时候，又看到了驸马爷依旧在门外站着，真有毅力啊。王爷，真的不再找其他大夫看看？要剖开肚子，人还怎么活？王爷，请您劝劝青梅吧。驸马爷是以什么身份来劝？况且此事是姨母自己决定的，我尊重她的想法。况且苏姑娘是我找来的，她的医术我相信。我知道，即使我跟她相识一场，总归是希望她好的。那就请驸马爷尊重姨母的决定。姨母是个聪慧之人，她做的决定肯定有她的道理。苏姑娘，请。苏姑娘来了。是。梅姨这几天感觉如何？药都按时喝了吗？好，药也都喝了。寒儿的腿治了。是的，姨母。那你怎么不好好休息？你的腿这样没事吗？没事的，我天天坐着轮椅，不会有问题。梅姨放心，只要王爷双腿不失力，坐在轮椅上是没事的。那就好。寒儿这孩子脾气倔，我怕他因为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麻烦苏姑娘了。不麻烦的，我是医者，这是我该做的。女子一脸欣慰，看着苏月，越看越满意。
再看看萧寒，他突然觉得这两人站在一起还挺配。苏姑娘，我们开始吧。需要我们做什么？小莲姑娘留下来帮我打下手就好，其他没什么，该准备的我都准备好了。好的，那我们在门外等着。萧寒几人离开并关上了门。小莲姑娘不用紧张，一会儿手术过程中，你只要按我的要求给我递工具就行。梅姨不用紧张，这是我自己调制的麻沸散，你喝下去人就陷入昏厥，感觉不到疼痛。等你一觉醒来，手术也结束了。好，听你的。两个人配合默契，每一步都进行得很顺利。姑娘，苏月看向她，小莲姐姐放心，手术很成功，梅姨再过3-4个时辰应该就能醒来了。谢天谢地，多谢姑娘大恩大德，小莲给您跪下了。小莲姐姐不用如此，我再开个方子，接下来还是要好好养一阵的。好的，多谢姑娘。苏月写好方子递给小莲。新梅呢？新梅怎么样了？人没事，现在还在昏迷，过3-4个时辰才会醒来。姨母如何？手术很成功，放心吧。没事就好，辛苦苏姑娘了。王爷还是这么客气，您也别一直苏姑娘苏姑娘的叫我了，叫我月儿吧。苏月说的很自然，但是他是故意的。萧寒一愣，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怎么了吗？没事，那就多谢月儿了。耳尖又红了呢，真可爱。今天是不能回了，要等梅姨醒来。有房间可以休息吗？有些累了。有的，我带月儿去。好。需要我派人去镇国将军府传个信吗？你一夜未归，明早……不用。我昨天跟外祖父外祖母说过，今晚来城外采药，明天再回的。哦，好。这么晚了，王爷饿吗？要不要来碗面？啊，不饿。那王爷陪我一起吃碗面吧，有些饿了，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这姑娘何止勇猛啊，总觉得她是在勾引自家王爷，但是一个13岁的小丫头应该不会有这么多心眼儿吧？好，我让人去做。不用了，带我去厨房吧，我自己做。好。三人到了厨房，苏月看了看食材，很快的做了3碗面。来，一起吃吧。萧统领，你也一起啊。还有我的？对啊，这么晚了，肯定都饿了，简单吃一点吧。我出去吃吧，姑娘和王爷在这边吃。不得不说，这个萧一很有眼力见呀。王爷尝尝看我的手艺。好。怎么样？很好吃。好吃就行。萧寒看的又是一阵心脏猛跳，一不小心就被呛到了。怎么那么不小心啊？来，先喝口水。萧寒的脸烧得更红了，低头就着杯子喝了2口。好多了，多谢月儿。王爷不用对我如此客气的，吃吧。门外的萧一，他总感觉自家王爷被调戏了，但是他没有证据。翌日一早，苏姑娘，我家小姐醒了，能麻烦您过去看看吗？好，稍等。梅姨感觉怎么样？感觉挺好的，就是伤口还有点疼。那是正常的，麻沸散的药效过了，伤口就疼了，这需要忍一忍了。麻沸散虽然能减轻痛苦，但不利于伤口愈合，所以就不给您用了。好的，我听你的。没事儿，这点疼我可以忍受的。伤口再养一阵，每日按时服药，过几天我再来。好，多谢你了。等苏月跟萧寒回城后，天已经大亮了。苏月看着路边的早点铺子，王爷，这一大早的我们还没用早膳呢，一起吧。我看那家的豆腐脑不错，去尝尝。月儿想吃了，那就一起去尝尝。大叔，3碗豆腐脑，1份汤包，1份桂花糕，1份……苏姑娘，小的用过早膳了，不用算小的。
用过了。哦，那就2碗豆腐脑，1份汤包，1份桂花糕吧。萧逸确实很有眼力见，以后得多照应着点。哎，好嘞，客官稍等啊，很快就来。王爷没在这样的店吃过饭吗？是，第一次。那岂不是少了很多乐趣？听说很多小吃都是在这样的小店才能吃到呢。听说，月儿以前也没有过。我这些年一直在山上，这次也是第一次下山呢。不过我几个师兄早就出来游历了，经常会跟我说外面的世界。在山上，你都做些什么呢？萧寒也想多了解苏月。在山上就练练功啊，看看医书，弄弄药，虽然简单，但我也挺喜欢的。王爷呢？我从小在京都长大，12岁就上了战场，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小姑娘，你们点的东西好了，请慢用。好，麻烦老板娘了。不麻烦不麻烦。小五，妹妹，小五，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怎么跟这个王爷在一起啊？妹妹，你是跟王爷约好了来吃豆腐脑的？哦，小五，你怎么能这样呢？约别人来吃豆腐脑，你怎么不叫我的？你现在有好吃的都不叫我了。萧寒一脸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而苏月则是有一种跟男朋友约会被家人抓包的感觉。啊，我跟王爷有事，忙完了饿了，刚好经过这店铺，就在这儿吃点。有事？什么事啊？而且还那么早？不对，妹妹，你不会是昨晚都没回去吧？我是昨晚上山采药了，跟外祖父外祖母说过的，然后回来碰上王爷，就顺道看看他的伤势恢复的如何了。哦，那王爷这么大早的是干嘛去啊？还管到我头上来了。公事。你们呢？这一大早的就是为了来吃豆腐脑？小五，你不知道吧？你别看这家小店有些其貌不扬的，他们家的豆腐脑可是远近闻名呢。我早就想过来吃了，但是一直没排上。呵呵，没排上？你前面到底排了多少家好吃的？行了，碰到了就一起吧。老板娘，再给我来2碗豆腐脑。哦不，4碗，再来2份红糖糕，2碗油泼面，2份汤包。哎呦，好好好，很快就来。王爷先吃吧，这豆腐脑要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小五，我们刚才还点了不少，等上来一起吃。一起吃啊。那个王爷，你先吃豆腐脑，一会儿我们点的上来了，你再吃些糕点什么的。眼看苏谦就要朝最后一个汤包下手了，苏月飞快夹起放在了萧寒碗里。王爷尝尝这个汤包。苏谦尴尬，萧寒嘴角带笑，耳尖又红了。多谢月儿。不对劲，肯定不对劲。这王爷什么时候跟妹妹这么熟了？月儿还叫那么亲热。几人就在这怪异的气氛中用完了早膳，然后就各自回府了。玄小四也跟着苏月、苏谦去了镇国将军府。小姐回来了，累了吧？要不要先用膳？不用了，我用了早膳回来的。泡壶茶过来吧。有事说事。小五，你跟那个王爷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那么熟了？他怎么叫你月儿了？对呀，妹妹，你们俩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啊？就是觉得王爷那人不错，多接触接触罢了。人不错，多接触。怎么了？妹妹，你看上靖南王了？苏谦感觉自己要疯了。你还恩？你恩个屁呀！要是被祖父知道了，那个靖南王腿都要被打断。哦不，他的腿已经断了。妹妹，那个靖南王吧，他长得还行，但是他不能走路，你知道的吧？知道啊，不过那是暂时的，我跟三师兄帮他治疗过了，再过一阵就能痊愈了。治好了？不过这消息不要外传啊。祖父知道？知道啊，最初是大哥找到祖父那边，祖父同意我去帮忙看看的。那祖父知道你对那个靖南王的……知道什么啊？知道我看上靖南王了。小五，你看上那个王爷了？
那怎么行呢？怎么不行了？靖南王挺好的，长得也好看。可是，你们别想那么多啊！我现在还在观察接触阶段。妹妹，你是不是看上人家的脸了？这看男人呢，不能光看脸的。哦，那靖南王不是说年纪轻轻就立下赫赫战功，是个英雄吗？是，但是他太老了，他都23了，大你10岁呢。10岁啊，那是大了一点。对啊，那个王爷大你10岁呢，太老了。小五，我们还是找个年轻的吧。但是他看起来很年轻啊，而且成熟稳重，让人觉得挺安心的，而且很纯情。而且什么呀？哎呀，妹妹，咱不能换一个人吗？为什么？你觉得靖南王不好？也不是不好，他自小就优秀，青年才俊，上了战场也是战无不胜。但是吧，哎呀，靖南王府敌人太多，你真要看上他了，以后会很麻烦的。敌人？谁啊？我是偶然听到外祖父说的，据说太后对靖南王府恨之入骨，靖南王的父亲之死，估计也跟太后有关。而且太后暗地里不止一次的安排人刺杀过靖南王，听说5年前的事也跟太后有关。太后啊，那就更不用担心了。我跟太后也有仇呢，那不是正好吗？那皇上对靖南王什么态度？皇上对靖南王府是心怀愧疚的，但是太后是皇上的亲娘，她能怎么办嘛？皇家跟靖南王府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这太后真的是，哎呀！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仇？这就不清楚了，我就听外祖父说是上一代人的事情。上一代？那应该是太后跟老靖南王。不会吧？那小五，那你以后要嫁给那个王爷吗？你以后不回白云山了？四师兄，你想哪儿去了？我还小呢，现在只是先看看。可是那个王爷不小了。对哦，这事目前就只能我们3个知道，不能让别人知道，可明白？小五，你相信我，我绝对会替你保密的，绝对不对别人说，连三师兄都不说。这狗腿子！妹妹，我也不会往外说的，你放心吧。行吧，那你们先走吧。我昨晚上山采药累了，要休息。这些东西你们拿去分了。2个人乐呵乐呵的离开了。真好骗。三师兄，你又在研究什么呢？你给我放下，一边玩去，忙着呢。靖南王那边该去检查检查换药了，你不去？我没空，你替我跑一趟吧，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你的事干嘛推给我？什么叫我的事儿啊？那不是你的病人，人要有始有终。行吧，确实我最近也没什么事，那你忙吧，我走了。刚出了府，苏月就露出一抹笑意，她可以光明正大的上门了。王爷，苏姑娘来了，快请进来。王爷，这2日可还好？挺好的。月儿来是有什么事吗？啊，三师兄最近有些忙，让我过来看看你的恢复情况。哦，好。麻烦萧统领帮忙把王爷的鞋袜退下。是。真不愧是蛇灵果，药效惊人。这几天王爷感觉如何？尚可。伤口恢复的很快也很好，药效发挥的很好。当时是没有给王爷用麻沸散的，因为会影响药效。蛇灵果这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为了能发挥它的最大功效，只能辛苦王爷了。不辛苦。王爷自己有什么感觉没有？这几日，尤其晚上睡觉，伤口处是有些疼痛的。会被疼醒吗？会。看来是很疼了。苏月拿出空间盛产的灵泉水，用帕子沾湿，替他擦拭伤口处，然后重新抹上特制的药膏，包扎好，然后又替他穿上鞋袜。萧寒这下不仅仅是耳尖泛红了，整张脸都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晚上如果实在疼得难受，就喝1瓶，或许能缓解一些。好。哎呀，这都中午了，
王爷不介意留我用个午膳吧？那是应该的，麻烦月儿跑这一趟了。萧一，下去安排。是。王爷平时都在书房办公？是的，平时在书房的时间比较多。上次来看到你跟我三师兄下棋，王爷擅长下棋？还行，祖父喜欢下棋，所以从小跟着学了一些。哦，真是个呆子，问一句答一句。月儿呢？喜欢下棋吗？不喜欢，也不会。那你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呢？苏月笑了，平日里就是捯饬药草还有毒物，我喜欢研究这些。要说别的，我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吃食，也会自己做。哦，月儿善厨艺，难怪上次你做的面那么好吃呢。我会的东西可多了，以后有机会多做几样给你试试。好，不麻烦的话。不麻烦，就是王爷的未婚妻会不会介意啊？未婚妻？我没有未婚妻的。月儿是听说什么了吗？啊？哦，没有啊，我也没听说什么。苏月低下头。我曾经有个未婚妻。我去，还真有。三哥怎么没跟我说过？是曾经，5年前伤了后，婚约就解除了。哦，是这样啊。是的，所以现在我没有未婚妻的。那你对之前的未婚妻就要说一半留一半，你自个儿去体会。没有，其实之前的未婚妻是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定下的，我并没有见过，我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然后5年前的事情发生后，女方主动要退婚，我也无所谓就退了。不会觉得生气吗？在那个时间，应该是你最难的时候。说不生气是骗人的，毕竟我父母当年能定下亲事，说明2家关系很好。但是他们连1刻都等不了，急急的来退婚，我为我父母不值。他们真心相交的人家，在关键时候却是第一个抛下我们的。那是他们的损失，你那么优秀，有他们后悔的。不过后不后悔的我也无所谓，反正我也不喜欢了。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你这样的。苏月低头不语，实则心里乐开花了。月儿，你是生我气了吗？你别生气，你要是不喜欢我也没关系啊。我喜欢的。真的？月儿，你也喜欢我的对吗？哎，你现在还不能站，腿还不能施力的。月儿，你说的是真的吗？嗯。苏月面上害羞，心里已经乐疯了。还好先定下来了。那你得等我。什么？就是我三哥说你现在20出头了，说你会急着成婚，但是我还小。我等你，我会等你的。你现在13，等你16，我就去将军府提亲。其实我下个月就14岁了。王爷，饭菜准备好了，您跟苏姑娘移步饭厅用餐吧。好。月儿，我们去吃饭吧。好，王爷，我们的事情还是暂时先不要跟我外祖父说吧。怎么？你怕将军不同意？你放心，这个交给我，我会好好跟他去谈谈的。不是，外祖父外祖母想多留我几年，觉得我还小。他们现在如果知道我怕外祖父会为难你。我不怕。也不是一直如此，我过一阵要去北齐，等回来我再跟他说，可以吗？你要去北齐？有些事情我暂时……没关系，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等我把事情处理好了，我再跟你说说我的事。好。两人腻腻歪歪了一下午，谈天说地，时间过得很快。我要回去了，答应了外祖母回去陪她用晚膳的。我送你回去。不用了，我明天再来。最近三师兄很忙，就由我来看看你恢复的情况。好，我让萧一送你。
工具人萧一把苏月送到了镇国将军府门口。哎，萧统领，你们平日里负责王爷的安全，辛苦了。这些东西你拿着，都是我调制的，比外面的药效要好一些。萧一怔愣着，拿了一个小包袱，他打开一看，里面瓶瓶罐罐10几瓶，都是好东西啊。萧一瞬间把苏月当成自己人了，以后说不定就是女主子了。苏月刚进院子就看到了苏谦。三哥，你在等我吗？你去晋南王府了？啊，对啊，怎么了？你去干嘛呀？我三师兄最近忙着研制新药，没空，让我去帮他看看王爷的恢复情况，顺便换药。真的？这有什么好骗你的？那你也不能一个人去，以后要去的时候叫上我一起。三哥，你想干嘛？我没想干嘛呀，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自己独自一人上门给别人看病呢？不安全。那三哥，你是能帮我打架，还是帮我看病啊？不管如何，你都不能一个人去。不行。为什么呀，妹妹？那个晋南王都那么大年纪了，你还小，不合适的。我知道你喜欢他，但是像晋南王这样的人，肯定不喜欢你这么小的。他喜欢啊。啊？什么？他说他喜欢我这样的。他说的？他为什么跟你说这个呀？你们俩的？对啊，我们俩在一起了。怎么那么快？不是你说的，他年纪大了，要是急着成婚怎么办？我当然要先下手为强啊。我们俩就是互相表明了心意而已。互相表明了心意而已？对啊，毕竟我还小啊。他答应等我3年再跟外祖父提亲。提亲？对啊，提亲。我可是很认真的选对象好吗？当然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你们这才刚开始就想着提亲了？三哥，我是很认真的好吗？有句话叫做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那是不道德的。什么恋爱，什么耍流氓？哎呀，我不管你了，我就当做什么也不知道吧。早知道就不那么八卦了，不知道多好啊。这个太后想干什么？一回宫就要找月儿麻烦吗？外祖母，您别生气，不就是一个宫宴吗？又不是我一个人，到时候外祖父也会去，不会有事的。月儿，你不知道太后这个人不是个简单的女人，年轻的时候就是如此，现在是越老越阴狠毒辣了。没事的，您别忘了，我还是北齐的永乐公主，她也没办法对我做什么的。我就是不放心，若不是这个狠毒的女人，你娘当年也不会。还有你哥哥，都是这个女人。外祖母，您放心，这些仇我们都记着，总有一天会报的。哎，外祖母知道你有本事，但是宫里面那些肮脏手段也要注意。宫里的女人呐，明面上不会做什么，暗地里什么都敢。好，我知道的。子衣跟青莲都是懂宫中规矩的，子衣也是个沉稳的，你都带在身边。外祖母知道你独来独往惯了，但今天一定要带上，知道吗？知道了，外祖母。凤兰殿，这位就是苏姑娘吧？真是不懂规矩，皇后娘娘都在宫里等半天了，您才姗姗来迟，架子可真够大的。子衣，今日宫宴时间是何时？回主子酉时。那现在什么时辰？回主子，现在刚过未时。哦，那我们迟到了吗？主子，时间还早呢。其他女客都已经到了，就苏姑娘最晚。姑娘可真是让人好等啊。我一没迟到，二没坏规矩。嬷嬷这是来故意找茬的。你是皇后娘娘宫里的，难不成是皇后娘娘吩咐的？你放肆！皇后娘娘也是你能智慧的。放肆！本宫是北齐的永乐公主，太后娘娘邀请我来赴宴，我好好的按规矩来给皇后娘娘请安。
大庆的皇后娘娘就是这样对待北齐公主的。也罢，既如此，走吧。看来皇后对我北齐意见很大呀。老太婆一听，顿时吓得满头大汗。公主恕罪，是老奴的错。皇后娘娘怎么会对北齐有意见呢？都是老奴自作主张，一切都是老奴的错，是老奴狗眼看人低。行了，那现在是让我进还是走？进，公主请。哟，这是谁呀？那么大架子，让所有人都在等着。给皇后娘娘请安。皇后就跟没听到似的，继续跟其他女眷聊着天。这是在给我下马威。放肆！真是乡下来的丫头，一点规矩都不懂。皇后娘娘在此，竟然不知道下跪行礼问安。难道这皇后比皇上还大？我见皇上都不用下跪，怎么见皇后反而要下跪了？你……哎呀，皇后娘娘怎么了？是不舒服了吗？来人呐，快宣太医！然后扶着皇后就进了内殿。仪式宾客都很诧异，看了看苏月，开始窃窃私语。是那个女人，是那个女人把孩子生下来了，一定是。皇后娘娘，您消消气。嬷嬷，你也看到了吧？我终于知道了，一个小小的孤女怎么会入得了苏恒的眼？皇上还为了她罚了圣儿。原来如此，啊！娘娘，您别这样，别气坏了身子。气坏了又如何？苏锦云，她竟然把孩子生下来了！嬷嬷，你也看到了那张脸，一看就知道是他跟皇上的孩子，真是个笑话。娘娘，就算她是皇上跟云妃的孩子又如何呢？一个女孩罢了，不会影响到靖王殿下的。我就是不敢信，我不敢信。嬷嬷，你说苏锦云那个贱人会不会没死？她能在那样的情况下生下孩子，会不会人还没死啊？娘娘，您冷静些。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老奴觉得云妃肯定已经死了，不然以皇上的性子，还能不把人接回来？是啊，皇上那么爱她，如果她还活着，肯定是要把人放在眼前的。是啊，所以啊，人肯定是死了，所以娘娘可以放宽心。放宽心？我倒是羡慕苏锦云，就算死了，还能拿捏住皇帝的心。这10几年来，你看皇上去哪个宫里过？啊？人死了还要为他守着，一国皇帝真是可笑。皇后娘娘，慎言呐！哼，慎言什么慎言？我怕什么？反正在他眼里，根本没我这个皇后。娘娘还有靖王殿下呀！娘娘想想殿下，想想以后。是啊，我还有圣儿，我的圣儿以后会是皇上，我就是太后。他苏锦云呐，早早就死了，很快他的儿子也要去陪他了，还有他的女儿，一个都不能落下。快去把靖王叫来，快！是，老奴这就安排人去找。靖王接到皇后的消息，很快就到了凤兰殿。母后，什么事这么急着找儿臣？母后可是身体不适，脸色怎么如此难看？是不是宫里人没照顾好？来人！不怪他们，你别动怒。那母后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慎儿啊，你可知那个苏月是何人？苏月？萧慎一脸嘲讽。那能是什么人？一个乡下丫头，
机缘巧合被苏寒那老匹夫收做了孙女儿，哼，竟然还是北齐皇帝的师妹。可即便如此，她出生乡野，依旧改不了身上的土气。沈儿，我们都被皇上跟苏恒那个老不死的骗了。什么？被骗了？母后，怎么回事啊？苏月是苏锦云的女儿。苏锦云？就是当年的云妃。苏月是云妃和你父皇的女儿，萧炎的小杂种的妹妹。什么？怎么可能？怎么会如此？13年了，你可能已经忘了苏锦云的贱人长什么样了，但是我却忘不了。所以我刚刚看见苏月那臭丫头，就知道她是苏锦云跟皇帝的孩子。她的眉眼跟苏锦云的狐妹子一模一样，鼻子跟嘴巴像皇帝。母后可能确定，或许只是长得像呢。盛儿，你仔细想想，苏恒是什么人？他会随意认一个乡下丫头做孙女吗？还有上次，就算你先出手，但是受伤的是你，你是皇子，关乎皇家颜面，皇帝竟然不闻不问就罚了你，为什么？若是真的，父皇为何不认回他？按父皇对云妃的情谊，当不会让他继续流落在外。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是盛儿，此次出使北齐之事一定要安排妥当。母后不仅要萧炎回不来，苏月也一样。母后放心，本就没有打算放过他，儿臣因他受此大辱，怎可能让他活着？那此次安排定要万无一失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活着回来。母后要相信儿臣，此次绝对做好了万全准备，定让他们死无全尸。好，不愧是我的皇儿，杀伐果断，定能成大事。所以母后切不要为了这么个上不了台面的乡下女子生气，无端堕了身份。盛儿说的是母后一时没想明白。这就对了，可不能因为这么个人把身子气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好，母后知道了。哦，对了，苏家老大那边怎么样了？苏玉此刻恐怕已经身首异处了，母后等着吧，消息很快就会传回来，儿臣一定第一时间就把好消息告诉你。好，真是本宫的好皇儿。行了，你去忙你的吧，本宫也该出去了。那些女眷呀，也都是些嘴碎的，可不能让他们说了去。那儿臣就先忙了，今天来了不少青年才俊，儿臣要多跟他们谈谈正事。我儿如此上进，大庆之幸啊。皇后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已经恢复了往日的从容，她没有再看苏月一眼。本宫刚刚身体不适，休息了会儿，让各位久等了。皇后娘娘身体不适，应该休息才是，是我们打扰到皇后娘娘了。是啊，皇后娘娘，都是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气到了娘娘。哼，有些人呢，就是个乡下泥腿子，一点规矩都没有。哟，都在呢，见过皇后娘娘，今儿个起晚了，勿见怪啊。来人是长公主萧凌云。紫衣小声地跟苏月介绍，她想起了之前寻她晦气的萧子涵跟萧广，正是这长公主的孩子。皇后平日里也看不上萧凌云的放浪形骸，很不耻和她为伍，但面子功夫还是要做的。不晚，长公主入座吧。哼，太后娘娘回宫，皇上因此设了宫宴，一会儿就到时间了，大家要么就过去，听皇后娘娘安排。皇嫂，怎么我刚来就要走啊？您这是不想看到我？怎会？长公主想多了。本宫是看时辰到了，免得还让皇上跟太后等我们，还是早些去的好。怎么，拿皇兄跟母后压我？凌云，别胡闹！今天是什么场合你不知道吗？多大的人了？我胡闹怎么了？既然你不想走，那你就继续待着吧。我们得去宫宴了。
哼，一群趋炎附势的女人。苏月此时也缓缓起身，准备跟着人群去赴宴。喂，你是何人？见过长公主。你，在下苏月，北齐公主。苏月，你就是苏月，就是你给我儿下毒，还欺负我寒儿。长公主慎言，我可没下过什么毒。对于萧姑娘，我也只在琳琅阁见过一面而已，何来欺负一说？哼，牙尖嘴利，难怪我儿他们会折在你的手上。长公主说什么我听不明白，我也要去前面了，可不能迟到，就不陪公主闲聊了。苏月没等萧凌云反应，就转身离开。哼，一个泥腿子还敢跟我横！小翠，你去把小安子找来。是，奴婢这就去。敢欺我儿女，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哼！苏月来到前殿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到了，但是皇上跟太后还没到，不算晚。皇上驾到，太后娘娘驾到。皇上晚安，太后娘娘晚安。众位请起，落座吧。这位姑娘是谁呀？为何不下跪行礼？回太后娘娘，本宫乃北齐永乐公主，因着在北齐，皇上就免我行跪拜之礼。到了大庆以后，皇上得知此事，也免了我跪拜之礼。我什么时候免你行跪拜之礼了？你不想跪就不跪，还非要推到我身上。母后，是有这么回事。永乐是北齐公主，因为她，我们大庆才能和北齐达成友好关系，实在是功不可没。所以朕也免了她行跪拜之礼，总不能让她在我们大庆反而要低人一等吧？哦，那确实是大功一件。谁说不是呢？若不是镇国将军认了她为孙女儿，我们大庆也沾不了这个光呢。啊，镇国将军倒是眼光独到。谢太后娘娘夸奖，老臣愧不敢当。哼，老将军不用谦虚，本宫说你眼光独到，那定然是。这些年在边关，将军辛苦了，以后在京都就颐养天年吧。母后，开宴吧，大家都等着呢。皇后，开宴吧，还等什么呢？这还要朕提醒你？是臣妾的错，臣妾这就安排。接下来就是各种歌舞表演，各种寒暄。皇上，今天这么热闹的日子，怎的没有看到靖南王呢？哦，靖南王自5年前伤了以后，就一直深居简出，近2年已经很少参加宫宴了。哦，这5年来身子也没治好。是啊，朕也曾贴榜寻找各地名医，都没有成效。寒儿这孩子，当年是多么神采飞扬，可惜了。哀家也有几年没有见到他了，甚是想念。明儿个就让他进宫陪哀家说说话。母后还是让寒儿自己想通了再说吧，毕竟这孩子这些年实在是遭了罪了。怎么，哀家就是想见见他也不行吗？好歹是手握一方兵权的王爷，就如此不堪打击。母后误会了，寒儿这些日子毒发卧床不起，刚请了太医，所以5年了还是如此。偌大的靖南王府，岂不是连个主事的都没有？怎会呢？靖南王府人才辈出，个个都是能人。母后刚回来，就不说这些了。来，儿臣敬母后一杯。难为皇儿如此孝心了。皇上，过些日子妍儿就要出使北齐了，臣妾已经吩咐过太医院，挑选几名医术好的太医随行，时刻看护好妍儿，这样您也放心一些。还是皇后想得周到，甚好，皇后辛苦了。这是臣妾该做的，当不得辛苦。狗男人！武皇突然觉得后背有一丝凉意，
这是演戏呀，闺女。妍儿要出使北齐，她的身子撑得住。皇祖母，二皇帝这些年来身子养好了很多，他都已经18了，也是该做些实事了。您放心，孙儿跟太医们再三确认过，二皇帝身体没有大问题的。慎儿做事，哀家放心，一定要叮嘱太医，路上好生照顾着。是，孙儿一定安排好，您放心。太后虽然不在宫里，但是宫里的大部分事情她还是清楚的，对于苏月的身份也早就知道了。本还有些怀疑，今天看到这张脸，也就没什么疑惑了。行了，哀家乏了，回去了，你们继续吧。臣等恭送太后娘娘。此时，一个小太监端了一壶茶和点心放到苏月的桌上，其他桌上都是由宫女送过来，只有他这边是有一个小太监送过来的。仔细观察，还能发现他双手微微颤抖，这是来活了。苏月自己倒了一杯茶，拿起来闻了闻，眼神微闪，还真不是什么好药，然后一口喝下。躲在柱子后的小太监看到以后，就转身匆匆离开。我有点闷，出去走走，你们俩别跟着。小姐，我们跟您一起去。是啊，小姐，我们跟着您吧。不用，放心吧，很快就回来。你们在这边待着。哼，小贱人，看你怎么死！苏月走出大殿，往一处花园走去，然后就开始步履不稳，扶着一处假山的山壁。公主，您怎么了？我没事，有些头晕罢了。旁边就有供宾客休息的屋子，奴婢送您过去休息休息。好吧，我可能真的是累到了，你扶我过去。是。此时苏月一直喊着热，甚至扯开了衣领，小宫女看着更是开心。公主，您先在这里休息，奴婢就先出去了。好，你去把我的婢女寻来，告诉她我在这边。好的，奴婢这就去。苏月听门外没有了声音，才恢复清明的神情。小侯爷，人就在里面，您快进去吧。小侯爷？哪个小侯爷？你确定？是的，奴婢亲自把人带过来的，走的时候还上了锁呢。行吧，那你赶紧开门。哼，还真是这贱人。你出去吧，把门带上。是，奴婢这就出去。你这妖女，上次竟敢下毒害我，这一次落在小爷手上了吧？哼！还没等他碰到苏月，苏月双眼睁开，满是凌厉。苏月一脚踩在刘志的背上。小侯爷，好久不见啊！妖女，你松开！我爹很快就来了，你要敢伤我，我爹不会放过你的。小侯爷这是还没断奶呢，遇到事情就找爹啊！你快放开我！哼，识相点，我问你什么，你照实说。好，你问。是萧凌云让你来的。长公主，不是，我没遇到长公主啊。我刚刚喝了酒，想出来透透气，就有个小宫女过来找我，说你喝多了，在这边休息，所以我就让她带我来了。一个小宫女的话你也信？我看到你出来的呀，所以你是跟着我出来的？不是，我就是喝多了出来透透气呀。哼，行了，本姑娘也懒得跟你掰扯，你就在这待着吧。一会儿来人，知道怎么说吗？我知道，我就是喝多了，找个房间休息。说有人问你有没有遇到我？没有，就我一个人，没有看到别人。怂货，记住你说的话。而此时宴会外，什么事那么急呀？竟然敢找到这里来！你要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仔细着你的皮。公公，奴婢有要事禀告。说。小宫女微微凑近胖公公，低声耳语了几句。你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奴婢亲眼看到的。好，你赶紧去看着，我现在就去禀告皇后娘娘。此时胡公公跟他禀告后，他有一丝的为难，思索了片刻，他还是没忍住把这事儿跟皇帝汇报了。朕喝多了，
众爱卿随意。说完，就阴沉着一张脸离开了。只有长公主萧凌云此时笑得意味深长。可正当她也要前去看看时，就看到苏月从殿外走来。他怎么会在这里？他不是应该……小姐，你终于回来了，你去哪儿了？怎么那么久啊？我就是去外面吹吹风，没事。怎么皇上跟皇后都走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离开了？月儿，刚刚出去了。祖父，出去走了走，遇到点小插曲，我解决了。走吧，跟祖父回家。可以走了。皇上皇后都离开了，我们自然也可以走了。皇后，这就是你说的重大的事情。臣妾参见皇上皇后娘娘。芝儿，你怎么会在这儿？回皇后娘娘，我宫宴上喝多了，所以过来休息休息。您跟皇上怎会来此？就你一个人吗？是啊，就我一个人。你没看到别人吗？别人？什么人？没有啊，我就是刚来的时候见过一个小宫女，其他人就没见到了。哼，不知所谓。皇上！黑风山，一息警戒！黑衣人中一持长枪之人攻向苏玉，但两人身手不相伯仲。若不是现在是敌对状态，苏玉都想与此人交个朋友了。黑衣人也暗自感叹，看着年纪轻轻，身手着实不错，怎么会是个贪官污吏呢？等一下，这是什么操作？正打着呢，怎么还要等啊？你的令牌给我看看。苏玉似是想到了什么，拿出令牌扔给黑衣人。你怎么会有这令牌？别人赠的。何人？与你何干？那我再问你，武林盟主段天涯跟你什么关系？舍妹是段盟主的同门师妹，这令牌也是他所赠，说是可能会用上。真跟那妖孽有关系？都给我停手，别打了！所有人停手！周疯子，怎么回事？你先看看这是什么？我去，这不是那人的东西吗？喂，你不是贪官吗？怎么跟段天涯扯上关系了？在下苏玉，出自镇国将军府，此次负责押送救济粮去灾区，还望各位行个方便，苏某感激不尽。镇国将军府？周疯子，这好像是个清官吧？战神呢？我知道的呀。你真是出自镇国将军府？千真万确。他娘的，我们被人忽悠了！说什么杀贪官？这是谁传来的假消息？想害死人呢？现在整个江湖都知道啊，北方旱灾，朝廷不作为，好不容易等到朝廷给粮了，竟然让个贪官负责押送，那还能好啊？那北方的百姓不都得饿死？我们也是做好事，行侠仗义呀。这怎么就这样了？到底是谁传出来的消息？这是要借刀杀人呢？想利用我们江湖人一腔热血跟镇国将军府作对，更有甚者还会毁了此次的救济粮。他妈的，太他妈狠毒了！兄弟啊，抱歉啊，我叫马大勇，这是周疯子，还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这次呢，真的是听信了他人错误的消息，给你们添麻烦了啊！各位好汉，咱们算是不打不相识。我也不知道如何会有这样的消息传出，但是我苏玉向各位保证，我们不是贪官，真的是受命去押送救济粮的。苏兄弟好兄弟，不愧是镇国将军府的人，我周疯子这辈子很少佩服人，苏将军绝对是称得上一个。抱歉了，我们这次受人利用，险些酿成大错。周大侠不必如此，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好在没发生不可挽回的局面，各位不用放在心上。苏兄弟果然正义，我马大勇啊，就喜欢这样的爽快人。我的妹妹来自白云山，也是个江湖人，所以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是半个江湖人吧。哦，那感情好啊，难怪看你那么顺眼。苏小将军，这次我们鲁莽了，你们接下来的行程估计也不会安稳，为表歉意，这一路让我们跟着吧，也好有个照应，也算是我们为北方灾区的百姓尽一份力了。
哎，对，也算我一份。哎，对，是我们听信了谣言，算我一份，也算我一份。还有我。各位大侠，我苏玉不胜感激，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等完事后，我请各位喝酒。嘿嘿，好，小将军爽快，那我们就等着了。好，这天快亮了，大家先去休息休息，明天一早继续赶路。好，苏小将军不用管我们江湖中人没那么多要求。众人抱拳行礼后，就都转身离开，找地方休息去了。苏小将军可是担心明天上黑风山的事。周大侠了解黑风山吗？听说的。明日上山一事，将军无需担心，此事交给我。黑风山上的人确实是随性惯了，也抢过一些来往行人，但多为贪官污吏或者黑心商人，从没抢过平头百姓，所以不能称得上真正的恶人。我跟山上一人相熟，我去找他说说。将军明早等我回来再出发，可行？周大侠当真是苏某的贵人，大恩不言谢，苏某在此等候周大侠顺利归来。周峰则抱了抱拳，身影如鬼魅般消失在夜色中。京都镇国将军府，外祖父怎么如此急切？不是说还有半个月吗？早点去也好，这京都也不太平，你跟言儿此行要小心为上。虽然皇上明里暗里安排了不少人，但也不是什么都能想到的。外祖父，您放心吧，三师兄早就跟大师兄去消息了，我大师兄也会派人来接应的。去的路上我倒不担心，毕竟关乎两国邦交，那边没那么蠢，在此事上闹幺蛾子。我担心的是你们返程。外祖父啊，您放心，我还有很多厉害的地方您没见过呢，我跟您保证，我跟哥哥都能安全回来。好孩子，外祖父知道你厉害，就是年纪大了，老是担心这担心那的。外祖父才不老呢，您可是战神，是英雄。好了，回去准备准备，3天后启程。好。哦，对了，外祖父，我觉得皇后应该是知道我的身份了。意料之中。昨儿个宫里，他为难你了？小打小闹罢了。那您说，太后知道吗？太后此人手段了得，宫内的事情很少有能逃得过她的眼的。那太后真是不简单呢。对了，外祖父，太后娘娘跟靖南王府是有什么过节吗？怎么会那么想呢？就是昨天宫宴上，太后跟皇上谈起靖南王府，那态度很是微妙，总觉得很奇怪。那都是上一代的事情了，冤孽呀。您给我说说吧，涉及到亲亲男朋友的事情，苏月还是很关心的。你女孩子家的，别管那么多。说说嘛，外祖父，我就是好奇。昨个就感觉太后对靖南王的态度太奇怪了，说亲近吧也不是。你呀，太后娘娘年轻时曾与上一代靖南王，也就是萧寒的祖父定过亲，但是当时先皇也喜欢太后娘娘，萧寒的祖父念着两人的友情，直接退出了，然后就远赴边疆去打仗了，一去就是5年。但是5年后，萧寒的祖父回京了，还带了一个女子，说是已在边疆成亲。这下让太后心里不高兴了。然后呢，就是各种算计，各种打压。萧寒的祖父为保护自己妻儿，自然不会再忍受太后，所以关系一度就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步。萧寒的父母就是死在他们手里。后来萧寒的祖父直接传位给了萧寒，然后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不知道是该感慨先皇的痴情，还是老靖南王的兄弟情谊。唉，搞不懂啊，搞不懂。翌日清晨，御书房，你那边情况如何？训练效果显著，这100人的功力得到了很明显的提升。那让你跟护龙卫一战，
可有信心？有。那就去试试，让朕看到你说的效果显著。是，属下遵命。好好准备，下去吧。是。丈夫，你说这次我们能赢吗？肯定能，皇上准备了这么多年，这次定能成功。回京都多日，国师都没有露面。是，奴才派人查过，国师自回京就一直待在府里，没有出过门。妍儿那边这2天你多跑跑，该准备的都安排好，尤其是太医那边，不要让不该去的人出现在出使队伍里。是，属下领命。宫宴上的事查得如何了？小的查清楚了，是长公主。萧凌云，她是太闲了吗？还是之前靖王与公主冲突那一次，萧广也牵扯其中。而且听说苏三公子曾派公主去京都的琳琅阁，碰到了萧子涵，也有些口角，所以他想为自己儿子女儿报仇，就凭他，哼！让人把他府里的几个处理了，给他个教训。是。此事牵扯到的人，全部给我杖毙了。是，奴才这就去办。黑风山，小将军，周疯子真的上山了？是的，周大侠怕我们今天进黑风山会有失，昨晚就进山了，说是在山上有熟人。他能有什么熟人？很快，远处来了几人，为首的就是周疯子。周疯子，你可回来了！老子等的花都谢了。你，苏小将军，不负所望。可是真的，这位就是黑风山上的大当家红燕儿，这2位是山上的兄弟。大当家好。哼，我可不是什么大恶人，知道是北方灾区的救济粮还会为难你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不用担心那些有的没的。是苏玉心胸狭隘了，大当家仗义。你也别给我戴高帽子，什么大义不大义的，我们黑风山是抢过人，但抢的都不是什么好人。既然你们也是为了百姓，我自然不会为难你们。是，我苏家记大当家这个人情。你也别高兴的那么早，江湖上消息都传开了，说你们准备动救济粮，估计一路上都不会太平。我们黑风寨也收到了消息，所以，你说你们究竟是得罪什么人了？多谢大当家的提醒，苏玉知道了。算了，你们走吧，我这是看在老周的面子上，谁让我欠他一条命呢？还是大当家的大义啊！哼，你们也别耽误了，赶紧走吧，我让人带你们进山，免得动了机关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多谢大当家。你也去？啊，是的，我准备随苏小将军一同把救济粮送到北方百姓手中。行吧，早去早回。啊。红燕儿没有再看其他人，直接转身离开了。苏小将军，我们也不要耽误时间了，早点出发吧。哦，好，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能走。吩咐下去，准备出发。是。京都，苏姑娘来了。小莲姐姐好啊，我来看看梅姨。苏姑娘请进。小姐，苏姑娘来了。月儿来了。梅姨看起来精神不错，最近几天感觉如何？越来越好了，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月儿，梅姨谢谢你。您客气了，我再给您看看。我接下来要离开京都一阵子，可能接下来就没有办法给你复查了。要离开还回来吗？回来啊，估计出去几个月。梅姨您身体确实恢复得很好，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我再给你写张方子，您继续喝个半月，身体就没有问题了。梅姨，这些东西留给您，都是滋补的好药材。你这丫头还那么客气，认识你这么久了，还没有跟你正式介绍自己呢。我叫白新梅，是汝阳侯府的嫡女，在这边是来养病，过阵子就得回府了。
等你回京都了，一定要来看看我，记得吗？好，梅姨，我记下了。等我回京都，一定去看您。好孩子。哎，今天涵儿怎么没跟你一起过来呢？他今天好像入宫了，所以我就自己过来了。涵儿这孩子这些年吃了太多苦，我跟他母亲是至交，他母亲走后，他也没有断了跟我的联系。我生病了还一直很上心，帮我各地找大夫，真是个好孩子。哎呀，可惜呀。梅姨，你也别太伤心了，王爷是个有分寸的，他定然会为自己打算的，您放心吧。哎，是。小姐回来了，用午膳了吗？用过了，你们不用管我，我要去弄些东西，别让人进来。苏月进了屋子就关上门，然后进了空间。主人，你来了。等我。是啊，主人，你可来了，我带你去看些东西。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新出现的屋子，我在里面玩，发现了些东西。苏月也来了兴趣，跟大白一起进了那个新出现的屋子。看到屋子里书架后面竟然有个暗格，苏月打开暗格，里面整整齐齐的放着不少书，还有几幅画，几个瓷瓶，《孙子兵法》，这难道空间上一任主人也是传来的？然后又发现了一本《机关术大全》，不错，可以给4师兄。还有几本武功秘籍，就先把《孙子兵法》和《机关术大全》带出去吧。主人，这些东西有用不？有用，都是好东西，有钱都买不到呢。真的？太好了，这空间的东西可都是好东西啊。我过一阵子就要离开京都了，路上说不定有机会带你出去。真的吗，主人？哎呀，这空间虽然好，但是天天待着也怪无聊的。行了，走吧，去药房。小姐，您可出来了。怎么了？是下午的时候，老夫人跟三公子来找了您2回，但听说您在忙，就没有让我去叫您。那我去外祖母那边用晚膳吧，刚好陪陪外祖母。苏月去老夫人的院子时，刚好碰到了往这边走的苏谦。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知道什么？怎么，你还给我装傻呢？三哥啊，你好好说话，什么东西我提前知道？哼，就是晋南王也要跟你们去北齐的事儿。什么？王爷也要去北齐？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看来是真的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晋南王今日进宫亲自跟陛下求来的。他这是不放心自己，随即就笑得一脸幸福。你看你笑的什么样？你给我低调些，别被外祖父知道了，害我跟你一起倒霉。苏月看自家三哥那急得撇清关系的模样，笑了，想起空间里的那几幅画，要不拿一幅贿赂贿赂这三哥？好了，三哥，别担心，别害怕，多大点事啊？就你心大，那是因为祖父大哥他们不会收拾你啊！真到那时候，我肯定遭殃。你个害人精，给我注意点啊，知道没有？得，这还生气上了。别气别气，三哥，你这样会伤了我们兄妹的感情的，太不值当了。亏得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现在看来还是算了吧。大礼？什么大礼啊？你不是还在生气？生气？我哪是生气啊？我是担心你，好吧？快，什么东西？给三哥看看吧。三哥真的不生气了？还不生气？都说了不是生气，是担心。苏月笑着摇摇头，把手伸进空间布袋，实则是在灵泉空间中取出了一幅画。我对画没有研究，放我手上也没啥用，三哥拿去吧。画？一幅画能有？苏倩双眼瞪大，别的他没看到，那落款竟然是白云居士。这画你是哪儿来的？偶然得来的。你可知这画是谁的？白云居士？谁啊？你不知道白云居士？你竟然不知道白云居士？你个俗人！
俗人！三哥还想要画吗？我这个俗人的东西，你还要？总之，这幅画的价值是你想象不到的。我得找人看看这画是不是真的。不过，我曾经在宫内看到过一幅白云居士的画，这落款跟这幅一模一样，80%是真的。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出去找人看看去。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这几日，苏恒也是成天不着家，非常忙碌。外祖父啊，您回来了，用完膳了吗？用过了。月儿，跟我去书房，皇上来了。他怎么又来了？他这是上次没被打够吗？这外祖母可真够勇猛的。别激动，这他来是有正事。正事？正事跟你谈就行了，找月儿干嘛呀？他就是想来抢人。哼！外祖母，您别激动，不能动气。月儿，你听外祖母的，别去理他。他害得你流落在外那么多年，现在想来认你，门儿都没有。外祖母，这次去北齐，一路上肯定不安全，皇上肯定要多做安排才行。我得去听听，若是人手不够，还得多要些人，不是吗？不然我跟哥哥多危险啊！对，这倒是真的。你去，月儿，他要是不给你人，你就来找我。我的拐杖最近可闲着呢。好，我这就去要人。外祖母好好休息。来到书房时，苏月发现苏谦也在，正跟皇上一起看着那幅画。你怎么在这儿？将军，你快来看看，这是白云居士的画。将军也看出来了呀。谦儿了不得，竟然找到了一幅白云居士的真迹。妹妹，我本来就是来给祖父看看的，因为祖父也喜欢白云居士，谁知道会碰到皇上啊？这有什么？本来就是给你的东西。谦儿，你哪儿来的白云居士的画？是的，妹妹给我的。月儿，偶然得来的。我前面惹三哥不开心了，这不是给他道歉的吗？你一个大男人动不动就生气的，还要妹妹来哄你，你是多大脸呢？也没有。哎呀，外祖父，这是我跟三哥的事。但是你看看，三哥让人鉴定以后，就直接拿来给您了。您看看他多孝顺啊！这小子确实还不错。祖父，干什么？你别告诉我，你还要流几滴猫尿给老子看，就这点出息呀！哼！刚刚的感动瞬间没有了，祖父还是那个祖父呀。三哥啊，你不会真要哭吧？我看看呢。你走开，坏丫头，还笑我呢。行了，话我收下了，你先出去吧，我跟皇上还有正事。祖父，有屁快放！祖父，您好歹是个战神啊，怎么能说那么不文雅的词儿呢？多毁形象啊！我也要去北齐。你去北齐干嘛？不准去！祖父，你妹妹去北齐是有正事，而且危险，你又帮不上忙，关键时候说不定还拖后腿。祖父，谦儿想去就让他去吧，关键时候难不成还要主子们自己动手啊？那些暗卫兵将不是白派的，去吧。多谢皇上，皇上放心，我一定不会拖后腿。危险的时候，我一定会带着二皇子好好躲着，绝不给妹妹他们拖后腿。真是个憨的呀，蠢货！三哥，你还能再怂一点吗？行了，皇上都说了，你想去就去吧，记住了，出门在外听你妹妹的话。好的，我知道了，祖父，我一定听妹妹的话。好吧，这个傻孙子，一点都不觉得听自家妹妹的话有什么不对。行了，那你出去吧。是，孙儿告退。苏谦已经着急去跟玄小四分享这个好消息了。将军，你那边可准备好了？都已安排好了，国师那边交给我，
一定不让他有机会找麻烦。好，月儿，此次去北齐，你们一定要小心，什么都没有你们的安危来的重要，任何时候都要以自身安危为重，可知？知道了。此次除了明面上的人，暗里我也安排了人，晚些让艾依把人带过来给你认认。好。本应该让艾依跟着你去的，但是他要留下来对付护龙卫，所以……我明白的，你放心吧，我的师兄们也会跟我一起，他们身手都不弱，一般的人伤不了我们。对了，外祖父，月儿有个东西给您，我觉得您应该有用，孙子兵法。月儿，你这是哪里来的？哦，我师父有个藏书楼。如此珍贵的书，你确定玄老不会生气？不会的，我师父成天闭关，藏书楼基本都是我一个人的，而且他对兵法没啥兴趣的。好，有机会外祖父一定要亲自感谢玄老。啊，有机会的，等我师父出关，我一定介绍他给您认识。将军有此书，以后绝对更能战无不胜，恭喜将军了。同喜，北城护的不也是皇上的江山吗？啊！皇上，还有这些，您带回宫去吧，应该用得上的。这个是我特别为你调制的，每日服用1粒，能够强身健体。半个月以后，即使不能百毒不侵，但是寻常的毒药也伤不到你。好，父皇收下了。父皇定会每日按时服用的。公主还是在意皇上的，就算嘴上不说，你看看这心里还是念着皇上的。毕竟是亲生父女，月儿如此重感情，肯定放心不下这亲爹的。你也不用担心我们，我跟哥哥都不会有事的，会平安回来的，你护好自己就行。啪嗒，熟悉的声响。你怎么来了？苏月打开房门迎出去，萧寒一脸笑意。来看看你。哼，看什么啊？你不是跟我一道去北齐吗？到时候啊，可以天天看。已经知道了，还想给你个惊喜呢。惊喜没有，惊吓倒是有的。怎么，不高兴我跟你一道去啊？倒也不是。只是此番前去危险重重，你的腿还没有全好。放心，自保的能力还是有的，不然这些年我早就死了千百次了。你跟我说说，皇上怎么同意你跟着过去的？很简单，我好歹手握一方兵权，我愿意去帮着二皇子，皇上自然乐见其成。是啊，我倒是忘了，王爷可是战场上的霸主呢。这样我们就不用分开了。这么离不开我？这也是国事，靖王不适合那个位子。你是准备战二皇子？但是二皇子身子……不是有你吗？你会放任二皇子不管的？是啊，为了不让祖父祖母担心，我是要想办法为二皇子好好调理身体的。是啊，凭你的医术，我相信二皇子不会有事的。但是二皇子想要做皇帝吗？出身皇室，很多事情他没得选择。萧寒见苏月不说话。怎么了？没事，就是觉得有点不甘心。那个皇宫有什么好的？是没什么好的，但却有很多人一辈子都迷失在里面，甚至很多人真的头破血流也要进去。是啊，自古有多少人为了那个地方耍尽手段，拼死拼活的。不想了，简直自寻烦恼。哥哥到时候真不愿意，那就让皇帝再生一个，大不了我给他好好补补身子，让他多活几年，不，10几年。不说这个了，后天就要出发了，你准备好了吗？交给下面人去办了。我告诉你啊，这一路上咱们可不能这样。我3表哥也跟着去呢，还有3师兄4师兄。你不想他们知道？不是，是再过2年。我现在还太小了，要是被他们知道了，他们肯定会针对你。
说不定还会怀疑你有什么特殊癖好呢。瞎说什么呢？所以啊，我们现在得瞒着他们，好歹等我再大一些。你之前答应过我要等我的。是，我答应的。那还差不多。不过我三哥知道了，你要是真的很想见我的话，就让他给我们搭幌子。哦，我四师兄也知道，不过他可能已经忘了这码事了。那只有玄神医不知道了。千万不能让我三师兄知道啊，这人最奸诈了。他要是知道了，我大师兄、二师兄肯定都知道了，说不定我师父也会知道。总之，必须瞒着他。好。奸诈，还能这么说自己的师兄呢？但是你放心，我会找机会去见你的。实在不行，就拉上三哥好了。好。很快就到了出使北齐的日子，一路上注意安全，早日回来，知道吗？知道了，外祖母。您放心，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一路上多照顾着二皇子，没什么比你们的安全更重要，知道吗？知道的。你一路上不准闯祸。知道了，祖父，我不会闯祸的。妹妹，快上马车吧，我们要去城门口跟大部队集合了。好的，来了。马车到城门口的时候，大部队已经到了。萧炎站在马车外，盯着城门口的地方，看到苏家的马车，脸露欣喜，就要上前。主子，靖王还在呢。算了，先出城吧，等出城了见妹妹就方便了。行走了半日，玄小三跟玄小四过来会合了。妹妹，你师兄来了。三师兄、四师兄，用膳了没？小五，我先前早上都没有吃饱，三师兄就非催着我走，我现在都饿扁了。你吃了2碗面，1份汤包，1份白玉糕，还要继续吃？再吃还要不要赶路了？我们又不是来不及，小五从来不会不让我吃饱的。好了，我前2天腌制了些肉，可以烤来吃。我去问问靖南王，要不要一起来吃一些？四师兄，我去看看二皇子，让他过来一起。你也烤一些不辣的。你去吧，剩下的交给我。参见永乐公主。妹妹来了。我们那边在烤肉，特来邀请二皇子一起前去。二皇子可愿？愿意的，愿意的。这位是？他是徐英，户部尚书徐彻家的。哦，徐公子一起吧，这一路还需要麻烦徐公子多多照顾呢。乐意之至。苏月嘴角带笑，是个直爽的人。哇，妹妹腌制的肉好香好嫩啊，怎么烤的好吃啊？那是啊，在吃上面，小五绝对是个天才。苏月听着二人的谈话有些好笑，而萧炎一直给苏月拿吃的，也让他有些哭笑不得。自家哥哥也太不注意了，这萧寒跟徐英他们在呢。二皇子自己吃吧，我吃的差不多了。好，我吃。我还是第一次这样用膳，很特别。萧炎的开心，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兄妹俩聊得开心，徐英发觉两人的关系好似不一般呀。苏月察觉到徐英的目光，才反应过来，在外人眼里，他跟萧炎还是陌生人呢。他偷偷瞟了一眼萧寒，生怕他会想些有的没的。然而发现他表情并没有不对，这都有别的男人对自己献殷勤了，他怎么半点反应都没？苏月越看越生气，这是个傻的吗？然后他从空间布袋中又拿出一些水果分发给众人，每个人都发到了，独独漏了萧寒。小五，王爷还没有呢，你再拿些出来。哦，哎呀，不好意思啊，王爷，这刚好就这几个没了。怎么感觉这丫头生气了？我哪里惹到她了？哦，没事，本王吃饱了，不用水果了。这靖南王是得罪小五了？为了不影响赶路，简单的用餐后也没有休息，就继续赶路了。公主，再有半个时辰就到驿站了，所以就先不休息了。好，那就继续赶路吧。二皇子那边如何？他的身体可还行？二皇子也说可以，太医随行刚把过脉，说没问题。好，那就继续赶路吧。
到驿站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萧炎也由小李子扶着下了马车，脸色却有些苍白。苏月一看就担心上了，立刻上前拉住他的手，拔起脉来，根本没有注意到周边几双眼睛都注视着这边。片刻以后，苏月才呼出一口气，就是累的。他从空间布袋中拿出一瓶灵泉水，把这个喝了。一旁的徐英跟李子龙还没来得及去制止，他就喝完了。萧炎刚喝下灵泉水，很快就感觉到体内的力量一点一点回归，觉得疲惫的时候呢，就喝一瓶，不够再跟我拿。好，我用完了再找你拿。萧寒自然看到了这边的情况，看着萧炎手里的瓷瓶，他眼神微动。驿站的饭食很是简陋，众人都没什么胃口。小四胆子太大了，你三哥那身手，他也敢带他进山？没事的，四师兄心里有数的，肯定不会让三哥有危险。三师兄，你是不是也没吃饱？驿站的饭食确实难吃。苏月笑了，拿出一个大苹果给玄小三。先垫垫吧，一会儿四师兄回来肯定会有吃的。不是没了？哼，怎么不想吃？跟三师兄说说啊，那靖南王是怎么得罪你了？没有啊，我跟他又不熟，怎么会得罪我？不说就算了。我跟靖南王相处下来，觉得此人不错，你也别跟人家杠，知道吗？三师兄倒是难得夸人啊。当然了，能入得了我眼的人，绝对错不了。此时，萧逸正推着萧寒过来。萧寒看着玄小三手里的苹果，苏月有一丝尴尬。哎，王爷来了，你要吃苹果吗？刚让人在周边农家买来的。说瞎话眼都不带眨的。好啊，晚膳确实没吃多少，多谢公主了。很快，玄小四就带着苏谦回来了，扛回来一头鹿。小五，我打回来一头鹿，一会儿烤鹿肉吃。你去哪里打回来的？这驿站附近虽然荒芜，但也没有看到什么密林啊。有啊，20里外有一处。那三哥怎么去的？我带他飞过去的。对啊，小四轻功真好，带着我飞过去的。三哥啊，你要不要梳洗一下？哦，有点脏是吧？我们遇到了群狼，跑的摔了一个大跟头。那我去洗洗换身衣服。小四，你给我留些烤鹿肉。好嘞，你去吧，我先把皮给剥了。这心得有多大呀？此时驿站的苏月等人倒很是热闹。萧炎第一次离宫，对什么都很好奇，看着如此热闹的情景很开心。虽然他不能像他们那样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等你身体好了也可以这样的。可以吗？当然，不仅如此，还可以适当的习武，可以强身健体。我相信你，妹妹。会越来越好的。小五，你要不要尝尝这鹿肉？还不错呢。这个二皇子，你要不要试试？少吃点是可以的。好，那我也尝尝。谢谢小四兄弟。你是这边没有辣椒，你应该可以吃的。谢谢你。客气什么？我们都是自己人。等你身体好了，我给你放辣椒。这样的烤肉加点辣椒才好吃。好，等我好了再麻烦小四兄弟。不麻烦的。苏月准备回自己屋子时，一道黑影一闪而过，他没有惊动旁人，飞身跟上。主子，已经处理了。可能认出是哪边的。看身手，应该是护龙卫。护龙卫？还有这声音？什么人？我。月儿，你怎么来了？怎么，我不能来吗？哼，你做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哦，不是，就是没想到你会跟过来。跟着他来的。我这是被人跟踪了，还是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谁啊？好像跟主子挺熟的。过来。苏月觉得这个男人越来越不可爱了，都开始命令他了。哼，干嘛？他鼻子嗅了嗅，血腥味儿，受伤了。回话。是，回姑娘的话，一点轻伤。喏，拿着。多谢姑娘。公主，是永乐公主。多谢永乐公主。小事儿，这药止血快，你试试吧。是。下去吧。说吧，什么事情要跑到这边来接头？乱说什么呢？
还接头。我不过是到这边来看看，下面人去驿站没有找到，才来这边寻我的。那人怎么受伤了？遇到埋伏了。埋伏？什么人？不对啊，这才刚出发呢。而且靖王真那么没脑子，两国邦交都不顾了？你不是听到了吗？是啊，护龙卫，怎么一下就忘了？关心则乱。太后，她就那么等不及吗？刚离京1天就下手？她一向都是这样不管不顾的，女人疯起来是很可怕的。你这是安排人在前面开路了？总不能因为我给你们带来危险。没看出来啊，那么厉害，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不是谈正事吗？怎么？我跟你们一道去北齐，总要做些安排的。安排的很好。你白天为什么生气啊？你说呢？就是不知道才想问你的。如果我做了什么你不开心的，你告诉我，我会注意的。你今天看到我跟二皇子了？啊，看到了。就没别的想法？想法？什么想法？你们兄妹俩交流感情，我掺和进去不好吧？我们毕竟男女有别，你就没啥别的想法？你们兄妹俩在外面也没那么多机会啊，我就是看你们聊得开心，所以没去打扰。这话说的反而把苏月愣住了。你知道我跟二皇子？知道你跟二皇子的兄妹关系啊？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我小时候经常去镇国将军府，见过云妃娘娘很多次。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有些面善。后来看到苏将军对你的态度，就有了猜测。有了猜测，其实就不难猜出你的身份了。毕竟你跟皇上还是有几分相像的。好吧，我还在纠结什么时候告诉你呢。原来你早就知道了，早知道就不用烦心了。所以，你今天是因为我没有在意你跟别的男人亲近，所以生气啊？是啊，怎么了？本来就是。我跟别的男人那么亲近，你都没有反应，说明你不在意我。你们是兄妹，而且分开那么多年，我总不至于这样还吃醋。我这不是不知道你知道我们的关系吗？好，是我的错，所以以后不要自己生闷气，有什么事情就直接问我，知道吗？知道了。我一直很想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让二皇子出使北齐？毕竟，靖王肯定会在这一路上动手脚的。其实这是皇上跟我外祖父算计好的。我哥身体不好，你知道吧？知道。二皇子从小到大在宫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我哥其实是被人算计了，中了蛊毒，而解蛊毒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在北齐皇宫，我大师兄那边，但是就只有1颗，未免有失，所以我们决定把人带过去医治。所以，皇上面上是被逼无奈，实则是早已做好准备了。是啊，不然怎么可能放心让我哥出宫啊？而且他身体那么弱，这长途跋涉的，也很担心他受不了。放心，有你跟玄神医在，二皇子不会有事的。我很厉害的。是，你很厉害。两人一时都没有再说话，看着漫天星辰，内心也很宁静。而此时，旁边的大树后面，苏谦蜷缩在那边，眼神灼灼地盯着二人，真的是倒了血霉了。他就是想出来洗个冷水澡，怎么就碰到这两人了？而且这都多久了，怎么还不离开？苏谦感觉自己的腿都有些麻了。神啊，救救我吧！完了，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呢。行吧。萧一呢？怎么不在？在附近的。参见公主。萧统领无需多礼，带你们王爷回去休息吧。是。明天的水果可有我的份？有，行了吧？那就好，别吓到人家。知道，你们先走吧。
人呢？怎么一下子都没了？走了？怎么没看到呢？三哥看什么呢？啊！你是鬼吗？怎么无声无息的？你做什么亏心事了？那么害怕？什么亏心事？我可没做亏心事啊！明明是你做了亏心事啊！我做什么亏心事了？我可没有暗搓搓的偷窥。什么偷窥？我没有，我是在湖里洗澡的，哪知道刚过来就发现你跟王爷在那儿，我想着也不能出去啊，怕你们不好意思，只能躲着了。我那是为了你好，行不行？好，你没偷窥。行了，那就回去呗。大晚上的来这边洗澡，也不怕有野兽？野兽？这边还有野兽吗？这荒郊野岭的，什么都有可能。三哥，你胆子也是真大，以后可不能这样了，怎么着也得找个伴呀。我四师兄呢？我去叫他了，但是他说过他洗了澡要睡觉，我就自己来了。下次注意吧。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皇宫。什么？你确定？是，属下确定。可真是朕的好母后啊！为了一己私欲，什么都不管不顾了。人刚早就让护龙卫动手，但是他们并没有落得好，靖南王的手下都训练有素，这一批护龙卫全军覆没。哼，也怪不得人家靖南王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了，再不反抗，真当人家是泥捏的。好歹是一方主将，怎么可能没点手段呢？属下回来时看到有人去了太后宫里。哼，朕的好母后怕是今晚都不能入眠了。行了，继续去给我盯着，有消息立刻传回来。二皇子和公主的安危一定不能有失。是，属下遵命。去吧。还有事啊？是，属下有一事。说，什么是磨磨唧唧的？属下发现，公主跟靖南王似乎关系匪浅。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属下发现，公主跟靖南王似乎很亲近。给朕仔细说说。暗卫把他看到苏月跟萧寒在湖边相见的事情告诉了皇帝。萧寒、苏月、萧寒，他们俩怎么会扯到一块儿？皇帝觉得自己脑壳疼了。出使北齐的队伍连续赶了几天的路。二皇子，这天看起来快要下雨了，前面10里就是吴城的一处驿站，我们今天就提前休整，可好？行，那尽快赶路吧，去公主那边也知会一声。是。很快，队伍就到达了驿站。小五，这雨估计得下个3天呢，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休息3天啊？要下3天。苏月清楚，玄小四不仅擅长奇门遁甲、五行八卦，对观星之术也有些许了解。昨晚上跟你三哥上山看了星星，应该是要下3天的样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在这边休整一下。我们本就提前出发的，不用如此急切的赶路。我去找徐英他们说一下。刚要出去，就看到萧一推着萧寒进来。下那么大雨，你们出门干什么？淋到雨怎么办？没事，多谢公主关心，没淋到，只是衣角湿了一些。那也不行，萧一，一会儿让人弄点姜茶给你们王爷喝。现在这还是夏季吧？姜茶，公主，您确定吗？现在虽还是夏日，但临近云峰山，温度是要比其他地方低一些的，尤其还下了雨。是，属下这就去。公主准备去往何处？准备去找一下徐英。这雨估计得下3天，我想着就在此处休整几日再出发。下雨，你就别去了，我让人去知会一声。好啊。小五、萧王爷，你们在看什么呢？怎么就看着不说话呢？四师兄，你为什么还在？为什么没有离开啊？四师兄，
你要不要去看看三师兄啊？刚刚就没有看到他。他去山里了，我才不去呢。小五，我还想吃黄瓜，最好再给我点苹果和梨。苏月叹了口气，从空间布袋中拿出一堆的新鲜水果。三师兄上山干嘛去了？找药材去了。找药？什么药？不知道，说是只有这山上有，他要去看看。那也不用大雨天的往山上跑啊，这是有多着急啊？谁知道他？不过他去了最好，不然总是说我。玄小四巴不得玄小三不在呢，成天管东管西的，而且他最看不惯玄小四吃那么多东西，总要说他。深夜，雨越下越大。王爷，属下有要事禀告。京兰，出什么事了？前方有埋伏，13带人去的，然后对方人马比之前多了1倍有余，我们这边也没有讨到便宜，13重伤。人呢？在外面。把人抬进来，然后就请公主过来看看。多谢主子。公主，属下萧逸有急事相求。稍等，我马上来。萧逸啊，出什么事了？属下恳请公主去救治一个人。救人？是。人呢？带我过去。是，在前院。到了前院，先为他喝下。吴三师兄回来了吗？还没有。止血，再去把我四师兄叫过来。是，属下这就让人去。还有，找间干净的屋子把人抬过去，动作轻一些。屋内给我多点一些蜡烛，越亮越好。是。再准备2坛子烈酒。是。小五，你找我干嘛呀？我睡得正香呢。病人在旁边躺着呢，你是看不到吗？四师兄，你去用冷水洗个脸清醒一下。三师兄不在，一会儿你配合我手术。玄小四这才看到旁边躺着的人，看到那伤口，肠子都出来了，也太吓人了。我不用了，我清醒了。小一，你用内力去把这颗人参的汁水挤出来，为他喝下去。常年跟在萧寒身边，好东西自然见过不少。这种品貌的人参，价值何止1000金？傻愣着干嘛？快去！救人如救火，不能耽误。四师兄，开始了，准备好了吗？好了，小五，你开始吧。苏月用剪刀剪开萧13的衣服，身上多处剑伤，当然最严重的就是腹部的这处。苏月检查伤口后，快速将露在外面的肠子塞进肚子，看得玄小四一个机灵。小五太可怕了，那可是人的肠子啊！1个时辰后，苏月才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命暂时是保住了。暂时？难道还有小五救不好的人？暂时。伤口太严重了，虽然现在都缝合好了，但是很容易感染发炎发热，到时候会更危险。只要能挺过来，接下来的12个时辰，问题就不大了。公主，13怎么样了？萧逸，退下，不可对公主无礼。小一啊，你放心，人暂时是保住了，但接下来的12个时辰是危险期，要多加注意。如果有发烧，一定要及时叫我过来。多谢公主，多谢公主救命之恩，萧逸没齿难忘。小一啊，你起来吧。我说里面的人只是暂时保住了命。暂时？公主是什么意思啊？究竟能不能保住命，要看接下来的12个时辰。如果能挺过去，才算是真的保住命了。那属下应该做些什么呢？好好看着他，一有不对就立刻找我，其他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公主，求你救救他！小一，起来，是属下逾越了，请公主责罚。先去照顾他吧，我说的也是最差的情况，说不定他能安安全全的度过接下来的12个时辰呢。是，小一告退。你这大半夜的怎么也来了？你在救治我的属下，我怎能不来？辛苦你了。我没事的，现在回去歇会儿。你也赶快回去休息吧。天快亮了，吃点东西再去休息吧。我让人准备了点吃的。好。
我要吃，我也饿了。吃东西怎么可能落下你呢？小四兄弟当然也一起，我让下人准备了足够的粮。太棒了，走吧。听到有吃的，那速度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眨眼间人就消失了。我们也过去吧，不然说不定就不剩什么了。然后就直接过去，推着萧寒的轮椅离开。而此时，千里之外的北方，苏玉双眼赤红，看着那些被下了毒的水浸透的粮食，1/3的救济粮全部被毁。将军，你的伤口需要处理下。我没事。周大侠，你们走吧，接下来3天只会更危险。你们已经损失惨重了。将军要放弃了吗？怎会？我会继续带人去送救济粮，剩下的救济粮依旧可以救很多百姓，我不可能放弃。那为何让我们离开？我镇国将军府受皇命送救济粮，这是我们的任务，不论付出多少代价，我们都不会放弃。但是周大侠，这并不是你们的。那将军是小看我们了，我们都是刀尖上舔血的人，今日不知明日事，我们只做我们愿意做的，死又轻于鸿毛，又重于泰山，我们不惧。是苏玉狭隘了。周某人过来就是跟将军商量的，我们损失了有1/3的粮食，剩下的肯定不够救灾的，所以我准备离开去筹粮，想借将军一物。筹粮？周大侠有办法？办法总会有的，将军把东西借我，这任务就完成大半了。何物？段盟主的令牌。周大侠准备如何做？将军无需担心，我周某人绝不会拿着令牌做任何违背道义之事，只是想借助段盟主的力量去筹备粮食，再搬些救兵。那周大侠需要多久？将军继续前行，我尽量2日内追上大军。好，苏玉等候周大侠的好消息。好，周某人一定不负所托，定能。哎，周疯子，带我一块去啊！我去给你帮忙。是啊，周大侠，让马大侠跟你一起吧。不用了，此事并不需要如此。我只是去筹粮，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没所谓的。嘿，怎么没所谓啊？你一个人也没个人帮把手的呀。大勇，你看看情况，现在什么最严峻？这一路上，苏将军这边不可能顺畅，你要也跟着我去，这边怎么办？只有你在这边，我才能安心的去做我的事情。我那么重要的啊？当然了，你很重要。不仅如此，剩下的江湖兄弟还得你去照顾。我们都走了，他们怎么办？现在已经损失大半了，我们不能再……你可想清楚了？哎，好，我留下，你放心做你的去吧，剩下的交给我。行，事不宜迟，我就不耽误了。好，一路顺风。周某定不负将军所托。大勇，你也保重。哎，你去吧，自己注意点啊，这边有我呢，放心吧。周疯子看了2人一眼，飞身上马，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皇宫内，参见皇上。起来吧，怎么样了？计划成功。人呢？在水牢。好，很好，也是时候去见见了。张福，去，快去宫门口等着镇国将军，让他来一趟。是。武皇几人来到水牢，把人弄醒。是。皇上这是何意？你是护龙卫的首领。皇上既然知晓，为何如此？为何如此？哼，问得好。朕也想知道，历代受皇帝掌握的护龙卫，为何在朕在位期间是掌握在太后手中的？这个皇上不应该问我，应该问先皇。放肆！怎么说话的？首领说的对，朕也想知道，但是先皇已逝，朕只能从首领这边下手了。哼，皇上想知道什么？朕想知道，
先皇究竟是如何将护龙卫交到太后手上的？我不清楚。什么？我不清楚。现在的护龙卫已经不是当初的护龙卫了，但是他要调查一些事情，他想知道当年先皇离世的真相，所以这些年他才一直受太后控制。为何会不清楚？你不清楚为何受太后指派？因为太后手中有黑龙令，剑令如剑圣上。所以你们只是因为黑龙令才为太后所用？是。荒唐，简直荒唐！护龙卫的职责是什么？护卫真龙天子。真龙天子？哼，说得好。那如今呢？如今的护龙卫却成了太后满足私欲的刽子手。男人不说话了，几人见问不出什么，也就离开了。皇帝回到了御书房。安逸，给我审，好好的审。朕要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先皇为何会把护龙卫给太后？为何把皇位给了朕，却不信任朕？是，按一领命。皇上，微臣觉得护龙卫首领应该不惧于那些个手段，阁主应该审不出什么。大义将军看当如何？微臣听说太后安排护龙卫多次刺杀靖南王，但是这期间护龙卫首领一直没有出现，阁主也是监视了多日才等到这护龙卫首领。微臣猜测，这护龙卫首领其实也是不认可太后行为的，目前只是碍于黑龙令。将军的意思是，太后与护龙卫首领之间也并不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微臣的猜测，所以微臣觉得可以在这方面下手。说不定只是利益使然。臣曾听先帝说过，护龙卫自开国创立至今也历经数百年，但是代代护龙卫首领都是忠于皇帝的，并且与皇帝之间关系密切。我曾听闻有几位护龙卫首领与守卫的皇帝可以说是兄弟，也可以称之为朋友，绝对不用担心其忠心程度。若真能得护龙卫，朕自然乐见其成。可如今护龙卫为太后所用多年，朕不能确定他们是否还能忠心待朕，这很危险。皇上说得对，不如让老臣再去跟他谈谈吧，都是一心忠于皇上的，微臣觉得可以跟他谈一谈。英雄惜英雄，微臣有些不忍这样一个人就此凋零。行吧，那就劳烦将军了。微臣的职责所在，微臣告退。郑国将军去而复返，意欲何为？看来首领早知我会过来。确实有所猜测。那首领可知苏某人前来是想知道什么？那就得问将军自己了。明人不说暗话，我想知道护龙卫为何而存在。保卫皇上，护我大庆。好一个保卫皇上，护我大庆！那为何这20年来，你们却一次又一次听命太后，陷害忠良，残杀无辜？现在的护龙卫，可还是当初的护龙卫？我要见老靖南王。为何？我只信任他。老靖南王早已不知所踪，我们也找不到他。老靖南王是先皇最信任之人，也是我最信任之人。除了他，其他不论什么人过来，我都不会说。大不了就提前去陪先皇，我乐意之至。苏某会尽全力寻人。我信将军。还有，我要离开。不可，好不容易才将首领请来，
怎么可能就如此放任你离开？如果我不离开，护龙卫无人镇压，就会完全沦为太后的工具，这是阁主想见的。这可以放你离开，但是以后我们该如何跟首领联络呢？将军，不愧是大清的战神，有勇有谋。但是，我可没说从此就效忠皇上了，毕竟皇上没有黑龙令。首领多虑了，苏某只是想，若真找到了老境南王，该如何寻你？这个就不需要将军操心，我自会来寻将军。不是我没办法找到老境南王，而是我不能动用护龙卫的力量去找，以免……总之，一切等找到老境南王再说。可以，阁主，放人吧。将军，那皇上……放心，皇上那边我去说。是。怎么？暗卫阁阁主这是很不甘心呢？小子，当年若不是我手下留情，你可做不到现在的位置。怎么这就忘了？你真没想到，当年那个愣头青现在竟也不可小觑了。皇上还是英明的，知道创立一个暗卫阁。皇上自然是英明神武，所以首领应该好好想想，你们现在的立场究竟该如何？哼，苏将军，那萧某人就先告辞了。说完，冲着苏恒拱拱手，人瞬间就消失了。他们二人的身手在当世已难有敌手，可此人竟然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瞬间消失。而苏恒此时还想起了另外一点，刚刚男人说他姓萧。这雨真的是一连下了3天。小姨啊，你不用紧张，危险期已过，人好好养着就没事了。多谢公主，若不是公主，13肯定就没命了。13，快给公主磕头。是，我这……哎，别，你现在可不能起床，还得养着呢，可别让伤口崩开了，浪费了我那么多好药。是我的问题，13，你好好养着，等你好了再给公主磕头，感谢她的救命之恩。好的哥，我知道了。我们出去吧，让她好好休息，多睡觉。现在能睡对她来说也是好的，睡眠有助于身体的恢复。是，属下知道了。你怎么来了？来看看13的情况。已经脱离危险了，人好好养着就行。这次多亏你了。我们之间还要算那么清楚吗？况且我是大夫，这是我的职责。是，你是个很厉害的大夫。那是。哦，对了，我刚刚听萧13叫萧一哥，他们是兄弟吗？是，他俩是亲兄弟。当年是我祖父亲自选的人，不过13年纪小，在整个队伍里排行13，所以就叫萧13了。哦，难怪萧一如此紧张。是啊，他们兄弟俩自小相依为命，若不是13坚持，萧一是不会允许他出任务的。好在这些年13也争气，是个可用之人。这2天太后那边还有派人来吗？估计是有些恼羞成怒了，这2天越发不像样了。但如今的护龙卫似乎有些不像以前了。那你的人如何？需不需要我帮忙看看？无事，他们终有会医术的。不过你的那些伤药，我倒是要后研药一些。听萧医说效果惊人的好。这有什么？我回去给你准备一些，晚一点交给萧一。好。3师兄，快来，给你留了好吃的。你们仨在这干嘛呢？问你啊，你这2天都去干嘛了？搞成那样回来。3师兄，你告诉我是谁，我们帮你一起去揍他。想些什么呢？确实是采药去了。什么药啊？让你在山上待了2天。哼，那可厉害了，雪银草。雪银草？哎，哪呢？我看看。这不是出了意外吗？没采到，那边有群狼守着，而且那些个狼啊，哎，简直都成精了，狡猾的不得了。
啊，三师兄，所以你是被狼群追杀了？三师兄，原来你也会被狼群追啊，跟我上次一样呢。去，谁跟你一样了？我明天再去，天晴了应该会顺利一点。你还是别去了，狼群啊，那就让大白去好了，狼跟狼好沟通一些。大白在附近？他一直跟着呢。那大白能找得到雪鹰草吗？你把具体位置告诉我，详细一些啊，我跟他说清楚。狼听得懂你们说话？那是大白，大白当然听得懂了。大白是我从小养到大的，比较通人性。哦，行吧，三师兄，你还是把雪鹰草的具体位置画下来吧，我去找大白。小我也想去。四师兄，我很快就回来了，你别去了。可我……哎，四师兄，去你就不要去了，我有个东西，你帮我看看。苏月从空间布袋中拿出那本机关术大全递过去。什么？然后随手翻了翻，瞬间就被书上的内容给吸引了。大白，主人，我可以出来了。接下来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吧。现在让你出来呢，是让你去完成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啊？三师兄要采一株草药雪鹰草，但是那边有狼群守着。有狼群？那太好了，看我去收服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去跟人家好好沟通，把药草带回来。我知道。此时，萧寒收到一封来自京都的急信，是苏恒的。王爷，是京都出了什么事吗？萧逸，祖父有多久没来信了？老王爷也没多久吧，好像2月前刚来过信，但是祖父从来没有说过他在哪里，只是报个平安。王爷，您是想见老王爷了？这么多年了，祖父一直不愿回京都，而现在给周叔去信，联系祖父，就说我有急事要找他。周叔能够联系上老王爷？肯定可以，祖父的信每次都是周叔送来的。若说要有人知道祖父的行踪，这人只会是周叔。有些事情看来也是时候解决了，他的父王母妃绝不可能白死。小五，你这本机关术大全太厉害了，设计太精妙了，你哪里来的？这是不是就是给我的？知道四师兄你喜欢，自然是给你的。哎，大白，你真的来了！大白，我可想死你了！你想我了没有？你是一直跟着我们的吗？你究竟躲在哪里了？我怎么都没有发现你呢？你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憨货又掐我脖子，快松开！我的毛都要被你扯掉了！哎呀，你快松手！大白，你也很想我是不是？你真好。四师兄，大白就交给你了，我去配一些药。哦，对了，三师兄那个雪银草的位置他画下来没有啊？画好了，刚画完他就去找晋南王下棋了，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下的。大白，你记清楚啊，晚上去帮三师兄寻一寻这雪银草。行了，那你们玩吧，我先去忙活了。小四，这就是大白吗？真威武，真高大呀！我可以摸摸吗？不可以，大白会生气的。我们大白不是什么人都能亲近的。这些年来，能靠近他的只有我和小五，连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都不行。哼，你个蠢货，每次都是你非要粘上来。要不是主子说不准伤了你，本狼王绝对将你丢进山林深处，再也出不来。我就是摸一下就好。从小到大，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狼呢。那是啊，大白可不是普通的狼，他可是统领狼群的狼王。哼，算你小子有眼光，本狼王自然不是普通的狼可比的。那就给我摸一下吧，就一下。那我跟大白商量一下啊。大白，这个人是小五的三哥，虽然人傻一点，但是人不坏的。他想摸摸你，你要不要就委屈一下？那他有你傻吗？哎呦，我知道你不喜欢外人摸你，但是看在他是我朋友的面子上，你就让他摸一下吧。你的面子值几个钱？
而且他是小五的哥哥，当然了，那关系肯定是没有我跟小五好的。而且他也没有我厉害，身手也差，就是个弱鸡，长得也没有我好看。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我讨喜啊。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们就可怜可怜他好了，就让他摸一下啊。那就这么说好了啊。大白，你真好。你以为你背对着我就听不到你说的话了吗？我弱鸡，没你好看，不讨喜。这俩大傻子半斤八两，还相互嫌弃。主子那么精明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哥哥和师兄？哎，主子太惨了。夜晚，雨已经停了。苏老三，你看萧统领是怎么了？那表情跟要杀人似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萧统领看起来是不大好的样子呀。那我们跟上去看看。行啊，大白也去。大白也去。大白是不是？我不要去，我要等主子出来，一会儿还要去帮主子寻药呢。太好了，大白，我就知道你也想去。你个二货，我不去啊！你松手，不准再薅我的毛了。走吧，我们快跟上去。二人一狼跟着萧逸几人来到3里外的一处山丘。萧统领跟人打架了，大白，我们去帮忙。苏老三，你赶紧躲起来，可别被人砍了。祖父，我现在好好学武还来得及吗？萧逸，我来帮你打架了，你别怕，我们肯定帮你打赢的。这群小崽子一个都别想跑，兄弟们，冲啊！孙子，吃爷爷一剑！这四公主的四师兄真是又悍又勇，厉害了。等玄小四解决掉最后一个黑衣人，才收起长剑。多谢小四兄弟出手相助，你这身手太俊了，厉害厉害。那是啊，我的身手在我们白云关也是能排得上号的。小四，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啊？你没看到我都把坏人给打倒了吗？小四，你真厉害。这些是什么人啊？萧统领，这些都是来刺杀的。是的，这些日子大大小小的刺杀已经好多次了。你们都是提前把人给挡住了？是啊，免得这些不长眼的惊扰了二皇子和公主。萧逸，你们怎么都不说呢？我要知道了肯定会来给你帮忙的。你们太辛苦太伟大了，都在默默的付出。不辛苦，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小四兄弟过誉了。首领，究竟是怎么回事？其他人呢？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来的人跟之前的不大一样，甚至可能不是一波的。我们被打散了，他们一波又一波的出现，好像是故意在分散我们的战斗力。赶紧去集合其他人，我会立刻调配人手过来。你们，糟了，驿站肯定也出事了，我们快回去。驿站也有敌人，小五。此时的驿站却是遭遇了攻击。大白，去保护我哥哥。主子，没事了，你看是公主来了，我们有救了。哥哥，你有没有事？有没有伤到？妹妹，我直接握住他的手腕，拔起脉来。还好，应该是吓到了，情绪不稳。哥哥，没事儿，靖南王身边隐卫众多，不会出事的。皇上暗中也派了人，真到了危急时刻，他们肯定会出手的。他们现在都还没出现，就说明问题不大的。哥哥知道，哥哥只是生气，我以为他们不会拿两国邦交开玩笑，至少会要等我完成初始任务以后，回城才会出手。谁知他们竟然如此不管不顾的。我倒不觉得这是靖王的手笔，他没那么笨，而且他一心想要那个位子，自然不会在这种事情上给自己找麻烦。那妹妹觉得是谁派来的？太后。是我们皇家欠靖南王府的。怎么，我知道这些很奇怪？不是，我以为哥哥对这些都不关心的。确实不关心，但是身份使然，很多东西不知道也得知道。那，哥哥，你想做皇帝吗？不想，但是我会去争取那个位子。为什么？妹妹，这是我的责任，而且只有坐到那个位子上去，我才能真正有能力护住我在意的人。其实，
哥哥可以不用管我的。傻妹妹，不止你，还有外祖一家，还有以后更多的我可能会在意的人。其实，我小时候的那次中毒，虽然昏迷，但是很多时候我还是有些意识的。我知道外祖父因为给我解毒而远去边关，不能回京。我也知道父皇的为难与妥协。妹妹，我以后都不想再那样了。那太后呢？你要杀她吗？她必须死。母亲当年出事，就是她一手策划的。好，绝不放过她。那要瞒着她吗？瞒是瞒不住，但她也别想阻止我。真要跟我对着干，就让她提前养老去吧。好，我们白云山上很不错的，山清水秀，适合养老。到时候让她去跟我师傅作伴去。确实是个好主意。他到时候要是不肯去的话，就让我三师兄把他迷晕了扛过去。好，都依你。哥哥，你不恨皇上吗？我恨过，恨他没有保护好母妃。但是，我知道最痛苦的也是他。他很爱母妃，你想象不到的爱。父皇是最难的。哦。怎么，叫他一声父皇很为难啊？也没有。怪他？我也不知道。没关系，慢慢来，不要强迫自己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开心最重要。属下参见二皇子。情况如何？回二皇子，晋南王的部下个个都是军中好手，我们去的时候，外面的敌军已经被全数歼灭。我们的损失如何？刚刚统计过，死27人，轻伤65人，重伤34人。好好安排，跟来的太医平时也没什么事，让他们也跟着去。是。晋南王呢？在外院。一起去看看吧。好。小五，这些黑衣人好奇怪啊！三师兄说好像不是大庆人。不是大庆人，我也不是很确定，但从身高骨骼上看，更像是北疆人。因为大庆跟北疆处于两个方向，气候、生活习惯都大不相同，所以生活在两地的人在身体构造上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此时连萧寒都开始怀疑了，太后什么时候跟北疆扯上关系了？一场刺杀导致苏月一行人又在驿站停歇了2日。怎么来了？我不能来？你是不是偷偷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胡说什么呢？过来。逗你玩嘛。哎，这2日你跟哥哥，就是二皇子都在密谋什么啊？我每次去哥哥那边都说在跟你商讨要事。那你怎么不进去？你进去肯定没人会拦你的。你们男人讨论事情，我才懒得去听。也没说什么，交换了些信息罢了。那你真是准备站我哥哥这边了？这不是必然的吗？因为我？是，也不全是。哦。不论是晋南王府与镇国将军府的关系，还是因为你，我肯定是会站二皇子的。不过因为以前二皇子的身体问题，我们一直有做些其他的安排，否则晋王若是登基，那对我们都不是好事。现在二皇子身体可以痊愈，那我们肯定也不会舍近求远了。其他安排？比如呢？比如晋王暴毙，朝臣劝谏皇上可以从宗室过继一子，继承大统。当然那也是下策。皇上跟镇国将军一直暗中遍访名医，玄神医早就上了他们的名单，请他去给二皇子看病也是早晚的事。哦，对了，答应你的东西。那么多药，多谢公主了。您是不知道，您的药比外面药铺买的要好太多了，就是府医制作的，也跟您的差了好多。也不是多稀罕的东西啊，你们需要的量大的话，我一个人做是来不及的。我倒是可以把方子给你，你们自己找人多做一些。真的？我说能当然能。谢公主大意。没什么大意不大意的，几个方子而已，你们需要就用吧。哦，对了，你们要是有资源大批量制作的话，记得给镇国将军府提供哈。
多谢公主，那属下这就去安排了。月儿这是送给了我一份大礼啊。怎么，王爷要报答我？月儿想要什么，只要你说，我都会给你弄来。没诚意，哼！几声狼叫打断了二人。苏月皱了皱眉，我出去看看。小五，妹妹，四师兄，三哥，怎么回事啊？怎么听着好像还有其他狼？是出了什么事吗？小五，你快去看看，大白带了一头母狼回来，跟大白一样勇猛，太厉害了。是啊，妹妹，大白他们在院外没有进来啊。大白看到苏月出来，冲着苏月一吼：“主子，你看，我找到我的狼后了。”大白，进来，跟我说说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去采药的吗？怎么拐了个媳妇儿回来？主子，这是小雪，你看她的毛发跟我的一样白。我看到了，你给我说说清楚，怎么回事？哪有什么事儿啊？主子，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这大白情窦初开了，这么多年都没找到伴侣，侄子侄女都一大堆了，也没见他说要找母狼。这次是，那你跟我说说，你跟小雪怎么认识的？这要多谢主子呀！你不是要我去找雪银草吗？我就去了，然后就遇到了群狼。我答应过你要好好沟通的，奈何人家不跟我沟通呀，一上来就打，那我哪能示弱？几个飞扑就……瞎说什么？那小雪，你来跟我说说，你真的能听懂我们的话？你刚刚不是看到了？是，就是有些不敢相信，竟然有人类能够跟我们沟通。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要那个草？是啊，那叫雪银草，是一种难得的药材，是很多解毒药方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个草是我们世代要守护的东西，我父亲肯定不会让你们取走的。守护？为何？我也不知道，反正从我有记忆以来，父亲就是这么说的。那怎么才能让你父亲答应给我们一株呢？主子，我知道，只要我跟小雪成婚就行了。真的？是。雪银草已经给我了，在二傻子那里。那我们要做什么？你们狼族成婚需要做什么？不需要做什么呀，我们已经经过父亲的同意，从今往后我就是大白的伴侣了，以后他要去哪我就跟着去哪。这么不严谨的吗？那我不需要去拜见你的父母？不用的，我父亲很忙。确定不用？我们明日就要离开了，你什么时候能回来都不清楚呢。我已经是大白的伴侣了，当然是跟着大白，自然是不会回来了。对啊，主子，小雪以后就是我的狼后了，以后当然要跟我去白云山，还回来干什么？行吧，那以后呢，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跟我们一起回白云山。好的，主子。我的母亲教过我一句你们人类的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大白叫你主子，我就跟着他叫。嘿嘿，小五，你们说什么呢？说那么久，我都等了很久了。拿来。什么？雪银草。哦，在我这儿呢。妹妹，这东西用来干什么的？费那么大劲啊！三师兄想要的总归是有用的。据我所知，雪银草是很多解毒药方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不过这次倒也不亏，不仅拿到了雪银草，还给我们大白找到了媳妇儿。是不是啊，大白？苏谦也笑了，他觉得他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有趣了，他就知道跟着妹妹去北齐绝对没错。宜城，敢问大人，可是朝廷派来的？在下镇国将军府苏玉，奉皇命而来，请这位大人移步详谈。好，苏将军这边请。旱灾严重，各地灾民蜂拥而来，本来宣城还是有些存粮的，耐不住人数越来越多，所以，但是还是有些灾民闻讯纷纷赶来，那么多人没有地方住，所以，特殊时候自然要特殊对待。
大人不用解释，苏玉明白。实在抱歉，也没有茶水招待。哦，在下李忠，是宣城的云县县令，因为之前的知府离开了，人心涣散，所以小的暂时在这边负责管理。知府离开了，是逃难去了吧？丢下满城百姓自己跑了，可真是。李大人可否将目前详情告知于我？苏将军客气了，其实也没什么详情可说的。您一路来也看到了，现在这边已经完全断粮了。那你们……我此次奉皇命押送救济粮而来，粮食现在已在城外，由士兵看守。李大人看该怎么安排妥当？真的有粮食了？是有粮食，但是……苏玉把一路上的情况大致跟李忠说了，让他知道现在粮食也只剩下差不多一半了。有粮就好，不论多少，先过了眼前再说吧。好，那李大人安排人跟我们一起去。府里的士兵基本都去帮忙打井巡视员了，没什么可用之人。那我们大军直接押粮进城，可会对百姓……将军请放心，这个由本官安排，本官会让人通知下去，下午开始发粮，每日只发放1天的粮食。行，这些就听李大人安排。我听说宜城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不知大人可有统计过全城人数？剩下的救济粮可撑多久？将军可能消息有误，宜城并非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只是灾民最多罢了。因为最初灾情爆发后，宜城的首富舍下全部家业，帮助百姓渡过难关。消息一出，各地受灾的百姓都蜂拥过来，所以……哦，没想到还有如此大义之人。还是先去押粮吧。苏小将军，你可回来了！现在是不是可以把粮食送过去了？多谢马大侠留下帮忙看守。是的，现在进城。那我们不等周疯子了。城内灾情严重，百姓等不了。周大侠那边如能成功，定会快马加鞭赶来。现在能过一日是一日吧。放心吧，周疯子答应的事情肯定能做到的。我们现在就进城。小五，大白跟小雪也太厉害了，我都跟不上他们了。你也就这点出息了，天天跟狼赛跑。三师兄，我这不也是刚好练练轻功吗？这几日我都觉得自己的身手更灵敏了。哼，小四，你别说了，快来吧，我一个人不行，都要来不及了。你怎么做什么都不成呢？哼，算了，你歇着吧，还得小爷我来。三师兄，你那个雪银草准备做什么用的？也没什么，有个朋友中毒多年，雪银草便是解毒的其中一环。那你怎么没让人送出去啊？不用，此人正在北齐。哦，原来三师兄在北齐还有朋友呢，是什么朋友啊？玄小三瞥了苏月一眼，没有理会他，径直走向萧寒跟萧炎身旁。二皇子，我们再有3、4天行程就到北齐了，估摸着再有2天就会有人来接我们。等我们到北齐都城，到时候带你四处逛逛。好啊，我也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正好看看北齐的风土人情。北齐跟我们大庆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边的民风更为开放，饮食也稍有不同，气候偏潮湿，我们过去可能会稍有不适。没关系啊，有我呢，到时候给你们准备祛湿茶。好，本王倒是忘了，有玄神医和公主在，这倒是不用担心的。随后的2天也是无波无澜。小五，我们就快到北齐了，你说我们是先去吃烤鸭，还是先去尝尝酸汤鱼啊？苏老三非要先去吃酸汤鱼，都说了烤鸭是最好吃的了。烤鸭又不是不去，先去吃酸汤鱼，我现在就想吃这个。一个烤鸭都念叨多少年了，大师兄啊，你为什么要跟他介绍烤鸭呢？公主，前方有大队人马过来，看着像是司马大人。司马浩然，大师兄让他来接的。公主殿下，
我们又见面了。玄神一，小四兄弟，皇上派我过来接你们，一路上可顺利？挺顺利的。怎么让你过来？看来挺闲啊。确实啊，我就是一闲人。那你可记得带我们去北西最大的酒楼吃饭？好，吃烤鸭。啊！救命！救命啊！好人叔叔，救命啊！公主。苏月已经先一步上前，圆乎乎的小丫头就跌入苏月的怀中。知道我是谁吗？姑姑，小五姑姑。怎么认出我的？这还用问吗？自然是小五姑姑最好看呀，其他人哪里有小五姑姑好看？公主，你怎么又偷偷跟出来了？我不是让人送你回宫了吗？哼，就那2个小傻子也能看住我，我就给他们一点点巴豆粉。你怎么来的？公主，公主。百合，又是你！你这丫头反了天了是吧？敢跟着公主胡闹！那个身材壮硕的小姑娘叫百合。欧阳青青，你竟敢偷跑出宫，你是皮痒了是吗？啊，三叔，你怎么可以这样拎着我？你这样对一个淑女是很不好的行为。就你还淑女？你才多大就敢一个人溜出宫？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我不是一个人，我还有百合呢。三叔，你快放下我，我是公主，你这样我很没面子的。小五姑姑，你快救救我呀！三叔要打死我。青青，你姑姑我不敢啊，你三叔太凶了。青青，你是青青，我是你四叔啊，你知道我吗？四叔，我知道你啊，你还让三叔给我送过小老虎的，我都记得。四叔，你快救救我，三叔要打我。三师兄，你太过分了，青青还小呢，你怎么能打他？你看把他吓得心里都有阴影了。玄小三一脸嫌弃地看着玄小四，然后一脸无奈地离开了。四叔，你看三叔太过分了，他就这样走了，他刚刚还这样，他这样拎着我都吓坏了。芊芊，我们不跟三师兄计较，他就是这样，可坏了。你怎么一个人跑过来的？刚刚三师兄肯定也是担心你啊，你这样太危险了。四叔啊，我这不是想早点见到你跟小五姑姑吗？二叔、三叔我都见过了，就是没见过你们，所以我就想偷偷跟过来，可以早点见到你们。好，四叔知道了。芊芊，我给你准备了好多礼物呢，全部都放在你小五姑姑那儿，等到了全部给你玩。哇，四叔真好。那小五姑姑有给青青准备礼物吗？哎呀，青青啊，小五姑姑出来的急，忘给你准备礼物了，你会不会生气啊？啊，怎么会忘了呢？虽然青青会很失望，但是我知道小五姑姑肯定不是故意的。那就下次给我吧。姑姑骗你的，给你准备了不少新鲜玩意儿呢。喏，先给你一个。小五姑姑啊，这是什么啊？怎么玩的？四叔会，四叔教你。小五，再一天就到北齐的都城了，大白跟小雪怎么办？哦，没事儿，前面有山林，就让大白带小雪过去那边好了。不用的，公主，这就是陛下提过的大白吧？陛下早就下令，公主身边有大白守护，所有人不得惊扰，而且说明大白不会随意伤人，让众人不用过于害怕。这样也行。陛下都下令了，哪有不行的道理？不过没想到竟然来了2头这么健壮的狼，倒是难得呢。那是大白的伴侣，叫小雪，现在可是新婚小夫妻呢。是吗？那可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小五姑姑，小五姑姑，我会玩这个魔方了。是吗？青青真厉害。
那当然啦，我可是父皇和母后最聪明、最可爱的小公主，当然也是最厉害的啦。哇，那是狼啊，是大白对不对？肯定是大白，父皇说过的，大白是狼王，可高大啦。哇，竟然有2个大白！四叔，你快放我下去，我要跟大白在一起。青青，你是不想跟四叔一起骑马吗？不是的，四叔，你看，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大白跟我也是第一次见面呀，我还没跟他亲近呢，那样不是太偏心了吗？你放心吧，青青还是最爱四叔的。玄小三看了摇摇头，唉，这个小四呀，被这个混世魔王吃得死死的，哪天被卖了都不知道呢。二皇子，晋南王，公主殿下，今日晚了，先去驿站休整一番吧。明日再建宫面见陛下。陛下准备了盛宴招待各位。好，听司马大人安排。大家不要客气，就跟在自己家一样。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跟浩然叔叔说，他都能满足大家的。公主却有大家之风啊，还知道招待贵客了。我回宫一定要跟陛下说说，我们的小公主多威风。那当然，我可是北齐的公主，不能给父皇母后丢脸的。是吗？那你这个北齐公主，这身上藏的都是些什么呀？让我也开开眼。他扯过欧阳青青的小布袋，从里面拿出一物。哦，这是泻药。哼，红线珠。三叔，你怎么可以拿我的东西？快还给我！嚯，还有蜈蚣呢！什么蜈蚣蜘蛛的？那都是母后给我的，是我的好朋友。那个叫小红，这个叫小黑。哟，还有名字呢。那公主殿下，请问您带着这些毒物在身上干什么？那都是母后给我防身的。我在外面，如果遇到坏人，这些可都是能救命的。坏三叔，你快还给我！这个嫂子也真是，自己玩毒玩蛊也就算了，怎么青青那么小就给她这些东西了？青青啊，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喜欢呀，小红、小黑他们可好了，是我的好朋友。不怕被他们咬吗？怎么会呢？都说了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了，不信给你们看。还是快收起来吧。大哥哥，你说小黑嘛？萧炎被吓了一跳，往后几步。小丫头，不准使坏啊！还有，叫叔叔，不能叫哥哥。啊！行了，太晚了，众位早些休息吧。公主，宫门快关了，我送你回去。不要，我不要回宫。我今天要留在这里，跟小五姑姑睡。我不要回宫。不行，陛下派人过来传消息了，今天必须回宫。我不要，小五姑姑。司马大人，要不今天就让青青留下吧，反正明天要进宫的，到时候再带她回去，也就一晚。是啊，今天都很晚了，让青青留下吧，明天再回去也没什么不一样的。我随你回宫吧，刚好有事要找大师兄，我去跟他说，让青青在这边住一晚好了，反正安全上没问题就可以了。耶，太棒了！见此，司马浩然才同意，然后跟玄小三一起进了宫。怎么还不睡啊？我在等小五姑姑啊。小五姑姑，你不会让我一个人睡吧？怎么啊？天不怕地不怕的欧阳青青，北齐公主，竟然还怕一个人睡觉？哼，我才不怕！小眼睛滴溜溜的看着苏月腰间的空间布袋，喜欢？喜欢也不能给你啊，这是你师祖给我的。但是呢，姑姑给你准备的礼物都在里面，想不想看看？想，小五姑姑最好了，我要看看礼物。好，那就给你看看。
哦，对了，还有这个，这玉佩是苏月在灵泉空间的温泉里找到的玉石制作而成。咦，好可爱的玉佩！小五姑姑，这个小老虎是送给我的吗？当然啦，这是按照你和弟弟的生肖制作的。你是小老虎，弟弟呢是小猴子。哇，好棒啊！小宝的小猴子也好可爱。小五姑姑真好，我最爱小五姑姑了。随即，小丫头吧唧一下亲在了苏月脸上。你前面好像刚说过最爱四叔了。果然，越可爱的孩子越会骗人。翌日清晨，哇，小五姑姑好漂亮，青青都没见过比小五姑姑更好看的人啦，就跟天上的仙女一样。你见过天上的仙女吗？我虽然没有见过天上的仙女，但是我看到小五姑姑就知道，天上的仙女最多也就是小五姑姑这样的。那你母后呢？你说我是你见过最好看的人，你母后听了要伤心了吧？啊，母后也好看，跟小五姑姑一样好看。你们两个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一样好看。我说的都是真的，小五姑姑信我。青青，你看四叔今天也好看。四叔也好看，但是四叔是男的，不能说好看，应该说，说俊朗。对，就是俊朗，四叔非常俊朗。真的。二皇子，王爷，早，用过早膳了吗？用过了。公主，马上进宫赴宴。司马大人说要把大白跟小雪带上，本王给他们准备了些东西，公主看看是否需要。哇，好酷啊！小五姑姑，我们快去给大白、小雪穿上，他们穿上一定很威风。是啊，小五，我去把大白跟小雪带来。多谢王爷了，我很喜欢。大白跟小雪肯定也会很喜欢的。还是王爷想的周到啊。这话听着怎么有点酸呢？我是想不到的，是萧姨想的周到，就命人去做了。哦，那萧统领确实很闲，还能想到这些。主子，你们之间的战争为什么要牵连我呀？在下是最近没什么事情，所以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哇，大白、小雪，你们穿着这铠甲好威风呀，太厉害了！小丫头的马屁又开始了，就跟大将军一样。那当然，我可是狼王。大白，你也很喜欢对不对？你喜欢的话，我回宫让我父皇再给你们做几套不同的，可以换着穿，好不好？你要想做，本狼王也就不推辞了。大白，你同意了对不对？我一定让父皇给你们做最好看的铠甲。小丫头抱着大白的小腿就想往上爬，奈何腿实在太短。大白大吼一声，直接叼起小丫头就往后背甩去。公主！然而此时，小丫头直接稳稳地落在了大白背上。大白，你真好，好高啊！公主，你快下来，这样太危险了。我不，这有什么危险的？这可是大白，连父皇都夸过大白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宫了，你这样不合适。我不，我就要这样进宫。公主，没事的，就让青青坐在大白背上进宫吧，大白不会伤了她的。对啊，大白会保护青青的，司马大人你就放心吧。好吧。耶，太棒了！大白，我可以坐着你进宫去了。父皇母后，看我在这里。你这丫头怎么不上天？快点下来！哼，我不下来。母后，你看我威不威风？威风，是不是很厉害？
厉害，快下来吧，我的小公主。今天是家宴，众位不必拘礼，坐吧。你们俩还是第一次见你们大嫂吧？来见礼。见过大嫂。不用客气，坐下吧。我虽然是第一次见你们，但是听你们大师兄说过很多次了，也听玄神医讲过。这次来北齐，好好玩玩，有什么需要的就跟我说，不要客气，知道吗？知道了，大嫂。大嫂，大师兄一直跟我说有家酒楼的烤鸭特别好吃，你知道是哪家吗？我准备明天去尝尝。你大师兄还是宠你，今天宴席就有，他今天把酒楼大厨请过来，特意让他来做烤鸭的。真的？大师兄，原来你还记得，你真好，我还以为你就记得小五呢，原来还有我的份儿。你安分点坐下吧。小五啊，宴席后我们好好聊聊，我想我们应该会很聊得来的。好的，大嫂，我们一会儿聊。还有我，母后，你看，这是小五姑姑给我的玉佩。这玉，你有没有谢过小五姑姑？有呢，而且小五姑姑还给小宝也准备了一个，是小猴子的。母后，您看看我的，是小老虎，可不可爱？可爱，特别可爱。青青可要好好珍惜哦。母后放心吧，我会的。小五破费了，这么好的玉。这有什么？这玉养人，给青青和小宝正好。而且我可没有偏心啊，二师兄的闺女我也是准备了的。这就是你当初让我找玉石匠人制作的吧？是啊，三师兄，匠人手艺很好。你看青青带的小老虎是不是很逼真啊？我找的匠人手艺能不好吗？大师兄，看看这丫头不知道哪找来的玉石，质地世间少有。我当时想要，她愣是不肯，说要给几个孩子做玉佩。成天就会抢小五的东西，怎么？你这还准备跟几个小的抢？我可没说啊。青青啊，过来让父皇看看，能让你三叔都眼馋的玉石有多好。来了，父皇。确实不错。小五，再有这样的玉石啊，记得给大师兄留着。好，大师兄。大师兄可不能这样啊！这玉石可是我最先看中的。小五，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这又不是草药，你抢什么？好东西谁不想要？我是准备给你们大嫂弄根簪子，你又没有人可以送，你就别跟我抢了。怎么，小三，你有心仪的姑娘了？三师兄，你真有喜欢的姑娘了？是谁啊？快说说。那哪有啊？别听大师兄乱说啊！三师兄，你那个雪银草是给谁的？不会就是那个姑娘吧？你大师兄快看，三师兄露馅了。小三，你年纪也不小了，真要有喜欢的姑娘，也别藏着掖着，带过来给我跟你大嫂看看。我这情况有些复杂，晚一点再说吧。看来三师兄的感情不是很顺利啊。三师兄喜欢的姑娘不会不喜欢三师兄吧？也是，三师兄嘴巴那么毒，哪个姑娘会喜欢呢？我们师兄妹几人也很久没见了，多聊了几句。二皇子跟金南王多有担待，无妨，都是自己人。确实是自己人。二皇子第一次来北齐，定要好好看看。我北齐跟大庆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好，本就有这个打算。金南王倒是好久不见了，你这伤还没好？劳陛下关心，还是老样子。那真是可惜了。昨天玄小三庆功已经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跟他说了，自然也包括萧寒的腿，而且他还知道一些玄小三不知道的。这个靖南王在打小五的主意，哼，一个老男人也敢肖想小五。我才23，怎么就是老男人了？而且目前看来，大庆也不消停呀，才会导致这战无不胜的靖南王都要隐瞒自己伤势痊愈的消息。不行，小五还是在北齐更安全。小宝，快看这里！我听你大师兄说你要无影花。是，我的身世大嫂想必已经知道了。
我哥哥大嫂今天也见到了，种了无宗蛊多年，没有无影花解不了蛊毒。二皇子一看就知道身子不好，真没想到，堂堂一个皇子，竟然被人陷害到如此地步。无影花你不用担心，本就是你给的，我也没什么用，你什么时候要就拿走。谢谢大嫂，我准备等小宝百日宴以后再帮他去蛊。一家人客气什么呀？你们师兄妹几人倒是让人羡慕，不是亲兄妹，却比有血缘的还要亲近。是师父教导的好，我们师兄妹几人常年在白云山上，自入门的那一刻起，师父就说过要相互扶持，友爱团结。况且几个师兄心性都好，多年的情谊自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是啊，你大师兄也说过，你们师父是个德高望重的世外高人。大嫂还没见过师父吧？等你们有空了，让大师兄带你回白云山，让师父见见。而且我们白云山上也很有趣的，大嫂你一定喜欢。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你要想去，等小宝过了百日宴，我们就回去一趟。青青都6岁了，还没见过师傅呢，刚好小宝也要百日了，我们准备回一趟白云山。而且你我成婚多年，都没有带你正式见过师傅。陛下走得开，来回也就2、3个月的时间，提前安排好，不会有事的。啊，大师兄，你要回白云山啊？但是小五，你接下来是不是还要回大庆啊？这个嘛，也不是非要立马回去的嘛。从北齐到白云山，再去往大庆，也就耽误个把月的事。二皇子回京应该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吧？应该可以的。我再给老二去个信，让他们也回白云山一趟，也好让师傅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哇，父皇，我们是要去见师祖了吗？是啊，青青，你出生到现在还没见过你师祖呢。我要去，我要去。父皇，青青要去见师祖。你说过，师祖比你还要厉害的。好，父皇带你去。青青，等到了白云山，四叔带你去玩，山上有好多好多好玩的。真的吗？四叔，你最好啦。小五，你哥哥的身体，我听你三师兄说了，你是怎么想的？刚刚跟大嫂也说了，我准备在小宝百日宴以后给他去蛊。早一点吧，离小宝百日宴还有几天，明日我就邀请他入宫小住，在宫里也安全些。三师兄，这蛊毒我也只是在古籍中看到过，但是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还需要你来。需要准备什么吗？该准备的前些日子我都准备好了，不过解完蛊毒，你哥哥的身子会很虚弱，调理的补药反正你不缺，慢慢养着就是了。那就好。不过我要带他去白云山呢，连着赶路会不会吃不消啊？距离离开还有些日子，还是大师兄想的周到。这2天就给他解蛊吧，然后在宫里养着，到了小宝百日宴的时候出来露个面就是了。谁都知道大清的二皇子身体虚弱。那我回去就跟哥哥说一下，明面上也得有个说法才行。明日我让司马浩然去接人，就说二皇子身子不舒服，进宫里让他一看看，然后就在宫里调养几日。如此也好。二师兄会有时间回去吗？二嫂也刚刚生下女儿呢。你二师兄闲得很，武陵盟主呢，但没人比他更会用人的了，手下个个都是人才，随便一个都能独当一方，最闲的就属他这个盟主了。而且他还时不时的惹点事，让下面的人跟在他屁股后面收拾着呢。小五你放心吧，我们中就属二师兄最有时间了。那为什么二师兄总是不回白云山？每次来了没2日就跑，而且每次我让他回来给我带点什么，他就说他忙。哼，原来都是骗人的。行了，这些先不说。小五，我们来说些正事。大师兄，什么正事啊？你别这样说话呀，怪瘆人的。自己做了什么事不知道？小五，你快说说，做了什么惹到大师兄了？我怎么感觉你在幸灾乐祸？小五，不是四师兄不挺你啊，实在是大师兄太可怕了。那个大师兄，
我有给你跟大嫂准备礼物的。苏月急忙从空间布袋中拿出一个大箱子，里面放满了品质上乘的人参灵芝等物。我之前拿了一些给三师兄，所以我不会厚此薄彼的，这些给您。哦，确实是好东西。皇后，你收起来吧。陛下，这也太珍贵了些。小五给的，收下吧。然后继续盯着苏月，难道不是这个吗？那洗髓丹也给了，还有什么？突然，苏月眼神一亮，又从空间布袋中掏呀掏，掏出上一任灵泉空间的主人留下的武功秘籍中的一本。大师兄，还有这个，我偶然得来的，我觉得跟你的功法有些类似，应该更适合你。欧阳旭眉毛轻挑，然后就将武功秘籍收起来，继续好整以暇地看着苏月。大师兄，小五哪做错了？您直接说吧，别这样啊！您这样看着我，我都害怕。是吗？那我就给你个提醒，靖南王。啊，靖南王？靖南王怎么了？您是说他的腿吗？是我知道，怎么了嘛？不能承认，打死都不能承认。然后玄小四却有些心虚，他是知道小五对萧寒有想法的，他像是生怕别人看不到似的，又往外挪了挪。干什么？你又是做什么亏心事了？大师兄，我不知道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你问小五吧，那是他跟那个王爷的事情，他自己最清楚。四师兄，你个傻子，你想害死我啊？你说说。我不知道啊。说。小五喜欢靖南王。四师兄，您的爱如此敷衍，你好歹也坚持时间长一点啊！大师兄就2句话，你全着了，你会失去我的。小五，你可不能怪我，大师兄反正不会打你，顶多就是去打断靖南王的腿，但是我会挨揍的。只要我听话一点，实话实说，说不定大师兄就能少打几下呢。你说什么？小五跟靖南王？什么时候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你还好意思说？你一直都跟在小五身边，身边出现了狼崽子，你还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只听小五说过，他觉得靖南王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哎，这是干什么呀？那么严肃，小五快要及笄了吧？是该好好相看相看人家了。那也得我们来看，那个大庆朝堂混乱，那个萧寒自己都护不住自己，被人断了腿，还中毒多年。这样一个人能护得住小五吗？我又不用他保护。你给我来真的？你真的看上靖南王了？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难道是我让你去给他复查的时候？你让小五一个人去给靖南王看病？我当时比较忙嘛，而且我跟靖南王接触过，觉得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应该不会对……怎么会这样呢？你觉得呢？小五是女孩子，她还小不懂事，你也没脑子，孤男寡女的，你让她一个人去给她治病，你怎么想的？哼！还有你，胆子大了，这么大的事也敢瞒着？几年没打你，你是屁股痒了？大师兄，我都大了，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打我屁股了，我也要面子的好吗？这时候青青也该午睡了。陛下，你们师兄妹也很久没有见了，你们好好聊聊。母后，我不走，我要在这边。小五，你自己说。我就是觉得萧寒人挺不错的。哪里不错？长得好看啊。师兄弟3人搞半天，你就是看中人家的脸了。小五，那个萧寒大你10岁。大一点会疼人啊。谁教你的这些？我外祖母说的，男人大一点好，稳重会疼人。外祖母，你可不能怪我拿你当挡箭牌，实在是我这个大师兄太恐怖了。那也不行，
你现在还小，什么都不懂，过2年说不定就不喜欢他了。那以后再说吧。大师兄，你也说了，我现在还小，又不是要立马成婚的，真是觉得不合适，那就换一个呗。靖南王此人不简单，年纪轻轻就屡立战功，而且从无败绩，掌管靖南王府，手握一方兵权。你要跟他在一起，以后日子绝对不消停。其实我很看好靖南王的，此人沉稳，心性坚定，是个可交之人。是吧，三师兄？我也觉得萧寒不错，人品长相都很好，不可多得呢。大师兄不是说萧寒此人不好，只是觉得他的生活太复杂，不适合你。你不是最喜欢白云山上的生活吗？白云山上的生活是挺好的，以后我可以跟他一起回白云山上啊。他是靖南王，是王爷，怎么可能跟你归隐山林呢？而且他萧家一脉单传，就剩他这一根独苗了。大师兄，我们说这些还早呢，我还小，就算成婚，那也是16岁以后的事情，还有2年呢。好家伙，你都想到16岁成婚了，看来这个萧寒不容小觑啊。这件事等回到白云观，我会跟师傅再商量一番。你给我注意点，你是女孩子，名声很重要，知道吗？我知道的，大师兄，我们一直都是发乎情，止乎礼。我还小呢，你放心吧，我懂的。得，发乎情，止乎礼都出来了，女大不中留啊。还有，你那父皇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恢复你的身份？苏月就把武皇、镇国将军府的事情统统跟自家大师兄说了一番。大庆皇帝，这皇帝怎么做的那么憋屈？这么多年了，还掌握不了大权。大师兄，你以为哪个皇帝都跟您一样呢？短短几年就把朝堂弄了个明明白白，整个北齐就是你的一言堂。我那个父皇啊，前怕狼后怕虎的，以前还顾念孝道，结果我母妃死了，我也被生在了白云山上，哥哥中毒多年，还连累我外祖在边关多年不能回京。唉，要是我啊，直接一瓶毒药全给我解决了。你父皇年纪也大了，等你哥哥解了蛊毒，让他早日登基吧。啊，我还想带哥哥出去走走呢，他多年来都被关在皇宫里面，哪儿也没去过。以后有的是机会，你也别指望你那父皇了，真要有什么麻烦，跟大师兄说，一个太后，一个国师而已，大师兄能解决的。你不能出手，毕竟那老妖婆名义上是你祖母，对你名声有碍。知道了，大师兄，先让他们折腾去吧，实在不行，我再找你帮忙。你知道就好，总之自己不要有压力，你怎么开心怎么过，没人敢说你。行了，你去找你大嫂吧，我跟小三小四去切磋切磋。玄小三和玄小四无语，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啊？好，那我去找大嫂了。大师兄，你们悠着点啊。为什么小五惹大师兄生气？倒霉的却是我跟三师兄啊！我也太可怜了吧！主子，来信了。祖父那边还没音讯。上次您吩咐去跟周叔传话，至今还没有回复。祖父究竟在哪里？他知道祖父虽然不在京都，但肯定知道京都的所有情况。他为什么不出现呢？妹妹，你们终于回来了！小四、玄神医，你们怎么了？被谁打了？苏月抿嘴轻笑：“你还好意思笑？你个没良心的丫头！我们为什么被大师兄收拾？你不知道？要不是因为你，我们能挨揍啊！”就是啊，小五，你太坏了！要不是帮你，我至于被大师兄揍成这样吗？我没笑。这大师兄的脾气，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也没办法嘛。玄神医跟小四兄弟这是怎么了？被人欺负了？师兄弟2人同时看向萧寒，眼里充满了怒火。那就得问王爷了。哎呀，三师兄、四师兄，你们俩伤了，今天上过药没有啊？先进屋上药吧。
你少来，我晚点再跟你算账。他们俩怎么了？真的跟人打架了？不是打架，我大师兄跟三师兄、四师兄也好久没见了，就切磋切磋。切磋切磋。萧寒此时也正看向苏月，他可能知道玄神医他们为什么挨揍了，嘴角不自觉的上扬。看来他很快就能名正言顺的跟小丫头在一起了。啊，切磋都打这么狠呢？北齐皇帝的身手很好。我们师兄弟几个啊，二师兄武功是最好的，他在这方面最有天分。然后就是我大师兄了，我们3个啊，只有被揍的份儿。啊，那你也会被揍？我当然不会了，只有三师兄跟四师兄会被揍，尤其是四师兄。刚好公主回来了，有些事情跟二皇子和你说一下。啊，什么事啊？苏月有些好奇。去我那边坐坐吧，刚好得了些好茶叶，请二皇子喝喝看。萧寒是对着萧炎说的，但是苏月知道萧寒是想多跟他相处。萧炎没有察觉到别的。那就有劳王爷了。刚得到了消息，苏玉将军那边一切顺利，救济粮也筹集到了，并且他们还找到了江湖上单打简的手艺人过去帮忙，算是圆满完成了皇上交给他的任务。那大哥现在是返程了？在返程的路上了，不过身边又多了不少江湖侠客，安全应该不成问题。能安全回京就好，有大哥在，能帮着外祖父，我也放心。最近京中动静不小，皇上跟镇国将军府在刻意打压太后一派，此时朝堂上局势很紧张。我外祖父如今情况如何？公主不用担心，镇国将军在朝堂多年，明里暗里的人有不少，只要不受掣肘，就没有什么能难得了他们。三师兄，你轻点儿！叫什么叫？就你娇气！我都是自己上的药，你还非要我给你上药？不被我上不到吗？大师兄下手也忒狠了，轻点，轻点！神神爷，你们到底是怎么得罪陛下的？怎么打得这么重呢？还不是小五那个死丫头！大师兄气狠了，舍不得收拾他，我们2个就遭殃了。啊，妹妹，怎么会呢？这货天天跟小四、小五在一起，没道理小四都知道的事情，他会不知道？玄神爷，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成天都跟小四、小五混在一块儿，小五跟金囊王的事你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你这胆子也够大的，这种事也敢替他瞒着？哎呦，玄神爷，这不是妹妹逼的吗？四师兄、三哥，你们在干嘛呢？哼，三哥，妹妹，你说要是大哥跟祖父知道你跟萧寒的事啊，我是不是会被揍死啊？这不是还不知道吗？三哥，你干嘛杞人忧天啊？哼，玄神医都知道了，大哥知道还会远吗？嗨，三哥你别瞎担心，这个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三师兄说出去，我保证。先信你一回吧。你那是什么？这是我给四师兄赔礼道歉准备的礼物，这可是我花了好久做的呢，这绝对是世间头一份，你们肯定没见过。是吗？我来看看。哇，妹妹，这是什么呀？好香啊，还这么好看。那是我的。谁？三师兄，是我。进来。三师兄，你在忙什么呢？什么东西啊？您自个儿打开看看。嚯，你这是大出血啊，舍得？给三师兄的这点东西算什么啊？只要您不生气就好。你呀。三师兄，你在看什么呢？那么认真。哟，读经啊。三师兄，你在研究什么读？跟我说说呗。你有听过梦蝶吗？还真听过呢。那你知道如何解这毒吗？我之前看到过一本古籍，上面有提到过梦蝶，但是古籍最后一页却写着此毒无解。当真无解？三师兄，是什么人中了梦蝶吗？是个重要的人。是
那个你喜欢的女孩？嗯。那姑娘中毒多久了？初步估计有半年了，我1个月前才收到消息。所以你去找了雪银草？嗯，能解毒的我都想试试。我之前呢，因为看古籍上说这毒无解，所以好一番研究过，还真被我研究出了点东西，应该能够解毒。真的？骗你干嘛？有糖吃啊？你这丫头故意的是不是？哎呀，这不就告诉你了吗？不过我的解毒方法有些凶险，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什么？但是毕竟没有人试过，所以我也有些不确定。跟我好好说说。解毒？糟了，忘了跟哥哥说解蛊的事了。算了，明天再说吧。想起很久没进空间了，就趁夜晚进去看看。苏月先去空间的温泉舒舒服服的泡了个澡，然后还好好的摸索了一番，看看有没有之前的那种玉石。没想到还真让他找到2块。接着就去前任主人的屋子里面。这一次当他打开暗格的时候，发现暗格底部似乎是空心的，然后拿着一把匕首从底部划开，一把5/4式手枪。看来上一任主人还真是穿来的，竟然还有枪，不错，得自个儿留着，说不定关键时候能用到。翌日一早，妹妹，你怎么来了？用早膳了吗？就是想来哥哥这里跟你一起用早膳。好，小李子，快传膳。是，主子。哥哥，我跟大师兄商量过，想这2日就给你解蛊毒，但是在驿站人多眼杂的，而且也不安全，就想让你进宫住一阵。那你呢？你要跟我一起去吗？当然了，我跟3师兄都会去。3师兄帮你解蛊，我呢会陪着你的。好。还有啊，我们决定等小宝百日宴结束以后，先去一趟白云山，然后再回京都。去白云山？嗯，这次我们师兄妹几人都要回去，我想带哥哥去见见我师父，毕竟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而且我也想带哥哥去看看我长大的地方。好，我去。嗯，那要不要跟他说？这个交给哥哥。什么？要去白云山？不回来了？不是不回来，是先去一趟白云山，然后再回京都。去白云山干什么？听公主的意思是，她的几个师兄也会回去，然后她想带2皇子去拜见她的师傅。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会比原定计划晚1、2个月。1、2个月呀！行了，下去吧，好好保护2皇子和公主。是，属下告退。张福啊，你说月儿是不是真的不想认真了？怎么会呢，陛下？公主走之前不还给您留了那么多补身子的药吗？那她至今都没有叫朕一声父皇。公主可能是一时间不能适应，但是她心里肯定是有您的。但是她就能接受言儿？你看，她还要带言儿回白云山去见她师傅。这您不是忙吗？您是95至尊呐，日理万机，您哪有时间呢？2皇子，你中蛊虫多年，他在体内一直都趋于稳定状态，此次驱蛊必定会让他躁动，所以会很痛苦，您要有心理准备。没事的，玄神医，你不用担心我可以的。我巫族有一秘药，可以让蛊虫平静一些，虽然不能完全减少2皇子的痛苦，但终归会缓解一些。多谢皇后。不用客气，你是小五的哥哥，我们就是一家人。小五，你出去吧，让小4进来帮忙。3师兄，我不出去。出去吧，妹妹，我没事的。3师兄，我也是医者，你对我这点信心都没有吗？我当然对你有信心，但是我得尊重我患者的意见。妹妹，你别怪玄神医，是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痛苦的样子。行，那我在外面等你。哥哥，你放心，没事的。我3师兄很厉害，大嫂也精通用蛊，可能会痛苦一会儿，但就一会儿，很快就会好的。哥哥知道，别担心我。3师兄，你让我进来干嘛？一会儿帮我按住3皇子。哦，劳烦小4兄弟了。没事。
别担心，会没事的。我知道，我就是有些舍不得。萧寒想去抱抱他，但他知道不行，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柔声安慰：虽然现在很痛苦，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你不用安慰我，我明白的。欧阳旭在院门口看到两人，眼神微闪。这个狼崽子！玄小三此时端过来一碗黑漆漆的药汁，这是用无影花跟27种草药毒虫熬制而成。这是专门为吴宗古配制的。人对这种气味不敏感，但是吴宗古对这种气味敏感。二皇子要开始了。好。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师兄，还要多久啊？很快，萧炎腹部有一小块凸起在慢慢的移动。你再忍忍啊，就快好了。他拿着手术刀，在缓慢移动的凸起附近划开1寸长的伤口。我去，这小五哥哥体内竟然有这么恶心的东西啊！难怪身体那么差。他在伤口处慢慢爬出，向着药液的方向。玄小三眼明手快，拿着玻璃瓶上前罩住，迅速的盖上盖子。然后床上那个安静的人突然吐出一大口血来。我去，三师兄，快！没事的，吴宗古在他体内多年，今天驱除，在体内如此躁动乱窜，二皇子的五脏六腑肯定伤了。接下来好好调理一番，应无大碍。哦，那个恶心的虫子，这小五哥哥也太惨了。苏月看到门开了，立即上前：“如何？”放心吧，很成功。我进去看看。小厮在给他穿衣服，陈腾晕过去了，你进去也没用，让他好好休息吧。是啊，这时候让他休息吧。听你大师兄说你擅长做药膳，你趁这时候刚好做一份，可以给你哥哥补补身子。接下来他的身体是要好好调理了，不出半年，应该就跟普通人无异了。好，我这就去。等一下，先来看看这吴宗古。就是这东西在我哥哥体内。是的。这东西要怎么处理？这个交给我，你不用担心。主要是这东西啊，我觉得应该是出自北疆。北疆？大嫂为何有此猜测？你们也知道我家族善蛊，这吴宗古就那么2人养成过，这蛊不难寻，难的是如何饲养成功。没有养成的吴宗古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在最初知道你哥哥中了这蛊以后，我就派人回族里暗中查看，发现那2人的吴宗古尚在。但是，怎么？昨日我家族里又传来消息，说我的一个叔叔当年其实是养成了2只吴宗古，但一只小的在多年前已遗失。当年他非常气愤，命人一路探查，最后查到了北疆境内，涉及北疆皇室，我叔叔才罢手。他不愿意跟北疆皇室对上。三师兄，你还记得在来的路上驿站的那场刺杀吗？看那些黑衣人的身形构造，有些像是北疆人。此事交由我来查吧。在驿站那场刺杀以后，他就怀疑太后跟北疆有所联系，此次更确定了他的想法。北疆的圣子跟圣女此次也来了，到时候可以探查一二。真要跟北疆有关系的话，你们就要好好谋划了。大清的皇室竟然跟北疆的皇室暗中勾结，陷害皇子，还真是。欧阳旭话未说完，但大家都理解他的意思。萧寒此时也是一脸寒霜，若真是如此，那他们真不配称为皇家人了。参见公主殿下。小李子，起来吧，哥哥醒了吗？还没有，主子睡得很沉。你用膳没？奴才不饿。快去用膳吧，我在这看着，你用完了再回来。奴才。快去吧，你回来还要照顾哥哥呢。是，奴才这就去。来人！哥哥，你醒了？有没有什么地方难受？玉儿，你怎么来了？小李子呢？小李子去用膳了。哥哥是要什么？喝水吗？是，给哥哥倒杯水。哥哥感觉如何了？我感觉好多了，前所未有的轻松。蛊虫一除，接下来哥哥只要听我的安排，好好调养就好了。兄妹2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月儿是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日大嫂跟我说，你体内的蛊虫应该是出自北疆皇室。确定吗？8九不离10。此事你放心，晋南王去查的话，应该很快就能有消息。此事我也会禀告父皇，让他加以防范。
大师兄说，北疆的使臣也到了，是什么圣子跟圣女，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试探一样。好，此事交由哥哥来。大庆皇宫，再说一遍。二皇子让属下传信，太后可能跟北疆皇室勾结。给朕详细说说，不能有遗漏。暗卫就将驿站刺杀跟萧炎去骨的事情跟武皇报告了，包括众人的猜测安排。朕知道了。二皇子的身体如何？蛊虫已成功去除，接下来半年好好调理，就能跟常人无异。好，下去吧，好好保护二皇子跟公主。是。朕这个母后，还真是让朕开了眼界。二皇子恢复得很好，没有了吴总蛊，身体各项机能都在慢慢恢复正常。我想不用多久，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了。多谢玄水姨了，没有你，萧炎此时还……都是自家人，二皇子无需如此客气。小五是我们从小带到大的，感情跟亲兄妹没有差别。刚好百日宴结束后就要去白云山，到时候让师傅挑一种适合你的功法练一练，不求身手有多好，至少强身健体。那会不会太麻烦玄老了？麻烦什么呀？他老人家一天天的在白云山，最闲的了。明日就是百日宴了，北疆的圣子跟圣女也在，为避免被他们发现什么，你记得给他装扮一下。好，我知道了。妹妹，刚好跟你讲讲北疆的事。北疆的圣子黑泽奇，圣女黑泽羽是一对兄妹。北疆有传统，每一代的圣子跟圣女，男的继承圣师之位，女的入宫为后。北疆的圣师跟我们的国师差不多，但是北疆的圣师深得民心，地位仅次于皇帝，连皇子都对他礼遇有加，甚至太子的册立都是由圣师测算选拔的。那还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呢。确实如此，而且得到可靠消息，圣师也在此次使团内。圣师也能随意离开北疆吗？他是暗中过来的，明面上并没有人知晓，甚至连北疆皇帝都不知道。看来这个圣师跟北疆皇帝之间也没有想象的和平。怎么可能好？堂堂皇帝要受他人钳制，任谁都不会甘心的。我得到的消息是，北疆皇帝属意大皇子为太子，但是圣师更属意三皇子。但是每任太子的册立都要经过圣师测算的，所以现在北疆的朝堂也很是微妙。我大师兄知道圣师在北齐的事吗？萧炎点点头。皇上特意差人来跟我说过此事，让我做好准备。不知道他此次是冲着北齐来的，还是冲着我来的。乌灵只说吴宗蛊跟北疆皇室有关，但是这个圣师此时却出现在北齐，会不会哥哥的蛊毒跟他有关？妹妹啊，想什么呢？哦，没事儿，其他事情等明天百日宴过后再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正我们都会共同进退。那个圣师不管冲谁来的，我们多防范一些就是。共同进退。靖南王觉得这圣师此次来北齐是冲着谁来的？不好说，这圣师多年来从未以真面目示人，并没有人知道他的长相。当然了，这样也方便他行事。此次若是不是暗卫偶然打听到圣子跟圣女对他的称呼，都不会想到常年在北疆的圣师竟然会出现在这里。多年来，我北齐跟北疆从未有过冲突，跟着圣师也无牵扯。我在想，他会不会是为了二皇子而来？毕竟二皇子的吴宗蛊出自北疆。我也有猜测，时间上太巧合了。朕刚刚收到消息，北疆的大皇子病重。哦，北疆皇帝一向看重大皇子，那岂不是？是啊，所以北疆此时遍访名医，就为了给大皇子看病。但是，这个大皇子也是个厉害的，竟然逃脱了所有人的眼线，来到了我们北齐。这是要请玄神医看病？是，而且朕的人并没有得到大皇子来北齐的任何消息，是他主动找上来的。看来也是被逼无奈了。但皇上的意思是，先看看情况，若二皇子的蛊毒是圣师那边下的手，那小三就好好给人家大皇子看病。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让大皇子跟圣师斗上，我们看戏即可。若是跟圣师无关，也可以给他治。作为回报，要把这下蛊之人给咱们拎出来。这对北齐会不会？靖南王这是不相信朕？哼，小样，别以为朕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小五可是朕带大的，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跟你们可是没法比的。自是不会，只是担心给北齐添麻烦罢了。朕有何惧？一个北疆罢了。真要是对上，咱们也是2比1，胜算更大。更何况，一个北疆，朕还真不放在眼里。靖南王别忘了，朕早就说过，只要有小武在一天，北齐和大庆就只会是友好关系。朕不是开玩笑。是小汉小人之心了。靖南王不用自谦，你的谨慎没有错。那皇上跟大皇子约了何时？是否需要做何安排？明日朕的皇儿百日宴结束之后，到时候王爷一起。乐意之至。让我来就是来听安排的，有我什么事啊？两人都是千年的狐狸。翌日宫宴，陛下，今日如此喜庆之日，可不能就看看这些歌舞，也着实无趣了些。哦，那小皇子有何想法？本王有个新奇的玩意儿，至今未有人能够打开。北齐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所以此次本王特意将此物带来，就想请北齐有才能之人帮忙解开。此物叫环环相扣，上面有9个圆环，9个圆环都套在这个横板上。我们天狼国至今还无人能解开，所以小王想看看北齐的有才之士是否可以解开，让本王也开开眼界。这不是他前几日给青青小丫头的9连环吗？这2日欧阳青青缠着他，让他教他解9连环。苏月本想让他自己琢磨的，后来实在是被缠得没法子了，就把解9连环的口诀告诉了他，所以弄得宫内很多人都会解了。哦，我北齐的青年才俊有不少在现场的，谁愿意替小王爷解一解这环环相扣？哼，难道北齐如此泱泱大国，也没有人会解这环环相扣？难道小王此生都没有这个机会看到他解开了？小王爷，其实吧，这个9环环相扣不难解，只是听你说你们整个天狼国都没有人能解开，我们这实在是不好意思解开，这样不是？听司马大人的意思，这环环相扣大人能解，自然是可以的。哼，那就劳烦司马大人了。这，要不我换个人？怎么，大人不是说能解吗？难道也只是说说大话？不是，我姐这个实在是……哎，算了，既然小王爷强烈要求，那我就勉为其难为王爷解惑。欧阳青青早就坐不住了，但是被自家父皇的眼神施压，只能把这大出风头的机会让给他人。很快，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解开了这环环相扣。北齐果然是人才济济呀！小王受教了。哈哈，我们王爷只是没想到司马大人竟然如此简单的就把这东西解开了，真是让人吃惊啊！皇上，刚刚这个只是我们王爷跟诸位开的小玩笑，弄点气氛，诸位不要介意。但是我们手上确实有个多年未解的难题，今天也借着宫宴来北齐请众位青年才俊帮忙解答一二。这人是懂得语言艺术的，说的那叫一个诚恳，来挑事还弄得花里胡哨的。哦，世子说来听听。此物是我父皇无意间所得，里面有一颗夜明珠，但我们想尽办法，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取出夜明珠。司马大人，您要不要再试试？孔明锁呀，这天狼国还真是妙，不知道从哪里找来这些东西。那我试试啊，但是我对这机关之术确实不甚了解，只能尝试看看了。若不成，还望见谅。怎么，司马大人如此出色，定会比我们这等凡人更有几分把握才是啊！时间慢慢过去，司马浩然摸索着手中的东西，没有丝毫头绪，他额头都微微沁出汗水。司马大人，怎么样？都过了那么久了，本王都困了。辜负皇上信任了，浩然解不开。退下吧。不知还有哪位青年才俊想要试试？今日来的各国使臣也都可以来试试的。接下来也有几人上前尝试，均无功而返。哎，看来还是无人能取出夜明珠啊。小四，你去试试。玄小四此时正闷头吃着烤鸭，根本没听到欧阳旭叫他。这四师兄是跟着烤鸭是过不去了吗？欧阳旭拿起桌上的花生米就砸过去，正中玄小四脑门。谁敢偷袭你爷爷？你是谁爷爷？大师兄是你呀，你砸我干嘛？去，
把那里面的夜明珠给朕取出来。我不去，烤鸭凉了就不好吃了，我要吃烤鸭。我这有2天没跟你切磋武艺了吧？你是想今晚还是？我去，不就是那个夜明珠吗？嘿嘿，大师兄，我去给你拿。小子，不会弄就别折腾了，那么多人都已经试过了，你也放弃吧。王爷，还是让这位小公子试试吧。皇帝陛下让他来取，就说明这位小公子必然有其过人之处，我们拭目以待吧。哼，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本王。好了。什么？你！郎天明跟郎天赐2人气得够呛。这位小兄弟真是厉害呀！北齐真的是人才济济，天赐佩服。哈哈，这是朕的同门师弟，平日里不着调，就喜欢弄这些个东西，让大家见笑了。这小兄弟厉害呀，真不愧是皇上的师弟呀！是啊，英雄出少年，以后绝对了不得。这些个木头都被我解开了，你应该没用了吧？就留给我吧。这东西应该还值点钱，我也不占你便宜。喏，还给你。哈哈，今日多亏了天狼国给我们带来了些不一样的节目，朕心甚慰。朕敬各位一杯，感谢诸位不远千里前来参加小儿的百日宴，朕先干为敬。此时，一直都低调不出声的北疆使臣黑泽齐兄妹气得差点捏碎了手里的酒杯。这2个蠢货一点用都没有，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本王没想到北齐跟大庆当真关系如此密切。大皇子莫怪，你也清楚，我跟永乐公主的关系，而今日会邀2皇子跟靖南王过来，确实有些事情也想找大皇子帮忙。萧炎此次前来，却有事请大皇子帮忙，多有打扰。哦，2皇子请说。其实，我跟大皇子也算同病相怜，我自小就被人下了蛊毒，常年身子不好，太医都说我活不过25岁，而今我已经成功去了蛊，身子也有望完全养好。但是近日，我查出我的体内的蛊毒竟然来自北疆，很有可能还是皇室中人。皇室中人？可确定？确定，但是消息也只查到这了，具体是谁还不得而知。所以2皇子是希望我能帮你查？是。这就是玄神医答应医治我的条件。大皇子可将此当作是互惠互利。好，本王答应了。小3、小5，这位就是北疆大皇子耶律清河。见过大皇子。这就是玄神医跟永乐公主吧？此次麻烦玄神医了。不用，治病救人罢了，也别耽误了，我给你看看。这个耶律清河总觉得有些眼熟，但他确定他没见过此人，想不起来就不想了。先替大皇子把把脉吧。有劳玄神医了。片刻，玄小3眉头皱起，中毒了。大皇子身体可有其他异常？耶律清河身体一僵，有些难以启齿。大皇子不必忧心，我是大夫，这些都是正常的。你只有交代的越清楚，我们才越有机会解毒。毒？玄神医的意思是我中毒了？确实中毒了，但我并未查出具体是什么毒，所以想了解一下王爷身体是否有其他的异样。起初只是觉得疲累困倦，慢慢的身体消瘦，甚至近半年都没能再行房事。半月前我背后甚至生出毒疮，疼痛难忍。劳烦大皇子宽衣，让我查看一二。耶律清河直接脱下了上衣，露出布满毒疮的后背。他右侧肩胛骨处有一纹身，是个太阳形状的。这个纹身他非常熟悉。大皇子还纹身？哦，这是我母族的族徽，但可能大家都知道，我母族已经没人了。母后当年经过父皇同意后，就在我跟弟弟的后背纹了这个。哦，所以你们几个皇子都有？那倒不是，只有我同胞弟弟和我。没听说大皇子还有胞弟啊？16年前，我胞弟刚刚出生，宫中婢女疏漏，死于一场大火。我母后也是因此。好了，大皇子把衣服穿起来吧。玄神医，怎么说？我这毒可还有解？先出去吧。如何？是中毒了，但是我一时也没看出是什么毒。咦，苏月来了兴趣。很少有3师兄都不知道的毒啊。那可有办法？我需先回去研究一下，不过倒是可以替大皇子先压制毒素。不知道玄神医需要多久？我不能久待。北疆虽做了安排，
但是逗留太久也担心出乱。不会很久，2天即可。好，那麻烦玄神医了。小五，你留一下。三师兄，什么事啊？是这个北疆大皇子有什么问题？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有些怀疑。大师兄，小四当年是怎么被收养的？你还有印象吗？小四，当年我跟师傅经过风河城，是在北疆与大庆交界之处的一座城，但这个风河城是属于大庆界内的。当时城内闹饥荒，死了很多人。我们是在一个死了的老妪手里发现小四的。那时候的小四很虚弱，叫声跟小猫似的，说再晚一些，估计也要饿死了。那他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他的衣服呢？布料什么的，是不是很好？苏月被玄小三这么一说，脑海里有些东西划过。耶律清河，熟悉。四师兄，没有，小四当时穿着的都是粗布衣裳，但却不是小孩的。他当时是直接用大人的粗布衣服包着的，也没有其他任何贵重的东西。当时我跟师傅多逗留了2日，想找找他的家人，但都无果，就把他带回白云山了。小三，你在怀疑什么？大师兄，我刚刚看到耶律清河的时候，一直觉得他有些熟悉，但是我很确定我以前没有见过他。但是现在我想起来了，这位北疆大皇子的眼睛跟四师兄的眼睛很像，非常像。所以三师兄，你是怀疑四师兄跟这北疆大皇子有什么关系吗？我刚刚给耶律清河看病的时候有聊了一些，估计他觉得不是什么隐秘，也没瞒我。耶律清河其实还有个同胞弟弟，在16年前死于一场大火，而北疆皇后也是自那时起郁郁寡欢，没多久就去世了。就凭这个？当然不是，而是我在耶律清河的背部发现了一个纹身，太阳形状的，在右侧肩胛骨处。一个纹身怎么了？欧阳旭却沉默了。小四的右侧肩胛骨处也有一个太阳的纹身。苏月愣住了，不会吧？2日以后，御书房。大皇子，你的毒我可以解，但是可能需要点时间。要多久？保守估计要3个月。你这个毒至今我没查出是什么毒，我怀疑是在什么剧毒上经过转换的，所以只能用保守的办法解毒，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一些。那我需要在这儿待3个月？啊，不需要，我已经制了丹药，先给你1个月的量，剩下的我会通过神医堂给你。好在北疆的都城也有神医堂。那最好不过了。很好，皆大欢喜。大皇子等毒解了，北疆皇帝也该安心了。大皇子，朕答应你的事做到了，可别忘了你答应朕的。清河自是不会忘，第一时间就让人去查了，有先为目。等有了确切的结果，我一定第一时间告知。好，朕信大皇子的为人。我今日就会回北疆，就此跟皇上告辞了。来日有机会，清河定会光明正大前来拜访。好，朕等着那日。不过朕更希望下次来的是北疆太子。好，借皇上吉言。送大皇子的消息。皇上请说。圣师此时正在北齐。什么？他怎么来了？具体目的尚未可知，但是我们怀疑跟大庆2皇子有关。2皇子？还请皇上详细跟清河说说。之前跟大皇子说过，大庆2皇子中的蛊毒来自北疆，甚至他们在来北齐的路上还受到了北疆杀手的刺杀。圣师此时出现在北齐，朕怀疑2皇子的蛊毒就是出自他之手。好，我回北疆之后会详细查查。好，那朕就不多留大皇子了。朕期待下次大皇子光明正大来我北齐。那清河就此告辞。青青，要不你去跟大师兄说吧，这个我不敢带你出去啊。哎呀，四叔啊，我就出去一会儿，你就带我去嘛。不行不行，你别忽悠我，大师兄要知道了肯定会揍我的。不会的，我们只要不让父皇知道就行了。不听，你别跟我说。哼，四叔，你不帮我就算了。我知道围墙边上有个狗洞，我自己去。哎，你一个人怎么行呢？我本来是打算跟四叔一起的，可是四叔不答应了。哼，你怎么还生气上了？算了，那就出去一会儿。主子，您认识？哦，不认识。觉得那小公子有些面善，
挺有趣的。走吧。救命啊！大师兄，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大师兄，救命啊！三师兄，快救我！快救我！小四啊，这忙三师兄可帮不了啊，我可打不过大师兄，到时候别连我一块收拾，那就亏大了。大师兄，你太过分了！明明是青青非要带我去的，为什么就打我呢？青青才几岁，你的意思是让我打他？那你都没有罚青青，为什么只罚我呀？太欺负人了！多大的人了，丢不丢人啊？还跟青青那小丫头比，你可真有出息！三师兄，你也过分，你都不帮我，我的胳膊好疼啊，屁股也疼。不准哭！小四，你都16了，不能总是如此贪玩。大师兄，我有好好练功的。那除了练功呢，这些年你还做了什么？很多，我跟着小五挖草药，抓毒虫做好吃的，我还经常去神医堂帮忙，好多呢。那你自己呢？你除了跟师兄师妹一起忙活，自己有没有什么想做的？我就想跟着师兄师妹一起，他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是一家人，当然要在一起做事了。倒是大师兄跟二师兄你们都很久不回白云山了。那小四，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也有家人呢？我的家人不就是你们吗？大师兄，你是说我跟小五一样，还有别的家人啊？你又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自然也会有家人。当然，我们也是你的家人，这不冲突。可我不是被师傅请回去的吗？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不准哭，小四，你是个男人。你看看我跟你二师兄、三师兄，你什么时候见我们哭过？有，三师兄有哭过。我什么时候哭过？你个臭小子，瞎说什么呢？有，我看到的，就是师傅当年让你下山那回，你就哭了。然后半年后你回来住了几天，我又看到你哭了。哼，你别以为你躲在被窝里，我就不知道。你再乱说，信不信我揍你啊？谁怕谁啊？我打不过大师兄、二师兄，别以为我就打不过你。来啊！行了，你俩别闹了。眼看今日是没法跟玄小四好好沟通了，也只能之后再找机会。过2日我们就启程回白云山。今早收到老二的信，他们已经出发了。真的？二师兄已经回了？在路上了，估计会比我们早几天到，所以我们也不能拖拉了。小三，有什么事这2天抓紧办。知道了，大师兄。司马飞燕的病很棘手。是有些棘手，不过小五有个法子可以一试，我今天就带他去看看。真的确定他了？是我对不起他，我以后会对他好的。小三，感情跟亏欠是2码事。大师兄，我知道，花了3年时间我才认清自己的心，我对他不仅仅是亏欠。你想清楚就行，你也23了，该成家了。我知道的。不过你这事可不容易，飞燕的身份，再加上你3年前那么对人家，这回可没那么容易娶到人家。我不会放弃的，当年是我不懂事，我知道错了。你跟我说可没用。还有，浩然还不知道你跟他姐的事，他俩是龙凤胎，自小感情好。要是知道他姐姐是因为你才20岁都不嫁人的，估计不会放过你啊。这个总会有办法的嘛。行了，我回御书房了。还有，小五生辰快到了，那时候估计已经回到白云山了，刚好我们帮他庆生。啊，对啊，小五的生辰，我差点给忘了，我要想想给小五准备什么礼物。好，到时候好好热闹热闹。王爷，我三哥这几日如何？真的进宫他也不肯。他这些日子可不无聊，这都城大一些的酒楼都被他吃了个遍，而且司马大人经常相伴左右，你就放心吧。确实，我三哥自己也能玩得很开心。我听你哥哥说，过2日就要出发去白云山了，他的身体可受得了？没什么大碍了。自从去了谷，哥哥的身体一日比一日好，我也一直给他调理着，没事的。那就好。最近京都不太平，皇上的意思也是让我们晚些回去。是出了什么事吗？放心吧，不会有事，都是些陈年旧事，
也是时候了结了。小五，你在这儿啊！我找你好久了。咦，四师兄跑得挺快的嘛，看来大师兄手下留情了。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笑话我，大师兄可没手下留情，下手可黑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我要跟你说个大事。什么事啊？那么小心翼翼的。我跟你说，三师兄要娶亲了。啊？娶亲？娶谁啊？司马浩然的姐姐。四师兄，你怎么知道的？刚刚大师兄不是揍了我一顿吗？三师兄也在场啊，他们说话我听到的。大师兄也知道吗？啊，而且我听到语气，三师兄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情，还说司马浩然要是知道了，肯定要打三师兄的。司马浩然的姐姐，那年岁也不小了吧？还没成亲？大师兄说跟司马浩然是龙凤胎，20岁了呢。看来三师兄这娶亲之路也不会容易啊。也不知道我们这未来三嫂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晚上就知道了。啊？什么意思啊？三师兄晚上要带你去给他看病。对哦，就是那个梦蝶。看来今晚我要好好表现，可不能耽误三师兄娶妻。小果，你今晚可要好好表现，不然三师兄就娶不到媳妇儿了。你看他都那么大年纪了，嘴巴又毒，心肠又坏的，要是真娶不到司马浩然的姐姐，估计这辈子就得孤独终老了。同为23岁的萧寒，我真的很老吗？参见公主殿下。参见公主殿下。王侯和夫人无需多礼，你们是长辈，不可啊。君臣有别，你是公主，这礼不可废。这位就是玄神医吧？这次麻烦你了，我女儿这病实在来得蹊跷。是啊，玄神医，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女儿啊！这半年来我们访遍名医，可是都没有办法。嫣儿她如今……好了，先让玄神医看看嫣儿，说不定神医有办法呢。是啊，母亲，先让玄神医给姐姐看看吧。姐姐现在醒着吗？没有，今天就中午时候清醒过一会儿，然后就昏睡到现在。无事，我跟小五先进去给司马姑娘看看，之后再与二位详谈。好，浩然，你带玄神医跟公主进去。怎么样？可有办法医治？母亲，稍安勿躁。爹，玄神医说姐姐是中毒了。什么？之前的名医一个个都查不出病因，我就有所怀疑，但是没有证据。玄神医，您确定是中毒？是，我确定。此毒名唤梦蝶，是一种可以让人在睡梦中死亡的毒。玄神医，此毒可能解。侯爷，此毒我们也是在一本古籍中看到过，但从没有听说过有解毒之法。什么？公主，刚刚不是说可以解吗？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公主，你告诉我，我女儿，我的嫣儿还有救吗？夫人先起来，听我慢慢说，别激动。我们确实没有在古籍上查到解梦蝶的方法，但我跟三师兄最近研究了不少医书读经，最后想出了一种以毒攻毒的办法。但是什么？但是风险会很大，如果对毒素把控的不妥，很有可能加重病情，甚至死亡。那玄神医跟公主有几分把握？5成。我的嫣儿，我可怜的女儿啊！那就有劳玄神医跟公主了。侯爷，夫人，嫣儿的身体不能拖了。可是如果不成功，嫣儿就没了呀！还有一半的机会，不是吗？你要相信嫣儿，她也一定会努力的活着。她舍不得你这个母亲的。玄神医，您准备何时解毒？现在。这么快？越快越好，今晚就开始，多拖1天，风险就更大1分。三师兄，我们开始吧。开始吧。司马大人，你先出去吧，我们需要对司马姑娘全身下针，你在都有不便。下针？全身？那岂不是要脱光衣服？司马大人放心，我们是医者，医者眼里无男女，只有病患。
如果司马大人不放心的话，等司马姑娘毒解了，我就上门提亲。提亲？大人还是先出去吧，救司马姑娘要紧。三师兄，一会儿你试针吧，我配合你。好，你的药水先喂她一些。好。片刻，那个昏迷中的女人眉头皱起，面露痛苦，突然一大口血水喷出，人又陷入了昏迷。有效果。苏月伸手上前替司马飞烟把脉，然后眼露喜色。三师兄，毒似乎解了。怎么样，宣神医？我姐姐没事吧？放心吧，毒解了，估计明日人就能清醒了。真的？是的，毒解了。但是这些日子以来，身体被迫害的严重，要好好调理才行。这是我制的滋补丹药，外面没有，每日按时服用，2、3个月身体就能恢复。多谢宣神医。除了这些，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其他没什么了，好好养生就行。可以服用一些药膳，食补还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还有什么？下毒之人还是要尽快找到，否则我救得了1次，不一定能救得了第2次。此次加减能捡回一条命，多谢二位。此次大恩，我们武安侯府铭记于心，将来一定报答。司马大人记得你说的话，真有那一天，可不能反悔。自是不会的。这个三师兄啊，小四，这就是那家卖烤鸭的酒楼。前几日皇上把烤鸭的厨子宣进宫，你肯定也吃过了。他们家除了烤鸭，还有不少菜做的都不错呢，我们都点来尝尝。好，我来北京那么多天了，都没有好好在外面吃过呢，今天把招牌菜全上了。正当他低头时，余光瞟到一个身影，苏月眉头微皱。我出去一下。安排的如何了？全部安排妥当，只要他们出宫，我们的人就会动手。黑泽七兄妹俩呢？黑泽吉这几日跟各国使臣频繁接触，而黑泽宇并没有出过驿站。他是在驿站天天跟那个小白脸鬼混吧？就这样还想做皇后？大皇子的身体撑不了多久的，这个女人不适合三皇子，就让她留在北齐吧，不用回去了。这怎么留？怎么留？哼，人死了不就留下了？是，属下遵命。还有，此次大清二皇子绝对不能活着回去，否则会影响我们与大清太后的合作。是。我明日就要回北疆，这边的事就交给你了。我离开后，给我好好盯着黑泽奇那个蠢货，别给我惹出麻烦。是的，主子，我警告过他了，他肯定不会再犯蠢的。还有，把这些东西给我送到萧慎的手里，记住，绝对不能落入他人之手。是。退下吧。是。1刻钟后，男人才离开。苏月飞身而下，进入书房，拿出那个匣子，打开后发现里面全是书信。他快速查阅了这些信件，全是北疆三皇子亲笔写给大庆镇国将军苏杭的，这是要把镇国将军府直接安上叛国罪啊！随后，他就将所有信件归回原位，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妹妹，你去哪儿了？那么久，我们都用完膳好久了。小五姑姑啊，你终于回来啦！我们都用完膳了。不过你放心，我们又给你点了几个菜，这给小二热着呢。对啊，小五，你离开好久了，我让小二先上菜吧。有点事情。四师兄，我一会儿进宫去。三哥，你跟我一起进宫。好。四师兄，你帮我去驿站找一下靖南王，就说有要事相商，让他尽快进宫一趟。妹妹，怎么了？哥哥，我刚刚在宫外碰到一个人。苏月直截了当地说起了跟踪北疆圣师的事情，把偷听来的消息和那些书信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好的很，这就是大秦国的皇子啊！竟然敢勾结他国陷害忠良，他也配做皇子？还想做皇帝？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妹妹，你准备怎么做？要不要我现在就写信回去给祖父，让他汇报给皇上？等我们商量看看吧。哥哥，你觉得呢？此事不能轻举妄动。现在我们提前知道了他们的谋划，我们就可以好好周旋。此事交给我，放心吧，我不会让外祖父出事的。王爷怎么一点都不惊讶？难道你事先知道？
并不知情，不过不难猜测，只是不知道他们会通过什么方式罢了。多亏了公主今天的发现，我们可以提前布局。布局？王爷已经有办法了。不用惊讶，其实自从知道太后可能跟北疆勾结，不论是皇上还是镇国将军，都有暗中防备，也做了安排。萧慎此时也牵扯进去，也不见得是坏事。那我们就按原定计划去白云山，这个时候回去也不见得是好事。那我也不要传信回去？也不知道大哥回京都了没有？苏玉已经暗中回京都了，放心吧。暗中？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明面上你大哥已经遇刺身亡了，估计此时消息已经传到京都，萧慎此时应该正庆祝着呢。将军，玉儿她……皇上放心，玉儿无事，已暗中回京。昨夜刚收到他传递回来的消息，估计也是怕他遇袭身亡的消息传回京都，吓到家里人。那就好，这次靖王实在是，还真是心狠手辣，想足了。老晋南王回京了，当真？是，直接找上微臣了。他可有说什么？他让微臣给皇上带句话。什么话？皇室欠他们萧家的，他要讨回来，希望皇上不要插手。皇室欠萧家的太多了，尤其是萧寒父母的性命。还是走到了这一步。父皇啊，这次儿臣也没办法了。将军安排一下吧，护龙卫首领跟老晋南王的会面，朕也想早日知道当年的真相。我跟老晋南王提过此事，但他说这事不需要我们操心，他会自己跟护龙卫首领联系，还说皇上想知道的事，等他忙完了会亲自跟你说。他罢了，很多事朕也没有办法控制，因果循环呢。还有，微臣查过了，太后确实与北疆有联系，虽然隐秘，但还是让微臣查出一些端倪。北疆皇帝不是个蠢人，他是跟谁勾结的？跟太后私下勾结的是圣师。这个圣师朕倒是不甚了解，将军可清楚？北疆圣师其实外界对他的消息并不多，是个很神秘的人，但是他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很多方面连北疆皇帝都不能左右他的决定。那北疆皇帝岂不是做得很窝囊吗？你好意思笑人家？还有谁比你这个皇帝更窝囊呢？这个国师自回京都都没有露过面，将军可有查到什么？微臣正想跟您汇报此事，国师并不在府中，府中之人是旁人易容的。什么？假的？是，已经得到确认，确实是假的，现在还没有查出人在哪儿。国师手握一方兵权，若不能掌握他的动向，我们会很被动，腹背受敌的。微臣也是这么想的，这个国师一直深居简出的，估计除了太后，没人知道他的近况了。这事交给朕，朕也很久没有跟朕的这位母后话过家常了，也是时候去请安了。哇，小五姑姑，外面的空气真好啊，比宫里好。空气都比宫里好，我怎么没感觉呢？难道外面的空气是香的？哼，母后您取笑我。你看看你，哪里像个女孩子呀？就不能淑女一点？你是个公主。公主怎么啦？公主就不能玩耍吗？这里又没有外人。就你理由多。哼，小五姑姑啊，二叔家的妹妹多大呀？会说话了吗？应该还不会吧，她比小宝大几个月。哦，
那也没关系，我会带他一起玩的。小五姑姑，四叔说山上有好多好吃的，是真的吗？是啊，山上有各种果子，我跟你四叔经常去采摘，而且大白的家就在那儿，他经常去打猎，反正还挺有趣的。等到了可以带你去看看。哇，真棒！小五姑姑真好。别跳别跳，马车都要塌了。小宝醒了。小宝，我是姐姐，快叫姐姐。咿呀咿呀！哇，小宝真棒！等你长大了，姐姐带你去行走江湖。这一路上感觉有些过于风平浪静了，我怎么感觉怪怪的？怎么担心？你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小了？不是我胆子小，而是这情况反常啊！暗中那么多人不是吃白饭的，放心吧。好。大白跟小雪突然吼叫起来，不对劲，有危险的气息，好像来了很多人。不用紧张，我们继续赶路，走吧。首领，失败了。怎么会？我们安排了那么多人。大秦二皇子一行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暗中的护卫不少，而且竟然还有北齐的营卫。北齐的？北齐皇帝那么好，还派人保护他？属下不知，但是确定他们周边有很多人保护，我们的人根本就没法靠近。鬼女呢？怎么还没到？来了信，估计就这2天了。他到了，第一时间通知我。是。王爷，阿南，起来，我们之间还需要如此吗？被称阿南的护龙卫首领名为萧南，他的真实身份是先皇异母同胞的亲弟弟，并且是双胞胎。礼不可废。真要论身份，该跪的也是我。你真要那样？我不是那个意思。云大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为何一直避着我？我跟您写了很多信。阿南，我不是想躲你，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就问吧。先皇当年究竟是怎么走的？我当年受命去了北疆一趟，怎么回来时他就没了？我当年到的时候，先皇已经是强弩之末。我问他，他什么也没跟我说，只是让我看在他的面子上放过太后。那样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究竟是怎么迷惑他的，让他如此死心塌地？他堂堂一个皇帝天子，什么女人没有？怎么就被那样一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你们萧家尽处痴情人。难道先皇真的就为了护他，把护龙卫交给了他？我觉得先皇不是如此徇私之人，所以当年究竟如何，还得好好查查。可当年在场的除了你就是那女人了，她怎么可能说实话？我查了那么多年都一无所获。当年在场的还有一人。谁？温公公。温公公在先皇离世没多久也跟着走了。温公公有一义子，在温公公去世后就离宫了。主子，怎么样？靖南王已经跟二皇子离开北齐，但是他们并非要回大秦，而是乔装出行，暂时并不清楚前往何处。此次北疆安排的刺杀也没有成功。这个小贱种命真大，这么多年了都死不了，不像他那没用的父母。刺杀就交给北疆的人马好了，圣师肯定会想方设法助我达成心愿的。主子，还有何事？今日手下来报，老靖南王回京都了。人呢？他人现在在哪里？目前不知，到京都后就跟丢了，但是确定是已经回来了。萧云天，你终于回来了，躲了本宫那么多年。以最快的速度查到老靖南王的所在，我要见他。是。国师呢？还没回来吗？是，并未回京都。传信去，让他赶紧回京都。本宫最近心里总是有些不安，皇帝不知道跟镇国将军在密谋些什么。现在萧云天也回京了。是，属下这就去传信。慢着，记得不得伤老靖南王分毫。本宫要他全虚全伪的出现在本宫的面前。是。二皇子他们已经出发去白云山了。是。大靖南王呢？
靖南王也跟着一起出发的，应是一起前往白云山。他也去了。是。武皇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是不是得跟郑国将军好好商量商量？有狼崽子盯着月儿了。而此时的萧寒突然打了几声喷嚏：“王爷，你着凉了？”“没有，估计是吹到凉风了。”“山里还是比较凉的。萧一，给你主子拿件披风。”“是，公主。”“哼，他的手下啊，倒是很听小五的话呀，真是个贼心不死的狼崽子。”“唉，小五可有4个师兄，3个哥哥呢，再加上那些长辈，这娶妻之路很是艰难呢。”话音未落，几声狼吼打破天际。出事了，三师兄来了。四叔后面，快打他！哇，四叔真帅！三叔，小五哥哥，打他们，加油！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就安分点吧，生怕那些杀手看不到你是不是？很快，苏月就发现了不对，这些人怎么不怕疼的？身中数箭一点反应都没有，完全没有影响战斗。三师兄，笛声。玄小三自然也发现了不对，他仔细分辨笛声传过来的位置，指尖立刻出现几根银针，径直朝着吹笛之人射去。笛声骤然停止，这些杀手就像无头苍蝇一般开始无差别攻击。以为这样就可以伤我鬼女？你们也太小看我了。笛声陡然一变，那些杀手瞬间又有了目标，招招杀意更甚刚才。小五，快想办法，这些人怎么都死不了！大白嗷呜一声，一爪子拍飞一个杀手，苏月手指摊上颈动脉，皮肤冰冷，毫无脉象。死人！三哥，捂住青青的眼睛。苏月一脚将人踢出去，手上用力，直接将杀手的脑袋拧下来了，然后杀手的身子直直倒下。知道了这些人的弱点，众人攻击起来就顺利多了。哪里来的死丫头，竟然毁我不死军团！不死军团，明明全是活死人。这个仇我们结下了，下次我一定10倍奉还。众人解决了剩下的活死人。三师兄，有什么不对吗？全部都不是活人。是，都是死尸。炼制这些死尸可不容易。三师兄可知道出自哪里？我若没有看错，这应该是苗疆的活尸。苗疆啊，确实，我好像在书中看到过。可炼制活尸可不容易，而且还有这么多。哼，是啊，这次对方可真是损失惨重了。玄小三没有说的是，这炼制活尸的手法跟某人的非常相似，看来得尽快回白云山跟师傅汇报了。怎么了？我们刚刚碰上了苗疆的活尸。苗疆的活尸就是死尸通过特别的方法炼制变成活死人，没有思想，没有感受，受人控制，杀伤力惊人。你们解决了？小五找出来破绽解决了。那就好，这样的东西本就不该存在，毁了好。还有什么问题？这个活尸的炼制手法跟那个人的手法很像。确定吗？8成吧。明明被师傅打落悬崖了，还能活。可师傅说并没有找到他的尸体，我看过他的手札，里面就有很多关于炼制活尸的记载，所以我才由此猜测。那得赶紧回去告诉师傅，这人就是个疯子，真要活着，总有一天会回来报仇的。小五，三师兄说明天我们就能到风云镇了，终于要到家了。我也想师傅了。我也想了。突然，一只飞镖射过来。什么人？藏头露尾的，敢暗算你爷爷，给我滚出来！看爷爷不打你个屁滚尿流！然后一个黑衣人飞身过来，二人打得难舍难分，但似乎黑衣人并没有尽全力。你个卑鄙小人，敢暗算你爷爷！你等着，爷爷我有救兵，大师兄，救救我！爷爷，你是谁爷爷啊？我是孙子，你是爷爷，大师兄救命啊！你这臭小子，胆子肥了是吧？求救，你就问问大师兄会不会救你？还爷爷，你是谁爷爷啊？大师兄，三师兄，快救救我！小五救命啊！二叔，你就别打四叔了，四叔知道错了。你就是青青吧？二叔，我是青青，你知道我啊？这么可爱的小公主，二叔怎么会认不出来呢？那你告诉二叔，你都没有见过我，是怎么认出我的？
我虽然没有见过二叔，但是父皇说过，二叔有一双星星眼，可好看了，所以轻轻一眼就能认出来。大师兄，你竟然会夸我？多大的人了，还那么没正经？那你可冤枉我了。我算算日子，你们也该到了，扔下媳妇女儿就过来接你们。大师兄，你可别没良心啊！二师兄，哎呀，小五，都长这么大了。二师兄有2年没见过你了，长成大姑娘了。是你太久没有回白云观了。那不是二师兄我太忙了吗？杂事太多。我怎么听说你成天不是挑战第一剑客，就是挑战哪个侠士的，天天忙着打架了吧？没大没小，我那叫切磋。要想武艺精进，就得跟不同的高手多多切磋比武，你才能进步。二师兄，你太过分了！我都这么大了，你还打我，那么多人看着呢，我多没面子呀！你还好意思说啊？我怎么不揍你三师兄跟师妹呢？还不是你太嚣张了，敢骂我？哼，不揍你揍谁呀？我以为是坏人来了吗？当然不能露怯了，那不是丢师傅的脸吗？哼，就你啊！我刚刚发现了啊，你的身手跟2年前比完全没有进步，看来这2年你轻松的很呢。哪有？我都有认真练功的。还不过来见见你大嫂？你也是，这些年就没有去看过我。天涯见过大嫂，刚刚是我冒失了，吓到大嫂了。没事，经常听你大师兄提到你，总算见到了。哎，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弟媳妇和侄女呢？前天就到了，他们在白云观。我想过来接应大家，带着他们不方便，就让他们在白云观等着了。啊，那也对。青青自从知道多了个妹妹，整天嚷嚷着要见见呢，这次总算如愿了。是啊是啊，二叔啊，我还给妹妹准备了好多礼物呢。青青丫头真乖，二叔也给你带了礼物，等到了山上再给你。啊，二师兄，给你介绍几个朋友，这位是二皇子，这是靖南王，还有这个是我三哥。在下段天涯，是小五的二师兄，第一次见面，让大家见笑了。段盟主是性情中人，我们很荣幸能见到你这位武林英豪。啊，是啊是啊，早就听妹妹说过，段盟主武艺高强，我们一直都想见见呢。那些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给面子。众位第一次来我白云山，等到了，我一定带众位好好转转。站门口干什么？家门都不认识了，还不滚进来！师兄妹几人相互看了一眼，就要上前推门。呀，你是老大？老大，你回来了！沈妈妈，多年未见，您还是一点没变呢。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离开了那么多年，也不知道回来看看？是我的错，太忙了，实在是没时间。这次我把妻子孩子也带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妻子和女儿，还有小宝，刚过了100日。哎呦，这是你妻子呀，长得好水灵啊，真好。还有这丫头也太可爱了。沈奶奶，我叫欧阳青青，你叫我青青就好了。好好，真好啊，儿女双全了。老二也回来了，也带了妻子和女儿，真好真好。哎，就是这个老二吧，不靠谱，把老婆女儿扔下人就跑了，真是。陈妈妈，我在这儿呢。哎呀，你这2天跑哪儿去了？怎么把妻子女儿扔下自己溜了？我不是去接大师兄他们吗？陈妈妈，你就只看到大师兄吗？看不到我们吗？哎呀，都回来了。小三呐，小四、小五，你们一起回来了。师傅，徒儿回来了。师傅，徒儿回来了。师傅，我们回来了。听不到吗？师傅是不是年纪大了，耳背了呀？吵，就你话多。你师兄跟师弟师妹怎么没有那么多话？你是前2天挨打的不够是吧？要不要为师再赏你一顿？不用了。师傅，我都娶妻生子了，你怎么能动不动就揍我呢？那天您知道我有多丢人吗？您不是让我妻子看笑话吗？你还好意思说？一回来就去为师的房间翻箱倒柜，你个兔崽子！为师一点点东西全被你顺走了，揍你怎么了？希儿，这些年越发沉稳了，回来就好。师傅，徒儿不孝，这么多年都没回来看你。你身负重任，为师明白。这些年你做得很好，为师以你为荣。起来，别跪着了。是，你们也起来吧。是，师傅。是师傅。师傅，您功力又精进了，而且还越发年轻了似的。多亏了小五的洗髓丹，让我的功力更上一层楼。
平日里这丹药那丹药给我喂养着，身子确实更好了。是啊，小五的洗髓丹确实厉害。小五，你还有不？再给二师兄2瓶。最近手上没有了，等我制了新的再给二师兄。好，不急，二师兄等着。就知道占你师妹的便宜，没出息的东西。小五啊，今天大家都回来了，晚上你掌厨，大家吃个团圆饭。你走了，为师吃饭都不香了，你可得给为师多做些好吃的。是，师傅。还有啊，为师的茶叶用完了，本来还有一些，你二师兄这个混球一回来，就把为师的茶叶顺走了。我那还有一些存货，先给师傅，等来年再弄些新茶给您。好好，还是小五孝顺。行了，老夫得去见见客人了。哎，师傅，还有我呢，我也在呢。看到了，脸又圆了。你不是下山历练吗？怎么还能胖？日子太好过了。哪有，师傅你肯定看错了，我没胖。等空下来，为师要好好抽查你的功课，看看你下山都学到了什么。啊，师傅。前辈，此次跟着大家来观礼，多有叨扰了。首次登门，不知道您的喜好，准备了些许薄礼，还望您不要嫌弃。好，有心了。阴险的人竟然还带贿赂的，前面怎么不知道他还带了礼物上门？哟，这狼崽子挺会啊！看吧，这心思昭然若揭了。哇，好多好东西啊！以后都是我们白云观的了。不知道师傅会不会偶尔也给1、2样东西给我呢？他这么殷勤干什么？二皇子啊，你终于有所察觉了吗？不容易啊，再反应不过来，妹妹就被人抢走了。你就是二皇子吧？邢老前辈您好，我是萧炎，是月儿的哥哥。这次登门就是为了感激您这些年对小五的照顾。无需介怀，我跟小五注定有师徒的缘分。你且上前来。玄机子伸出手，直接探上他的脉，片刻。身子是弱了些，不过不妨事，调养几个月就好了。小五，为师有一本秘籍，适合你哥哥这样的初学者，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学得好了，在武艺一道上也能有所成效。晚些你去拿来。谢谢师傅。多谢前辈。青青拜见师祖。起来起来，你这小丫头倒是机灵，一点也不像你爹爹。来，到师祖这来。师祖啊。嘿，来白云山可开心？开心，青青还是第一次出远门呢。爹爹说这里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青青也很想过来看看。哦，是吗？玄机子捏了捏小丫头的胳膊，又仔细看了看。根骨不错。旭儿啊，你有没有想过让青青习武啊？这丫头一心想习武，根本拦不住。好，你的女儿习武怎么了？我记得藏书楼有不少适合女子练的功法，小五应该最清楚。找一些合适的，让小丫头熟悉熟悉。真的吗，师祖啊？太好了，我终于可以习武了。爹爹，师祖也说青青可以习武的，您答不答应？师祖都同意了，爹爹能说啥？你想学就学吧。哦耶，我可以习武了！娘亲，你听到了吗？爹爹说我可以习武了。听到了，听到了。习武很辛苦的，开始了可不能半途而废，知道吗？我一定不会放弃的。我要习武，以后要做女侠。来了，师傅。知道你们会来，说说怎么了？还是让小三跟您说吧，他最清楚。师傅，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一波刺客，是被人操控的活尸，我猜测应是来自苗疆。你们遇到多少只活尸？16只。嚯，大手笔呀！这是针对谁的？应该是小五的哥哥。难怪，为师最近观天象，紫微星显，大清朝局看来很是动荡啊。小五这个亲爹不是个果断的，若真有什么麻烦，我这边会帮衬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强求不得。你能帮得了一次，帮不了第二次，一切还需靠他们自己。徒儿不关心旁的，他们谁做皇帝都无所谓，主要是担心小五。无妨，或许会有些磨难，但是不会影响到大局，那就好。大师兄，你就是个操心的命，你管好北齐就行了。大庆你也操心啊？是不是做皇帝的都像你这么闲呢？小三，你要说的就是这个苗疆活尸，然后呢，是有什么问题吗？
小三，你继续说。师傅，徒儿发现那些苗疆活尸的炼制手法跟当年那人的手法几乎一样。我回来就去翻了他的手札，徒儿几乎可以确定，那些南疆活尸是出自他之手，又或者是他教旁人炼制的，总归跟他脱不了干系。当年他被我打下悬崖，但却没有找到尸体，为师就怀疑他可能还活着。但想着，若是活着不再作恶，为师也不会赶尽杀绝。若真是这畜生，为师这次绝不会让他有机会继续祸害人。那师傅是要亲自去啊？那小师叔这些年的……你们几个动用你们所有的人脉去给为师查清楚。若真是他，你们也不能轻易动手。通知为师，为师要亲自将那畜生抓回来。是，师傅。小心行事，此人心狠手辣，可天赋绝佳，善观人心。武功上可能不如你们，但是旁门左道颇为精通，尤其是毒。真遇到了，你们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尤其是小三，不要跟他对上。你对他有情，他对你未必有。为师知道你自小跟他相处的时间更多，甚至你痴迷医道也是受他影响。但是，为师希望你能分清善恶，不要感情用事。老臣参见皇上。老王爷不必如此，你能来见朕，朕已经很感激了。虎龙卫首领怎么有时间过来？是想好怎么回复朕了吗？哼，皇上耳目众多，有什么想知道的，自然有手下为您调查，何须问我？你放肆！别忘了上次你可是阶下囚，若不是朕放了你，你现在还在水牢中受刑呢。那还真是多谢皇上不杀之恩了。行了，阿南，你一个做长辈的，好意思跟小辈吵啊？哼！皇上，兵退左右吧，我们今日是要好好谈谈了。阿南，把面具取下。父皇，不，你不是，你究竟是何人？皇上无需紧张，老臣今日过来就是要给皇上解惑。老臣给皇上讲个故事。简单的一段描述让皇帝了解了最关键的，这个护龙卫首领是自己的皇叔。那首领现在可否告诉朕，父皇当年究竟为何会把护龙卫交给母后，而非给朕呢？当日在水牢，我并非骗你，而是真的不知。当年先皇让我去北疆查探些事情，等我回来时，先皇已经走了。我离开之前，先皇的身体明明就没有问题，怎么可能就这样走了？我不信，就一直暗中调查。后来太后找到了我，并拿出了黑龙令，告知我先皇将护龙卫留给了他，让我从今以后听令于他。我自是不信，但也没有跟他正面反抗，因为我怀疑先皇的死另有原因。你说父皇当年的死是有人害他？怎么可能呢？老晋南王当年也在现场，而且父皇也把传位圣旨交给了你。当日我到的时候，先皇确实已经油尽灯枯，只来得及把传位诏书给我，还请我看在他的面子上放过太后。但是当时对于先皇的身体，我是存在疑惑的。毕竟他之前身体一直很好，怎么突然就……我也问他了，但他什么也没说。我当时因为他的话非常气愤，所以拿着诏书就离开了。刚出了屋子，太监就说他驾崩了。皇叔，当年父皇让您去北疆查什么？先皇让我去调查北疆的圣师。北疆圣师？是，当年先皇发现皇后，也就是现在的太后，似乎跟北疆圣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让我亲自去查查。哦，那您查出了什么吗？我在北疆潜伏1月，其实并未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就接到了先皇驾崩的消息，然后我快马加鞭的回了京都。这些年一直在跟太后周旋，当然我也没有放弃查询。对于这个北疆圣师，我算是了解了一些。太后确实与圣师联系密切，而且北疆圣师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北疆，在北疆的一直都是他的替身。替身？是，他一直戴着面具，并未有人看到过他的真容，而替身深知他的习性，所以多年来并未有人察觉异常。一个身居高位之人，常年深居简出，让一个替身带自己生活在原来的轨迹，那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甚至以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存在。确实如此，但是这些年来，我虽一直安排人暗中调查，却也没有再发现其他有用的东西。此人非常谨慎。朕也是最近才接到消息，知道母后跟圣师有勾结，甚至连靖王也是。这个圣师狼子野心，此人是个危险性十足的人，
不可轻率，得继续盯着才是。我也如此认为，但是现在的护龙卫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护龙卫了，我可用之人不多，所以此事皇上自己安排吧。好，朕会让人去查。说到护龙卫，今日朕也想跟皇叔商量一下，朕打算将护龙卫全部处理掉，以后都不会有护龙卫了。不知皇叔？皇上早就决定了，何须问我？朕之前并不知道皇叔的身份，多有得罪，还望皇叔见谅。此次是真心想听听皇叔的建议。无需顾虑我，现在的护龙卫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有些人，皇上或许可以留其一命。若是能收服这些人，对于皇上而言，绝对会是一大助力。好，听皇叔的。皇上，微臣此次过来，还有一事要禀明皇上。老王爷请说。这也是微臣和阿南一直都怀疑的事情，就是当年先皇的驾崩，我们一直怀疑另有隐情，但多年来我们并未查出什么。但今日我们找到一人，对当年的事情知之甚详。今日老臣也把他带来了。什么人？此人闻名，皇上或许没听过，但是他的义父皇上肯定知道。是谁？前太监总管温公公。父皇跟前的温公公。是。温公公是自小服侍父皇之人，情谊自不是旁人能比的。父皇驾崩后没几日也跟着去了。是的，温公公走后没几日，这个温明就买通宫里侍卫，假借患病不能继续做事为由离开了皇宫，此后再没在京都出现过。此次我们多方查探才找到此人，此人现在在屋外候着，皇上是否一见？姐，朕要知道当年之事，朕必须要弄清楚。抬起头来，朕问你，当年为何会失计离开皇宫？小的有罪，求皇上饶命！小的有罪，求皇上饶命啊！皇上，小的并不是为当年陶宫一事求饶，而是另有缘由。哦，那你一一道来。小的义父在去世之前交代了小的一些事情，让小的一定要面见皇上，亲口告诉皇上。但是小的看到义父被人杀害，一时害怕，就逃出了宫。小的对不起义父，对不起皇上，小的该死啊！哦，温公公交代了你什么？回皇上的话，小的义父在先皇驾崩后来找了小的，说他命不久矣，但他不甘心就此死去，因为他不忍先皇死得如此不明不白，而凶手却逍遥法外。义父自小在先皇身边伺候，感情深厚，他也是最了解先皇的人。先皇是个重情义之人，可他的一番深情却给了那个心狠手辣的女人，是当时的皇后，也就是现如今的太后娘娘给先皇下了慢性毒。起初先皇也不知情，但是不久就发现了端倪。先皇察觉身子有异，让太医查看后，发现是中了毒。多方调查后才发现，先皇每日饮用的养生茶中放入了一种名叫赤炼的慢性毒，而这养生茶每日都是太后娘娘亲手送过去的。我就知道，肯定是那个女人，她怎么如此狠心？先皇对她不好，恨不得把心都挖出来给她才甘愿。她竟如此不识好歹，狼心狗肺。既然先皇一人发现，难道太医没法救治？为何最后还是……先皇虽然已经知情，但是太后每日端来的养生茶，他还是会继续喝，也没有让太医替他解毒。先皇说，他若真想要朕的命，那就给他吧，这也是朕最后能给他的了。反正朕对他终究是狠不下心的。为何？他究竟为何要那么做？因为先皇对国师的身份起了疑。国师？是的，国师。皇上可能不知道吧，或许屋内也没有其他人知道，国师其实是太后与先皇的孩子，皇上的哥哥。什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皇上才是先皇跟太后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各位肯定都不相信，小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也是无比震惊，不可置信，可这却是事实。老王爷，皇上当初要册封国师之时，您也在场的，所有人都反对，包括您在内。但是先皇却力排众议，让那么一个年轻人做了国师，还赐了兵符，老王爷就没有怀疑过。确实如此，当时先皇无缘无故要册封一个闻所未闻的青年为国师，朝臣无不震惊。但是反对无效，先皇坚持如此，谁的话也不听。就这样连下2道圣旨，让那个青年成了国师，还授我一方兵权，瞬间1跃，成为了千万人之上的身份。是啊，先皇怎会无缘无故的对一个陌生人如此？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当时皇后对国师有多亲近，皇上应该也有所察觉才是。那朕呢？朕是谁？皇上自然是先皇的孩子，是天子。
其实皇上不用怀疑，您的长相随先皇，身份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您却不是太后的孩子，您的母亲是当年太后宫里的一个宫女，因先皇一次醉酒，所以对于您的身份，皇上不用怀疑，这一点先皇跟太后都很清楚。那先皇跟太后为何会将皇位传给我？为何对外宣称我是他们的孩子？唯一的孩子，为何不公开国师的身份？其实国师也只比皇上大2天而已。当年太后生产后2日，那个宫女也诞下一子，就是皇上您。但是，皇后生下的皇子竟然天生残疾，是个天阉之人，这对皇家而言是个天大的丑闻。但是先皇不忍心，无论如何都是自己的孩子，想要养在身边。但是太后不同意啊。她说她是一国太后，让人知道她生下这样一个残疾，她还如何统领6宫，如何母仪天下？先皇无法，只能按太后的要求将皇子送出宫去，安排可信之人照顾，而皇上也就顺其自然的成了太后的孩子，先皇和太后唯一的皇子。你说，先皇对国师的身份起疑是什么意思？先皇的人偶然发现国师离京，本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是次日国师又正常入了宫，就去探查了一二，结果发现国师经常离京，但是府内却一直都有个替身代替他处理日常事务，从未有人发现过。所以父皇就安排人去查国师了。是。太后就因为这个对先皇下了杀手。是。荒谬，简直是荒谬。那你可知先皇当年查出了什么？具体的小的也不知晓，义父只说刘家身份不简单，可能并不是表面上看着如此，还说先皇怀疑那个国师并非他的子嗣。刘家、刘若言，一个都别想跑，我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阿南，你冷静点。冷静？你叫我怎么冷静？云大哥，你没听到吗？是他，是刘希若，是他害了先皇。我知道，但后面牵扯的事情太多太大，我们不能如此冲动。杀了他太便宜他了。皇上，各位大人，小的已经将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们了，要杀要剐，小的都无怨无悔。小的只有一个请求，可否将小的葬在义父身旁？小的没用，小的胆小，辜负了他老人家。小的想继续陪着义父，伺候他老人家。没人要你的命，从今往后在宫内养老吧，好过你在外漂泊。朕应承你，等你100年之后，会将你安葬在温公公旁边，让你们团聚。谢皇上，谢皇上大恩。老将军有什么想法？起初的计划不变，皇上先断太后一条臂膀，拔了虎龙位，国师那边交由老臣跟阿南，我们必将申请他回来。苏将军，朝中局面就由你平衡，靖王应该对镇国将军府出手了，这是个好机会，可以将靖王一并处理了。对于靖王，朕原本没想要他的命，朕以前想着燕儿身体不好，恐怖呢。靖王虽不是朕的子嗣，好歹也是皇家血脉，若朕真要从宗室中挑选一人继承大统，让他继承也无妨。可如今看来，此人心狠手辣，跟刘家真是如出一辙，真要让他继位，这天下必乱。怎么回事？小沈不是你的种。皇叔是否还记得平阳王？平阳王自然记得，他的首级还是我亲手砍下，跟他有什么关系？父皇当年查抄了平阳王府，没留一条活口。当然，平阳王敢密谋造反，罪有应得。是，但王叔不知道的是，刘家偷偷将平阳王世子小缺救了出来，一直养着，而这小缺与我的皇后关系匪浅。这是被人戴了绿帽子，还给人养孩子。你既知道，为何还立他为后？当年母后逼得紧，而且朕当年确实无所谓谁做皇后。老臣还有一事恳求陛下。老将军有何要求您就说吧，不必如此。老臣希望皇上能将太后交由老臣处置。老臣的妻子、儿子、儿媳，甚至老臣孙儿这些年都深受太后迫害，死的死，残的残，老臣不甘心。老臣当年答应先皇会饶他一命，所以老臣为了这个承诺忍了一次，历经多年，但是现在老臣不想忍了。先皇若怪罪，等老臣去了地下，再给先皇见罪。好，朕答应你。大师兄，二师兄呢？怎么都没看到他？他能去的地方太多了，找他有事。
啊，倒也没什么大事。我之前得到几本武功秘籍，有一本我是完全不明白，就想着让他看看。什么东西我喜欢？你干嘛去了？才一个上午就弄成这副样子。看鬼去了。有人上山了。身法诡谲，像是关外的。牛角牡丹。大师兄，别以为我没文化我就听不懂你在嫌弃我。你们这些人啊，就是穷讲究，喝个茶拿这么小的杯子，能看啥呀？老子还是喜欢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难怪我刚刚在山上，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们，但是又没有看到人。不是，是你们上次遇到的鬼女，她的人一直暗中尾随。那怎么不处理掉？别到时候惹出麻烦，扰了师傅清修。不会，我们也要放长线钓大鱼，都在掌握之中，无需担心。哎呀，小五，有大师兄在呢，你瞎操心什么呀？师傅，这次任务失败，徒儿甘愿受罚。任务失败，还损失了本座10几只活尸。你知道本座耗费了多少心血才炼制成这些活尸的吗？罚你有用吗？师傅饶命，再给徒儿一次机会吧，徒儿一定能将功赎罪。徒儿已经探查清楚，大清二皇子此时正在白云山玄阶老人的白云观内。玄阶老人虽然厉害，但是只要徒儿多带些人上山，定能……放肆！你找死！白云山的人也是你能碰的。本座警告你，白云山上所有的人，你一根头发丝都不准碰。大清二皇子为何会去白云山？他跟玄阶老人有什么关联？徒儿调查到，此次北齐皇帝也去了白云山。北齐皇帝欧阳旭是玄阶老人的大徒弟，他们随行的还有玄神医，他是玄阶老人的3徒弟。而同行的人中，还有一个16、17的少年，没在讲古中出现过。但是从他对北齐皇帝和玄神医的称呼中可以知道，他是玄阶老人的4徒弟。唯一让我们意外的是，永乐公主竟然也是玄阶老人的徒弟。我们猜测，大清二皇子跟靖南王应该是因为永乐公主的原因，才能同行去了白云山。给本座查清楚，确定这个大清二皇子是不是真的跟白云山没有关系？若是真的，等他离开白云山，你们再动手；若真有联系，此次任务取消。可是师傅，这是女皇亲自下达的任务，若……记住你的身份，不该问的不要问。本座的话听清楚了吗？是，徒儿明白了。记住，任何时候，白云山上的任何人都不是你能碰的，记住了没？记住了。去吧，此次你损失了本座16只活尸，去刑堂领罚。是。翌日清晨，主人，你终于来了，你快去看看吧，大魔王把我们的家毁了。大魔王，二师兄。是的，就是你那个二师兄，他就跟疯了一般，太吓人了。小五，怎么回事？大白说二师兄在山谷里把他们的家毁了。什么？二师兄怎么会呢？我进去看看。哎，四师兄，你等一下，二师兄为什么会毁了山谷？他有什么异常？他昨天就来了，刚开始是练功，他以前也经常来，我也没理他。但是刚刚他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发疯了似的，就开始四处迫害。幸亏我们跑得快，不然我们肯定就跟那些山石一样被打个稀巴烂了。怎么了？二师兄可能走火入魔了。时间紧急，不能让二师兄继续如此。我们进去。小五，你去叫师傅。不行，三师兄，你搞不定的，我必须留下帮你。四师兄不会医，四师兄你去叫师傅。小四去吧，快去快回。是。玄小四也不问，立刻飞身离开。二师兄，他双目赤红，浑身湿透，手握长剑，看到几人直接发起进攻。3个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没过几招就显得特别吃力。很快，苏月就被段天涯一掌拍飞，摔在地上。玄小三被劲力直接击飞了出去，摔在山壁上，一个飞踢，消衣落地。他感觉自己5脏6腑都伤了，半晌都起不来。师傅怎么还没来呀？再不来，我们真要被二师兄给打死了。段天涯没有给他们缓和的机会，一个闪身来到苏月面前，掌风迎面而来。小五，闪开！就当玄小三以为自家小师妹没救了时，段天涯瞬间消失在2人眼前。人呢？三师兄，你胳膊断了，是二师兄打的。我的天，以前二师兄也经常揍他，但最多也就是青紫一片。这次玄机子看2人狼狈的模样，上前扶住玄小三的胳膊，几个动作，玄小三闷哼一声，胳膊就被接好了。谢师傅。天涯呢？师傅，师兄，我……小五，你身上一直有个空间吧？是可以装活物。是。倒是比为师给你的那个更高级些。你把你二师兄收进去了。是。幸亏你有这样一件宝物，不然你们俩今天肯定得把小命丢了。把那臭小子放出来，你跟小三到一旁休息。是。苏月纤细的胳膊一扬，段天涯的身影立刻出现在水潭上方。那赤红的眸子看向众人，直接出掌攻向几人。2人配合默契，不到片刻，一人钳制住他一只胳膊。玄机子一个闪身，几枚银针落入段天涯几处大穴，人瞬间就消停了。
玄机子拿出银针，快速下针，那速度让人眼花缭乱。很快，段天涯猛地吐出一口黑血，人也在慢慢的苏醒。他慢慢的睁开眼睛，就看到一张放大的俊脸。他想都没想，一拳挥过去。二师兄，你太过分了，你打我了！谁让你小子离我那么近的？那么大一张脸，吓死小爷了。二师兄，你认得我了？就你这张脸，我想不认得都难。师傅，您老爷在呢。小三、小五，你俩这是怎么了？伤得不轻啊！这是被谁伤的？给二师兄说，二师兄替你们报仇。二师兄真的要替我们报仇？出什么事了？唉，你自己都不记得了？我记得什么呀？我昨儿个在练功，哎，怎么就睡着了？你走火入魔了？我走火入魔？真的，二师兄，你看看三师兄跟小五都是被你打的，还有萧统领到现在还没醒呢。哦，还有大白跟小雪，他们的家都被你给毁了，你看看。你练的什么功？怎么会走火入魔？我就是小五给我一本秘籍，我觉得挺厉害的，昨儿个就练了。怎么会呢？我觉得练得挺顺的呀。还真是那本秘籍闹的呀。秘籍呢？哪来的？是徒儿无意中得来的，但是那本我看不大明白，就给二师兄了。是啊，那秘籍挺玄妙的，我也是研究了很久才明白其中的奥妙，这不是等不及吗？我就想试试啊。回去把秘籍拿给我看看。你们俩胆子够大，什么都不知道就敢拿来练。你俩也是，平日里不好好练功，挨揍也活该。这么没用，出去别说是我的徒弟，回去都给我去祖师爷面前跪着。是师傅。师傅，我不用吧，我还伤着呢，刚刚都吐血了。二师兄，您武艺那么高，没事的。我跟小五吐的血比你还多呢，不也没事？我就是这么一说，跪祖师爷嘛，应该的。小四，你背着小统领，我们回观里。小三、小五，你们还撑得住吗？大师兄，我没事。我也没事，回去再吃点药吧。我现在太虚了，走不动的。我看你有精力的很，走回去应该不成问题。喂，你们等等我！哎呀，你们几个怎么回事啊？打架了？怎么下手那么重啊？小五，连你也伤了。妹妹，你这是怎么了？谁伤的你啊？没事的，哥哥，小伤，休息2天就好了。王爷也来了，不好意思啊，萧统领也受伤了。相公，你怎么了？是，你来了，我没事。怎么会没事？你胸口是血吧？还有，你脸色怎么那么白？没事，我血多，吐几口血怎么了嘛？我还没有小三跟小五吐的多呢。二师兄啊，你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都给我滚去跪着！没有我的吩咐，不准起来！馆主怎么生那么大的气呀？你们几个又闯什么祸了？老二，是不是你？是，我得先去跪祖师爷了，不然师傅会打断我的腿的。你放心吧，我没事，你先回去啊。小三、小五，走去祖师爷那儿跪着去。小五还是第一次罚跪吧？走，二师兄带你去见识见识。什么？怎么会？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毁我护伦卫？去给哀家查！皇上驾到！儿臣参见母后，给母后请安。母后为何如此看着儿臣？哀家今日才发现，皇帝如今是越发稳重了，更像个帝王了。谢母后夸奖，儿臣虽不如先皇睿智，但也不能显得太平庸，不是吗？我儿确实懂事了，再也不像当初那般感情用事了，长进了。是人都会成长，更何况我还是帝王。母后您说是不是？确实，你这样母后也就放心了。皇帝怎么今日想起来哀家宫里啊？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想着好久没有来给母后请安了，这就来了嘛。不过今日确实发生了一件大事，京都郊外一处发生地动，死了很多人。京兆尹去查看了，竟然发现那边是一个杀手训练营，外表只是一个大宅子，结果里面大有乾坤。哦，还有这等事？确实骇人听闻。今日京兆尹呈上来一样东西，儿臣看着很眼熟，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所以带过来让母后帮儿臣一起想想。母后请看。这东西确实有些眼熟，不过哀家也一时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就慢慢想，这东西就放在母后这儿了。母后要是想起来了什么，就给儿子传个话，儿子就先下去了。去吧。皇帝平日也要注意身子，不要太操劳了。是，儿臣谨记。皇儿还有何事啊？儿臣突然想起国师自回京至今，
儿臣还未见过，不知母后可有见过？国师不是一直在府中休养吗？他身子不大好，所以哀家也有阵子没看到了。是吗？看来朕得派太医去看看才是了。这倒不用了，国师都是些老毛病，静养就行。皇帝还是不要去打扰了。如此，儿臣还是听母后的吧。儿臣告退。去吧。你看到了没？他只是来警告哀家来了。哼，小狼崽子长大了，竟然敢来威胁我。娘娘的意思是皇上知道了？肯定是察觉了，具体知道多少就不得而知了。看来计划要提前了。给靖王传个话，就说哀家同意了。是，老奴这就去。对了，国师回来没有？这上尉，他究竟干什么去了？哀家如今手里没有了护龙卫，他又不在京都，哀家腹背受敌。赶紧吩咐人去找，让他立马回京。哀家最近心神不宁，就怕……娘娘放心，老奴这就安排人去。国师接到消息，肯定第一时间赶回来。况且国师的人几乎都留在京都，娘娘也无需如此紧张。损失了护龙卫，咱们再培养就是。国师一直都说，现在的护龙卫已经大不如前了。说是这么说，但是护龙卫还是一把很好用的刀。对了，让人查清楚护龙卫首领现在在何处。这些年他明里归顺了哀家，实则一直都在糊弄我。去查，哀家不相信他也会死。皇上，太后宫里的贴身太监出宫了，派人跟着，时刻掌握其动向，朕要知道他们的所有计划。是。丈夫啊，你说朕这个母后会做到什么地步呢？你说她真会想要朕的命吗？哼，朕早该知道的，她对朕从来都没有亲情。跪了一天一夜了，想明白没有？想明白了，师傅，徒儿知道错了，你老消消气吧。小三、小五，你们可知为师为何罚你们？是徒儿这些年疏于练功。这些年，徒儿把时间都花在了医读上，确实忽略了练功。你们俩呀，在医术上确实有天分，小五更是，在整个江湖上也确实很难有人比得过你们。小五，你的身份不一般，这次下山也遇到不少事，或许现在你还应付得来，可以后呢？你们的身手跟外人比确实还凑合，但遇到真的高手就不够看了。此次的事算是给你们一个教训，为师没想着你们也能如你们二师兄这般，但是也不能掉队的太厉害才是。小三也一样。是，徒儿知道了。徒儿知道了。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为师不希望你们在真正危险的时候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师父，徒儿让您失望了。师父，徒儿以后一定更加努力练功。好，想明白就好。你们俩自小懂事，也鲜有让为师操心的时候。为师知道你们定能明白为师的良苦用心。谢师父教诲。好，回去休息吧，让陈妈妈给你们弄些热乎的，吃了再休息。玄机子满脸慈爱。是，徒儿告退。哎，小三、小五，你们就走了，不等等师兄吗？师傅，我呢？还有我呢？为师看见了。哎，师傅，你想干什么？不带这样的，我也是你徒弟。师傅，你不能偏心了。师傅，我错了。救命啊！我的药田呢？他仔细查看了一番，已经不能用损失惨重来形容了。不说空间里损坏的地方，就单单药田，他的百年人参、灵芝、雪莲、天龙草损失近半。我的天，他真的没法想象二师兄进来那么一会儿究竟做了什么。主人，你可回来了！你知不知道之前进来了一个人，是个人，太吓人了，像个疯子一般乱打乱砸的，吓死小花宝宝了。没事了，坏人已经跑了。主人，我害怕，大白也不在，我自己在这里害怕。主人，你带我去找大白吧。外面的世界你不害怕吗？你以前不是不愿意出去？外面也没有那个坏人吓人吧？行啊，那一会儿我带你出去。四师兄，小五，你可出来了！我以为你睡着了呢，叫了你那么多遍。小五，快跑啊！小花，不可伤人，这是我的师兄，是好人，知道吗？小五，这个蛇是你养的？你什么时候养了这么大条蛇？我怎么不知道？这是小花，是大白的朋友，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了，但是他胆小，不敢出来见人，我一直把他放在我的空间里。这不，因为二师兄他不敢在里面待了，非要出来。
小花，过来，跟我四师兄打声招呼。刚好我要休息呢，小花就先跟着你，等我休息好了再安顿他。行啊，那你先把鸡汤面吃了再休息吧。小花，走，哥哥带你出去玩。来了怎么不出声呢？不想打扰你啊。你的腿如何？这样练功受得住吗？是有些吃力，但还能接受。你的腿现在还在恢复期，不能过度使用，过犹不及，不知道吗？别担心，我没事的。别说我了，你跪了那么久的祠堂，膝盖肯定受伤了。上药了吗？我没事儿，上了药了。正好有个事情要跟你说一下。什么事啊？我要先离开了。离开？怎么那么突然啊？不是说一起回京都吗？是有什么事吗？不是什么大事，祖父在京都，有些事情不那么方便处理，就由我去。什么事啊？有没有危险？你的腿还没有完全好呢。没什么危险，等你回京都，我也应该回了。哦，我担心的是你们，我此次离开会留下部分人来，再加上二皇子的人，应该问题不大。而且皇上又暗中派了一批高手过来，应该过2天就到了。哦，不高兴啊？也没有不高兴。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啊？明天一早。那么急吗？那我去给你准备一些东西备着。不用，有萧逸他们，我不缺什么。萧逸是萧逸，我是我准备的东西能一样吗？是，你准备的都是最好的。我就给你准备一些干粮，多准备一些放得住的，再给你带一些可能用得上的药，毒药也给你备一些。还有，苏月自顾自的叨叨，萧寒觉得此时他就像是个要远行的丈夫，苏月就像是个妻子般在为他准备行囊，顿时耳尖就红了。不行，时间不够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去准备。王爷明日要离开。是。王爷此行凶险异常，若想全身而退，谨记4字：恳请前辈赐教。穷寇莫追。按前辈的意思，我此次要无功而返了。非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果，时候未到罢了。晚辈记住了。王爷与我小徒乃天赐良缘，老小早已知晓，望王爷能够铭记初心，再等3年。多谢前辈成全。非是老夫成全，你们的姻缘乃是天定命也。去吧。晚辈告退。师父，徒儿记得您当初说过小五乃孤独终老之相，怎么今天就说跟那王爷是姻缘天定了？面相也是会变的，如遇不到自然是孤独终老，遇到了那就是天赐良缘。师父很看好，我看不看好无所谓，关键是他们自己。时也命也，师父可真会装。翌日一大早，天还未亮，萧寒一行人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苏月特意早起的，结果发现人已经走了好一会儿了。哟，这是怎么了啊？我们小五成望夫石了。二师兄，你身上的伤好了？那点小伤算什么？小爷我从不放在眼里啊。人走啊。这个晋南王吧，听说以前武功不错，现在虽然尚未恢复，但有你在应该不成问题。长得吧也不错啊，当然了，比我们还是稍微差了点。啥意思啊？意思是你眼光还不错。我选的人自然不错。二师兄眼光也不错啊，二嫂一看就是出自书香门第，气质超然，温柔贤惠。我听三师兄说，人是你花大力气抢来的。那是，你知道你二嫂有多吃香吗？想娶她的人能从这儿排到山脚，得亏是我手脚快。哎，你那么早是去练功了？二嫂也不生气？她习惯了，知道我就这毛病，一练起功来就废寝忘食的。哦，对了，那本秘籍我跟师傅研究过了。小五，你说你这好东西从哪儿来的？你知道这秘籍有多精妙吗？它竟然是倒着来的，难怪会走火入魔。不过现在我理顺了，威力更是大的惊人。真的？那是，找个时间让你们见识见识。说到这儿，你跟小三这身手是得加把劲了啊！小四那个寒火都比你们俩强。知道了。老远就听到有人说我坏话，二师兄这可不仗义。坐着说话懂不懂规矩啊？哪有让我这个师兄扬着脑袋看你的？大清早的坐大门口干啥？聊人生啊。切，你还懂人生？越大越没规矩。你小时候可比现在可爱多了。那是因为年纪小不懂事，次次都被你坑。我怎么坑你了？每次不都是带你吃香的喝辣的？
是啊，忽悠我去偷师傅珍藏的酒，害得我被师傅揍了一顿，还跪了3天祠堂。那我不是跟你一起挨打一起跪祠堂的吗？而且你就说那酒好不好喝吧。师傅都舍不得喝的酒，能不好喝吗？那就对喽，喝到嘴里那才是真的。那你拿师傅的书烧火烤肉，还非说是我，那次的肉我可没吃到啊。那得怪小四吧，那臭小子太能吃了，我自己都没吃到几块呢。二师兄，那次肉明明吃进你肚子里了，我就负责帮你烤了。等我发现的时候，肉都被你吃完了。呀，小四，你也来了，来，快坐二师兄身边，二师兄最疼你了。你才不疼我，每次都骗我。二师兄，那次的肉我真没吃到，本来我藏了一块的，刚想吃就被师傅找来了。是，你没吃，都是二师兄吃的，好不好？明明就是嘛。哎，一转眼你们都长这么大了，师兄都老了呀。年龄是长了，星星嘛，跟青青差不多吧。你个死小孩，还调侃起我来了。你呀，年岁也不小了，还不找媳妇儿？你不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疾吧？还是没人看上你啊？不对呀，虽然没有我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但是比起一般人还是可以的呀。二师兄，你不知道吗？三师兄很快就要有媳妇儿了。真的假的？说来听听。瞎说什么呢？小四，快说，哪个倒霉的姑娘看上咱们小三了？玄小三脸上浮现一抹怪异的红。我去，是真的？小三，你也动春心了？不得了，快跟师兄说说，是哪家姑娘？二师兄，这姑娘呀，还真不是外人。你一会儿呢，可以去问问大师兄。怎么，连大师兄都知道？玄小三，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就我不知道？你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什么东西我不能知道的？大师兄，早啊，用早膳没？大师兄，我们白云观是有多穷啊，穷得连椅子都没了，让你们一个个都坐在门口，不知道的还以为观里什么时候进了几个门神呢。陈妈妈四处找你们都找不到，去用早膳。是。用完早膳，你们几个去把大白的窝给收拾收拾，那么多狼呢，乱七八糟的，怎么住？是，知道了。小五，那个小花看着挺厉害的，怎么把她扔给大白安全吗？没事儿，大白可护着小花了，先让她适应一阵，实在不行，我再把她带进空间。哦，我今天就不去山上了，三师兄你也别去了，我那个空间也是损失惨重，我一个人收拾不来。你是想我一起进去帮你？我也可以进去。小五，我也想去。小五，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怎么就带小三进去啊？我也得去看看，我也是你师兄啊。二师兄，你还好意思说？不是你，哪来那么多事？嘿，你个臭小子，是我练功走火入魔，那还不是你们俩没用，两人都治不住我，能怪谁啊？怪你们平日里啊不好好练功。我上次是把二师兄带进去了，但是你们这么多人，我也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行不行的，试一试就知道了。大白的我晚2天也没事，你的空间比较重要。那我们去我院子。去山上吧，既然都吃好了，那就走吧。三师兄，那个就是我平日里常用的灵泉水，其实观里这些年用的，我都加了这些灵泉水的。这个我要装几桶出去。好，给你装。哇！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你们快来看的，好多果子，这么大的果子！小五，这就是你以前一直给我们吃的果子吧？原来都是在这里采摘的，那么多！小五，你为什么不多摘些出去呢？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呀？这些果子基本都吃不掉，要么被空间里的小动物们吃，要么直接成熟掉落，我也只能采一小部分嘛。无妨，以后我会定期安排人过来取。你以后就辛苦些，每次给大师兄我备一些。这水果也放不久不是？这个不用你操心，我自有办法。我也要，你二嫂肯定喜欢。好，这就是些水果。你们一个皇帝，一个武林盟主，平日里连水果都要吃我的。这些都是上好的9节菖蒲啊，可惜了。这夏枯草长得真好，没剩多少了。这人参年份起码300年了吧？造孽呀！二师兄到底做了什么？怎么能毁了这么多呀？何首乌还好，毁的不多，谢天谢地啊！小五，你快来看看。三师兄，怎么了？你看看，这不是紫灵芝吗？还真是啊，就这一颗吗？还有没有？再找找，还好这紫灵芝没损坏，这树头劈叉了它都没事。二人又闷头找起来，又找到了2颗小的，二人兴奋不已，小心翼翼地开始挖周边的土，要把它们移植到更好的地方。国师找到了没？上尉，怎么回事？怎么会连人都找不到啊？按原计划，国师应该这2日就到了，也不知为何。这孩子越发没有章法了，这个时候怎么还老往外面跑啊？多派些人出去，不论如何，尽快找到国师。
是，奴才遵命。靖王那边安排的如何呀？一切都准备就绪。靖王说今日早朝，太后娘娘就等着听好消息吧。果然，没多久，太后就得到了消息，靖王将密信公布，镇国将军府勾结北疆三皇子一事被公开，皇帝龙颜大怒，当场将镇国将军打入天牢，等事情查明再定。看看吧，这就是皇家，都是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平日里表现的再恭顺，骨子里都是狼。苏恒那老匹夫如何都想不到，他还有今日吧？忠臣又如何？娘娘，靖王来了，让他进来吧。孙儿拜见祖母。起吧。祖母，今日孙儿已经按照计划将苏恒送进了天牢，接下来我们是否可以出手了？国师还没回来。国师离京前就安排好了，人手都留下了，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若此次不能抓住，以后再想找机会就难了。苏恒的兵符可有上交？父皇兴许是忘了这事儿了，不过人已经打入天牢了，如何都不会有妨碍的。哀家就是有些不放心。祖母，我们可不能拖了，时机转瞬即逝，此次我们若不能牢牢抓住，要等到下一次，还不知道等到何年。您的护龙卫被毁，再不动手。你从何处得知护龙卫之事？孙儿也是无意间得知。我的孙儿是长大了。去吧，行事稳妥些。我们就这么一次机会，若失败了，哀家还好说。皇帝总不会弑母，你就……是，孙儿明白。娘娘饶命！太后娘娘饶命啊！奴才不是有意的。哀家最讨厌被主的奴才，你侍奉我多年，不知……奴才再也不敢了，娘娘饶了奴才这一次啊！来人呐！一个黑衣人瞬间出现，在老太监惊恐的眼神中，一刀划破了他的喉咙。下去吧，处理干净。是。参见公主。你们先起来吧。是，主子。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属下冷风，见过主子。属下冷月，见过主子。属下星魂，见过主子。属下金木，见过主子。一连串的人名，苏月听得晕头转向的，最后也单只记住了一个冷风。小五，需要那么麻烦吗？你钱不够就去钱庄去好了。是啊，妹妹，你要是钱不够，这钱以后三哥给你出，20几个护卫，三哥还是养得起的。那不行，大师兄给我的是零花钱，三哥也是，而这些人以后是我的手下，必须由我来养，让别人替我养，算怎么一回事啊？苏月把所有银票都数清楚了，一共23.860两。三哥，你知道一般护卫的工资是多少吗？工资？就是月钱。哦，月钱啊，这要看的，普通的肯定不高，但这些人嘛，都是宫里调教的顶级暗卫，月钱肯定不低，少说100两银钱。如果出去出任务的话，估计还会另加。任务完成的好，主子还会有打赏什么的。最少100两，那一个月22个人，最少就是2200两，一年就是26400两。逢年过节的，总要给些年礼节礼啥的，吃穿用度也得算上啊。这些都是宫里培养的，是用的肯定很好。而且像冷风那种，一看就是头头，月钱肯定更高。那就按照一年3万两算好了。那我的银子也就够养几年的，说不定还要成家娶媳妇儿的，我这个主子也不能不管，好烦呐！妹妹，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三哥，你要不要跟我合伙做生意啊？这生意？什么生意啊？是啊，我很懂吃食，我做的一切东西啊，你也都尝过，是不是都不错？我提供方子，你开个酒楼啥的，然后我们分成，如何？是个好主意啊！就你做的锅子，那个各种蘸料，就是市面上没见过的，非常好。那个锅子可以单独开一个火锅店，只卖这种也可以大火。这事儿交给三哥，三哥保证把火锅店开到全国各地，要赚钱了，要赚钱了。这些呢，三哥是专业的，就由三哥负责了，我就提供锅底的方子和酱料的方子给你。好，这事儿既然起头了，咱就抓紧办。你这2日把方子列出来给我，我立马就安排人手，以后咱俩5-5分账，大家一起赚钱。镇国将军，这天牢的滋味如何呀？哼，苏恒，你不会以为你还有出去的一日吧？这么大年纪了，脾气适当收敛着些。太后娘娘，这天牢可不是您该来的地方。呵呵，确实不是什么好地方，所以将军也别耽误哀家的时间。哀家此次前来只有一件事。太后娘娘，请说。
萧云天在哪儿？太后娘娘，这似乎不是您该关心的事情。苏恒，我看你是年纪大了，脑子都不好使了。哀家现在还能好脾气的问你，你可别不识趣呀。老臣也是实话实说，况且老臣也不知道老王爷在哪儿。你怎么会不知？我的人早就查到，萧云天他回京了，除了你，他还会跟谁联系啊？老臣确实不知。你，苏恒，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镇国将军吗？哀家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阶下囚。老臣相信皇上会还老臣清白的。苏恒，你真以为皇帝会救你？你现在可是勾结北疆三皇子，犯的可是叛国罪，你也太异想天开了。我是被冤枉的，皇上一定能找到证据。真是单纯呐，苏恒，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单纯呢？证据确凿，你还想皇上救你？那证据绝对是假的。北疆三皇子亲笔写给你的书信，那还有假？哼，是你？哼，是我又如何？你有证据吗？苏恒，都快进土的年纪了，还如此天真。为何你身为大清的太后，身份尊贵，为何要跟北疆勾结？与你有何好处？那就跟你无关了，好好待着吧，估计也待不了2天了。哼，竟然不知道萧云天的下落，那你对我就没什么用了。先皇对您情深意切，您为何要如此？为何要勾结他国？别跟我提先皇，若不是他，我就不会跟萧云天分开。若不是他，那么多年了，先皇对你的一片用心，你就没有一点点？苏恒，管好你自己吧，少多管闲事。然后逃也似的离开。祖父，准备的怎么样了？放心吧，一切都安排好了。还是要谨慎，看太后这样子，估计就这2天了。松儿知道了。你祖母那边让他放宽心。是，松儿跟祖母说过了，虽然没有明说，但按祖母的聪慧，应该猜到了几分。无碍，你祖母是个知情重的。好了，回去吧。是，松儿这就走。祖父，您万事小心。祖父无事，你放心吧，回去小心些。是，松儿走了。什么人？藏头露尾的。国师，好久不见了。靖南王，不知靖南王为何在此处拦住本座的去路？本王听说国师会经过此处，特意在此等候。哦，本座跟王爷不熟吧？本座常年闭关，在京都跟王爷也见过几次而已。通常为官多年，国师或许对本王不熟悉，本王对国师却熟悉得很，是吗？但是本座此次有要事要回京，有什么事改日再叙吧。面具男果断拒绝，就想要离开。王爷这是何意？没什么意思，就是想留国师说说话。本座若非要离开呢，那就得看国师有没有那个本事了。动手！萧寒，你究竟意欲何为？本王说了，就是想留国师下来说说话，或者说，本王该称呼你北疆圣师。王爷说什么我不明白，但是此次回京，我一定会如实汇报陛下。我倒想知道，你们靖南王府是要造反吗？造反？国师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废话不多说了，国师还是跟本王走吧，也可少些杀戮。国师觉得呢？若本座一定要离开呢，那就可惜了。国师那边的人很快就被解决了个干净。王爷很有信心，此次一定能带走本座。能不能的，试试才能知道。哼！国师拿出一支短笛，一阵诡异的笛声响起。主子，不对劲！靖南王，上次你们一群人毁了我那么多活尸，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没有那个能力。国师真是让本王刮目相看，先是北疆，现在又是苗疆，国师好本事啊！靖南王也让本座很意外，5年了竟然还活着。本座当年还是心太软，只是挑了你的脚筋，没砍了你的脑袋。不过太可惜了，国师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风水轮流转，谁知道呢？哼！
国师甩了甩缰绳，打马离开。剩下的人断后，跟萧寒的手下展开又一波的厮杀。主子，情况如何了？国师并没有回京，往北疆方向去了。韩儿呢？小主子没事，在城外的庄子上。你们说此次营救国师的是苗疆人？是。这国师还真不一般呢，先跟北疆勾结，又跟苗疆有联系，他想干什么？图谋不小啊！哼，既然国师跑了，那我们就用第二个计划吧。阿南，接下来交给你了。放心吧。阿若，阿若，谁？什么人如此大胆？阿若，阿若，什么人在装神弄鬼？还不给哀家出来！阿若，你为何如此待朕？出来！别给我装神弄鬼的！阿若，会的，绝对不会的。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皇上，阿若，为何？朕一心对你，至死都没变过，你为何要害朕？我没有，你是谁？你不要过来！阿若，朕说过，不论你犯什么错，朕都可以原谅你，唯独一点不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给我走，走啊！不可做任何扰乱大清根基之事，这是朕对你唯一的要求。可你现在在做什么？我什么也没做，你为什么回来？为什么？你都已经死了。是啊，但是我太孤单了，阿若。你想干什么？你不要过来！阿若，朕的命都给你了，你就不能跟朕好好说说吗？不是我，不是我，是你自己要喝的，你不能怪我呀，是你自己要喝的。你明明知道我给你下了毒，你还是每日都喝下去了，是你自己。是啊，朕把命都给你了，你为何还要害我大庆？为何呀？我没有，我只是想让慎儿提前登基而已。大庆还是你萧家的呀，你走吧，这些都不是你该管的事了。可是阿若，朕太孤单了，朕后悔了，你可以来陪朕吗？不要，你走开，我不要去陪你，我不要。屏风后走出一群人，太后此刻才发现不对劲。原来护龙卫首领跟皇上勾结在一起了，难怪呀！太后只以为萧南是易容成先皇的模样的，并没有联想到其他。护龙卫宗旨本就是护卫真龙天子的，并没有勾结一说。但是先皇把护龙卫给本宫了，所以你们是本宫的。护龙卫怎么到太后手里的，只有太后最清楚。不过现在也无所谓了，反正这世间再也没有护龙卫了。哼，皇帝当真让哀家刮目相看呢？这是给哀家自导自演了一出戏。朕只想弄清楚先皇的死因，让先皇死得瞑目。武皇面色不改。死得瞑目？太可笑了，太可笑了！死得瞑目，是他自己愿意的，我没逼他，他明明都知道的。是啊，朕不明白，父皇如何对你的，暗朝上下谁人不知？你对他真的连一丝情谊都没有吗？为什么要有啊？一开始就是他强迫我进宫的，要不是他，我根本不会跟。母后，武皇厉声打断。无论如何，你既已选择入宫，就该好好做你的皇后、太后。为何要对父皇下毒手？现在又是为何？太后的身份也满足不了你了，那你究竟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要，什么皇后、太后，我统统不想要。我要过自己的人生。我一辈子都在被人摆布，现在我不想了。你一直拘泥于过去，害了所有人。你觉得自己不幸就要所有人都陪着你，现在你都是咎由自取。你懂什么？你什么都不懂，你什么都不了解，凭什么说是我害了所有人？明明我才是受害者，是你们害了我，是你们逼我进了宫，逼我跟萧云天解除婚约，把我关在这冰冷的牢笼里，没有自由。我不好过，你们凭什么好过？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萧云天，当年我离开京都去军营历练，根本不是什么被逼无奈，而是我志在军中，不想留在京都浑浑度日。离开前，我就让家里去跟你解除婚约了。
是先皇怕你是女子，面子上过不去，才下了圣旨选你入宫为后，免你受众人言论所扰。你说谎，不可能，不可能这样！我对你本就无男女之情，不管有没有先皇，我跟你都不会有结果。后来你成为皇后，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夫人麻烦，看在先皇的面子上，我们忍了。可是你依旧是不悔改，变本加厉，害我妻子儿女性命，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是先皇在临终前求我饶你一命，所以我才远离京都。不然你以为以你做的那么多恶事，我会放过你？不放过我又如何？杀了我？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明白，先皇究竟是眼瞎了还是心瞎了，竟然一颗心给了你。是啊，你这个好兄弟，不论我怎么对他，他总是能够全心全意的对我。你说他蠢不蠢呢？刘若言，怎么？我说他蠢，你们不乐意？可事实就是如此。他明明知道我心里没他，还是要我做皇后，还要为我做那么多愚蠢的事情。这周边的人朕都清理了，太后先在这宫里待着吧，无事就不要出去了。等所有事情都结束了，再做安排。御书房，皇上，靖王今日跟丞相钟永侯暗地里召集不少人，尤其是武将，靖王府里热闹得很呢。哼，看来是等不及了。安姨，你那边安排的如何了？回皇上，一切准备就绪，国师府、靖王府、丞相府和钟永侯府均已全面控制住了，城外也埋伏了不少人。钟永侯如果调兵回来，绝对进不了城。苏大公子这些日子也调来不少高手，皇宫周遭也都有安排，请皇上放心。老王爷，韩儿是否已回京？老臣安排他在城外留守，以防万一。老臣手里的人已跟阁主交接过，都已安排好，请皇上放心。安姨，镇国将军府必须加派人手，不能让不法之徒有机可乘。镇国将军那边也须得谨慎，不可有任何闪失。是。大白，怎么回事？主人，前面有好多死人呢，顺着河流飘下来的几十具尸体呢。死人？带我去看看。主人，好浓的血腥味儿。小五，你看这个梅花丁。是啊，我怎么记得这个梅花丁早就消失了？怎么会出现在白云山呢？回去跟大师兄、二师兄说说情况吧，他们应该比我们了解。大师兄在周边安排了那么多人，不可能没发现这边的情况。我们回去再说吧。四师兄，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声音？没有啊。不对，真的有声音。小五，你是不是听错了？哪有声音啊？你在找什么呢？四师兄，刚刚真的有声音。大白，这边你能下得去吗？看到那块石头没？到那边就行。那没问题。大白纵身一跃，沿着悬崖边几个弹跳，就到了苏月所指的那块巨石。主子，这里有个人。还活着吗？活着，不过也快死了。大白，你能把他带上来吗？不行啊，这个人现在完全昏迷了，使不上力。苏月朝周边看了看，从空间布袋中拿出一堆长绳。四师兄，你把绳子系到那棵大树上去。小五，这下面是有人，你要下去啊？大白没办法把人弄上来。我去吧，你在上面看着。行，那四师兄你小心。不多时，他就背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上来了。四师兄，我们先回去吧。这人受了很严重的内伤，而且中毒了，得回去才能治疗。好，我来背他。白云山下风云镇，玄小三听欧阳旭的安排过来接人，从早上等到中午了，还是没看到人。突然一道寒光闪过，一个身影手持长剑就朝着玄小三刺了过去。他一个转身，另一只手擒住了女子的肩膀。何人？玄小三，把你的脏手拿开！飞烟，知道是我还不放开，我的胳膊要断了。你怎么来了？你身体好了？我怎么来了？问你啊！那么多年不出现，出现救了我，然后就离开了。玄小三，你什么意思？我回白云山有事，你别哭啊！你这身子要多养养才行，怎么能赶路呢？司马浩然呢？他怎么能让你就这么过来了？那3年前呢？为什么不告而别？对不起啊，飞燕，3年前是我的错。明明说好的，明明说了你要娶我的，结果你就这样走了。薛小三，你让我成了整个北齐的笑话，你知道吗？哎，笨蛋的，上去啊！这个小厮，平日里那么狠，怎么关键时候那么没用呢？好了，你好歹是做人师兄的，怎么能偷窥呢？快过来！哎，不行，这小三外强中干的，我得看着他。小三都不小了，你这样不好，他要知道了该生气了。他敢？小爷我这是关心他，哎呦，
上去呀，多好的机会！人家姑娘都快哭晕了，还不去抱着？段天涯恨不得现在就出去手把手的教她，这人怎么跟个木头似的？哎，3年前，这小兔崽子3年前就把人家姑娘招惹了，竟然还不告而别，这个小混账！不行，我得出去，害得人急死了。你给我安分点，不准去捣乱。我怎么是捣乱的？我是要去帮他。你看看我当年啊，喜欢上了，抢都要抢回来，哪像他那么窝囊？嘴上没把门的，一天天的净知道胡说。嘿嘿，这不是事实吗？好了，让小三自己处理吧，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要多一个弟妹了。真的假的？他不会把人气走？大师兄也真是的，怎么能放心他一个人过来呢？就这心思，不得孤独终老啊！平日里我带他最多了，怎么也没有跟我学到一点呢？好了，飞燕，你别哭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回观里我再跟你说，好不好？我还没有用午膳呢。我带你去别的地方吃，这边东西不好吃的。好。师傅，具体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个男人现在还在昏迷，具体得他醒来才能弄明白了。真没想到他还有后人。师傅，左青真的死了吗？为什么江湖人都不知道呢？是死了，这个左青还有别的身份。为师遇到他时，他还是个少年，但是颇有悟性，侠肝义胆，是个不错的人。后来一手梅花钉独步江湖，可惜了。别的身份？难不成这左青的死跟他的身份有关？是啊，左青其实是北疆王爷，是北疆皇帝的同胞弟弟，因为生性顽劣，放浪不羁，所以常年都漂泊在外。当年也是因为北疆内斗，他才死于非命。为师赶到之时，也只来得及见到他最后一面。北疆回来这些日子，倒忘了把玄小四身世的情况跟师傅说了。北疆，小三小五尽全力让那孩子活下来。是师傅。下去吧。你们几个刚刚眉来眼去的，什么事？师傅，是有关小四的。回来这些日子，忘了把这事儿跟您说了。小四怎么了？前些日子，北疆大皇子耶律清河找到了我，具体缘由就不多说了。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一件事情，小四可能是北疆的皇子耶律清河的同胞弟弟。可有去探查？有，我跟天涯都用自个的势力去查过，8、9不离10。老天的安排还真是让人想都想不到。你们还没告诉他？师傅，就小四那样，告诉他徒增烦恼罢了。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这毕竟事关他的身世，还是要他自己做决定。而且为师近日观星象，北疆要乱了。北疆的圣师和皇帝明里暗里斗了多年。徒儿知道圣师跟大清的太后、大皇子一派联系密切，最近有消息说这个圣师跟苗疆也有联系，所以旭儿，你该回去了，有些事情得提前防范才行。是，徒儿已经在做安排了。要那么着急吗？难得才能回来一趟，而且大家都在。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天涯，你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的话，小五回京都，你就跟着去一趟吧。他虽然是个不理俗世的性子，但是他肯定放不下那边的亲人，而大庆正是乱的时候。好，这个你就别操心了。师傅，还有小三的事，他跟我的表妹司马飞烟情投意合，我准备回去就先把他们的事定下来。至于婚礼，让他们自己决定在哪边办吧。好，走之前把那女娃娃带来我瞧瞧。小三也不小了，是该成家了。是。王爷，宫里传来消息，皇上身体不适，宣太医了。真的？看来是要奏效了。卖我药的人说过，此药只需7日，服药的人就会陷入昏迷，除非有解药，否则大罗神仙都救不了。哼，今日已经是第5日了，再等2日，再等2日即可。王爷还是要谨慎些，监视的人一刻都不能疏漏。丞相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对了，舅舅，你的人手安排的怎么样了？王爷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无论城内还是城外，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好，这块劳烦舅舅多操心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放心吧。外面怎么样了？那2个盯梢的今日轮流来了3回，每回都是皇上喝药的时候来，幸亏皇上英明，提前准备好了替换的。他们看您喝完药就离开，去了宫门口传信了。好好盯着，不能有任何差池。再过2日，朕就能将这些魑魅魍魉全都解决了。皇上英明。也不知道妍儿跟月儿在山上怎么样了。皇上放心吧，公主身边的都是厉害的人物，肯定都好着呢。等事情解决了，就能接他们回来了。也是，我就是白操心，这些年来没有朕，
他也过得很好。等言儿回来，朕准备慢慢让他接受。等过2年，说不定朕也可以去白云山上转转。月儿长大的地方，朕怎么着也要去看看他。就是不知道，朕这不中用的身体，到时候能不能走得动？皇上，你这老货，哭什么呢？朕又不是现在要死了。皇上，您别这么说，您是万岁爷呀，肯定能好好的。哼，万岁爷，若可以选，朕宁愿。呀，司马姑娘，你这手可真巧啊！大嫂，你看看，这被司马姑娘一补救，我这外衫瞬间好看多了。这梅花绣的可真好。是啊，这手艺比我见过的很多绣娘都要好呢。司马姑娘，这是专门学过的吧？啊，哪有，也就是自己喜欢琢磨。二位姐姐别司马姑娘的叫我了，就叫我飞烟吧。是啊，飞烟姐姐是自己人，大嫂二嫂也别叫了那么生分了。好，好，好，那我们就叫你飞烟，那你也别叫姐姐，跟着小五他们叫嫂子。对对对，叫嫂子，以后都是一家人。那以后就叫嫂嫂了。哎，好。啊，对了，小五，我还没有跟你道谢呢。浩然都跟我说了，若不是你，我这毒解不了。都是自己人，谢什么？哦，对了，下毒的人找到了吗？嗯，找到了。真没想到，给自己下毒的竟然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小五，那个男人醒了，三师兄让你过去。所以你是特意来找老夫的？是，耶律君此次前来是为求药。左卿是你何人？家父，曾听家母说过，家父与前辈相识，所以此次才会后引前来。我跟左卿算是忘年交，为何从未听他提过有个儿子？因为家父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存在。耶律俊的母亲对左卿情根深重，但是左卿满心满眼都在武功上，根本没有成家的心思。耶律俊的母亲也是个厉害的，直接给左卿下了药，有了一夜。左卿清醒后大怒离开，几年都没有回去，直到他死亡。好在北疆皇帝调查清楚后，直接把他带在了身边，亲自教导，并且力排众议，给了他身份。他是北疆的南王，跟大皇子耶律清河自小感情深厚。此次北疆皇帝中毒，急需一颗玄神医的解毒丸，但是市面上却一颗都找不到。没办法，他跟耶律清河商量，由他亲自来一趟白云山求药。解毒丸可以给你，但是你这身体可得养一阵才能上路。不行，皇上情况不容乐观，虽然有太医在，但是我还是得尽快赶回去。所以，前辈，放心，解毒丸明日便会送去北疆皇宫，北疆皇帝不会有事，就安心养伤吧。师傅，需要我安排人过去北疆一趟吗？不用，小五，你把解毒丸给小四，这次的事就让小四去吧。去哪里啊？干什么去？师傅，小四一个人那不行吧？他自小在白云山，虽然也经常下山去镇子上溜达，但毕竟没有一个人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前面跟小五一起下山，从边关再到京都，也算是一番历练了。你也别太护着了，你还能护他一辈子。小四，你觉得呢？师傅，我一个人去吗？是一个人去。那小五他们不久肯定要去京都的，我也想去啊。怎么，一个人就不敢去了？当然敢了。那就去，你也大了，师傅第一次安排任务给你，可别让师傅失望。哦，好。小五，怎么办呢？我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刚刚不是还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现在怎么怂了？我不是怕，我就是我一个人要去那么远，一路上多无聊啊！你们每个人都有伴的。那不还是害怕吗？二师兄，我都说的不是害怕了，我这一路上肯定是吃不好、穿不好、睡不好，赶路多累啊！然后小眼神瞥向了苏月腰间的空间布袋，要是自己能把这个带上，应该能带不少好吃的在路上吃吧？那要不我多做些放得住的吃食给你带上，再多给你些瓜果。好是好，但是我要带换洗衣服，还要带做饭的工具什么的，防身的药也得带一些吧，再带吃食，我怎么拿嘛？苏月憋着笑，一脸严肃地看着他，这倒是个问题啊。确实啊，我们小四出门还得带烧饭的家伙呢。三师兄，我一会儿给你准备些常用的药，再带些防身的，估计也不少呢。你大嫂还让人给你做了2身新衣服，你也带上，出门一趟也别太埋汰了。小五，你看看怎么办？我东西都放不下。要不给你准备辆马车？马车？那不行，那太慢了，会耽误师傅的事的。要不你把师傅给我的空间布袋带上？玄小四一脸雀跃，却又强忍着，那表情有些滑稽。那怎么行呢？
行啊，怎么不行啊？反正我有空间嘛。这事除了我们几人，不可再轻易让别人知道了，可明白？大师兄，我明白的。那小五，你给我多准备些吃的，肉干要多一些，还有瓜果都多一些。我这一趟来回起码要2个月呢。那小五，以后你要再拿什么东西就要注意点了，免得被人发现端倪。没事儿，我一会儿呢找飞燕姐姐给我做个布袋，她手艺好，定能做个一模一样的出来。小四啊，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早日回来。知道了，陈妈妈，我就是去给师傅送个东西，送完就回来，很快的。少惹事端，早日将药送去。知道了。小五，你们是不是不久就要回京都了？那你在京都等我吧，我送完药就立刻过去。知道了，四师兄。你确定要去京都？我这次要跟大师兄去北齐，你要不要先去北齐？算了，我不去北齐了，我还是去找小五吧。那我在京都等你啊。上次我们还有不少店还没吃呢，等你去了，我再带你去啊。好啊，那你可别自己先去了，等我一起啊。好了，不要耽搁了，早点出发吧。耶律俊让你带着这个去找耶律清河，算是信物，别丢了。知道了，大师兄，那我走了。师傅，徒儿走了，您别太想我。玄机子听了，胡子直抽抽，摆摆手，眼不见为净。王爷，何事如此惊慌？皇上昏迷了。当真？是，宫内都乱了，太医院里的太医全都在皇上寝宫候着呢。皇后娘娘呢？在干什么？皇后娘娘已经去皇上寝宫了，现在也是娘娘在安排各项事务。太后呢？太后自前几日起就身体不适，没有露面。不过奴才为安全起见，还是让人去问了。太后娘娘说，全权交由王爷处理，她信得过王爷。通知丞相跟钟永侯，按计划行事。是。本王要更衣，进宫。是，奴才这就安排。张太医，皇上现在如何？微臣无能，查不出皇上的病因，不知道皇上为何而昏迷。要你们有何用？整个太医院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诊断得出皇上因何而生病？治不好皇上，你们就算有10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皇上，你快醒醒啊！父皇怎么样了？生儿，你父皇，你快看看你父皇吧。父皇，你醒醒，我是圣儿啊！父皇，您这是怎么了？昨天不还好好的吗？父皇，参见皇后娘娘，靖王殿下。什么事？丞相大人、钟永侯等几位大人在外求见。快让他们进来。微臣参见皇后娘娘、靖王殿下。丞相、侯爷，诸位大人请起。父皇身体不适，此时，王爷，微臣就是因为此事而来。微臣家中老母有恶疾，遍访名医未果。前几日请来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鬼医才治好。今日特意将人带进了宫，请王爷皇后允许宣他进来替皇上看看。好，还是丞相有心，有请鬼医。草民参见王爷，参见皇后娘娘。鬼医请起，劳烦鬼医替父皇看看。太医院的太医们都束手无策，实在是没有办法治好。老夫尽力而为。须臾，老者松开手，叹了口气：“鬼医，皇上如何啊？”母后，您别急，先听鬼医前辈怎么说。皇后娘娘，王爷，皇上这是中毒了。中毒？怎么可能呢？丈夫，皇上正室里的生活起居都是你照顾的，你说皇上怎么中毒的？老奴不知啊，娘娘明察。老奴这些年兢兢业业的照顾皇上，对皇上忠心耿耿，上天可见。那皇上为何会中毒？查，给我好好的查！这店里的所有人，全部给我押下去好好审问。很快，人都被拖下去了，只留下了张福。张福，本宫暂时留你一条狗命，在此照顾皇上。若查出此事有你的份儿，本宫定要将你凌迟处死。谢皇后成全，老奴对皇上忠心耿耿，日月可见。老奴发誓，老奴绝对没有背叛皇上。老奴，本宫不听你这些废话，本宫只看结果。马嬷嬷，这皇上寝宫不能没人，你去安排一下，找些聪明伶俐的过来。是，老奴这就去安排。母后，您别气坏了身子。鬼医前辈既然知道是中毒，说明定能解毒。我们且听太医。本宫关心则乱，最见不得有人对皇上不敬，一时情绪激动了，望各位见谅。皇后娘娘、王爷，张阁老、林太傅、李大人等人在外求见。让他们进来吧。参见皇后娘娘，参见王爷。微臣听说皇上病重，太医可有说法？阁老大人来的可真早啊！皇上昏迷多时了，您现在才到。
是啊，本官听到消息，片刻没有停留，就马不停蹄的进攻了，竟没想到众位大人都比我快。老了呀，腿脚就是没有你们利索。你，好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诡异，你说皇上是中毒了，你可有解毒之法？回皇后娘娘，皇上中的毒是罕见的7日倒，从中毒到毒发只需7日，症状娘娘也看到了，就是如今的昏迷，直至死亡。那诡异可能解毒啊？此毒无药可解。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皇上，您这样让臣妾怎么办呢？皇上，你醒醒啊！您看看臣妾让皇上。怎么会无药可解呢？那可怎么办？这位是诡医，皇上确定是中毒了吗？当然，大人若不信老夫，又何须让我进宫？非也，本官并非不信任诡医，而是太医院众位太医都查不出病因，诡医竟然能查出是中毒，那是否会有旁人能解毒也说不定呢。我们要不要张榜寻名医过来一试？哼，那大人便去寻吧。老夫说不能解的毒，自然是解不了的。既然没我什么事了，皇后娘娘、王爷、众位大人，草民就此告辞，众位另请高明吧。那诡医就先退下吧。张阁老所言极是，众位大人觉得如何呢？阁老说的是，确实应该多方面张榜寻名医，但是什么？丞相大人但说无妨。国不可一日无君，皇上如今这情况，王爷还是早做打算才行。萧慎看了眼张阁老等人，父皇如今昏迷不醒，本王只想找神医替父皇解毒，其他的以后再说吧。王爷，微臣知道您孝顺，担心皇上，但是丞相说的对呀，国不可一日无君，这是头等大事，就算不，但是王爷也得暂时代为处理政务才行吧？是啊，王爷，丞相和侯爷说的对，还请王爷万事以国事为重。是啊，王爷，您得以国事为重，还请王爷三思。这流程动作倒是挺快，就不知道他手下的人是不是硬骨头了。切，那么一个怂货，手下的人能有多好？王爷出手不费吹灰之力啊！好几万人呢，也不能太轻敌了。有个消息，可以跟晋南王通个气，说不定能助他一臂之力。什么？刘晨的手下有个叫张峰的，你们知道吗？张峰？那混蛋我当然知道。是什么人？这个张峰是刘成手下的副将，是刘成的左膀右臂，本事不大，官威十足，而且多次强抢民女。但是金兆颖最后都不了了之了。记得7、8年前，我还曾看到一个10几岁的姑娘因为刘成跳河身亡了。这就是个丧良心的混蛋。周大侠，你可别告诉我这个张峰能助王爷。不是张峰，是张峰的一个手下，叫李达。我与此人相熟，知道他是个有抱负且正直的人，只是一直受制于人。那个张峰手里的那些个军功，10有8、9都是李达的。我去，这老混蛋还抢功！周大侠，你确定这个李达可用？我确定，而且他在军中也算有威望，但是因为不善溜须拍马那一套，一直得不到张峰的看重，所以加官进爵的机会都轮不上他。但是这个张峰也是个聪明的，知道李达是个有能力的，可以帮他建功立业，所以一直把李达留在身边，但是多年来都不曾给半点机会。那确实是个可用之人。哼，苏恒啊苏恒，没想到你也有今日吧？你个老不死的，成天压在我头上，你以为你还能出去？苏恒，我告诉你，下辈子吧！我早就说过不要跟我作对，你就是不信。如今这样的下场可还满意？苏恒，你说话，你以为你不说话就行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求我，我说不定还能留你一条狗命。我告诉你，这大庆以后可是我们刘家的，你再忠心有什么用？还不是为我刘家做嫁衣？就算靖王登基，那大庆还是姓萧的，可不是你刘家说了算。看你说话了，不装哑巴了。我只是提醒侯爷，这大庆可是姓萧的。姓萧，很快就不姓萧了。侯爷别忘了，靖王也姓萧。本将军有一事一直不明白，如今身陷泥泞，不知侯爷是否可以解惑？哦，说说看。你刘家是皇后母家，手握兵权，不说权势滔天，在我大庆也是数1数2的大家族，为何要勾结北疆？勾结北疆？没有证据的事可不能乱说。我苏恒还没蠢到那个地步，陷害我的人，我一定会让他们加倍偿还。加倍偿还？
苏恒啊，苏恒，你还看不清现实？你以为你还有机会？你的命都在我的手里，我想你今天死，你就活不到明天。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机会？皇上一定会为我洗刷冤屈的。皇上，你还不知道吧？皇上如今自身都难保了呢。皇上怎么了？哎呦，差点忘了，你在这天牢之中，消息肯定闭塞。你还不知道吧？皇上陷入昏迷了，说是中毒，而且呀，此毒无解。不可能，不可能！皇上是天子，受上天庇护，肯定不会的。哼，天子受上天庇护，那你就等着看吧。是你们？什么是我们？将军的意思，本侯可听不懂。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暂时我是不会要你的命的，我一定会让你好好看着这大庆朝怎样一步步变成我刘家的。参见主子。起来吧。主子，那几万大军现在驻扎在离京都城5里外的梅花坡，暂时没有其他动静。带军的人王爷也熟悉，是张峰。就是那个当年被王爷打了100军棍的张峰？是的。张峰手下有个叫李达的，你们可知晓？李达？你认识？王爷见过，不过可能您不记得了。说说。第一次见面应该是7、8年前吧。王爷从关外回来，路上遇到一对母子乞丐，母亲患了重病，病不久矣。那个乞丐跪在医馆门口拼命磕头，求医馆的大夫给他娘看病求药。但是医馆的大夫看是乞丐，怎么也不肯，是王爷让属下给了他银子，让他去给母亲看病呢。似乎是有这么回事。你说第一次，您后面还见过他？是的，大概是1个月后吧。我在京都又见过他一次，那时候他已经是刘神军中的一个小兵了。是他先看到了我，跟我道谢来着，结果就被他的上峰看到了，就是刘成。那时的刘成还是个小队长，但是认识我，所以那个李达自然就没有什么好下场，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那些人还让他学狗叫、喝尿，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就出手了。但是，这应该不算帮了他，只会给他带去麻烦。很多年后我还见过他一次，不过他没有看到属下。那时候的他应该也是个小队长了。他的手下在一家饭馆调戏良家妇女，被他打到吐血，去了半条命，还说只要是他的手下，就不得做任何欺负老百姓的事情。是个有血性的，但还有的救。王爷打算如何？是要用这李达？见见再说。小贼，别跑！主子来了。不知王爷将末将引来此处，有何指教？指教倒说不上。敢问李副将，你们此次大军入京，可有皇上谕诏？我们得到消息，皇上病重，将军让我们入京擒王。擒王？是有人要造反？将军说，镇国将军府勾结北疆，意图谋反。不说皇上对镇国将军府一事尚无定论，即使罪名已定，镇国将军此时已快入天牢，何须你们大军入京擒王？李达，这个理由你信吗？王爷，李达只是一个小小副将，并不能左右上面人的决定。无论因为什么，我们将士只有听令的份。那让你们造反，你们也听令？王爷，李达，你是聪明人，不可能没有一点察觉。你真的相信刘神所言？刘成是什么人？你在他军中难道没有一点了解吗？王爷，李达还是那句话，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副将。李达，你当初进入军营是为了什么？保家卫国。那你现在在做什么？本王给你1日的时间想清楚，明日同一时间，本王在此等你答案。王爷，兵马已到，驻扎在城外5里处的梅花坡，就等王爷一声令下了。好，舅舅安排的妥当。那就等明日了。镇国将军府在控制之中，靖南王不在京都，这次我们肯定能成功。侯爷确定靖南王不在京都？丞相什么意思？老臣得到消息，靖南王已经回到京都，只是目前藏匿在哪儿还不清楚。当真？千真万确。丞相哪来的消息？我的人一直盯着，怎么不知道靖南王回来了？那侯爷不是更应该反思才对？你郭有为，我给你脸了是吧？好了，舅舅，你现在就派人去查，这个萧寒不是个省心的，本王不放心。好，我这就去。丞相，你觉得我们明日？事情已经进展到这个地步，王爷不该想退缩，我们只能前进。胜者为王，败者寇，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是，所以我们明日必须赢。王爷也要跟皇后娘娘再确定一番，宫内现在由娘娘掌管，切不可出纰漏。圣儿，母后，您这是怎么了？如此憔悴，前几日不还好好的吗？母后这2日总是心神不宁的。圣儿，你说我们要不要再等等啊？母后，
此次机会难得，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何年，所以我们势在必行。您不用想太多，儿臣都安排好了。舅舅的大军已经到了，就驻扎在城外。苏寒也被关进了天牢，没人能够阻止得了我们。大军到了，那就好，那就好。朝堂要乱起来，现在太后祖母不管事，宫内就倚仗母后了，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这个你放心，别的不敢说，这宫内母后熟悉，绝对不会出差错的，你放心吧。丞相说萧寒回京都了，但是人藏匿在哪儿还不知道，所以……什么？萧寒？他回京都了？你怎么不早说呢？慎儿，我们还是再等等吧。萧寒这狼崽子不简单，他既然回来了，肯定会有所准备的。而且你还找不到他人，我们不能这样贸然行事。母后，您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萧寒他再厉害，那也是个残废。那你别忘了，他手里还有几十万大军呢。母后，你冷静点。冷静？怎么冷静啊？那是萧寒，大清的不败战神。母后，再是不败战神，他现在也是个残废，而且他的兵马远在边关。残废又如何？你知道你太后祖母派了多少人去杀他吗？这些年来从无间断，可结果呢？他不照样活得好好的？慎儿，你听母后一句劝，母后不是不让你行动，只是让你查清楚再行动，免得……够了，母后，你信我一次，此次儿臣定能成功。小五，生辰快乐！过了生辰就14岁了，是大姑娘了。怎么，把自个儿生辰忘了？就知道欺负小五，你好歹做人师兄的，什么时候能靠谱点？怎么，礼物都没准备？怎么会呢？小五，看看喜不喜欢？黑金匕首，有眼力啊！黑金匕首，削铁如泥，这份你满不满意？满意啊，太喜欢了，谢谢二师兄。哎呦，二师兄这是大出血呢，是不是特别心疼啊？去一边去！你的呢？啊？小五都不急，你急什么？简小三慢悠悠地拿出一个小瓷瓶递过去，就一瓶药，你也忒小气了。你的药房最多的就是药了。驻颜丹，你现在是肯定用不到，等你到个30、40岁再用，效果肯定好。三师兄，你太厉害了，真的把驻颜丹练出来了。你那是心思不在这种丹药上面，你要愿意，肯定也能练出来。就是草药难找，我也只练出2瓶。2瓶啊？那另一瓶是给飞燕姐姐留的。赶紧收着吧。还有我，妹妹，你看看我给你准备的，保管你喜欢。三哥，你这是……你不是说缺钱吗？这些都是三哥我给你的，你喜欢什么就去买什么。三哥有钱，还是你省事啊？直接给钱，厉害啊！你们一个个的肯定都有好东西啊，我实在是不知道送啥了。不过妹妹，三哥说的是认真的，我有钱，你这些拿去，尽管花。好，谢谢三哥。小五啊，师傅我没什么可送你的，这个是为师的师傅留下来的，据说可遇百兽。玉兽？是，为师听师傅说过，这是上古流传下来的神物。当真可遇百兽？为师没有试过，一直收藏着。小五，什么时候试试？行啊，一会儿就出去试试。师傅，明日我们就回北齐了，是该回去了。旭儿，你身份特殊，此次回去估计会有不少麻烦事，但为师相信你的能力，也不担心。但是也别太累了，空了回来看看师傅。知道了，师傅。王爷，皇上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连着多日都没有上朝了，这不是长久之计呀。是啊，王爷，国不可一日无君啊，皇上这总得给个说法呀。对啊，皇上究竟怎么了？众位大人，父皇确实病重，太医也束手无策。本王已张榜寻访名医，希望能有医术高超之人能为父皇医治。那怎么办？皇上病重，连太医都治不了。就是啊，皇上怎么会病重呢？这太子还没立呢。太子人选也没什么悬念呢，肯定是靖王啊。哎，可不能乱说，咱们皇上有2个皇子呢。有2个皇子又怎么样？那一个呀，从小病弱，太医断言活不过25岁。王爷，众位大臣说的对，皇上如今昏迷不醒，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必须尽快出个章程啊。是啊，王爷。啊，对，侯爷说的对，必须出个章程，朝政可耽误不得。本王也知道朝政的重要，但是事出突然，实在是……王爷，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当下的问题。皇上病重，名医要寻，但是政务也不能耽误。所以老臣建议由靖王殿下暂时代为执掌朝政，直至皇上病愈。
啊，对，丞相说的对，皇上身体固然重要，同样的，朝政也不能耽误。丞相所言极是。既如此，本王也只能勉强接受了，暂时代父皇处理朝政。但是各位大人放心，本王定不会放弃寻访名医替父皇医治，父皇一定可以好起来的。王爷英明。参见王爷，李达来迟，抱歉。不迟，李副将考虑的如何了？李达有个问题想先问问王爷。说。王爷准备拿着几万兵将如何？我大清的兵将，宗旨是保家卫国，若愿迷途知返，本王看在都是听令行事的份上，绝不迁怒。若执迷不悟，按谋逆论。王爷，我们大部分兵将都只是听令行事，并不了解朝中局势，即使不愿也无法反抗，求王爷再给一次机会。机会本王愿意给，但也只此一次，最终结局如何，就看李副将有多大的能耐了。李达一定竭尽全力。本王给李副将2日时间，2日后，本王会率兵前来，降者活，继续作乱者杀无赦。是，李达明白。对于张峰，他手上的事务，李副将可了解？不瞒王爷，张峰的公务近些年皆是李达在处理，包括上奏朝廷的文件也都是李达口述，张峰执笔。哼，还真是国之栋梁呢。若让你接手张峰的职位，你是否能胜任？李达定当竭尽全力。行，有信心就好。那剩下的，你能保下多少人，就看你这2日的能耐了。2日后，本王不会手软。是，属下领命。祖父，今天靖王让多位大臣写了折子，都是关于处置我们府上的。哼，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心急，郭有为也不劝着点呢。我们这位丞相大人估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说？护龙卫首领啊，那位萧前辈给丞相府送了些东西，估计吓到了吧？那位前辈可真是手段刁钻，竟然将丞相派来的暗中盯着咱们镇国将军府的人钻了手筋脚筋，割了舌头，全部丢在了丞相府的大门上，引得京都的百姓纷纷猜测丞相府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不仅如此，丞相府的后院也遭了难，郭有为新娶的第8房小妾被下人发现私通，而且对象竟然是丞相的嫡长子，气得郭有为失手重伤了这位嫡长子，听说是无法人道了。丞相夫人正跟丞相闹得厉害呢。你跟这位前辈有联络吗？啊，这倒没有，是监视丞相府的人回来汇报的。我一直奇怪，郭有为多年没有站队，怎么好端端的就去了靖王阵营？8房小妾。祖父是说，靖王新官上任，估计明日早朝就要处置我们镇国将军府，比预期的早了些。你今日回去就将你祖母他们送出京都，到城外的庄子上，免得他们受惊了。宋儿此次前来就是跟您说这件事的，我已经让阿宇去做了，祖母他们此刻应该到了庄子上了。那祖父，你什么时候出去？再等2日，祖父还要等个人。是，那宋儿先退下了，祖父保重。产婆呢？到了没？母亲，您别急，产婆在里面了。您别急，先去休息吧，这边有我呢。是啊，母亲，这有我们呢。您年纪大了，不能这样熬着，先去休息吧。哎呀，你们不用管我，我回去也睡不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突然哇的一声婴儿的啼哭传来，李氏喜极而泣。老夫人，不好了，大姑娘血崩了！什么？二嫂，你别急，产婆怎么说？产婆说血怎么也止不住，说是可能不好了。银儿啊！张氏赶忙将那瓶救命的药拿出来，给大姑娘服下，快去！那是月儿临走时留下的，说是以备不时之需。老夫人，各位夫人，血止住了，母子均安，大姑娘生了一对龙凤胎，恭喜呀！好，赏。王爷，皇上病重前只是将镇国将军收押，禁止镇国将军府内人员出入，并没有给镇国将军府定罪，所以此事还需彻查，怎可如此轻易定论？张阁老此言差矣，此事人证物证齐全，罪名还有何异议？皇上现如今昏迷不醒，也不知何时才能醒来，总不能一直拖着不解决吧？这让天下百姓如何看？人证物证齐全，不尽然吧？我记得当时只有北疆3皇子的书信为证，甚至也没有镇国将军谕旨的回信，物证都不齐全，更何来人证之说？怎么会没有人证？本侯找到了苏恒曾经的一个亲兵，他能证明苏恒一直跟北疆有勾结。口说无凭，本官只看证据。除了北疆3皇子单方面给了镇国将军写的书信外，可有搜集到将军的回信？林泽，你休得替苏恒狡辩！本官只是实事求是，何来狡辩之说？
镇国将军府几代忠君爱国，为大清立下汗马功劳，不可能仅仅因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就……什么叫莫须有的罪名？证据早就呈到御前，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侯爷，证据呈到御前只是一个程序，事情并没有调查清楚，怎能随意定罪？况且皇上病重前说了，等查明真相再做定夺。侯爷现在想要定镇国将军府的罪，恐怕得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才行。北疆三皇子的亲笔书信还能有假？侯爷，您也是为官多年的老臣了。北疆与我大清一向势同水火，镇国将军更是在战场上一次次的击败对方。我若说北疆此次就是用的离间计，想让我大清失去镇国将军这位忠臣强将，那也是说得通的吧？李渊，你强词夺理！本官就事论事，一切也都是合理的猜测。谬论！侯爷还是说些有用的吧。若那么想定镇国将军府的罪，好歹拿出些更有力的证据，而不是靠一张嘴，这会让人觉得侯爷此举是想报私怨。你够了！朝堂之上如此吵闹，不像话！张阁老等人说的也在理，不能光凭北疆三皇子的书信直接定罪。镇国将军好歹是我大清的重臣，此事还需彻查。王爷，侯爷对本王的话有异议，微臣不敢。这靖王是什么运气啊？找个假人证，竟然找到了我们的暗探。人证，我真是高估他了。哎，也难怪嘛，萧武藏匿军中都7、8年了，先是在靖王手下，后被派去刘晨那儿，刘晨又让他暗中潜伏到镇国将军府。对靖王而言，那可是他的亲信，知根知底呢。告诉萧武，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此次结束，他就可以回来了。好嘞，这小子出去时间太久了，是该回来了。祖父最近在哪儿？老王爷一直都在上京寺，太后还在宫里吗？明面上还在。祖父带走的。是。皇上没有制止吗？皇上目前还不知道。人关在哪儿？王府水牢。用刑了？没有。祖父怎么交代的？老王爷并没有交代什么，说先关着。不过护龙卫首领过去了一趟，说是在那里挂了几幅画像就出来了。什么画像？先帝的画像。小五姑姑，你一定记得去看青青啊，青青会想你的。好，小五姑姑答应你，等姑姑忙完就去北齐找你，很好。当真？当真，姑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好，那青青在北齐等你。只有小五姑姑吗？我也会想二叔的，二叔记得有时间也要去看青青啊，到时候把星儿妹妹也带过去，青青带她玩。哼，好你个鬼精灵啊！回去记得好好练功。青青知道了。小五，可说好了，等你忙完就去北齐，大嫂等你过来。知道了。小宝，等着姑姑去看你哦。小五，三师兄过阵子去京都找你啊。哦，是你自己去，还是带着三嫂一起去找我啊？我跟飞烟暂时不会成婚，此次去是想先跟他父母把事定下来，等一切事务都解决之后再成婚。你不怕飞烟姐姐被别人抢走啊？不会的，我不会跟别人走的。好了，我们走吧。小五，有事记得传信。知道了，大师兄。靖南王，那真的是靖南王吗？靖南王不是残了吗？那就是黑甲军吧？应该是吧，这世间也只有黑甲军有这等气势了。那怎么办？还打吗？打？我们凭什么跟黑甲军打呀？那可是夷狄拜的神将啊！无诏入京，尔等可知罪？王爷，我们是奉侯爷之命入京擒王啊！入京擒王？皇上在京中安好，你们擒的什么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尔等无诏入京擅离职守，该当死罪。朕念在尔等受人蛊惑，从轻发落，降者生，继续作乱，杀无赦。这圣旨是假的，靖南王假传圣旨，兵将们给我杀！将军，靖南王是我们大清国的不败战神，多年镇守边关，驱除外敌，绝不可能假传圣旨。是啊，那可是靖南王，怎么可能假传圣旨呢？李达，你敢扰乱军心，找死！李达是大清兵将，不做谋逆叛乱之事。去他妈的谋逆叛乱！给我把李达抓起来！给我冲！否则本将军现在就送你们去见阎王！小子们，冲啊！能不能加官进爵，就看此次了。主子，李达来了。属下参见王爷。这些就是张峰跟钟永侯的交往信件，请您查阅。张老，按照您之前说的，模仿这个笔记，写封回信。是王爷。人都核实清楚了。回王爷，
死亡人数2700人，剩下的48000人均已投诚。好，暂时让你代替张峰的职务，可有问题？属下没有问题。顶多3日，皇上会对你们重新安排。是。小一，给苏大公子续封信，让他准备开始了。是，属下这就去。秦统领，你终于来了。看来苏将军这些日子一直等着小子。如果秦统领今日还不来的话，老夫就该亲自去寻人了。那将军想见我，所为何事？还是秦统领先告诉老夫，你半夜到天牢干什么吧？外面都翻了天了，将军还能如此安心的被关于天牢？看来一切都在将军掌握之中。所以秦统领是来……不知道小子有否那个荣幸替将军效力？为何是这个时候？秦统领本可以等到大局定了以后再做决定。将军就当小子是为了功名利禄吧。秦统领不是这样的人。苏将军是高看小子了，高官厚禄谁不想要呢？高官厚禄，秦统领若是想要，靖王应该早就双手奉上了吧？何必等到现在呢？可能我跟靖王没有缘分吧，也可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总归我是没这想法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本将军喜欢这个理由，但是还不够。小子认为靖王不适合继承大统，此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而且资质平平。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人入为储君，大庆还有何将来可言？到时候受苦的还是百姓。好，玉儿在，祖父。苏小将军别来无恙啊。见过秦统领。你们俩熟识？回祖父，有过几面之缘，不熟。苏小将军说的是不熟，打过几次架。年轻人嘛，打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玉儿，你将明日之事跟秦统领好好和解一下。王爷，微臣找到一人，可证明镇国将军苏恒确与北疆有勾结。哦，当真？王爷，此事微臣也有听闻，而且此人不是旁人，正是苏恒的亲兵。王爷，镇国将军身份特殊，不能因此就判定他有罪，不如就宣仁政上殿，与苏恒对峙。此法甚好，当面对质也免得说本王冤枉了他。来人，宣苏恒上殿，还有，把那个亲兵也带上来。是。臣参见王爷。苏恒，父亲重病之前，因为你勾结北疆一事，将你收押天牢，封了镇国将军府，你可有何辩解？微臣冤枉。冤枉？人证物证俱在，你还冤枉？来人，带人证。小的参见王爷。抬起头来，你是何人？如实说来。是小的名何兴，是镇国将军身旁亲卫，在将军身边待了2年了。好，苏恒，你看看认不认得此人？认得，此人确为微臣亲卫。好，既如此，也不算本王冤枉了你。此人能证明你与北疆有所勾结，你可认罪？微臣不认，微臣绝对没有做任何背叛大庆、背叛皇上之事，请皇上明察。哼，苏恒。现在不是你认不认罪的事，而是人证物证俱在，你不得不认。你以为你如此狡辩就有用？那可否让微臣问此人几个问题？本王应允。何心，本将军待你不薄，为何如此陷害本将军？小的没有啊。没有？哼，那你告诉本将军，我是何时与北疆勾结的？你又是如何知道的？是。何心，把你知道的都交代了。不用看本王，本王就是要查出实情的。是2年前在边关，小的亲眼看见苏恒写信给北疆3皇子的。苏恒，你还有什么话说？这可是你的亲兵，难道他还会害你？哼，侯爷似乎比我这个当事人还清楚啊。何心，你在我手下2年，虽是亲兵，但是还没有机会能去我书房吧？又怎么会发现我与北疆3皇子的书信呢？小的，你这个小兵，将军问你话呢，你老是看王爷干什么？难不成王爷会教你怎么说？袁，你放肆！王爷息怒，本官也是为王爷着想。这个叫何心的嘴里没一句实话，每次回话前还非得看一眼王爷，这不是给王爷增加嫌疑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此人是受王爷指使的呢。放肆！放肆！李渊，你对王爷如此大不敬，不想活了？本官只是实话实说，何来对王爷不敬？侯爷也太会给人扣帽子了。够了！无论如何，北疆三皇子的亲笔书信确实是真的，再加上苏痕亲兵作为人证，此事就此定论。镇国将军苏痕勾结外敌，泄露军事机密，着3日后问斩，诛9族。王爷不可呀，王爷！王爷证据不全，怎可如此轻易断案呢？此人证明显是受人指使冤枉镇国将军，王爷怎么连这一点小伎俩都看不出？你们是想造反吗？来人！来人！禁卫军刘启明参见王爷。将苏痕带下去，关入天牢，等候问斩。是王爷。王爷，镇国将军是我大庆重臣，怎么如此轻易定罪？不如等皇上醒来再做定夺。张阁老是对本王的决定不满。靖王此举何意？难不成这皇上刚刚生病，这大庆就成了你的一言堂？一不如意就要受此威胁？张阁老年纪大了，脑袋也不清楚了。为了一个叛国逆贼忤逆本王，来人，一并带下去！竟然跟逆贼如此惺惺相惜，本王成全你们。王爷，张阁老3朝老臣了，如今年迈，也并未犯错，您怎可如此伤了忠臣之心呢？怎么，林太傅也想去天牢与他们作伴？若真是，本王不介意也成全了你。王爷，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将朝中大臣打入天牢，微臣不服。好，好，非常好。还有谁啊？一起上来！本王倒是要看看还有谁这么不要命。微臣也不服。既如此，全部打入天牢。王爷此举实为不妥，若皇上在此，也绝不会赞同王爷的决定，望王爷三思。秦怀瑾，是微臣，禁卫军统领秦怀瑾参见王爷。你是要造反吗？微臣不敢。不敢？你有什么不敢的？你带那么多人上殿是想干什么？王爷，众位大臣也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只是想把事情调查清楚而已。既然大家意见不合，那就继续查嘛。那个人证呢？核心是吧？可以将此人交给微臣，各种大刑过一遍，还怕他不说实话？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逼迫本王放了苏痕？妄想，妄想！好，既如此，那就继续查吧。王爷英明，来人，将这个核心拖下去，严加拷问。冤枉，冤枉啊！小的冤枉啊！王爷，你救救小人，救救小人呐！你向王爷干什么？就是王爷说要彻查的，你放心，要说的是实话，绝对能够留你一条小命的。拖下去。是。不要抓我，我不要去！王爷救我！王爷救救我！王爷，你不能这样！是你让我冤枉将军的，你不得不管我！我是你的人啊！胡乱攀咬，给我拖下去！我是王爷的人，2年前是王爷安排我去将军身边做亲兵的，为的就是监视镇国将军。闭嘴，闭嘴！王爷不如听听，看看这个小兵还能编造出什么来。清者自清啊，王爷。小的没有看到将军跟北疆的信件，那都是王爷让我这么说的。萧慎再也控制不住，推开秦怀瑾，一脚踢在了何心的胸口。死了。那扔出去吧。王爷，这是什么情况？您难道不该解释一下吗？按这个核心的说法，可没有什么勾结北疆一说了。解释什么？你看不出来他这是故意陷害吗？可这人是王爷自己找过来的，不是吗？本王也是受人蒙蔽。既如此，那就是没有人证了。那镇国将军一事，还是等皇上醒了再做定夺吧。就算没有人证，北疆3皇子的书信确实是真的吗？这还不能证明吗？你们这些人休要胡搅蛮缠，此案就此定了。谁要再有异议，一并关入天牢。各位大臣可还有异议？靖王竟然敢饲养军队，还带入宫内，是想做什么呢？哼，做什么？本王自是为了稳定朝纲，击杀叛贼。王爷这是要造反？造反？可笑！我为何要造反？本王是大庆的大皇子，也是大庆唯一的储君人选，我为何要造反？皇上尚在，储君人选并未定立，靖王想的未免也太早了些。怎么，秦统领难道认为还有旁人能够做储君？谁？那个病秧子？他现在能不能活着回来还未可知，就算活着回来了，他还能活多久？1个月？半年？靖王休得胡言。怎么，心疼了？
萧炎就跟他那个短命的娘一样，让人生厌。本王能让他活那么久，已经是本王的仁慈了。你放心，很快本王就可以让你们一家人团聚了。那王爷想必要失望了。一个熟悉的嗓音响起，大殿外厮杀升起。苏月，他不是死了吗？靖王，收手吧！你这个逆贼，该收手的是你。我是不是逆贼，不是你说了算，一切由皇上定夺。皇上，那个老不死的还能活几天，都是由我说了算。本王让他现在死，他就得现在死。他定夺，他定夺什么啊？是吗？朕还真不知道沈儿有如此想法。父皇，皇上是皇上，微臣参见皇上。真的是皇上，皇上没事啊！老臣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万岁！就知道皇上没事，太好了，皇上没事。沈儿这是不认得朕了，这是怎么了？还动起手来了？王爷，我们有几万大军在城外等着呢，你可千万不能泄了这股劲儿，那咱们前面的努力全都白费了。皇上在此还不停手？不能停手！他是假的，他不是皇上，皇上还在寝宫，还在昏迷。对，皇上还在昏迷。你是什么人？胆敢冒充皇上？来人，给我拿下！王爷，这人竟敢冒充皇上，该处！胆敢冒充皇帝！来人，给本王抓起来！靖王好眼力啊，竟然连皇上都不认识了。我父皇还在寝宫中昏迷，此人是冒充的。你当真以为自己这次能赢？王爷，我们抓紧出宫，咱们的大军在等着我们呢。是啊，王爷，侯爷的兵马就在城外，不论是苏家还是靖南王府的兵马，都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此次还是胜券在握的。母后，本王的母后还在宫里。王爷，皇后娘娘会没事的，咱们赶紧出宫要紧。行，走。母后是大清的皇后，父皇不会对她怎么样的。况且我很快就会回来，就让母后在宫里再忍耐2日。然后一群黑衣护卫护送他们几人离开。秦怀瑾见状，一个箭步上前想要阻拦，让他们走。属下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叛贼均已击杀，请皇上明察。好，苏小将军请起。萧慎是离开了，并且刘成跟郭有为也跟着离开了。可是大殿之内还有近一半他们一党的官员。张福上前拿着一本明黄色的折子，上面记录了几十个人名，每一个被点到的官员都开始哭爹喊娘的，请求皇帝饶命，大喊着自己冤枉。但是他们很快就被带了下去。今日之事让各位大臣受惊了，今儿个都先回府。对于空出来的位子，张阁老、李大人、林太傅，你们给朕拟一份初步名单出来。是，微臣遵命。剩下的战国将军、老晋南王就交给你们了。朕罚了，退朝吧。师父啊，徒儿明日就要离开了。为师知道了。放心吧，为师夜观天象，你们此次回去诸事可定。诸事可定？那我还要跟着去吗？回京这一路还是有些周折的，你一天到晚屁事没有，跟着去也许能帮上点忙。什么叫我屁事没有啊？师父，我可是武林盟主，很忙的。忙着干嘛？忙着打架。你以为你师傅我还不了解你？怎么能叫打架呢？师父，那是切磋，切磋懂不懂？不经常切磋怎么能进步呢？您从小到大可没少打我，我每次不都是在你的魔爪下一点点进步的？小五啊，走之前记得把为师的小仓库补充一下啊！你这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师傅还有小仓库？嘿嘿嘿。知道了，师父。你兄长现在身体大好，但是也要循序渐进。为师教过他一套简单的拳法，多加练习对他的身体有好处。这几本也是比较适合他的，你带给他。谢师父。行了，你们下去吧，为师我要闭关了，明日你们不用来跟我辞行。是，师父，徒儿会早日回来的。小五，师傅还有仓库啊，里面都有什么呀？二师兄，我劝你啊，少打歪主意，明日就离开了。难道你想走之前再被师傅收拾一顿？我就问问嘛。那小五，咱们再去试试你的短笛。昨天那动静，你二师兄长那么大都没有见过，真是壮观呐！不了，昨天马三哥吓得够呛，而且我还要去给师傅准备东西。小五，你是不是要去你那个空间，带我也进去呗？你要进去帮我摘果子？
你一个人要摘到啥时候呀？多辛苦啊！这个时候也就我能帮你了，不是吗？娘娘，娘娘，不好了，出大事儿了！怎么了？是不是圣上出事了？娘娘，王爷逃出宫了。逃出宫？什么意思？失败了？怎么会呢？皇上还在昏迷中，就是失败了，也没有人能拿他怎么办呢？娘娘，皇上醒了。什么？什么时候的事？本宫怎么不知道？奴婢远远的看到皇上，他好像没事人一般，完全看不出生过大病的样子。奴婢怀疑皇上根本没有中毒。没有中毒吗？他自始至终都是装的。萧恒啊，萧恒，你可真是下的一手好棋呀！嬷嬷，我们输了，彻底的输了。皇上，这些是从忠永侯府搜查出来的书信，均是与北疆的联络信件，请您查阅。丞相府里呢？丞相府里并没有查到跟别国的信件，但是却拿到一个账本，属下初步看过，均是各地方官员每年给的孝敬银子，还有一些是私买官职的一些账目，并且我们还从密室中搜查出大量黄金，保守估计有500-600万两，还不包括那些名人字画、古玩一类的。哼，还真是朕的好丞相啊！还有什么？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拖拖拉拉的了？丞相府里新纳的第8房小妾，属下去的时候是关在杂物间的，被放出来的时候人有些魔怔了，疯疯癫癫的，但是属下依稀觉得此人有些眼熟，调查了一下，发现是1年前失踪的赵首府的嫡女。什么？赵首府嫡女1年前失踪，然后没多久，整个首府都被人灭了口。所以这个郭有为不仅贪污受贿，还密杀朝廷重臣。证据属下已经命人去查了。好，给朕都查明白了。是，还有皇后宫里的长侍嬷嬷刚刚暗中查探消息，已经回了皇后殿里。哼，皇后宫里给朕看住了，不准任何人出入，先晾着吧，朕还没精力去处理他。是，那属下告退。这皇宫也太大了吧？到底哪里是皇帝住的地方呢？你听说了吗？皇上啊，估计撑不了几日了。你小声点，这种事是我们能议论的吗？是不想活了吗？刘姐姐，这四周没有人，我就是跟你说说，不出去说的。你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以后要再小心谨慎才行。这个宫里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说什么做什么都要三思而后行，免得被人捉住把柄，引来杀身之祸。知道了，我以后会小心的。那刘姐姐，你一会儿到了皇上宫里，可要小心呢。你别操心我。屋顶的玄小四一脸窃喜，运气还不错，然后悄无声息地跟着这年长的宫女一路前行。什么人？我是来送药的，我是玄神医的师弟，奉我师父玄机子的命令前来北疆送药的。你是玄神医的师弟，为何是你来送药？阿俊呢？他怎么没回来？他呀，在白云观养伤呢，受了很重的伤，没办法回来，师父就让我来送药了。什么？重伤？那他没事吧？放心吧，我师兄是神医，能治，他没事的。你快给这位大叔喂药吧。大叔？估计父皇这辈子都没有人这么称呼过他吧。好在他现在没有机会听到了。父皇，醒醒，起来吃药了。父皇，老大，谁？大叔，给。雪儿。父皇，你认错了，他是男子，不是母后。女的，这个大叔把我认成了女人，这怎么能忍呢？大叔，你看清楚啊，我是男子，男子汉大丈夫，知不知道？我可不是女人，你见过我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女人吗？父皇这是不清醒了。不是吗？嗨，真不是啊。是啊，雪儿都去了那么多年了。大叔，你也别太伤心了。我师父说过，人与人之间相遇即是缘分，能够相处几载就是天大的缘分了。所以你不要伤心，你跟你的夫人已经是天大的缘分了。小兄弟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玄小四，是玄神医的师弟。我师父是玄机老人，我从小生活在白云山的白云观里。哦，原来是小四兄弟啊！刚刚多有冒犯了。没事的，你年纪大了，认错人很正常，别放在心上，我原谅你了。这个兄弟还真是率真呐，有意思。那就多谢小四兄弟宽宏大量了。嘿嘿，都是小事。父皇，您现在感觉如何了？好多了。这是玄神医的解毒丸。是的，俊儿受了些伤，
留在白云观休养，所以小四兄弟才亲自送药过来。真是……叶绿清河话还未说完，北疆皇帝突然吐出一口黑血。父皇，父皇，你怎么样了？没事没事啊，我三师兄说了，这是毒血，有毒的，吐出来就好了。大叔，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舒服些？确实舒服多了，气也顺了不少。是吧？这药万金一颗呢，更珍贵的是有价无市，知道吧？确实，玄神医的解毒丸，只要有一颗出来，各大拍卖场都要抢破头呢。小四兄弟放心，此次绝对不会让你亏本，明日定将银票送上。啊，师傅没说让我收钱啊，你还要给钱啊？这钱到底能不能收啊？能收，怎么不能收？哪有买东西不付钱的道理啊？真的？自然是真的，本就是小兄弟该得的。哦，那你知道我住哪儿吗？你怎么找我？那小公子现在住哪儿？明日我便让府中管家送去银票。我住在你们这里最大的酒楼，叫百香楼。哦，对，百香楼。好，那明日我便让人送去。好。不过你们也别太早了，我明儿个估计要先去几家店铺用早膳，吃饱了再回去。好，我知道了。那小四兄弟会在我北疆待几日呢？也就这2日吧，我还要去大庆京都呢，我要去找我师妹。啊，那么赶，不如多玩几日。不了，等以后空了再来吧。行了，我走了，大叔，你好好休息啊。小四兄弟，你今年贵庚啊？啊，我16啊，走了。人影一闪，店内就只剩下北疆皇帝和耶律清河2人。父皇，16，长得如此像雪儿。老大，你给我去查查他，我不相信这世上有如此巧合之事。父皇，你是怀疑？先去查。娘娘，又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娘娘，靖王殿下被抓了，此刻正关押在天牢呢。世儿被抓了，完了，这下全完了。娘娘，这下该怎么办呢？靖王殿下、侯爷还有丞相，全部都关入天牢了。怎么办呢？太后，我们去找太后。现在只有太后能救我们，她毕竟是皇上的母后，皇上一向孝顺，一定会饶了我们的。皇上有命令，凤兰殿不得有任何人出入。放肆！本宫是皇后。皇上说了，皇后娘娘也不准出入。不可能，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你去跟皇上说，本宫要见他。皇后娘娘，您就不要为难小的们了。父皇，小生啊小生，给朕下毒，意图谋反，你可知罪？父皇，你饶了儿臣这一次吧，儿臣也是受人挑唆的。挑唆？受谁挑唆？皇后还是钟永侯？父皇，此事不是像您想的那样的，儿臣当时真的不知道真的是您，以为是镇国将军府找人假扮的，他们勾结北疆卖国求荣，因为被儿臣发现，所以才会如此啊。儿臣也是一时失误，判断错误了。父皇，您信儿臣一回可好啊？还真是跟你那个父亲一般，自私愚蠢。朕原本想着言儿身体不好，而这皇位迟早要交由旁人。你虽不是我亲生，好歹也是我萧家血脉，也是在我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如果非要去宗室里挑选一个，不如就选你了。可是你受你母后一家影响颇大，一样的心胸狭隘，容不得人。顺你者昌，逆你者亡，朕如何能将大统交由你？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动言儿和月儿，这是朕的底线。当年你母后跟祖母害死云飞，朕已经很对不起他们了。以后朕绝不容许你们碰他一丝一毫。不可能的！我是父皇跟母后的嫡长子，是大秦的大皇子，是靖王，以后还是皇帝，我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儿子？绝对不是！你一定在骗我，在骗我！朕会让你母后过来看你，你自己问他吧。朕今日过来，也算是全了我们这些年的父子之情，让你知道真相。父子之情？你对我什么时候有过父子之情？你心里只有萧炎，不论我做的多好，你的心里眼里永远都只有那个病秧子。凭什么？我也是你的儿子，你凭什么那么对我？现在我算是明白了张福，公主府那边全部布置妥当了吗？还有没有什么缺的？回陛下，全部布置妥了，没什么缺的。
您若不放心，奴才这2日再出宫亲自查验一番。你亲自出宫一趟吧，其他人朕不放心。是，奴才遵命。言儿跟月儿应该在回京的路上了吧？也不知还有几日抵达。按时间推理，应该在路上了，估计在半个月就能到了。还有半月呀！祖父，祖父，这个老二越发没规矩了，什么事值得你如此大呼小叫的？对，祖父，皇上下圣旨了，封妹妹为新月长公主了，还赐了公主府呢。虽然急切了些，倒也没什么妨碍了。不是，那个祖母她知道了消息，刚刚拿着拐杖说要进宫。你祖母怎么知道的？祖父，送儿去吧，送儿一定劝回祖母。去吧。各位客官，上书店呢？是的，我们要几间上房，你们这可还有？有的，我们还有5间上房，其他的房间也有不少，不知客官？5间上房全要了，再给我们安排5间普通的即可，再给我们准备2桌饭菜，要快。嘿，好嘞。主子，我们今晚就歇在这边吧。好，一路赶路辛苦了，晚上让店家准备些好的，大家都能好好的吃一顿。是，属下已经安排了。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应该很快的，明日天亮前我准回来。今儿个晚上你们自己注意，可行？他们这一路一直有一双暗中窥探的眼睛盯着，端天涯几次都差点抓到人，都被他逃掉了。他不甘心呀，那不是打他的脸吗？是可忍孰不可忍，他非得把人逮住。你确定人在城外？确定。猫抓老鼠都玩了一路了。其实这人对我们应该也没有恶意，毕竟一路上都没有出手，只是偷偷跟着，估摸着有其他心思。不管他什么心思，等我找到他，一定要他好看。这么耍我，这世界都没有第2个人敢。行了，去就去吧，不过注意安全。要不要用到晚膳再去啊？不了，你们自己注意安全吧，毕竟是城内，总归要好一些的。知道了。什么人？手中银针乍现，直直的朝着某个方向射出，人影一个闪身，直接飞身离开。主子，是否要属下去追？不用了。苏月看着那身影，这不就是一路跟着他们的那人吗？冷风，今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哥哥那边。是，属下已经安排过了。城外，刚刚暗中偷窥苏月的人来到一处密林，他面色有些疑惑。他暗中观察了苏月很久，刚刚会现身是因为他察觉不到屋内有人的气息，怕苏月出什么事情，结果竟然被发现了。看来玄机子这个徒弟不一般呀。哼，小子，总算被你爷爷逮住了，敢给爷爷送猪头，今天爷爷就把你打成猪头。哼，终于可以好好打一架了，看你还怎么躲。电光火石，二人打得如火如荼，二人你来我往的打了半个时辰，竟然不分伯仲。行了，不打了，老子今天打爽了，下次再打。兄弟，说说吧，为何一路跟着我们？对方不说话，转身就要离开。嘿，你这人，问你呢，干嘛一路跟着我们？对方依旧不说话。你是哑巴吗？真的是哑巴。那真的是可惜了，看你身手如此厉害，竟然不会说话。那字总会写吧？来，好歹是打过架的兄弟了，不如留个名字。哎呀，行吧，不肯说就不肯说，真小气。行了，今日我也没时间跟你耗了，你要还跟着我们的话，我们下次继续打啊！说完就作势要离开，结果趁对方不注意，快速扯下对方斗篷的帽子。小师叔，对方身影一震，依旧没有说话。此人正是玄机子的师弟玄通，是玄机子一手带大的。因为年龄小，玄机子对他很是宠溺，说是小师弟，不如说是像儿子般养大的。为什么不说话呀？我不知道说什么。你嗓子怎么了？没什么，受了些伤。你这些年在哪里？怎么都不回来呢？回去，让那老头再杀我一次。那你认错呀！你跟师傅好好认错，师傅肯定会原谅你的。就算是重罚吧，最多就是关几年，有什么关系呢？天涯，我有自己的事要做。做什么呀？这都10几年了，什么事都该做好了吧？那我们现在回去。现在我回不去了，他不会接受我的。你总是这样。我问你，苗疆活尸是不是你练的？你究竟想干什么？既然活着，就不能好好活着，非要做这些？你忘了当年你就是拿人炼制活尸，师傅才会那么生气的。你不懂。我不懂。是，我们都不懂。明明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为什么要让师傅如此气愤，甚至要杀了你？我们这些人对你来说算什么啊？还有小三，你知道他当年有多伤心吗？为了替你求情，在师傅面前跪了整整3天3夜。你知道他当年还那么小，我们怎么劝都不行，差点小命都没了。
你对得起他吗？对得起我们吗？天阳，你别叫我，在你眼里，我们都不如你的大事重要。不是这样的，我当年……总之，你们再等半年，等小师叔把事情处理好，就会搬运山。不论师兄要杀要罚，我都认了，好不好？那你告诉我，你究竟要做什么？什么是10几年都还做不好？总之，你再信小师叔一次，可好？哥哥，你也被吵醒了。是啊，妹妹，你刚刚出去了？没事的，去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呢。那我回去睡了，困死我了。这些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妹妹，救命啊！苏月在第一时间拔出长剑，飞身迎了出去。这波人跟北疆烈火人不是一起的，而是鬼女的手下。他这次没有用活尸，因为太明显，免得被他师傅察觉，所以就趁北疆杀手攻击时，才暗中搞偷袭。在下赤云城城主府白灵天，奉城主之命前来帮忙。在下苏月。你就是段盟主的师妹吧？久仰大名了。段盟主真的是白操心了，以苏姑娘的身手，根本不需要担心。还是多谢城主府，改日一定登门致谢。姑娘客气，没其他事，在下就告辞了。白灵天微微颔首，冷风，让人把这边收拾了。是。哥哥，今日这明显是2批人啊，外面的是北疆的，这里面的是南疆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后刘氏残害宫妃，谋害皇嗣，淫乱后宫，混淆皇嗣，今褫夺皇后封号，赐3尺白绫，钦此。他知道，他竟然知道！我要见皇上。娘娘，皇上说了不见您。不，我要见皇上，最后一次，我要问问他。皇上说了，您可以在离开之前见一下靖王。刘氏，你要不要去天牢再见靖王一面？见，公公，见的。我要去见我儿子。好，来人，带刘氏去天牢见萧慎。是。申儿，母后。儿啊，是母后，是母后，你怎么样了？受苦了吗？母后，你去告诉父皇，我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嫡长子，父皇肯定是弄错了，是不是啊？母后，你快去找父皇，跟父皇解释清楚，父皇知道肯定会饶了我们的。申儿，你别这样，母后看着心疼。喂，父皇说的是真的，我果真不是他的血脉，我才是眼种。可笑我还跟萧炎比，我拿什么比啊？我拿什么比？那父亲是谁？刘氏一愣，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告诉我，难道我连自己是谁的野种都没有资格知道吗？是当年的平阳王世子萧缺。平阳王世子，密谋造反的那个。造反，造反啊！看看，这都是有家学渊源的。申儿，你别叫我，我是野种，我是野种，我瞧不上萧炎。原来从一开始我就没资格跟他比，我连比的资格都没有，可笑，可笑啊！娘娘，你应该离开了。申儿，母后该走了，以后你好好的，至少活着可好？这辈子是母后的错，下辈子母后再偿还你。母后，母后，你去哪儿？父皇准备怎么对你？母后。哎，早啊，大皇子。小四兄弟早。你那个大叔好些了吗？好多了，多谢小四兄弟关心。今日过来是问问小四兄弟有没有时间去我府上做客。我今日做东，邀小四兄弟聚一聚。什么时候啊？中午还是晚上？晚宴如何？好啊，我刚好白天去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玩意儿，带回去给小五。晚上的时候我自己去你府上。哦，小四兄弟想要去哪儿逛逛，说不定清河可以给你一些意见。我也不清楚啊，对你们北疆没那么了解，珠宝首饰古玩字画的我不挑，有好的就行。这倒是问对人了。我知道有一家七宝斋，里面就有不少好东西，就是价格略高，一般的人也不大会去。价格很高？那你们这边有四海钱庄吗？四海钱庄？那自然有了。那就没事了，我一会儿去钱庄多取些银票，总可以买一些的。那行，我安排我的护卫今日带你去逛逛，免得人生地不熟的被人欺负。站住！别跑！快抓住那个小偷！
玄小四因为正啃着糖葫芦，没注意前面的人，直接被撞了个满怀。你个小偷，快把我的钱袋还给我，不然小熊把你送去官府。不是我没有偷你的钱袋，真的。不是你还有谁？刚刚我身边就只有你，就你撞了我一下，我的钱袋就丢了。快，你给我交出来！我真的没有，我没有偷东西。大哥，求求你帮帮我，我真的没有偷东西，真的。你没偷东西跟我说干什么呀？只想你把钱袋交出来，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没有，我真的没有。你就算把我送官，我还是没有啊，大哥。别想狡辩，除了你就没有别人了。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啊？你想干嘛？你跟这个小乞丐是一伙的。你说他偷了你钱袋，有证据吗？这当时只有他了，他撞了我一下，我钱袋就没了。不是他是谁？那现在这个小乞丐说不是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报官吧。灰衣青年眼神有些闪躲，其实那个钱袋呢也不是他的，这青年也是一个小偷，只是没想到今儿个遇到高手了。多谢小公子救命之恩，小的。行了，你走吧，以后离这种人远一点。哼，真是个小傻子。而刚刚离开的玄小四看到一家卖荷花糕的，闻着还挺香。玄小四让老板包了2包，准备付钱时，发现自己的钱袋子没了。小公子是钱袋被偷了，没事的，没事的，你先拿着，回头把钱送过来就行。好的，谢谢老板，我一会儿就把银钱送来。陆大哥，你在这等我，我去就来。看不出来啊，那个小傻子那么有钱，这次赚大发了。你说谁是小傻子？当然是刚刚。我的钱袋呢？什么钱袋？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哼，别以为我不敢揍你，快点给我！别打我，我给你。哼，这次就饶了你了，下次再被我抓到，我就打断你的狗腿。小公子留步！你干嘛？我都已经放你离开了，你跪什么呀？小的知道偷钱不对，但是小的也没办法，求小公子救命！小乞丐把玄小四带到了一个破庙，里面挤满了人，而且大多数都是孩子，大一点的也就11、12岁，小的3、4岁。这个是我爷爷，他病了很久了，已经昏迷了，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出去偷钱的。花姐姐，这个人是谁啊？他能救花爷爷吗？你是女的？我也是没办法，女子身份不安全，我不是故意欺骗小公子的。你来帮我背着他先去医馆。多谢小公子。花姐姐，你们在这边等着，我们去医馆，很快就回来。小皮蛋，你带着弟弟妹妹们不要乱跑，知道吗？知道了，花姐姐，你们快去吧，一定要把花爷爷治好。好，你们乖。四公子，李大夫，别多礼了，赶紧过来给这位老人看看。是。很快，李大夫收回手。大夫，我爷爷怎么样？应该早点送来的，哎。大夫，求求你了，救救我爷爷吧，求求您了。哎，小兄弟快起来，我没说不能救，只是能救就行，只是什么你快说。是这样的，四公子，这位老者长期营养不良，而且曾受过内伤，内脏肺腑均出了问题，需要长期调理，而且需要不少贵重的药材。但是这位老者看上去……该怎么治怎么治，费用记我3师兄头上。好，老夫知道了，四公子放心。谢谢小公子，谢谢小公子，小公子的救命之恩，花琉璃没齿难忘。行了，好好照顾你爷爷吧。糟了，陆大哥。玄小四一回到客栈就要了热水，刚脱下衣服就发现新衣服上破了个口子。糟了，这是大嫂给我做的，今天第一回穿，得找个绣娘给我补补了。主子，小四兄弟呢？小公子在洗澡，下午出了些意外，所以小公子就先回来洗漱一番，再去府里赴宴。洗澡？想起父皇的猜测，他虽觉得不可能，但是万一呢？你干什么？叶绿清河却没有理会他，目光直直地盯着玄小四右侧肩胛骨处，他无法相信这竟然是真的。哎，你快出去！虽然我们都是男子，但是你也不能这样看着我洗澡啊！这人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嗜好吧？三师兄说过，有的男子就是很变态，也会喜欢男子的。这个大皇子不会就是这样的变态吧？主子，您……陆明，你出去，把门带上。陆明瞪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他跟了主子这么多年，怎么就没发现自家主子竟然有这种嗜好？主子，这……不要让我说第2遍，出去！陆大哥，你别出去啊！这个大皇子不会真的要对他做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吧？那可就别怪他心狠手辣了。
玄小四正想着待会儿怎么出手，就见伊律清河脱了外衣。走开！你走开！你不准脱衣服！玄小四怔怔地盯着脱了上衣的伊律清河，应该说看着他右肩胛骨处的那个纹身，那个太阳形状的纹身。你这个纹身，我好像也有。这个纹身是我母后家族的族徽，我的母族已经没人了。母后当年为了不忘记族人，特意在我身上纹了这个纹身。哦，那真的很巧呢，我的纹身跟你的很像。这个族徽只有我母族的人知道，但是自母后去世后，知道的人就没几个，更遑论将其纹在身上。这个世界上有这个纹身的人，除了我，只有我弟弟才有。我们两人的纹身都是我母后亲手纹上去的。那我们还真是蛮有缘的，竟然有一样的纹身。小四兄弟，我的意思是，你就是我的弟弟。我不是，我是薛小四，是我师父捡到的孩子，然后就收养了。这么多年都生活在白云山，跟我几个师兄和师妹一起生活，你肯定弄错了。小四，我知道你乍一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些难以接受，但是我可以肯定，你就是我的弟弟。我的弟弟16年前出生，没多久因为宫中婢女的疏漏，据说是死于一场大火，但是死不见尸。当年父皇找人认真查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孩子太小，可能被大火烧得尸骨无存了。我的母后也是因为此事，整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好在你没事，你竟然没事，一定是母后在天保佑，让我们兄弟团聚了。你会不会弄错了？师父说我是他捡到的，在丰河城，他还特意逗留了几日，找寻我的父母，但是都没有找到。丰河城不会有错的。丰河城在北疆与大秦的交界处，虽然隶属于大秦，但是离北疆也很接近。玄小四有些心慌，也有些着急，这怎么可能呢？叶律清河看到玄小四的表情，知道他一时间也难以接受。水凉了吧？快起来吧，免得着凉。魏雄在外面等你。什么事让你那么难以启齿？主子，那个小公子，你以后准备如何安置啊？好歹也是主子的人呢，就算这身份有些特殊，但也不能不管不是。怎么安置？自然是接回府，给他应有的名分了。名分？当然了，他该有的名分，本王自然要给他。他的弟弟北疆的皇子可不能受委屈。可他是男子呀！您有这种嗜好还不瞒着，竟然想要公之于众吗？你想不想做太子做皇帝了？自然是男子，有什么问题吗？您喜欢上男子，那就藏着养着好了。这竟然还想给他名分，那府中的王妃怎么办呢？您不是很爱王妃的吗？他会怎么想啊？喜欢男子，藏着养着。主子，这怎么了？这属下说错了吗？叶律清河抬脚就踹过去。主子，我这也是为您好啊，您可不能一意孤行啊！身为皇子，若是爆出这等丑闻来，您还怎么做皇帝啊？主子，我也是为了您的大业着想啊！陆明简直想死的心都有了，主子难道真的对那小公子情根深重呢？所以，主子，您的意思是，小公子是您的同胞弟弟？是。这是不是需要属下再去查探一番呢？这免得误会啊！不用，那个纹身除了我跟父皇，没有他人知道，而且纹身的药水也是父皇寻人特制的，绝对不会有错。小四来了，快来坐。这衣服怎么了？这是我大嫂给我做的新衣服，我今天第一次穿就弄破了。我想问问你，哪有好点的绣娘给我找一个？破了，没事，我再给你准备一些。不用的。不行，这是大嫂亲手做的，我第一次穿就弄破了，大师兄知道肯定会揍我的。好，我将府里最好的绣娘给你送来。你嫂子绣工也很好，回头我让她给你缝制个10套8套的，你换着穿，不用担心穿破了。这缝制个10套8套的，主子您确定吗？您确定王妃绣工很好？我怎么记得王妃第一次给您绣的荷包，您被3皇子足足笑了1个月呢？不用了，那太麻烦了。不麻烦的，回去我就让她缝制。他可不能被北齐皇帝给比下去了。玄小四渲然欲泣地看着他，眼眶红红的。怎么了？我要真的是你弟弟，我是不是就不能走了？以后是不是只能待在北疆了呀？我不是的，我不会限制你的自由。但是父皇身体不好，你也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为兄还是希望你能多在北疆待待，可好？我还要去大秦京都呢，我还要找小五呢，那我怎么办啊？二师兄，你怎么才回来？没什么。是不是没有捉到那个人啊？
他昨天出现了，被我碰上了呢。啊，怎么回事？昨天遇袭了2拨人，不过你不是叫人来支援了，倒没出什么大事。来的是谁？说是城主府的白灵天。那只花蝴蝶呀。行了，我们也出发吧。我还以为你们已经走了呢，准备去追你们的。我们不用先去城主府道谢，这样不好吧？没事，他们城主欠我的事情多了去了。二师兄，你这一晚上都干嘛去了？怎么一脸心事重重的？没捉到人不开心吗？大人的事小孩别管。昨天还是北疆的人。应该还是那个圣师跟三皇子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死盯着我们不放了。哦，对了，还有苗疆的人呢，就是我们之前遇到的鬼女。不过这次也挺奇怪的，她竟然还伪装了，但是我从身形功法还是认出她了。苏月一行人连续赶了2天路，此刻他们停歇在一个叫白虎山的山脚下。小师叔，怎么又是你一个人？那丫头呢？小师叔，我都跟你说了很多次了，现在还不是时候。小五那丫头太精了，她肯定能够猜出你的身份，到时候小三跟师傅就会知道了。不会，她又没见过我，就算知道我的存在，那我不是已经死了吗？她怎么猜得出来？你就说我是你认识的江湖人好了。总有机会的，你别急啊。我着急呀，我在这边待不了多久就要回苗疆了，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你要去苗疆？你不是答应了我要跟我回白云山的吗？怎么又要回去了？我会回来的，等我事情处理好了就回来，然后就不离开了。他本就是苗疆人，当年被师父收养之时他是有记忆的，但是身世有些悲戚，他从来没有提过。真的？真的，所以我想在离开之前见那丫头一面，好歹我也是她师叔啊。行吧，前面有个镇子叫天狼镇，小师叔你先去那边等我，我回头找个机会让你俩见见。好，说定了。对，说定了。对了，小师叔，你对苗疆的杀手了解吗？前2日小五他们遭遇2拨人袭击，其中一拨就是来自苗疆。这事交给我处理，我知道是什么人。啊，琪儿，怎么了？年纪轻轻的，怎么老是叹气啊？耶律齐是玄小寺现在的名字，也是当年北疆皇帝与皇后一起为他起的名字。北疆皇帝也在第一时间颁布圣旨，昭告天下，恢复了玄小寺的身份。虽然三皇子一派极力反对，质疑玄小寺的身份，但是圣师一直并未出面干预，皇帝还是力排众议，封了玄小寺为秦王。父皇，这孩子在外多年，对我们没有感情也无可厚非，感情可以慢慢培养，但是他一心想要离开。齐儿现在还没有办法把这里当成是他的家，而且他跟他的师兄师妹们感情非常好，想念也是正常。我们也不是说不让他们接触了，只是希望他以后能多在北疆待着，偶尔去见见他的师父师兄们也不是不可以的。可父皇看他这个样子，心里难受啊。没事的，习惯就好了。齐儿现在还只是不适应，我一会带他出宫去看看，带他散散心，说不定就能好了。那他会不会偷偷的离开呀？父皇，这2人难道你没有看出来？这小子虽然想要离开，但是你一晕倒，他就不说离开的事情了。他那是担心你，心肠软着呢。是啊，这孩子善良，为父当真非常感谢他的师傅，将他教得如此之好。有机会，儿臣定会带您亲自去跟前辈道谢，您放心吧。行了，那你带他出去散散心吧，但是晚上一定将他送回宫，这外面也不见得安全。知道了，父皇。师父，饶命，徒儿错了。是我这2年对你太仁慈了，导致你竟然敢瞒着我私下行动。不是的，师父，我只是担心，若是女皇知道，肯定会对师父。那些事不用你操心，你只要记得为师跟你说过的，白云山上的人你一个都不准动。还有，既然大秦二皇子跟白云山关系匪浅，那这次的任务就取消。你吩咐下去，让我知道有人在背着我做些我不开心的事，那本座要你们也无用了。知道了，谢师父不杀之恩。小雪啊，为师要回苗疆一趟。师父现在回去，可是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女王会不会怪罪师父？这些你不要担心，你不用回苗疆了，等师父回来，师父带你回家。回家？我们的家不是在苗疆吗？不是，我准备过2日就离开。我离开后，那些活尸都留给你，记住，不得伤及无辜。是。还有，暗中护着永乐公主一行人，让他们安全抵达京都。师父，那是你师妹，
事情缘由，等师傅回来后会跟你说清楚的。以后我们就不回苗疆了。你确定吗？那丫头会出来？放心吧，我早就跟他2个哥哥说了，这边越是值得一过，他们肯定会出来。小五那丫头最是放心不下他哥哥了，一定会跟着的。看，那不就是吗？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还没有。别急，我们要表现得自然一点，正常一点，要不经意间让他们发现。你确定他们能看到？你要不要开口叫一声？那不行，太刻意了。小五是个人精，不能被他发现端倪。那要不我们弄出点什么动静？要弄出什么？哎，那不是段大哥吗？段大哥！哟，苏老弟，小五，你们怎么也出来了？是啊，我们出来逛逛。你们怎么买那么多东西？要不要上来喝杯茶休息休息？行啊，刚好走累了。走，妹妹、表哥，我们也上去坐一会儿。累死我了！哎，段大哥，你这里还有朋友啊？啊，这是我的一位长辈，刚巧在这边碰上。来，小五，这是我的一个长辈，你就叫一声师叔吧。师叔。哎，好，来坐，不用拘礼。小丫头多大了？14了。哦，我听你二师兄说你很擅长医术读书。只是略懂罢了，您别听我二师兄乱说。不用谦虚，我在这方面也有研究。我听说市面上万金一颗的解毒丸就是出自你手，不错，英雄出少年呐。碰巧罢了。来，尝尝这茶，还是不错的。谢谢师叔。师叔是哪的人啊？没听二师兄提过吗？我呀，四海为家，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啊，跟天涯也是难得见面。哦，那这次倒是有缘，竟然遇到了呢。是啊，我也没想到。那师叔都去过哪些地方？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哦，那都有哪些？北齐、北疆，大清的京都也很繁华。那师叔去过苗疆吗？哎呀，二师兄，怎么那么不小心？喝个茶也能呛到。我没事。天涯说你这个小丫头聪明，看来真是没说错呀。从哪儿看出来的？师叔身上有一股很奇特的药香，很淡，但我还是闻到了。不巧的是，我曾经在其他人身上也闻到过这个味道。哦，是什么人呢？鬼女。你这丫头啊，是厉害。天涯跟我说了，我还不信，这下呀是不得不信啊。鬼女啊，是我的徒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你怎么没跟我说呢？怎么连我都瞒着？不是故意瞒你的，是我的问题，我没有交代好。你放心，我教训过他了，以后他再也不会为难你们了。这个算是我的赔礼，可好？哼，看我干嘛？他给你的你就拿着，不收白不收。那谢谢师叔了。别跟我客气，第一次见面本就应该给你准备见面礼的，下次补上。小五，不大对劲，注意些。马儿的嘶鸣声响彻天际。真没想到，堂堂武林盟主竟然也沦为朝廷的鹰犬。段天涯，你是缺钱缺疯了！哼，老魔头，是你呢？怎么伤好了？哼，上次是你用计，本座才会输于你。今日本座定要你的狗命！老魔头，今日小爷我要拔了你的老虎牙，敢不敢跟小爷走？哼，正有此意。妹妹，没事吧？我们赶紧走，现在就离开。哎，不等段大哥了。没事的，二师兄解决完会来找我们的。苏月立即去帮徐英几人加速收拾东西，然后一行人迅速离开这个危险地带。不知是哪位高人，可否给我们让个路？阁下不出声，那就休怪我剑下无情了。听说永乐公主是玄机老人高徒，身手不凡，在下不才特来赐教。苏月没想到这次的敌人如此强大，很快他竟然抵挡得有些吃力。年纪轻轻有这等身手确实难得，不过可惜了，你是他的女儿，不然我还真想留你一命呢。怎么，北疆的盛世大人不好好在北疆待着，跑到大庆来劫杀皇子公主？您是要挑起两国征战？你认识我？怎么，盛世是年纪大了健忘不成？我们在北极的宫宴上见过，至今也不过2月。哼，真是个聪明的姑娘，可惜了。一个身影瞬间出现，挡在苏月面前。雪左使此举何意？没什么意思，奉家师之命护送他们回京都。怎么，教主这是要造反？放你娘的狗屁！少挑拨离间！我与苗疆女皇已达成协议，你们此番行为不是造反是什么？
少来！我师傅是我师傅，女皇是女皇，这中间的事情他们自己会解决，就不劳圣师操心了。既如此，那就休怪我手下无情了。放马过来，我还怕你不成？嘴是凶的，奈何实力不佳呀。鬼女在圣师手下竟然没过10几招就落败了，厉害啊！竟然过了17招呢。你不是也输了，还说我？此时冷风已经解决了那4个白衣女子，飞身挡在2人身前。护龙卫，让我看看你的能耐。圣师不想再浪费时间，啪啪2声，周边数百名黑衣人飞身出现。那就好好表现，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带着我哥哥他们先离开。主子，信我，我帮你。他有帮手，我们也有。他拿出短笛，奇妙的笛音响起，周边的树林之中就有刷刷声息。想走，没那么容易。苏月见状，从空间中拿出一个瓷瓶，一剑砍去，瞬间白烟四起。苏月第一时间将鬼女带离毒粉圈，并给她喂了力解毒丸。把解药给我。解药可以给你，但是立即给我滚！找死！我死是小，你跟着我一起死，岂不是亏了？你倒是一点都不像你那个爹。好，我应你。下次我可不会轻易放你们离开了。恭候大驾。你这毒厉害啊，怎么不早拿出来？刚刚风向不对，怕伤了自己人。让他们都离开吧，这样看着怪瘆人的。你胆子那么小，他们才是最忠诚的伙伴，而且不怕毒。我要走了，你去哪？我没其他事，师傅让我暗中跟着你们，护送你们一路回京都。那跟我一起。好。行，那走吧。其他人呢？暂时还没有消息。主子，我们先走吧。公主肯定会追上来的。刚刚是你对我动的手。是，你很好。我妹妹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们一个个都别想活了。主子如果出事，我们做属下的自当以死谢罪。主子，你们的人如何了？损失了近1万兄弟，幸得公主殿下的手下帮忙，他们让我们先行过来支援。他们此刻在哪儿？往北2里。这个兄弟不用担心，段盟主已经赶过去了。哥哥，妹妹，你有没有受伤？没事，哥哥、三哥，我没受伤。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妹妹，下次不能这么冲动了，有什么事我们一起扛。哥哥，我没事，我让你们离开，就证明我有把握的。你要相信我，我一个人逃命，至少是有把握的。这些是父皇给我的人，一直暗中保护我们，这次也损失不少。主子，我想去找一下我们的人。去吧，往西5里有个村子，我们去那边会合。是。妹妹，你真没事啊？真没事儿。刚刚让你们离开呢，是因为我要用毒，怕误伤到你们。或许我身手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用毒嘛，那都不是事儿。那就好，妹妹真厉害。那个女人为什么跟着我们呢？哦，你说鬼女啊？她对我们应该没什么恶意，来帮忙的，是我们上次见到的那个师叔的徒弟。我估计肯定有其他身份，等二师兄回来再说吧。哦，那个女人看上去挺不好惹的，我还是躲远点吧。那肯定不好惹，能用活人炼尸，还能使多良善的。哎，别以为我没有听到你跟你哥哥说的。我鬼女虽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杀的好吗？那你之前不是还对我们动过手？我那是受命行事，我也没办法好吗？受谁的命？就是你之前说的女皇。是女皇跟北疆那个圣师达成了协议，我们也是没办法。那你跟你师傅现在反水，你们那个女皇不会责罚？那肯定会的，不过有师傅呢。师傅这次回去就是要去解决这件事的，以后我们就不回苗疆了。师傅说那带我回家。不回苗疆了？回家？回哪的家？你们回家为什么要偷看我？小五，快出来救人！二师兄，将人带进来。是，公主需要属下留下帮忙吗？要。我去接见其他人，伤者都不轻。好，二师兄，人回来了，先让他们简单处理一下。我这边手术估计要很久，等结束了再替他们看。好，我知道了。天快蒙蒙亮的时候，门被打开了，苏月脸色有些苍白。妹妹，主子，没事，胳膊已经接上了，虽然恢复了，可能也比不上从前，但是正常生活是不会有影响的。谢主子。我说了，不需要对我道谢，他也是我的人，以后就算胳膊不能如前了，我依旧会有其他事情可以安排他做。是主子。妹妹，哥哥，三哥，是先吃东西还是先休息啊？不了，我先去睡一会儿，醒了再吃吧。这个人应该也是自己的师兄吧？你要吃吗？
我可以吗？喏，吃吧。谢谢师兄。这次见面比较仓促，等我回去了，让你二嫂给你准备见面礼。不用的，我的意思是多了几个师兄妹，我已经很开心了。见面礼是一定不能少的，你还有个大师兄和三师兄，算起来你应该是排行第4，下面还有个师弟跟师妹，小五你见过了，其他人以后都有机会见的，到时候别忘了找他们要见面礼，尤其是大师兄，好东西多着呢。段天涯此刻都不忘给鬼女上眼药，谁让大师兄就对小四跟小五大方的。知道了，二师兄。此刻乖巧听话的鬼女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对比，简直是两个样子。丈夫，刘晨跟郭有为是今日问斩吧？是的，由郑国将军亲自监斩，此刻应该已经行刑结束了。启禀皇上，郑国将军觐见。让他进来吧。老臣参见皇上，罪臣刘成、郭有为九族已经于今日午时斩首示众，特来复命。将军无需拘礼，言儿跟月儿应该快要回来了，朕准备让言儿开始慢慢接手朝堂的公务，一切听从皇上安排。小沈明日就要离开前往边疆了，皇上可有什么准备？将军放心，饶他一命是做给有心人看的，这位子迟早是要交给言儿的，朕不会给他留下后患。皇上心里有数就行。老剑南王那边传来消息，北疆沈氏并没有回北疆，之前是有苗疆的人出手救了他，我们怀疑北疆不仅跟萧沈勾结，还跟苗疆达成了某种协议，我们需要多加防范了。老靖南王可能确定他的身份，暂时还未从太后口中探听到其他，还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是先皇子嗣。对了，将军，是否知道韩儿他似乎对月儿不一般？之前没有发现，但是昨日我与老靖南王见面，他隐晦地跟老臣提过。那将军是如何回应的？老臣并未回应，只说一切都看孩子自己。那不就等于赞成了？您的外孙女可早就对人家存了不一般的心思。那老夫人呢？她不反对吗？老臣夫人直言，靖南王是不可多得的好夫君人选。那将军就没有劝劝？老臣夫人这几日心情不好，总是拿着他那个拐杖摩挲着。老臣，吾皇想起张氏那根拐杖，瞬间觉得全身都有些疼了。难道真的没人能阻止得了？哼，臭小子，你现在能体会到自个儿的闺女被人抢走是什么滋味了吧？老夫当年没有打断你的腿，那也只是因为君臣有别。哼，老夫当年的憋屈，你今日也得受着，这都是报应。你终于醒了，饿了吧？二师兄让我给你送来的，你再不醒就凉掉了。怎么不饿？不是，我就是意外，你竟然那么好，会给我送饭。好歹也是一起同生共死过，交情也比一般人要好一些吧。也是啊。那你怎么也叫我二师兄为二师兄啊？师傅说的呀，你是我师妹，那段盟主就是我二师兄啊。咦，我怎么成你师妹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不知道？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是二师兄好像很清楚，他还说我应该排第4，所以你跟你那个4师兄就是我的师弟跟师妹。总之你们俩都比我小，以后我就是师姐了。这个我还真不清楚。那我师父估计是你的师叔或者师伯吧。不过我师父平时话很少，所以他究竟有多少师兄弟，我也不是很清楚。恩公，你是谁？为什么叫我恩公？恩公不记得我了，我是花琉璃，就是那个小乞丐。你上次救了我爷爷，你忘了吗？哦，是你啊！你这换的身衣服我都不认识了。原来你长得这么好看，不错不错，以后就这么穿。我谢谢恩公。不用谢我，举手之劳而已。你爷爷呢？身体可好些了？好多了，现在还在后院呢。那就好，那就好。那你在这边干什么呢？他应不应该告诉恩公，李大夫看在他的面子上，给了他一份工作，可以挣些工钱，破庙的孩子们也能有些吃的。啊？是李大夫安排我在这边帮忙的。哦，那很好啊，这样你就不用继续去做小乞丐了。李大夫人很好，不仅给我月钱，每月还包我2餐，吃不完的饭菜还让我带回去给孩子们吃，大家都很开心。平日里大家出去乞讨，经常吃不饱的，有这些饭菜好多了。北疆没有善堂吗？善堂？那是什么？善堂就是专门收容孤儿的地方，神医堂在很多地方都有创立的，难道北疆没有吗？四公子，您来了，可是有什么吩咐？没事，
我就是来看看我之前送来的人怎么样了。哦，对了，李大夫，北疆这边没有设立善堂吗？啊，确实没有。四公子是想要在这边设立善堂分部。花流离住的破庙里有不少孩子，他们以乞讨为生。如果这边设立善堂的话，那他们就有地方去了。好的，既然四公子有这个打算，老夫这就联系徐管事。不过我们在北齐没有多少根基，跟这边的官府也不大熟悉，不知道这善堂的创立能否顺利。没事，这事交给我。听起来这善堂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善举，自然应该推出。不知这位是？哦，这位是大皇子，他是朝廷的人。善堂的事要是有麻烦，就去找他。可以，李大夫若是遇上麻烦，可以直接拿着令牌去我府上询本我。是，小的谢大皇子。李大夫，你帮我给小五传个口信吧。四公子请说。你就说我找到我爹和我哥哥了，暂时不能去京都找他了，让他忙完了一定要来北疆找我。还有，跟我三师兄也传个信，他若是想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就来北疆救我，不然我肯定是不能去了。给我二师兄也传个信，他要是不来北疆救我，以后就看不到我了。还有大师兄，算了，大师兄肯定出不来，不过得让他知道，就说为官在北疆皇宫了。琪儿，你这，我跟父皇也没有限制你自由啊。回兄只是希望你最近多陪陪父皇。你们是没有限制我，想关我也关不住啊。可是那个爹动不动就晕倒，我敢走吗？你就那么想离开？你当真放得下我跟父皇？我们才是你的亲人呢。可是我本来就跟你们不熟啊。回兄知道，回兄不逼你，咱慢慢来，你放心，以后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回兄不会说什么。离开北疆也可以吗？一律清河沉默了一下。我就知道不行，是不是？不是，我的想法是，你等父皇的身体再好些了，到时候你想去哪儿，我都不会拦住你。只要你记得时常传信回来，让我们知道你在何处，在干什么，可好？好吧，我再等等。大皇兄，真是巧啊，竟然在此处遇到了。那还真是巧了。三皇帝怎么会来这儿呢？哦，没什么，随便逛逛而已。大皇兄，这位是谁？难道就是父皇新封的秦王，我们的小皇帝？你是谁？本王是北疆三皇子耶律荣。哦，我饿了，我们去吃饭吧。大皇兄，我们这位小皇帝还真是有意思的紧呢，出身江湖，不拘小节啊。父皇对琪儿过于纵容了，让三皇帝看笑话了。琪儿，刚刚那个三皇子你认识啊？不认识啊。那你好似不怎么喜欢他。就是不喜欢，他的眼神一看就不怀好意，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为什么要喜欢他？确实，此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后真要是碰上了，我不在的话，一定不要跟他硬碰硬，安全离开最重要，知道吗？啊，知道了，你放心吧，那个三皇子打不过我的。好，回兄知道你的身手肯定不错，但是三皇子身边的男人一时不少，我担心你吃亏。之前为兄中毒，就是他的手臂。没事的，小五都给我准备了，还有这个是三师兄给我的。三师兄说这个随身带，一般的毒都伤不了我，毒虫蛊虫也进不了我的身。主子，找到太后了。在何处？在靖南王府的水牢。皇上没有阻止？没有。主子，那我们现在是回京都还是回北疆？京都还有多少人？这次被清理了不少，还能顺利留在宫里的可用之人大概还有8人，宫外应有23人可用。宫里的人让他们小心行事，暂时按兵不动，切记不可露出马脚，说不定以后会有大用。你再安排些高手过去，多加尝试营救太后。是，主子。巫医在外候着了，您是否要见？让他进来吧。参见主子。起来吧。巫医，我记得当年你说过，靖南王的双腿残废绝对不可能治好，但是现在他却能正常行走了，难道腿部神经也能自己长出来？绝无可能。主子，当日靖南王的脚筋是您亲自挑断的，是属下亲手切掉的，怎么可能还重新长出来？那可有其他法子让他双腿能正常行走？除非是有什么猜测？直说无妨。属下曾经听说过一种药，名为蛇灵果，用此入药可以让人重新生长出皮肉、经络、骨骼等，但是这都是传说，从未有人真的见过此物。重新生长出皮肉、经络、骨骼，这世间当真有如此神物？那他这种先天残疾是否能用？他是否可以变成正常人？巫医，那此物我是否可用？这个属下不能保证，但若真有此物，或可一试。当真？属下不能完全保证，毕竟此物也只是在传说中听过，并没有人真的见过或者用过，所以
但是靖南王若真的是因为此物而治好了残疾，主子您的身体也未必不能治。好，无疑，你就留在此处，我把人都给你留下，想办法给我寻到这蛇灵果。这二皇子杀不了，就留他一命吧。想办法从有乐公主口中套出消息，我要知道蛇灵果的下落。玄神医那边也派人盯着，很有可能这东西就在他手上。是，属下遵命，定不负主子所托。圣医也满怀希冀，主子若能成正常人，就可以留后了。那老主子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主子，我们在凤翔城发现了国师的踪迹。哦，可有见到本人？并未。凤翔城有国师的势力，我们的人一直暗中盯着。刚有消息报来，昨日确有一行人抵达。给我好好盯着。还有，让凤翔城城主来见我。是。二师兄，那天我们在茶楼见到的那个师叔是谁啊？你问这个干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一个长辈。什么长辈？怎么都没有听你说过？就是长辈啊！我认识的人多了，你哪能个个都知道呢？那跟苗疆有关系的长辈，那还真的挺稀罕的。尤其他的徒弟还叫你师兄，叫我师妹呢。这闺女还真是自来熟啊，怎么就师兄师妹了？不过这也不算错，这个师叔的徒弟叫我师兄，也没错。是吗？可人家说了，他师傅跟咱们师傅是师兄弟呢。怎么可能呢？他肯定是弄错了。咱们师傅可没有其他师兄弟啊。是吗？我记得我听三师兄说过，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小师叔的，只不过10几年前就死了。这小三怎么什么都说呢？他不是最忌讳提小师叔的事了吗？是啊，是有个小师叔，你也说了，10几年前就死了嘛。你能别这样看着我吗？别劝你大师兄，他怪会这样阴恻恻的看人了，每次都看得人毛骨悚然的。那你倒是跟我说实话呀，难道我就不是白云观的一员了？为什么对我还要藏着掖着的？没有，不是故意瞒你的。哎，我可以告诉你啊，但你得给我保密，不能让师傅知道，还有小三也不行。你先说来听听。段天涯被逼得没法子，只能将玄通的事情跟苏月讲了讲，还有当年师傅将他打落悬崖，大师兄安排人去救治的事情。那小师叔说他回苗疆处理事情，然后就回白云山。啊，那师傅会不会再对他下杀手啊？不知道，总归到时候大家都得回去的，求着点吧。师傅发怒就是因为小师叔用活人炼尸，有违天道吧？段天涯无奈的点点头。师傅这人吧，虽然平日里有些不着调，但是黑白分明，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是绝不允许的。奈何当年小师叔死不悔改，才惹怒了师傅，不然以师傅对他的疼爱程度，是绝不会下杀手的。三师兄一直被蒙在鼓里。哎呀，小三自小跟小师叔感情深厚，你不知道，当年他那么小的人儿，为了给师傅求情，差点跪死在师傅面前。所以三师兄痴迷医道，也是受小师叔的影响。是啊，小三现在用的药方就是当年小师叔的。他刚来白云观那会儿，可能是家里的原因吧，听话乖巧的过了头，哪像现在。那时候他成天跟在小师叔屁股后面，天天看小师叔倒腾各种药草，小师叔得空了还会教他，久而久之，他就彻底爱上了医术这一道了。所以啊，小师叔对于小三而言，是似师似友又似父的人。那二师兄，小师叔跟苗疆又是什么关系？这我倒真不知道，小师叔也没说过。不过大师兄当年查过，虽然能查到的资料不多，但他怀疑小师叔是苗疆人，可能还是出自苗疆的世家，可能当年也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才导致家道中落吧。好吧，那暂时是不告诉师傅和三师兄，对吧？哦，对，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一切等小师叔自己回白云观再说吧。行吧，我了解清楚就行了。那这个鬼女还真是我们师姐了。这丫头对她好点吧，小师叔倒是跟我说过一些，也是一个可怜人。小师叔也不是个会照顾人的，从小就一个人，现在有我们了，多少得照顾这些。好，知道了。也不知道四师兄现在到哪儿了。放心吧，以小四的性子，肯定会一送完药就往京都赶的。不过什么？二师兄是担心四师兄的身份？是啊，师父让小四去北疆，明显是有其他的用意的。如果小四真是北疆皇帝的种，估计没那么容易离开。但是以四师兄的身手，想要全身而退不是问题吧？你跟你外祖一家相认后，可有想过回白云山的时候？自然是有的。那一阵天天想回呢，但是有亲情的牵绊吧。我们离凤翔城不远了，那边有神医堂，到时候过去看看，有什么消息的话，小四肯定会通知我们的。这吴安侯都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他倒好，前面说好的要报答，现在竟然不答应了，还把我赶出来，把飞鹰也关起来，不让我见了。
我要是那武安侯啊，我也不会同意飞燕嫁与你。为何？飞燕因为你耽误了多少年，受尽了多少白眼。武安侯是个疼女儿的，不然也不会忍着飞燕的一意孤行，这么些年都不嫁人。现在知道这个罪魁祸首是你，他能不生气？那怎么办呢？自然是让他看到你的诚意了。我很有诚意的呀，不然也不会上门提亲了。你亲自上门提亲，就算有诚意了。人家那可是疼爱了多年的女儿，就这么轻易的嫁给你？等明日啊，我跟你一起上门，长兄如父，我是你师兄，师父不在，我就是长辈。明日跟你一同去武安侯府，该准备的礼都准备好，不能让人家觉得你轻贱了飞燕。我自然不会轻贱了飞燕的，我都把我私藏多年的珍贵药材都送去了，他们不收呀，我有什么办法？算了，你也别折腾了，估计你准备的礼物也没法看，这些我来安排，你明日跟我一道去就是了，自己见机行事，什么时候该表态就表态，别跟我整天吊着一张脸，跟谁欠了你钱似的。欧阳旭觉得自己现在就跟个啰嗦的老父亲似的，为他操碎了心。他现在突然觉得老二还不错，至少成婚这事儿没让自己操心。想起老二那穷困潦倒的生活，要不要送些银子过去？我哪有吊着一张脸呢？我平时就是这样啊，大师兄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你明日也得给我笑，我要是武安侯啊，看你那张臭脸，不知道的还以为上门讨债的呢。浩然那边我打过招呼了，他虽然对你有所不满，但好歹啊是飞燕自己想要的，他自是不会多为难你的。知道了。行了，赶紧走人吧，别在这碍眼。哼，你看看这脾气啊，谁家愿意把女儿嫁给他，那才是真的奇了怪了。你去我司库里看看，挑些好的东西。明日啊，我跟他去一趟。是，老奴这就安排，皇上放心。对了，再拿10万两银票送去老二那边。算了，也别给老二了，到他手里啊，没2日就给败了。送去老二媳妇那边吧，我一会儿让皇后去封信，你安排人呢一并送过去。是。10万两会不会太少了？算了，就怕被老二那傻子知道，一下子给败掉。慢慢来吧。老太监走后，欧阳旭又拿起段天涯写来的信。小师叔，你究竟想做什么？臣李靖参见靖南王。起来吧。谢王爷。不知道王爷到了凤翔城，臣多有怠慢，还望王爷恕罪。无需多礼，本王也就是途经此地，本也不想叨扰臣主，但是……可是发生了什么事？确实，本王在凤翔城发现了国师的踪迹。是臣的疏漏，真该死。臣主不许自责，这些人若不是国师亲自到访，平日里与寻常百姓无异，也怪不得臣主。谢王爷体谅。小武，属下在。由你主导，臣主府派遣人员，把国师在此处的人都解决了。是，属下领命。臣一定竭力配合。再派遣一批精锐给我，今晚随本王出趟城。臣即刻去准备。好，退下吧。主子，这好歹是一声臣主啊，这胆子也太小了吧？不是他胆子太小，是咱们的王爷威名远播，谁见了不怕。停！什么人？藏头露尾的。国师大人，我们又见面了。靖南王，真没想到我跟国师大人如此有缘。是吗？可不是。上次一别，本王着实有些想念了呢。靖南王想如何？不如何。本王既然在此遇到了国师，也是有缘。要不国师就跟本王一起，让本王护送国师回京都。本座暂时不回京都，就不劳靖南王费心了。哦，那国师这是要去哪儿啊？北疆还是苗疆？这是本座的事情，靖南王管得有些多了吧？不知道北疆皇帝是否知道，他们高高在上的圣师大人，还是我大庆的国师呢？你，小韩，别以为本座是怕了你了。自是不会。所以国师大人是自己跟本王走呢，还是要本王动手？你这是非要跟本座作对？难道不是国师非要与我大庆作对吗？况且你还是那个老妖婆的儿子，于公于私，本王都不会放过你。本王以为国师该明白才是。靖南王还真是忠君啊！哼，可萧家，你确定值得？这些就不劳国师费心了。国师是自己走，还是本王动手？没有回旋的余地。本座认为这世间就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王爷觉得呢？确实，不过本王对于合作的对象还是挺挑的。国师好像并不符合本王的标准。那就是没得谈了。两方人马展开厮杀，圣师这边的手下很快就被全部歼灭了。萧寒跟圣师也打得如火如荼。没想到王爷的腿竟然真的完全痊愈了，这是得到了什么神物啊？
竟然能让断了的经络重新生长出来。哼，永乐公主当真是厉害，几日前本座差点就能要了她的命，竟然也能让她逃脱了。不愧是玄机老人的弟子，你找死！哼，看来靖南王跟公主还真是关系不一般呢。小一，好生招呼过世，不可怠慢。是。几道黑影出现在圣师身旁，几人将圣师围在中间，然后双手一扬，毒烟四起。主子，属下这就安排人去追。不用，他们善毒，你们不是对手。小师妹，我们一会儿出去逛逛吗？行啊，等我们去客栈先梳洗一番。小五，你带着她去买几身衣服，好歹也是姑娘家。二师兄，我这衣服哪里有问题啊？哪里都有问题，黑不溜秋的难看死了。小师妹，我这衣服很难看？也不难看，不过倒是可以换一些不一样的颜色和款式。哦，好吧。妹妹，你看看谁来了？王爷。月儿，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和二公子。京都的事情都处理好了，你什么时候到的？都处理的差不多了。我到了有2日了，想着你们也应该要到了，肯定会来凤翔城，所以就在这边等着。不过你们似乎比预期的晚了点。中间有事耽误了。你回去见到我外祖他们了吗？他们怎么样？他们都很好，你放心吧。那就好。好在我们也快到京都了，不知道外祖父外祖母有没有想我？是王爷跟小师妹关系很好。王爷，我大哥怎么样啊？我写了好几封信回去，他怎么一封都没有回我？他很好，前一阵着实忙了些，才没有回你的信。二公子，近来可好？哥哥，我们去客栈吧，这一路上赶路也挺累的了，刚好过去梳洗一番，吃顿好的。好，听妹妹的。李琴，我们都几年没见了，我们这是有缘分呐！我刚到凤翔城就碰到你了，本来还在想要不要去你城主府里坐坐呢。我还是有正事的，喝酒的事晚些再说。啥正事啊？说来小心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管的也太宽了吧！李琴正想继续回对段天涯，就看到了走进客栈的萧寒等人。参见王爷。城主无需多礼。哈哈，老李头，原来你是来见靖南王啊！那正好，大家一起喝酒嘛，你请客。乱说什么呢？王爷是你认识王爷？是啊，我们一起的。怎么了？你就说吧，请不请我喝酒？呸！我凭什么请你喝酒啊？我没钱，要喝你自己喝。你这老李头也忒小气了，那不请我总得请靖南王吧？我跟着蹭蹭就行了。这就是段大哥说的凤翔城城主。是，这位正是凤翔城城主李琴。李琴，过来见过二公子。臣见过二公子。李城主无需多礼。哎呀，老李头，你别在那里拜来拜去的，说说咱们去哪儿喝酒啊？那要不去我府上？老李头，老李头，我说你啊，怎么越来越抠门了？怎么去酒楼搓一顿的银子都没有了？你个野蛮人，我不跟你说。师姐，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小姐真有眼光啊！我们颜如玉的衣服款式啊，即使在京都的闺女圈子也是很时兴的。您看看喜欢哪款，小的拿给您试试。哼，姓张的就是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位公子是京都来的，认识我们主子？切，谁认识的混球？这家店老板得罪你了？你那么看不上？得罪大了。张子枫这混子啊，从小就喜欢跟我抢东西。小爷我看上什么，他都喜欢插上一脚，就连我从商开店铺，他都要跟着，跟我比试一番。哼，不过他没有运气好，我有大哥二哥。哼，他呢，就是他们家独子，因为从商挨的打可比我多了。哦，是哪家的？是汝阳侯府的。汝阳侯府？汝阳侯府是不是有个嫡女叫白新梅？是的，据说身体不好，多年没有出现过了，而且因为京都贵女圈子一对嘴碎的，所以这些年都深居简出的。妹妹，你认识啊？我替她治过病。啊，真的？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掌柜的，麻烦拿一下这一套给我师姐试试。好嘞，姑娘眼光真好啊！这红色呀，特别适合这姑娘，衬的人呐会更有气色，更娇艳动人。你跟我说说嘛，梅姨的病你治好了？梅姨？是啊，我虽然不喜欢张子枫，但是梅姨人很好的，自小对我们也好。我小时候跟张子枫打架，没少被我娘念叨，都是梅姨帮我说话。我娘老说梅姨这样，真是可惜了。咦，这汝阳侯府是姓张，那梅姨怎么姓白呢？哦，梅姨是随母姓，说是侯夫人娘家没人了，所以让梅姨跟着娘家姓。师姐，你穿红色真的很好看呢。还不错吧？我也最喜欢黑色跟红色了，这衣服不错。
2件你也试试，我们都买2身。我是师姐，怎么能让你给我买东西啊？我自己来，你也去挑2件，是送你的。我就不要了，我还有不少衣服呢，都没穿过。那行，我们还要逛逛其他地方呢，你再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师姐给你买。好，那就先谢谢师姐了。王爷今年20有4了吧？申成还未过。是吗？那也不小了。王爷怎么还不成家？这些年一直苦于病痛，不知道能活几年，就没想着这些事情，也别祸害旁人了。现在完全好了？是，多亏了玄神医跟公主，不然萧寒此生怕是……话未言尽，但意思很明了。所以你身体好了，所以就要来祸害我妹妹了，是这个意思没错了。那王爷现在呢？可有成家的想法？有。那是有心爱之人了？是。那王爷的心爱之人，本宫可认识？二皇子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哼，是啊，本王是有猜测，但还是希望王爷能够坦白告知。我与月儿两情相悦，但是二皇子放心，我们一直发乎情，止乎礼。如何证明？无需证明，二皇子且看着就行。我萧寒此生只会有月儿一人。那老金南王可知道他什么态度？祖父非常赞成，说等到了合适的时机，定会亲自登门提亲。月儿才14，我们不会那么早让他成亲的。我说李老头啊，李老头啊，我说让你请我喝酒，你就请我喝茶呀？喝茶就喝茶吧，你也好歹找个像样的地儿，路边上可真有你的。喝茶怎么了？刘婆婆的茶水啊，是我们凤翔城最有名的，还亏待你了。你就是抠门。你以为我跟你似的？我穷，哪有钱请你喝酒？明日不还得请你们吃饭，银子都不够。你怎么混得这么惨呢？你好歹也是一城城主啊！城主怎么了？我1年的俸禄就那么多。哎，你别给我打岔啊！你再给我说说，真的有善堂可以收留孤儿？确实有这么个地方，一直是我们3师兄在管理。怎么，凤翔城有很多孤儿？是啊，姑娘，你别看我们凤翔城目前看起来百姓生活还不错，但是前些年也是遭过灾的，所以不少穷苦人家卖儿卖女的、弃养的很多。现在有多少人？我收容的大概有60几个了，但是其实啊还有很多，我实在是……哎，这善堂一直都是由神医堂的人管理的，凤翔城就有神医堂，我明日刚好要去一趟，李城主要是有时间可以一起。哎呦，有时间的。李大哥，你的俸禄也不低吧？那么缺银子？哎，俸禄不低的，朝廷给我们的俸禄足够了。俸禄是不低啊，都被他用来贴补百姓了，自己成天过得抠抠搜搜的。那怎么不想办法赚些银子？我是朝廷命官呐。那嫂子呢？我妻子就是个普通女子，料理家里还行，那些做生意的道道她是不懂的呀。没什么懂不懂的，多看多学自然就会了。而且整个凤翔城难道没有一些富庶的人家，可以找他们捐款啊？凤翔城也是有一些做得不错的商人的，但是人家怎么可能拿银子出来呢？怎么不行？端看怎么说了。三哥，你说是不是？那简单，请苏姑娘、苏公子赐教。其实很简单的，你呢将凤翔城大大小小的商户都组织起来，请他们吃个饭。吃饭？请那么多人吃饭要多少银子呀？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呢，急什么呀？吃饭是假，要银子才是真。你就说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告诉他们凤翔城有哪些地方需要他们的资助，说些好听的。然后呢，这银子也不白给，每个都捐了多少银子都登记在册，然后在凤翔城找个地方啊，就城中心给他们立个功德碑，把他们这些都给他们一一记录上，让整个凤翔城的百姓都知道。相信我，一定多的是商户愿意给银子，而且呀，还争着抢着给呢。这也太沽名钓誉了吧？对喽，就是沽名钓誉，要的就是这效果。你就听他们的吧，啊，商人你又不了解，多听听旁人的意见总没错，反正你也亏不了什么。怎么亏不了什么呀？请人家吃饭呢，那得花多少银子？要是拿不到捐款，那这银子岂不得自己说了？就那么点小钱你还计较？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不知道啊？那我试试。试试吧。你脑子里除了百姓那点事儿，能不能多装点别的？脑子还得多转转，成天就用些死办法是没用的。行吧，我这就着手安排。萧统领，参见公主。无需多礼。你们在聊什么呢？萧统领似乎一脸不忿的样子。回公主，我们刚刚在说北疆盛世的事情，听说他伤了公主。是遇到了一点小伤，不碍事。公主放心，咱们主子给您报仇了。前2日我们刚到凤翔城，就发现了盛世的踪迹，本来就要抓到人了，主子将他打伤，吐了不少血呢。结果出现了一群诡异的人，他们身法奇特，一身是毒，而且还擅长用毒。我们一时不察，才让他们把人给救了。一身是毒？是啊，那些人包裹得很严实，但是也有些裸露在外的皮肤，是诡异的暗青色。您说正常人哪会是这样子的？
我们本以为是苗疆人，但是看那身形，跟之前苗疆的杀手似乎不是一批人。哦，还有这样的人，是毒人吧？可不就是毒人吗？我们跟他们交手，碰到他们的皮肤就直接中毒倒地不起了。哎，真是奇了怪了，比那个什么苗疆活尸还厉害呢。怎么可能比我的活尸厉害啊？不就是些毒人吗？是你们太弱了好吗？我的活尸可不怕毒。是啊，你的活尸最厉害。师姐，你知道这些毒人吗？我知道的其实也不多。没关系，你说说看呢。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这些人应该是来自北域。北域？没听过那边有过什么毒人啊。那是你孤陋寡闻。北域有个门派是万毒门，他们就喜欢以身试毒，以身炼毒，所以他们本身就是武器，碰者即死。还有这样的人？那毒对他们的身体难道没有危害？当然有啊，所以大部分毒人寿命都不长的。也有那种将毒平衡的很好的，万毒门的掌门就是个高手，据说连他的汗水都是有毒的。也不知道盛世跟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还在查，等有了消息再告诉公主。来人，参见皇上。太后现在何处？在靖南王府的一处水牢。现在如何了？老靖南王并未对他用刑，但是太后如今的情绪可能不太好。怎么说？护龙卫首领去过一回，听说在牢房内挂满了先皇的画像。刚开始太后每日都撕心裂肺的怒骂，后来就有些疯疯癫癫的了。那可还能问出什么？属下去一趟。吾皇点点头。国师的身份在朕心里一直是一根刺，拔不掉朕心不安。是，属下明白。你再派些人手去接应言儿，他们屡次遭遇袭击，暗中人手不多了。是，属下这就安排。下去吧。属下告退。应该再有7、8天就能到了。张福啊，公主府你都仔仔细细查验过了？是的，皇上，奴才亲自去的，里里外外都查过了，保管公主喜欢。那就好。不过月儿出身江湖，跟京都的高门贵女们肯定不大一样，到时候你盯着点，有什么不喜欢的，立马帮她换了。好嘞，奴才知道了。哟，老李头这么早，想我了？我可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来等苏姑娘的。李大哥那么早？苏姑娘，李大哥不用如此多礼。二师兄，你一会儿去吗？我就不去了，你去看看吧。估计小厮会传信过来，也不知道这臭小子到哪儿了。行，那我自己去吧。按时间推算，四师兄那边顺利的话，他应该还比我们早2日到京都呢。就怕北疆那边出什么问题。也不知道小五他们有没有收到我的信，他们什么时候来找我呀？小五给我准备的吃的都吃完了，唉。苏月带着李琴来到了神医堂，果真拿到了玄小四的来信，也将想在凤翔城办善堂的事情跟这边的管事说了。管事自然满口答应。吴小姐，此事交给我老陈，绝对给您办好。我在这边待不了2日，接下来的事情您就跟李城主接下吧，相信你们一定能将善堂的事情处理好。是，小的一定不会辜负吴小姐所望。四师兄来的信，也不知道人到哪里了。小四兄弟估计暂时去不了京都了。你知道什么消息？你先看信吧，估计他会跟你们说的。看完信的苏月有些无奈。那个盛世回北疆了？应该是的，京都的事情搞砸了，北疆皇帝又找回了小皇子，他现在应该心急如焚才是。这个人还真是有能耐，一个人游走在4国之间，苗疆跟北域跟他也有牵扯，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切总归逃不出利益二字。也不知道我3师兄有没有收到4师兄的信，是不是已经赶往北疆了？那你呢？你也要去？肯定要去啊！我4师兄那个人吧，看着平日里没心没肺的，但是他在意的人，他是非常上心的，尤其对我们几个自小一起长大的师兄妹们。现在找到了亲爹亲哥哥，就算是没有多少感情基础，他肯定也放不下，很容易拿捏的。所以我得去看看，北疆皇帝之前还中了毒，总得让我4师兄安心才行。小四那边你准备怎么办？怎么办？先放着吧。我这边事情啊比他急，他好吃好喝的在北疆皇宫里待着，有什么好担心的？你跟飞燕的事情啊，你也别担心了。武安侯的心思很好猜，当年毕竟是你辜负了飞燕，人家做亲爹的琢磨琢磨你怎么了？而且飞燕要真跟你一起，以后势必要离开北齐，他们怎么舍得？我都明白，我就是想怎么打消他们的顾虑，我不知道做些什么才能让他们相信我，我说再多也没用，不是？那就从症结上找办法。他们老2口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那估计是女儿远嫁，常年不能回家吧？
是啊，如果替飞燕在北极找一世家结亲，至少女儿还在眼前，可以护着。一旦离开，父母没办法看着护着，得多担心啊。那以后我跟飞燕每年在这边住几个月，或者半年也行啊。这个你不用跟我说，要去跟武安侯说。大师兄，你给我个人，再给我找个大一点的宅子，帮我收拾出来。找宅子干嘛？你要买？买什么？我承请你做师兄的，送我个宅子怎么了？哎，知道了知道了，我会让人安排。你别在我这杵着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啊！我能去哪儿啊？你可以去找浩然，他现在不是也愿意帮你了？你可以去跟他多聊聊，看看怎么消除武安侯夫妇的戒心。这个可以。说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这是上辈子欠了你们的。然后看着书案上玄小四的来信，想象着他声泪涕下的控诉，脑壳更是突突的疼。昨夜，萧炎跟李琴相谈甚欢，甚至在苏月的同意下还喝了几杯酒，着实开怀。一大早，李琴就过来送行，竟然还泪眼婆娑的有些不舍。二公子，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了。以后若是有机会，您记得再来凤翔城啊！李某一定好生招待。李城主不必如此伤感，总有机会的。看来这个李琴很快就要升迁了。哎，好好好！啊，对了，我娘子还给诸位做了些干粮，给你们带在路上吃，还望各位不要嫌弃啊。是嫂子做的葱油饼吧？嫂子做的葱油饼可是一绝，我们这次有口福了。你少吃些，这是给大家的。哎，知道了知道了，真啰嗦。你赶紧回去吧啊，别在这耽误我们赶路了。过了百花镇，再一日的行程就能抵达京都了。这百花镇看着很是繁华呢。那当然了，再有一日的路程就到京都了。这百花镇你别看它就是个城镇，但是在整个大庆都是算得上繁华的地儿。三哥对这里很熟吗？那当然，我在这边有不少产业呢，所以经常来。走，今日就住三哥的客栈去，三哥请你们吃好吃的。三表弟在这边也有产业。当初我要经商，刚开始是瞒着家里的，所以最远也就跑来这百花镇了，所以这里是我从商开始的地方。那三哥带路，让我们也去看看三哥开的客栈跟别人的有什么不同。老陈，老陈呢？我不是让人提前来说了吗？怎么不出来迎接啊？哎，这老陈是怎么回事？知道我来了竟然还不出来？主子，陈管事现在是在招待贵客。贵客？什么贵客比我这个老板还贵啊？接下来就不要接受新的客人了，已经住下的就住下，我们都又累又饿的，赶紧去安排。是，已经安排了，马上就请各位回房间休息。二楼有什么呀？你小子眼睛出毛病了，瞟什么瞟呢？真的出毛病了，怎么还岔不停了？那小二急得脸都涨红了，但也不敢说话。哎呀，主子，我已经尽力给你暗示了。谁眼睛出毛病了？我看最有病的就是你了。大哥，大哥，你怎么来了？怎么，我不能来？苏老板的产业，我这个做大哥的不能来看看？怎么会啊？我早就让你跟二哥过来看看了，是你们不来好吗？苏玉看向萧炎，立即上前就要行礼。都是自家兄弟，大表哥无需如此见外。是自家兄弟，表弟气色看上去不错，身体是大好了。是的，好很多了。我现在一日日的都能感觉自己的身体在逐渐变好，而且在白云山的时候，玄老前辈还传授我一套拳法，对身体康健很有益处。那就好，那就好，这样啊，祖父也该放心了。虽然早就收到消息说你的身体大好了，但是没看到你啊，还是放心不下的。大哥，你怎么来了？来接你们呢。靖南王倒是积极，京都的事情一处理完就见不到人了，原来是来接人了呀。本王这是跟苏大公子想到一块去了，只是快了一步罢了。哼，累了吧？下去梳洗一番，换身衣服，然后一起用膳。好啊，那大哥等我们一会儿。好，大哥等你们，去吧。大哥，你干嘛呀？苏谦吓得差点都尿了，这大哥怎么回事啊？不会是在别人那儿受了气，撒在他身上吧？大哥，什么事啊？大哥，你别这样看着我。我问你，妹妹跟靖南王的事，你知不知道？哼，看来是知道了。大哥，不能怪我呀，我有劝着妹妹的，但是妹妹根本不听我的，我打也打不过她，说也说不过她，我有什么办法吗？什么时候知道的？也是刚知道。你确定？如果让我知道，比你们早一点点。早一点点是多早？是离京前还是离京后？离京前。他们当真在离京前就暗中在一起了？我完蛋，被大哥套话了，这是。也不算吧，那时候妹妹不是要去给靖南王治腿吗？这一来二去的接触的就多了点，具体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也不知道啊。妹妹，三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剩下的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知道了，为什么不跟家里说，还帮着他一起瞒着？苏谦呢？苏谦，你是皮痒了？妹妹不让我说。妹妹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你分不清楚事情的轻重。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了。大哥，我错了，大哥你别打我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的腿啊，大哥，我的腿断了，救命啊，妹妹，救命啊！哎呦，小苏谦，这么大人了，还被自家大哥揍呢。跟哥哥说说，哪里伤了啊？哥哥给你买药去。这师兄怎么哪都有他？看人笑话，怎么那么积极呢？段大哥，你是关心我吗？你明明就是在看我笑话，你走开！嘿，你这小子啊，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喏，这不是来给你送药了。小五配的药效果非常好，相信哥哥啊，哥哥有经验。二师兄，你就别在这看热闹了。妹妹，你可来了！你刚刚怎么不来救我呀？大哥差点打死我了。我可不是来看热闹的，我这是关心他，还给他送药了。你看他这张大花脸啊，不赶紧上药，明天怎么出门呢？三哥，你这是怎么惹到大哥了？下那么重的手，还不都是为了你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大哥快我没把你跟济南王的事情跟他汇报，说我是故意瞒着家里的。怎么大家都知道了？那祖父他们是不是也知道了？那还用说吗？我可怎么办？回京都了，祖父肯定还会找我算账的，我这下死定了。都是我的错，三哥，你放心吧。回去呢，我就跟外祖父承认错误。我告诉他你是受我威胁才不告诉他们的，让他不要罚你，行不行？你说了，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去跟祖父承认错误，知道吗？一定，我发誓。好吧，暂时信你一次。你可要记得，我这顿打可是为了你啊！以后我遇到麻烦了，你可一定要第一时间帮我，知道吗？你这些哥哥们对你还不错呀，对你够好的。确实很好啊，外祖父、外祖母还有舅舅、舅母们对我都很好。怎么，你这意思二师兄我对你不好了？好，怎么不好啊？二师兄对我最好了。哼，虚伪，下山后净学会哄人了。那难不成我要说二师兄最会坑人了，只会带我们闯祸挨罚，成天就会抢我们的好东西？你二师兄我有那么糟糕吗？哎，没有，开个玩笑都不行吗？二师兄为你高兴。我知道。哦，对了，苏月想起玄小三的信，随即从空间里拿出来递给段天涯。二师兄，我们可能要去一趟北疆了。段天涯看完信，去什么去啊？无病呻吟。他在那好吃好喝的，还有人伺候，要我开心还来不及呢。倒也不是因为这个，一路上都对我们紧追不舍的圣师回北疆了，四师兄这个身份估计会有麻烦。北疆皇帝跟大皇子跟他们斗了那么多年都没有赢，可以看出来，这圣师绝对不是个省油的灯。你是担心小四在他手上吃亏？那应该不至于，小四的身手也少有人能敌。我上次跟那个圣师交过手，挺厉害的，不过要想拿住四师兄估计也难。但是四师兄毕竟一个人，双拳难敌四手啊。我这还准备回去一趟呢，你二嫂肯定想我了。我可是有媳妇的人，哪能天天围着你们转呢？好吧，有媳妇女儿了，我们这些师弟师妹们确实不值钱了。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段天涯先回家一趟，然后直接上路去北疆。苏月回京都以后，也与家人相聚几日，便出发去北疆。二人相约在边陲之地集合。恭迎二皇子和长公主回京！恭迎二皇子和长公主回京。外祖父不必如此多礼。气色好多了，真好，真好啊！身体可是完全好了。您看看，都好了，蛊毒解了。这些日子妹妹帮我调理，玄老前辈还教了我套拳法，完全没问题了。再过一阵子，我也能简单学习武了。好啊！外祖父，月儿，好了，自家人不用如此。皇上在宫里准备了宫宴，我们赶紧过去吧。啊，要进宫吗？我还想回府里看外祖母呢。你外祖母在府里准备了很多好吃的，等宫宴结束了，我们就回去。妍儿也一块去。我也能去。我跟皇上说好了的，皇上给了恩典。儿臣参见父皇，父皇万岁万万岁！参见皇上。不用跪了，不用跪了，让父皇看看。父皇，儿臣身体好了，您别担心。好，父皇不担心，父皇不担心。这次多亏了妹妹，不仅帮我解了蛊毒，还给我调理身体。儿臣现在觉得自己的身体每日都在变好。是啊，这次多亏了月儿。这是我应该做的。好了，父皇，我们也别在这站着了，进去吧。好，走，开始宫宴。来了，
外祖母，月儿，我的月儿回来了，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让外祖母好等。外祖母，您别哭啊，月儿这不是回来了吗？可是你去了那么久，连封信也没写回来。好了，晚辈都在，你这样让他们看笑话了。你看看谁来了？外祖母，外祖母，我是言儿。言儿，是我，外祖母，我是言儿啊。哎呦，真的是言儿，哎呦，真的是我的言儿啊！你的身体可好了？你外祖父说你此次出京就是为了治病，有没有治好啊？好了好了，外祖母您别担心了。那怎么还这么瘦啊？现在还在调理，等调理好了就可以胖一点了。外祖母，您放心，哥哥的蛊毒已解，身体也调理的差不多了，好好养着就行了。好，那就好，那就好。外祖母让人准备了很多好吃的，走，跟外祖母进去。张福啊，言儿跟月儿他们刚刚在宫宴上都没吃什么，你说这御膳房的总管是不是该换换了？这御膳房的手艺还是不错的，要不再让他们重新找些新花样？算了，找什么新花样也没有月儿弄得好，还是别丢人现眼了。月儿跟言儿现在估计在将军府吃着呢。月儿今天见到朕，叫的还是皇上。这公主也是需要时间适应的。朕也没逼她，就是朕怕等不了那么久了。皇上，您说什么呢？您是95至尊，是万岁爷呀！行了，朕的身体朕知道，你个老货这副样子给谁看呢？一边去！皇上，阿姨来了。让她进来吧。皇上，罪犯萧慎死了。哦，怎么回事？在去流放的路上遇到流寇，连官差在内的117人全部殒命。哎，尸首呢？在义庄放着。好歹养了那么多年，买口棺材，找个好一点的地方埋了吧。是，还有一事。说。安姨不知如何开口，从怀里拿出一叠信件递过去。这是属下在刘城的府中一个密室中找到的。朕不看了，你直说吧。这里面有国师的身份，按照来往的信件看，国师应该是太后与北疆上一任圣师的孩子。这个上任圣师曾来过大庆，重伤，被当时还未入宫的太后救了，一直收留在身边，直到太后入了宫，这人就消失了。但是按信中的说法，此人并未离去，一直在暗中保护着太后，直到国师的出生。继续说。属下沿着此条线一直在查，北疆上一任圣师在20年前将圣师之位传给我们这位国师以后，人就消失了。北疆那边什么传言都有，有人说是死了，也有人说是得道升仙了，还有人说一直在暗中操控着北疆的朝堂，但确实是没有人能够明确他的去向。直到前一阵，国师被晋南王所伤，一群毒人出现在我大庆境内，属下查过，那些人来自北域。属下随即让暗处的人去查了，这些人将国师救下后，并没有回北域，而是一路护送去了北疆。但是中途他们见过一个人，而且国师对此人非常恭敬。我们的人虽然不敢靠近，也听不清对方在交谈些什么，但是从身形跟我们以前拿到的上任圣师的画像做对比，有7分可能是同一人。将所有信息归拢，给老靖南王和镇国将军送去。是，那属下还要继续往下查吗？查，能查到多少是多少。是，属下告退。言儿，这2份名单你留着。这是这些年外祖父整理的，哪些人能用，哪些人不能用，为什么？上面都有记载，你好好利用。是，谢外祖父。外祖父叫你过来，还有一事想征询你的意见。何事？月儿跟晋南王的事，您可知晓？也是刚知道不久。那你怎么想的？妹妹觉得晋南王好，我会支持他。而且，这一路上从我跟晋南王的相处来看，此人确实是个可托付之人。涵儿也是我看着长大的，自然也知道他有多优秀。那外祖父也是赞成的。涵儿这孩子优秀，重感情，有担当，年纪轻轻有如今的成就，这世上可有第2人。晋南王确实优秀。老晋南王找过我。老晋南王知道了？他怎么知道的？放心，老晋南王对月儿非常满意。那他的意思是？老晋南王的意思是，若是我们愿意，可以先定亲。他也清楚月儿年纪小，成亲还太早了。定亲？这会不会太早了些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月儿才14，不过老靖南王很有诚意，说可以等月儿16再成亲。这事还是跟月儿商量一下吧，她是个有主见的。我们若是做了决定，她不满意可不行。我也是这么想的。先跟你说一下，明日进宫这事还得跟皇上说一下。月儿还是不愿意认皇上。月儿只是还不习惯吧。皇上那个公主府还是花了不少心血的，你明日还是带她去看看。你们父皇呢，他心里也很苦。知道了，外祖父。这么晚怎么来了？来看看你。正好，我还有事问你呢。什么事？今日呢，外祖母跟我说，你祖父跟我祖父说了定亲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月儿不愿意。不是愿不愿意的事，你为什么没告诉我？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祖父跟郑国将军提过此事，而且郑国将军说还要考虑，所以……那你怎么不提前问问我？那月儿可愿意？我之前就跟你说了，我现在年纪还太小，怎么也得16吧。你之前也是答应的了。啊，我明白，我明日就去跟祖父说。月儿放心，你不愿意的事情，我都不会强迫你。啊，你急什么？我话还没说完呢。但是你祖父说是先定亲，婚事等我16了再说。啊，是的，我跟他说过，你现在还太小，所以婚事不急。行吧，那就先定亲。月儿，怎么，你不愿意吗？愿意，我愿意。虽然定亲了，但是你知道我的，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久我就得出发去北疆了。就算北疆之行结束了，我也不一定立马回京都，有可能还是会回白云山的。但是你放心，毕竟哥哥他们都在京都，我肯定还是会协调好的。总归会有一半的时间在京都，这样可行？可以，你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事。当然了，也就这2年，真等成亲之后，我肯定也不会这样了。好，都依你。哥哥，你怎么那么早？你不是更早？哥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妹妹，一会儿我们去公主府看看。哦，行啊。妹妹不愿意？也不是，好歹是我的府邸，总要去看看的。就是想着一会儿怎么哄外祖母。外祖母明白的，就是心里对父皇有气。我知道的。哥哥，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冷血无情啊？昨天我就是叫不出父皇，就是觉得怪怪的。怎么会呢？哥哥说了不急，你不用勉强自己。那我们一会儿去公主府看看，大哥跟三哥也一起，也让我这个出生乡野的野丫头长长见识。小师妹，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师姐，你怎么在这儿？苏谦送我过来的。是啊，你们都进宫了，我总不能把她带回将军府吧？反正这公主府也是你的，不送这儿送哪儿啊？客栈呢？小师妹，你真把我忘了？啊，没有，昨天事情多，我以为三哥把你安排在将军府呢。小的参见太子殿下，参见长公主。起来吧，妹妹，这个是李管事，是父皇特意为你找的，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找他。小的李威见过公主。李管事请起，以后就麻烦你了。是小的该做的，太子殿下和公主要不要四处逛逛？正有此打算，李管事带路吧。一路走来，苏月感觉自己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对哪儿都充满了好奇。这皇帝不会是把国库都搬空了吧？李管事，麻烦再泡2壶茶来，再准备一些糕点小吃一类的，麻烦了。啊，是，小的这就去，不麻烦的。怎么了？不喜欢？也没有不喜欢，就是太贵重了。这样的装修装饰，别人看了得怎么想啊？你是大清的长公主，就算奢华一点，旁人也不能说什么的。这都是父皇给你的，撤走多不好。那给了我就是我的了，对吧？那我是不是怎么处置都行？是，给了你的自然就是你的了，怎么处置都行。李管事，有些事情呢，我要安排你去处理一下。我这个人吧，喜欢简单，不是特别喜欢太奢华的东西。这个亭子你让人给我拆了，弄个简单的就行。还有那2个石狮子也给我换了，我不喜欢。那个鱼池可以留着，把里面的玉石全给我捞出来。尤其那个血珊瑚也给我收了。总之，所有过于奢华的我都不喜欢。是，小的马上安排，换下的东西都替您收进库房。其他暂时就没什么事了，李管事你就先下去吧，我们几个人说说话。是，小的告退。师妹，你又要把我一个人扔下了吗？要不你跟我去将军府？哦，对了，三师兄在这边有宅子，你要不要去那边？我要跟你一起，三师兄那边也没人不是？行啊，那你跟我一起回府吧。
刚好我要是忙的话，就让三哥带你出去玩。好啊，不过，怎么了？不过什么？我可能待不了多久。自从师傅离开以后，就一直没有来过信。我暗中传信回去，也没有收到回音，我不太放心。北疆跟苗疆相隔不远吧？确实不远，苗疆是个小国家，在北疆南边的边界处。师姐，这样，我过一阵子就要出发去北疆，你若是不放心，到时候就一起去。我们去了北疆以后，再去苗疆一趟。好的，反正我也在等消息，说不定师傅的回信已经在路上了。你真要这样对我吗？这些年我一直都待在苗疆帮你，现在你的皇位已经稳固，我只是想要离开罢了。可是我就你一个亲人了，连你都要离开我。你说你不准我动跟白云山有关的人，我不是也答应了吗？跟那个人的协议就此作废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啊？二姐，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想做什么？你不就是想回白云山，想要弃我而去吗？这些年我不是一直都在帮你，不是一直陪着你。那就永远陪着我，我们才是这世上最亲的人，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这辈子我无子无女，也没有夫君，父皇母后大哥也都没了，姬燕，我就只有你了。我现在叫玄通，姬燕早就不在了。姬燕就是玄通，玄通就是姬燕，有什么问题吗？你是不是一直生气我一直没有恢复你的身份？那简单啊，现在整个苗疆都在我的控制之中，我即刻就下旨。二姐，我想做玄通，不想做姬燕了。当年回来我就跟你说过，姬燕已经死了，这个世界上只有玄通。那么不想做姬燕？做姬燕太痛苦了，我喜欢做玄通。可是你那个师兄会杀了你的。我那个师兄啊，就是个纸老虎。你以为当年他不知道我没死？他是故意放我走的。他呀，知道我有自己的事要做，当年用活人炼制是个导火索，但是他知道我用的都是十恶不赦的人，又怎么会真的要我的命？只不过是让我离开罢了。我留不住你了，对吗？我会回来看你的，你是我的二姐，也是我唯一的亲人。准备什么时候走？教中的事务我都安排好了，所有的人手我都留给你，只有小雪那丫头我带走了。你还真疼她？你不疼她？疼她有什么用？那个白眼狼见了我就跟见了老虎似的，我有那么吓人吗？老觉得我会对你怎么样，成天防备着我。这丫头是个实心眼，又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你的身份在那儿，难免会胡思乱想。明明罚他最厉害的人是你，揍他最厉害的人也是你。当年你一脚就把人踢到吐血，反过来他最在意的还是你这个师傅。那是他犯错了，他竟然想用良民施药，这种事情我必须要他清楚的知道自己错了。哼，这丫头不小了，你这个做师傅的不为她打算打算？有什么的，我可以养她一辈子，她想干什么干什么，不想成婚我就一直养着。你不替她想，我还是要想想的。我收她做义女吧，封她个公主做做，也算是有个后盾。那辈分不是乱了？你还在意这个？对了，我只知道这丫头叫小雪，她姓什么？姓玄。到时候给她弄个府邸，也算是有个家。对了，二姐，北疆那个圣师，你不要再跟他合作了。我知道，以前不是不知道你那些个关系吗？他说是宝藏分我一份，我想着也不费什么事儿。这个人身份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我总觉得他在下一盘大棋，把各国都算计进去了。以后对着此人可得更谨慎才是。行了，我知道了，你别操心我。我让人准备一些你喜欢的菜，我们今天啊也喝点小酒。这些年来也难得能跟你好好吃顿饭，好怀念小时候娘做的糍粑，我最喜欢吃了。什么叫月儿也是你的女儿？谁说是你的女儿？你生过？你养过吗？我知道，我亏得月儿，所以这不是想要弥补吗？月儿才不用你弥补，你少来碍眼就行。外祖母，这事儿让我跟他谈吧。就算再生气，他还是我血缘上的爹，不是吗？他这么多年没有养我育我，可不能那么便宜了他。对，不能便宜了他。外祖母不走，外祖母在这里陪着你，不能让你被他欺负了去。好了，我们走吧，让他们父女好好说说话。月儿，您告诉我，是什么样的境地，让一个刚刚生产的女子将自己拼命生下的女儿交给一头狼？你说他当时该有多绝望？师父说，娘亲是被人打下护城河的。一个即将临产的女子落入那凶险的护城河，你说她是怎么活下来的？她又是凭着怎样的信念
一个人独自生下我，又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把我交给大白？娘亲是我二师兄买的，他说他的血流干了，他去的时候人已经凉了。武皇猛地吐出一口血，是我，对不起他。他现在很好。二师兄说，像娘亲这样美丽的女子，即使死了，也该埋在美好的地方。等你忙完了，可以去看她。你愿意？我从来没有说不愿意，我只是心疼她，总觉得这样轻易的原谅你，有些对不起她。是父皇的错，不怪你，父皇明白的。但我知道，他肯定很爱你，不然不会拼了命的把我生下来，即使油尽灯枯了，还要为我寻得一丝生机。所以他为了你做了那么多，你就该好好活着，而不是如此糟蹋自己的身体。娘亲，还有父母兄长，还有儿子女儿，你要真的爱他，不是应该护着他所有在意的人吗？难道你觉得你现在帮他报了仇，就可以去找他了，他就能原谅你？父皇没有，你给的药我一直都在吃。没有求生的欲望，即使仙丹也无用。月儿，父皇想干什么？是想把皇位传给我就去死吗？言儿，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母妃没了，你想让我们连父皇都没有？父皇只是太想你母妃了，真的太想她了。那就好好活着，别让他担心，去看他想看的风景，去吃他喜欢的美食。真的等到那一天，你才能无愧的面对他，不是吗？好，父皇明白了。今日你先回宫，我准备一下，明日我进宫给你好好看看。真的？郑公公，我之前给皇上的丹药，今日就不要用了，等我明日重新准备。是，公主。那公主府你还可满意？可还缺什么？挺好的，不用准备什么了。好，那个李薇是个不错的，有什么事你都可以交给她。有什么缺的也不要客气，直接跟她说，或者找张福都可以。祖父，这消息来源可能性？这是阿南朝的一能人异士，在行省方面有大才能，从太后口中探出来的。他不是疯了？哼，装疯卖傻罢了。祖父觉得这上面的信息几分真几分假？真假参半吧，不是怀疑太后交代的是假的，而是觉得他知道的也不一定为真。不论他提供的消息有几分可信度，他应该都没有用了吧？是，我答应了阿南，此人交由他处理。孙二只要确定他活不了就行了。那咱们来看看这些信息中哪些为真。国师为北疆圣师的亲子为真，而这个圣师因为爱慕太后，甘愿成为他背后的男人，不过狼子野心罢了。那对于这个前任北疆圣师的身份，你觉得有几分为真？前朝后人，虽然荒诞，但倒有几分可信之处。说来听听。据说前朝弑杀，统一各国后百姓民不聊生，所以才有了后来各方的势力群起而攻之，才有了现如今的局面。这太平日子也有了快200年了，前朝都是多久前的事情了？不过有血脉留存下来也是有可能的。那国师勾结北疆与苗疆合作，甚至联合北域和其他各小国的事，也能解释得清了。毕竟有大图谋，光靠一己之力可不行。不论真假，这事都得好生处理。这个国师手里究竟握有什么筹码，竟然能说动那么多方势力与他合作？是，孙儿会查清楚的。还有祖父，孙儿前一阵得知北疆前任圣师可能还活着，很有可能在北域。消息可能确定？孙儿有7分把握，已经让人去查了。还有，之前祖父说过国师天生残疾的事，他阴差阳错的认为月儿手里可能有什么药能够医治他的身体。我想，事关血脉传承，他们应该不会放弃。那种也能治？月儿说不能。那公主的安全可要注意了。你不是说接下来她要去趟北疆吗？这可是狼入虎口啊！孙儿正想跟祖父商量此事，祖父可否留间一阵？你要跟他同去？是。也可，朝堂现在也没什么大事。你们准备何时出发？看月儿的决定，估计很快。但是祖父，走之前，孙儿想要先跟月儿定亲。哦，那丫头同意？
啊，那行，我今日就进宫一趟，也叫上镇国将军，刚好把国师的事跟他们也细说一下。谢祖父。那丫头，走之前记得带她来见见我。是，孙儿知道了。云大哥。啊，阿南，怎么来了？没什么，你今日要入宫？是的，你跟我一起去吧。我就不去了，我的事情已经了了。过来是想跟你说，我要离开了。离开？去哪儿啊？天下之大，走哪是哪吧。韩儿说北疆前任圣师还活着，还有那个国师，你也不管了？那个男人还活着？韩儿已经让人去查了，估计很快就有消息。人在哪儿？如果没猜错的话，人应该在北域。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这个前任圣师，若真要是前朝后人的话，那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可能是意外，只会是暗中图谋良久的。云大哥的意思是接近太后也是？对，当年我与太后和先皇的事，估计其中也有他的手笔。太后如此疯魔死咬着我们萧家不放，肯定跟他也脱不了关系。我猜测的没错的话，太后也只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罢了。他真正要图谋的是大清的江山。那这人绝对不能留。那是自然。阿南，为兄想请你帮个忙。哼，云大哥，我们的关系还有如此客气？哼，公主近日即将去往北疆一趟，韩儿不放心也会跟着同去，那倒也没什么，以他们的能耐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知道他们的图谋，我就有些不放心了。毕竟近200年的休养生息，谁知道他们暗中谋划了多少？云大哥是想让我跟他们同去？对，正好国师应该回了北疆，也可以探查情况。他们俩毕竟年轻气盛，虽然是能力都不俗，但是还是有你跟着我更放心。韩儿跟那丫头要定亲？是啊，都20好几的人了，终于可以定下来了。就是那丫头年纪还小，要先定亲，2年后再议成婚的事。那丫头也是我的小辈，挺好，我们这也算是亲上加亲了。那一会儿我跟云大哥一起进宫吧。好，那最好不过了。此事韩儿已经派人去查看，具体情况如何，等情报回来再说。但是皇上，这种事情不得不防，尤其此人联合北疆、苗疆、北域还有其他小国，说不定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他想做什么，不言而喻。虽然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他手里究竟握有什么，老臣立即派人快马加鞭去边关传信，让他们严防死守，绝对不让别人有可乘之机。不过北疆皇帝跟沈氏一直不对付，最终会如何，现在还为时尚早。公主他们就要去北疆了，到时候韩儿和阿南也会陪同一起，能帮一把肯定是要帮一把的。此事朕也会再派人去查看，如此事是真的，势必要联合其他几大国一起，将这些前朝余孽全部斩杀殆尽。200年前的地狱绝不能重现。北齐皇帝是个难得的有手段、有谋略的明君。至于北疆，我们亦可以再看看。至于北域，等消息回来吧。好，韩儿既然也要跟去北疆，让他暗中推动，助北疆皇帝一臂之力。是，此事我会跟他交代清楚。近日我还有一件大事，想征得皇上和将军的同意。老王爷请说。老臣想替我那不争气的孙子向皇上跟镇国将军提亲，求娶公主。当然了，公主现在还小，我就想着先定亲，等2年后再商讨成亲一事。韩儿确实是难得的国之栋梁，一方霸主，要胆识有胆识，要谋略有谋略，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让我把月儿交给他，我放心。还在犹豫什么？你还能找出比萧寒更优秀、更合适的？我告诉你，别犯傻。这丫头几个师兄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若要插手，那她以后嫁去哪儿还真不好说。朕也没说不同意呀。那你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想急死个谁？朕也是看着韩儿长大的，她有多优秀，朕比谁都清楚。但是，这是不是早了点？要不要等他们从北疆回来再操办？是我那不争气的孙子不放心，想早日定下来。毕竟公主不论身份、容貌、能力都是1等1的，真怕被人抢走了。老臣也觉得可以。好，那朕明日就下旨。但是定亲一事细节颇多，这时间那么赶，无妨。
定亲仪式主要是男方准备，老臣已经命人着手准备了。等皇上圣旨一下，老臣就亲自带人上门提亲。公主，公主，哎呦，奴才等您好久了，您可终于来了。张公公，公主这一路可累呀？不累。那就好，那就好，老奴这就……这位姑娘是？啊，这是我师姐，今日无事，我带她一起进宫看看。奴才见过姑娘，不知姑娘如何称呼啊？您就叫我小雪吧。好，小雪姑娘也请。皇上啊，一早就安排老奴让御膳房准备了不少好吃的呢。一会儿小雪姑娘也好好尝尝咱们御膳房的手艺，虽然呢比不得公主的，但还是不错的。月儿，你来了。这位姑娘是？这是我师姐，跟着我来京都的。好，这位姑娘是第一次来京都吧？有没有好好逛逛？需不需要朕让人带你逛逛？皇上叫我小雪就行了，逛逛了。苏谦带我去了不少好玩的地方。钱儿啊，那朕就不担心了。这京都估计还没有他不知道的地儿呢。行了，别聊了，坐好。片刻，张公公，麻烦帮我准备笔墨。好。苏月一连写了好几张方子，并且一一提醒。张公公，这是泡药浴的，让太医按方子抓药，每日坚持泡。好，奴才记下了。这些呢都是些食补的药膳方子，还有这个是一些需要忌口的注意点，你一并给御膳房换成花样来做吧。好，奴才记下了。张公公，麻烦找一个信得过的太医过来，我这儿有一套针灸之法，以后需要隔几日给皇上针灸一回。一会儿我准备施第一针。公主的意思是要传授太医这套针法？是，我不久要去北疆，针灸不能停。去吧，将霍众请来。臣参见皇上，参见公主。起吧。霍太医，让您过来是我有事想请您帮忙。公主请说，臣定当竭力而为。我有一套针法准备给皇上用，但是从施针开始，接下来3个月必须不间断的施针。但是我接下来要离开京都一阵，所以只能劳烦霍太医了。这公主当真？自然。今日我准备施第一次针，霍太医就在旁边辅助我，有问题及时提出。可有问题？没有，臣一定尽力学。行，张公公，扶皇上进去躺下，执着礼仪，我准备一下。是。小师妹，你对你这个爹怎么那么冷淡啊？他看着好可怜啊。我本来就这样啊。鬼女轻嗤了一声，没多问。喂，苏谦，这里。妹妹，你们这是刚从宫里出的？是啊。妹妹，你不是要去北疆吗？带我一块儿呗。你这是心都跑野了吧？刚回来又想着出去。哎呀，大哥，这是在外面，你怎么在外面对我动手呢？我不要面子的。要面子？你要什么面子？从小到大被我打得少了，当年被祖父追着跑了3条街的人还要面子？哎呀，大哥，总之我不是出去玩的，我有正事。你能有什么正事？我怎么没正事了？我有那么多生意，想开去北疆，怎么了？我可是要做大清的首富的人。首富？你还想做首富啊？你怎么不上天呢？成天的不着家。我跟你二哥不久就要去边关了，想着家里好歹还有你的，你可好就知道往外跑，让我们怎么放心？大哥，你们要回边关吗？是啊，祖父昨个儿刚跟我说的。是出了什么事吗？也没事，就是未雨绸缪罢了，别担心。三哥，其实我也觉得这次你还是别去了，因为我们此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到时候我怕会顾不上你。我不需要你顾虑，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主要是北疆现在局势不明朗，国师回到北疆必然会有动作。妹妹说的对，你想要去北疆也不是不行，但不是现在。那我留在京都照顾家里。你怎么白天来了？今日跟祖父登门商量最后的一些事宜，刚刚结束，祖父回去了，我就想着过来看看你。流程都走完了，你现在已经是我的未婚妻了。那我的未婚夫以后多多指教了。以后会好好对你的。我祖父想见见你，你何时有时间？我最近没什么事啊，都可以。祖父早就知道你了，对你非常欣赏。真的？自然，现在事情都安排妥了，我们3日后出发。那我先回去了，后日来接你。好。小师妹，师姐，怎么了？师傅来信了，他没事儿。那不是很好吗？还有啊，你知道吗？我现在有姓了，师傅说我以后就叫玄雪，跟他姓了。这个小师叔至少比师傅靠谱，玄雪总比他们的玄小3、玄小4、玄小5好听多了。
女皇要让我做义女，封我做公主，师傅答应了。其实我不想做什么公主，我就是想做师傅的徒弟。那个女皇，我挺害怕她的。那接下来呢？你是跟我一起，还是去找你师傅？当然是跟你们一起了。信上不是说了吗？让我跟着你们，他先回白云山。苏月看他那天真的模样，看来他是不知道师傅跟小师叔之间的事情，不然肯定不会这么淡定了。还是赶紧传信给大师兄跟二师兄吧，可别真的出事儿。所以苗疆跟国师的交易终止了。月儿，你觉得这消息可信度多少？有8、9成吧，这事儿我会再确认的。这个国师若真是前朝余孽，图谋的肯定是整个大陆，所以这个筹码我们必须尽早弄清楚。好，外祖父，我会尽快的。确定3日后就走？四师兄从小跟我一起长大，跟我的亲人一样，所以我不放心他。好，你是个有主意的，外祖父不拦着你，但是让你大哥跟你一起去。祖父，您不是说让我回边关吗？边关那边让雨儿先过去，你跟你妹妹先去北疆，等她的事情都解决了，你再回边关。这次北疆之行可会有危险？不大会，比上一次去北齐应该好很多。父皇再给你拨些人吧，就暗中保护，不会打扰到你。不用了，上次你给的那些人就挺好的，冷风我用着也挺顺手。你用得好就行，不过有涵儿在，我确实也不用担心什么。涵儿对你可好？挺好的。你喜欢她？当然，不喜欢为什么要定亲？父皇就是问问，没有别的意思。哦。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年前肯定会回来的，我答应了外祖母留在京都陪她过年的。好。是陪外祖母过年，不是陪他这个亲爹。都是习武之人，赶路速度很快，毫不拖沓，在下午就到达了准备过夜的驿站。啊，你不是说你祖父还安排了一个高手随行吗？人呢？他有些事耽误了，估计明日就会跟我们会合。哦，我还真的是很好奇呢。是我祖父的朋友，我也不太熟悉。不过此人跟你倒是关系匪浅。我？明天见了再说吧。妹妹，其实时辰还早，我们赶一赶，还是能到下一个驿站的。大哥，我们不用那么赶的，我跟二师兄都约好了的，时间完全来得及。你这个二师兄真的有那么厉害？天下第一？二师兄的目标是这个，不过也差不多了。我师父说，像我二师兄这样的天才高手，他活了那么多年，也就见过他一个。很多人终其一生都达不到的高度，对二师兄而言，很容易就到了。唉，这大概就是天才跟普通人的差别吧。真想见见本人呐！我怕你会失望的。怎么会？这样的英雄人物若真能见到，当真是我的荣幸。上次赈灾一事用了人家的名号，我还没跟人家道谢呢，而且我还因此得了一员猛将。哎，对了，之前就听说你收了一个江湖中人，我这次在京都怎么没见到？有事情安排他去处理了，刚好错开了。这次我也安排他跟随二弟去边关，连祖父都说他是个不可多得的谋士。评价那么高？是啊，祖父很少夸人的。那下次给我引荐引荐，出身江湖，我想我们应该能说得上话的。那是自然。玄小四最近实在是无聊透了，宫外该逛该吃的地方都玩过了，也就那样。新鲜劲儿一过，他就开始烦躁了。吉儿，吉儿！一律清河的呼叫声响起，玄小四抬头看了一眼。为兄就是来带你出去的。你上次不是说天香楼的汤不错吗？我们去喝。都喝了好几次了，算了吧。那芙蓉斋的佛跳墙呢？昨天刚吃过呀。烤肉？还没我自己烤的好吃呢。那你说说，你想吃什么？为兄带你去。还是算了吧，我没什么胃口。是哪里不舒服吗？要不要请太医过来瞧瞧？我壮得跟牛一样，才不会生病呢。师傅总说我是小牛犊子。没病就好，那怎么会没胃口呢？太无聊了，没心情。那你看看这个。耶律清河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是一早神医堂的人送过来的。信？我的？肯定是小五他们，他们终于想起我了。早上神医堂的人送过来的，估计是你的师兄师妹们写来的吧？是小五的信。他一目十行，快速的看完信，嘴角都咧到耳后根了。太好了，小五来救我了。你师妹写了什么？那么开心？小五他们过来接我了。接你？你要离开？我肯定要离开啊！你之前不是也说过不会限制我的自由的吗？为兄是说过，但你好歹等父皇的身体再好一点，这么急着走，怕父皇……
那更没关系了。我三师兄跟小五医术都非常好，只要他们到了，给父皇看看，他肯定很快就能好的。玄小四现在已经不排斥叫北疆皇帝父皇了，毕竟那人是真心的疼爱自己，是个人都看得出来。那好吧，那等他们到了，请他们给父皇看看。唉，这个弟弟看来真的是留不住了。自己倒还好，就算不舍得，只要他开心也就算了。就是父皇年迈，身体又不好，不知道会不会受刺激。这都没问题。不行了，我饿了，走，吃饭。你刚刚不还说不想吃吗？我刚刚不想吃啊，现在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就佛跳墙吧。叶绿清河一头黑线。亲弟弟，自家的忍忍吧。苏月让小二准备了热水，准备偷偷进空间泡个澡。什么人？出来！公主好身手，不愧是玄机老人的弟子。你是何人？一个闲散老人罢了。萧寒跟苏玉第一时间赶来了，二人谨慎地看着老者，将苏月护在身后。靖南王和苏小将军不必如此，老夫并无恶意。有没有恶意不是你说的算。说吧，你是何人？为何为难我妹妹？我并没有要为难公主的意思，此次前来是有事相求。有事相求就是这态度？那是老夫的不是了，只不过老夫身体不好，家中亲人不放心，所以才安排了这些人跟着，望公主见谅。是吗？不过可惜啊，我想我帮不了你。公主不听听老夫所求何事，说不定对于公主而言只是举手之劳呢。是举手之劳又如何？我就一定要帮忙吗？看来是老夫的行为让公主不舒服了，是老夫的错。来人！一个容貌普通的中年人进来，手中捧着一个锦盒，满满一盒东珠，个个圆顺有光泽，而且个头都不小，价值就更不用说了。东西不错，这个道歉我接受了。公主说的是，既然公主接受了老夫的道歉，那是不是可以听听老夫的请求？看着东珠的份上，说吧。老夫想向公主求一样东西。什么东西？蛇灵骨。你怎么会知道我有这东西？谁告诉你的？这个公主就不用知道了，只要公主愿意给，老夫一定重金酬谢。想从我手里拿东西，连实话都不说，老人家，你是太看得起自己了，还是太看不起我了？看见南王如今的状态，还能不明白？也是啊，那老人家是断了胳膊还是断了腿啊？我看您似乎也没缺什么。放肆！这护卫脾气还不小呢，做主子的都没说话，哪轮得到你一条狗在这边吠？是我这仆人不懂事，多有得罪，多有得罪。都说有什么样的奴才就有什么样的主子，奴才那么狗，做主子的能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罢了。跟了老夫一路，还以为你跟丢了呢。哼，就你那点小伎俩。我知道你。那你应该知道我找你干什么？是准备自刎谢罪，还是我动手？你杀不了我的。不试试怎么知道呢？都那么多年了，我还真是有些羡慕萧北庭呢。有你和萧云天二人自始至终都护着他。你不配提他的名字。不用如此吧，我此次前来是为求药，不是来杀人的。哼，杀人那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小南呐，小南，那么多年了，你还是没有长进。当年你就拿不下我，现在你觉得你可以？你是当年的那个太监，当年皇后身边的太监。当年若不是你，我还真没理由那么快就离开。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原来是你，你竟然没死。是我，当年委屈自己扮成个太监，也是情非得已，但为了大业，也不能计较那么多了。大业？你的大业就是靠偷别人的女人替你生孩子达成的，还真是无耻至极。你懂什么？为成大事不拘小节，我所图谋岂是你们这些人能懂的？早就衰败了200年了，还想死灰复燃，真是痴人说梦。两方厮杀起来，但是这老头带的人不少，车轮战苏月等人可吃不消。看来此次是没有机会跟公主好好谈谈了，扰了公主清静，老夫只能抱歉。下次希望能跟公主好好坐下来详谈。
老者被身边的人护着离开，而就在老者消失之后，那些人马才缓缓的撤退。太明目张胆了，怎么会有那么多高手潜入大境而无人发觉？阿玉，给边关送信，让他们小心，严防死守。你发现了什么？北域的黄家军。什么？你确定？前辈，在外无需如此，你的人可跟上了？已经去了。这次多亏了前辈的试探，否则很难发现端倪。可惜这次不能动他。方长线钓大鱼，我们得顺藤摸瓜。你说，刚刚他信了没？一半一半吧。你有何应对？祖父早已暗中派遣萧家军前往边关，此刻应该已经到了。那你等段大侠到了，我们就离开。苏玉一脸疑惑，他怎么完全听不懂这二人打什么哑谜？刚想开口询问，就被苏月拉住了胳膊，对他摇了摇头。取信，让他们立即行动，不可拖延。主子，出了何事？刚刚他们在试探，估计已经知道你们的身份了。我们并没有。刚刚他们不是没有机会动我，而是故意放我离开的，明显对我们的行事有所怀疑。现在我们肯定已经被人盯上了。那刚刚，您还让人传信回去？无需惧怕，我们此次十拿九稳，知道了又如何？远水救不了近火，即使现在招兵买马，也赶不去边关。老者非常自信，他们的兵力可是此刻在边关的苏家军10倍之多呢。多年的筹谋，这第一步算是开始了。月儿，你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不是的，原本是准备送你去了北疆之后，我才去边关的。去边关，不是去西边吗？明面上我是赶去西蒙，以防生变，实则我会暗中前往边关。为何？现在情况不妙，北域来势汹汹，若西蒙趁势作乱，你岂不是鞭长莫及？无需担心，其实西蒙早在5年前就在我掌控之中了。现在的西蒙跟我们签了100年停战契约。这个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不怕他们反悔吗？除了皇上跟祖父，确实没有别人知道。你们故意隐瞒情况，是从5年前就开始布局了？怎么会呢？不过是未雨绸缪罢了。西蒙的新任国君与我有些关系，他从来不是好战之人，所以一上任就跟我秘密签下了契约。西蒙的新任国君算起来是我师兄，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但都知道彼此的存在。他是我师父的义子，也是多年前才回到的西蒙，从小到大都受我师父教导长大。你还有师父？我师父也是个世外高人，他并没有将我带在身边，只是每年来京都1-2个月教导我，走的时候再扔给我几本书让我自己学，直到我学有所成，他就再也没有来过。当年我受重伤且中了毒，也是师父第一时间找到我，替我压制了毒性，暂时保住了命。但是当年他也没有办法医治我。下次你可以直接跟我说的，也不至于打得如此措手不及的。我在你眼里就那么不讲理吗？我之前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速度那么快，虽然有所怀疑，但毕竟没有确凿证据，想着送你去北疆之后再做打算。此次竟然有那么多皇家军在大秦出现，而且神不知鬼不觉的。那个前任圣师在北域究竟是个什么身份？这还不得而知，但现在不难猜测，北域是他们最大的后台，不论是在大秦还是北疆，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了。那岂不是只有北齐免于他们的祸害了？他们肯定不是没有动作，可能只是没有得逞罢了。你还是给你大师兄去封信，提醒一下，毕竟他们可不是图谋一国之事，而是想要整个大陆。我现在就写。今日他们没有拿到蛇灵果，到了北疆，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想要就给他们好了，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想要凭空长出来，想什么呢？那也得小心，这样恼羞成怒了，与你们没有好处。不过还是要尽快查清楚，这个前任圣师在北域究竟是个什么身份？北域皇帝为何那么听话？真的会因此开始战争吗？全然不顾百姓了？早就派人去查了，但是一无所获。北域皇帝能派那么多皇家军贴身保护此人，说明他在北域的身份不简单，很多皇帝信任。但是什么？就是很奇怪，我以为这个前任圣师手里肯定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或者利益，才能让他国与之合作。但是这个北域皇帝能对他如此信任，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看着不像只是利益牵扯。不仅是利益牵连。怎么了？你想到了什么？你还记得刚刚前辈跟那人的对话吗？从最初他出现一直到他离开，他的情绪都没有任何变化，唯独在前辈说的那句话时，他是明显受了影响的。哪句话？说他偷别人的女人，替他生孩子达成大业？二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震惊。对于他这样的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估计就2件，一是传宗接代，
而是完成复国大业。那么勾引一国皇后为他诞下皇子，再利用此来完成他的大业，或许是个很有用且快速的办法。这也是我们的猜测，不一定是真的。确实是猜测，不过也不无可能啊。你可以让你的手下往这方面查探看看，我觉得可能性挺大的，毕竟多划算的买卖。好，我会注意的。他们不是与苗疆合作过吗？现在因为小师叔的缘故，苗疆女皇终止了合作。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去探查一番，或许有意外的收获。可惜师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不然倒是可以直接让她去问小师叔呢。想到那个临行前一晚消失的人，苏月还是有些担心的，就简单留了个纸条，说有事先离开，会尽快追上他们。唉，真的是不让人省心啊。他去哪儿了？谁知道呢？不过我猜测，应该是跟我那个小师叔有关系的。去北疆后是直接回京都还是？本来是想回白云山一趟，再赶回京都陪外祖母过年的，但是边关这情况，我还是不大放心。边关的事不用你操心，你二哥这次回边关，带了那么多新武器，绝对不会吃亏的。况且我的人马此刻差不多已经到边关了，你舅舅他们也不是吃素的。镇守边关多年，靠的可不仅仅是武力，凭北域一己之力想要拿下，简直痴人说梦。但是我觉得北域还有什么大招？他们凭什么认为这次能赢？仅仅凭他们，我觉得不大可能。会不会有其他盟友？北齐是不可能的，北疆皇帝和盛世不和，自然也不会跟北域联手。其他小国倒是很有可能。不对，怎么了？北齐不可能跟北域合作，但是北疆未必。国师若是不通过北疆皇帝暗自调兵支援，也不无可能。他有这个能力？在北疆盘根错节多年，势力肯定不容小觑。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是要对北疆皇帝下手了。毕竟一旦开战，这事包不住。看来我们得尽快赶路了。我得去跟前辈说一声，估计今晚就得走。要那么急吗？这是非同小可，我得尽快赶去边关，与你舅舅们好好商量，不然真要等到他们先发制人，我们就被动了。那你赶紧走吧，京都那边我安排人送信，速度会快些。这里我不会让他有事的。有劳前辈了。苏月送萧寒离开时，给他准备了一堆防身用的东西，甚至还将那把空间里的枪给了他。关键时刻，这东西是能保命的，不要小瞧了它的威力。它的速度跟杀伤力，纵使是再厉害的高手也很难抵抗。如果能一击击中脑袋，那就赢定了。但是也要当心，我刚刚教你的一步都不能忘。还有，枪口千万不要对准自己人，免得误伤。苏月一行人没耽误，议事就开始马不停蹄的赶路。好在都是习武之人，2天就到了边陲之地。我出去一趟，不用等我用膳。眼神瞟向了冷风，对方顿时后背一凉，但是萧南没有说什么就离开了。苏月看向冷风：“你跟前辈认识？”“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曾经是护龙卫，前辈他曾经是护龙卫的首领。”“那你们……”“我们正是被前辈保下的，不然下场只会跟其他护龙卫一样。”“前辈刚刚是去打探消息，护龙卫不是已经没了？”“这边曾经有过据点，虽然人都没了，但是一些关系还在。”“你也去休息吧，让他们也轮流休息。衣食住行上你多费些心，别苦了他们。”北齐皇宫，接到苏月急信的欧阳旭，此刻正脸色不善地盯着下面一言不发的玄小三。“正事要紧，飞燕在北齐又不会跑了，等你从北疆回来，这事在议。飞燕年纪不小了。”言下之意，不定下来不安心呗。欧阳旭气得在心里骂了1万句娘了。“你也知道他年纪不小了，早干嘛去了？现在开始急了，你他妈的急了就知道折腾我这个大师兄，我是上辈子欠了你们的。放心，飞燕对你的心思你还不信？如今北域明显心思不简单，现在是大庆，接下来就会是北疆和我北齐，想要重现200多年前的大夏。你尽快赶去北疆，助小4小5一臂之力，务必帮助北疆皇帝掌握北疆大局。只要我们3国能够同仇敌忾，北域难成大器。我让浩然跟你一起去，也好有个帮手。”玄小三依旧皱着眉头不说话。欧阳旭深呼吸，克制着自己冒出的火气，但是额头的青筋暴露了他此刻的脾气。“我北齐离北疆较近，你现在出发，应该只比小5晚1步到，不会耽误什么事。”见他依旧不语，再好的脾气他也压不住了。“所有人出去！”“大师兄，你们，我都多大了，你还……臭小子，我是对你脾气太好了是吧？大了怎么了？大了老子我就不敢打你了。我看你就是欠打。”“大师兄，你别叫我，我不是你大师兄，我可能是你爹吧，什么事都得我来操心。我上辈子是欠了你多大的债啊？这辈子你这么折腾我啊？你轻点啊！别打脸，飞燕看到了会……飞燕，你就是活该！
我告诉你，我要是武安侯，我也不把飞燕嫁给你。什么玩意儿？是你前几年不告而别，害得飞燕现在都成老姑娘了。父母操了多少心，你现在道个歉就想娶人家女儿，做梦！我告诉你，大师兄，你别太过分了！我，哎呀，我的眼睛！我过分怎么了？老二那么厉害，我揍他，你看他敢还手？你还嫌过分？就你这弱鸡，我能打10个！我让你矫情，让你不顾大局，我让你，你就是活该！我告诉你，错了，我错了，大师兄，你别打脸呐！母后，您说三叔会不会被父皇给揍坏了？不会的，你父皇有轻重的。但是三叔叫的好惨呐，父皇很少发这么大的火，三叔是做了什么事情让他那么生气？哎，这三叔也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一顿暴揍后，玄小三终于愿意去北疆了，司马浩然同行。欧阳旭连面都没有让他跟司马飞燕见，就让人帮他收拾好东西赶出去了。你怎么来了？看你这阵子太累了，怕你身体吃不消，带了参汤，你喝点。哎，这阵子冷落你跟青青是我的不是。正事重要，我跟青青都明白。这是小五拿过来的人参，太医都说是难得一见的上品，稀罕的不得了呢。小五拿过来的肯定都是好东西，不够了再去跟他拿。你这个做大师兄的，尽占自家师妹的便宜，这些东西都价值不菲的。自家兄妹没事，小五别的没有啊，这些东西多的是。放心，我是做大师兄的，不会亏了他。你们师兄妹的事我是不管，不过这丫头确实讨人喜欢。二弟妹前阵子来信说，小五让老二给他带了一种精油皂的方子，让他赚了不少银子，金钱上可轻松了不少，还给我送来了不少精油皂。刚到，晚间我也试试。都是老二不靠谱，一个武林盟主做成他那个穷样也是少见。老二是个江湖英豪，江湖朋友众多，一来了就得招待，过得不好的也会帮上一二，这一来二往的，自己就拮据了。那也是他活该。对了，你怎么对小三下那么重的手啊？我刚刚真的是连原本模样都看不清楚了。他那么在意仪容的人，你呀？他呀，就是骨头松了，需要紧一紧。你有没有给他准备些路上的吃食啊？放心吧，准备了的。这师兄妹几人呀，这感情真的让人羡慕。客官，是要先回去洗漱休息，还是？快速给我弄几个菜，你看着点就行，酒肉都要。好嘞，客官稍等，马上就来。小二，快给小爷我上菜，饿死小爷了，要有酒有肉。是，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不消片刻，桌上的饭菜就吃了个干净。前辈，看样子是练家子，吃饱喝足没事干，消消食。哼，也无不可。苏叶等人听到动静，赶紧下楼，结果就看到二人打得如火如荼，难舍难分。前辈，二师兄，别打了，自己人。2刻钟后，二人终于停手了。真没想到，年纪轻轻有如此身手，不愧是玄老的徒弟。前辈也很厉害，若在江湖上，定是一名人物。志不在此，志不在此啊！看来我接下来这一路不孤单了，因为有前辈同行。二师兄，打砸了人家客栈那么多东西，记得给银子。小五，二师兄没钱的，你怎么能这么对你二师兄呢？段大侠无需担忧，这银子我来付，我来付。苏大公子豪爽，不像小五，这小丫头忒坏了。哪里，之前多亏了段大侠，用了您名号那么多次，还会跟您道谢呢。客气什么呢？都是自己人。哦，我想起来了，周疯子是不是去你那儿了？是，周大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文武双全。我早说过他混什么江湖，明明一身的书生气，跟着你也好的，至少能发挥他所长了。这次他没跟着？没有，有其他事情需要他去处理。那倒是可惜了，下次我再找他喝酒。我去看看那丫头，这脾气咋越来越大了呢？哎，好，您请。二嫂最近可好？星儿呢？都好。你二嫂让我谢谢你，你那个什么精油皂卖得很好，挣了不少银子呢。那就好，自家人有什么好谢的？对了，小三他们应该也早往北疆赶了。这次大师兄给我寄信，小三的亲事好像有些不顺利，准备让他先去北疆跟我们会合。啊？怎么会不顺利？飞燕姐姐的家人不同意吗？武安侯夫妇挺和蔼可亲的。以前没有冲突，自然和蔼可亲。现在你三师兄想娶人家女儿，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我明白。你二嫂的家人当时就是死活反对，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要不是看在你二嫂的面子上，小爷我可不生那鸟气。你说说，这世上还有人能给我气受？这不是说笑吗？不过好在我多聪明，直接把人给抢走了。生气，让给他们生气去。算了，反正这事儿大师兄会操心的。啊，对，让大师兄去操心吧。我们不烦他这个了。
哦，对了，鬼女那丫头呢？不知道去哪里了，突然就走了，招呼都没有打一声就留了个便条。我猜测是不是跟小师叔有关？也有可能。小师叔给我传过消息，苗疆那边的事情他都处理好了，说要回白云山。但是大师兄的意思是让他先跟我们一起，等事情忙完了，让我们陪着一起回去。大师兄如果有时间的话，也会回去的。好在我们早有打算，玉儿现在已经抵达边关，那黑火药威力大，也是很大一助力。靖南王的兵马也赶过去了，我们不会那么被动。北域究竟哪来的底气，敢跟我们开战呢？父皇别忘了，我们那位国师已经回到北疆，恢复他那个圣师的身份了。太子的意思是北疆也参与了？北疆皇帝与圣师一直不和，有没有参与不好说。但是圣师在北疆的身份特殊，百姓的恭敬与信任是刻在骨子里的，暗中调遣兵马去边关与北域合作也不是不可能的。若真是这样，边关此次恐怕是要经历一场血战了。二师兄，你终于来了！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呢？我等的你们好苦啊！哎，行了行了，你给我起来！一个大男人这样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他们欺负你了？哪里受伤了？说话呀，别哭了！没有，他们没有欺负我，就是不让我走，不让我去找你们。那你哭个什么劲儿啊？我就是想你们，想回家。看看，多气派！不愧是皇子，这连住的地方都那么奢华，多好啊！不好不好，再好也不是家里，我不想待在这儿。二师兄，我想去找小五。小五来了没有？他怎么不管我了呢？哎，行了，小五也来了，小三也在来的路上，不都是来接你的吗？你有什么委屈的？真的？真的。那小五怎么没跟你一起过来？他在哪里？是住在外面的客栈吗？是的，他还有些事情，明天就能看到了，还不是不放心你吗？这不今天刚到，我晚上就偷溜进皇宫，你看看小爷我对你多好啊！你们这么久才来，我不是担心吗？担心什么？担心我们不管你了。就算我们不来救你，白云山在哪儿你不知道，自己没腿不会回去啊，这就是娇气。不跟你说了，我明天跟小五说去。大皇子，南王，好久不见。见过公主。公主此次来北疆是为了齐儿吧？齐儿？就是你四师兄，现名耶律齐。是，但也不全是。今日半夜前来叨扰了，实在是有事与大皇子商量。公主请。圣师已经回北疆了，大皇子最近是不是非常被动？公主想说什么？圣师常年用替身，是为了方便他用其他身份游走各国。在我大庆，他的身份是手握一方兵权的国师。这可是真的？自然是真的。而我还知道，这位圣师还跟北域关系匪浅，而现在的北域大军已集结，准备进军我大庆边关。那也没有胜算呢。那如果加上北疆的兵马呢？耶律清河突然想到了什么，整个人都不好了。阿俊，你去查查平西军现在何处。如果是真的，那圣师下一步就是要对你父皇下手了，否则他撕掉军队一事可瞒不住。多谢公主前来送信。于公于私，我们都不会袖手旁观的。公主现在在何处？可要我的安排？不用，我就住在都城的祥顺客栈。好，本王知道了。明日我就带琪儿过去，她这些日子很盼着你们过来。好，那我等着。小五，你真的来了！二师兄没有骗我。不是四师兄叫我来的，怎么不想我来啊？想啊，可是你们好慢，我等了好久好久，天天都数着天数，你们怎么那么久才来啊？我在京都有事情耽误了，这不，事情一忙完我就急忙过来了，一路上都没有停歇呢。真的？我保证。那还差不多。小五，我跟你讲，我给你买了好多好多好东西，给你看看。然后他一股脑的将最近搜罗来的各种奇珍异宝一件一件从空间布袋中取出，简直闪瞎了苏月的眼睛。哼，你个臭小子只想着小五是不是？你昨个怎么没有说给我礼物呢？二师兄，你是男人吗？男人要什么礼物啊？丢不丢人呢？我丢人？是谁生辰的时候提前半年就开始让我准备礼物的？那个人是你吧？啊，小爷我没有记忆错乱吧？我还小啊，你都多大年纪了？星儿都能走路了，你还要礼物？哼！嘿，好啊，还敢搞歧视啊？看来是皮痒了是吧？小五，你看看二师兄就知道欺负我，还想抢我给你的礼物，太欺负人了。
哎，臭小子，我人还在这呢，你就敢告状？怎么，你觉得小五打得过我？哼，小五是打不过你，但是你敢打小五吗？不怕师傅跟大师兄把你揍扁了？哼，小爷我不跟你计较。有没有我的礼物啊？三师兄，真的是你啊！不是我还有谁？也不知道是谁，左一封信右一封信的催我过来。啊，三师兄速度好快啊！我还以为你还有2天呢。浩然也来了，段大哥，好久不见，风采依旧啊！还是你小子会说话，不像这个臭……哎，小三，这脸是怎么回事啊？哎呦，你这脸是的……哎，是啊，三师兄，你的脸怎么了？是谁打的？什么谁打的？我这就是摔的，摔的。怎么摔的？你那么好奇干什么？我又累又饿的。小二，还有没有房间了？还有啊，给我准备热水和吃的。人呢？还有事？受了些伤，府医已经医治过了。大皇子，可是有谁受伤了？需不需要帮忙？沙俊受了些伤，不过不严重，就不麻烦公主了。大皇子可是核实了我那天说的消息？确实如公主所言。平西君吗？是。据我所知，平西将军一直以来都是保持中立的吧？以前确实是，现在，哼。那盛世是抓到了他什么把柄吗？没什么把柄，不过是养大了野心罢了。那大皇子现如今决定怎么做？此时我得进宫跟我父皇商量一番再做定夺。那大皇子可得快一些，毕竟盛世已经有了动作，很快他定会对皇上下手的。多谢公主提醒，本王这就入宫。大哥，大哥没事，父皇也不会有事的，你放心。这几日你就跟你几个师兄和师妹住在这边吧，宫里暂时就不要回了。大哥会安排人在这边保护你。我不需要保护啊，我可以保护你们的。大哥，我跟你一起。听大哥话，等一切都安排好了，你想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就这几日。不如最近就由我跟着大皇子吧，反正我也无聊的紧呢。真的？那太好了，大哥，让我二师兄陪着你，他可是天下第一，没人打得过他的，有他在，你可以绝对放心。低调低调啊，低调知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也不怕人笑话。那就麻烦段大侠了。北疆皇帝听了耶律清河的话，并没有多大反应，神色晦暗不明。父皇，您……朕早就有所猜测，只不过一直不敢相信罢了。你以为朕之前中毒真的是老三的手笔？就凭他，不过是被人推到人前的靶子罢了。老三那个蠢货！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慎氏已经将兵马调去了边关，平西王在都城也只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他不能留了，你暗中的那些人马现在可能用。父皇想直接取了他狗命，杀了他，拿回虎符，让康王前往。你觉得可能镇住平西军？康王，他回都城了。平西军前身便是隶属康王署的，要不是他不惜朝中拘束，这兵权也落不到平西王的头上。他一直感恩我当年的救命之恩，才愿意踏入朝堂，为我扫平一切障碍。即使我后来力排众议，与他结为异姓兄弟，赐他封号，他依旧不喜朝中纷争。后来我实在是不忍心他快于这小小的皇城，才答应让他离开。一晃都快10年了。康王叔即使10年不在朝堂，但在军中的威望无人能及，由他出手绝对不会有问题。那你就去安排。平西王平日里得罪的人太多了，所以他身边有不少高手保护。你那些手下，去试试吧。杀人？那我行啊。父皇，自己人，您别紧张。我这不是看你们那么为难吗？杀个人而已，交给我好了。父皇，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段大侠，武林盟主，也是齐儿的二师兄。是因为齐儿不放心，才求他二师兄过来保护我的。天涯，真没想到鼎鼎大名的段大侠竟然这么年轻，如此的风度翩翩，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哪里，江湖朋友给面子而已。段大侠，您的意思是，我去呗？我倒想看看这平西王府有多难进。不过你自己一个人有没有问题啊？段大侠放心，清河也不是毫无准备的，自保的能力还是有的。不过你此去凶险重重，要不要还是从长计议？我们那就行了，其他的不用你操心，小爷我自己就能搞定。走了啊，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公主，咱们又见面了。是啊，国师的毒解了。哦，不对，我们这是在北疆呢，应该称您为盛世才对。多亏公主手下留情，本座才能多活些日子。无奈之举罢了。来者是客，公主不请本座喝杯茶吗？大老远过来就是来讨杯茶水？公主岂会不知本座的来意？盛世还是直说为好。我这个人啊，不喜欢猜的。蛇灵果。哦，说起来倒也挺奇怪的。
前一阵子有个老头也是想要蛇灵果，我就奇怪了，你们怎么都觉得我有这东西呢？公主都是聪明人，没必要如此的。身后那个其貌不扬的男子突然发威，周身的气势逼人。真没想到，销声匿迹20年的鬼道人竟然在这里碰上了。小师妹，来人正是玄通和鬼女。鱼儿见过小师叔。好，鬼道人，好久不见啊！你不是死了吗？你都活着好好的，本座又怎么会死在你前面？怎么了？我们白云山的小辈你也敢动手？他不是大秦皇室中人吗？那你的消息真是太不灵通了。是小老儿的错，但念在小老儿我不知情，可能放我一马。鬼道人，是小老儿不地道，这是定金，还给你，就此告辞了。沈氏，好自为之吧。说完，人影便消失在客栈之中。你不走？公主还是好好考虑一下本座的提议。若你愿意，本座绝不会让公主吃亏的。天涯呢？怎么留你一个人在这儿？二师兄有事离开了。本以为有前辈跟大哥跟我一起，肯定不会有问题的。没想到这盛世身边竟然还有如此高手。哎，小师叔，这个鬼道人是什么人啊？此人20-30年前在江湖上就大有名气了，不过走错了路，差点被师兄废了。但当时有人替他求情，所以饶了他一命。这鬼道人呢，如果不是有什么巨大的利益驱使，估计也不敢重出江湖。小师叔以为是什么利益呀？多的我也不清楚，但是他跟苗疆女皇合作，用的是前朝宝藏作为诱饵。那这苗疆女皇为何会？这个你无需担心，苗疆女皇是我信任之人。小五，我饿了，有吃的吗？四师兄，你刚刚在睡觉？是啊，你又不陪我出去玩，三师兄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不睡觉干嘛呢？小五，他们是谁啊？哎，你不是？你记得我？是我，快叫我师姐。你这小子长这么大了，我离开的时候你还没满周岁呢。你是谁啊？我是你师叔。师叔？是，我走的时候你还小，但是你刚去白云山那会儿，可都是我给你换尿布呢。三师兄，正当众人热热闹闹时，苏月看到玄小三此刻正站在门外，表情有些木然。三师兄，你干嘛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呢？你转过身来。三师兄，你知道是不是？二师兄跟你说的，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大师兄是不是也知道？三师兄，大师兄和二师兄只是担心你，想晚些再来告诉你来着。他们……我说了，你转过身。三儿，你活着？是，我活着。活着为什么不回来？三儿，我有我的事要做。那为什么连封信也不给我？说话呀！三儿，你别叫我，你说为什么？我不敢。为什么不敢？儿，对不起，我不要道歉。你不是假死吗？既然死了，现在又为什么回来？事情做完了。是。以后还走吗？不走了，师父说了，以后咱们就回白云山。不走了，就算师兄真的要杀我，我也不走了。不会的，师父这次不会的。那你们这次要帮着小师叔了。段大侠，您回来了，事情如何了？小爷我出手，哪有不成事的？一个小小的平西王府，还不是我想进就进，想走就走？那平西王呢？死了呗，还能怎么样？你们应该很快就能得到消息了。说着，就从怀里拿出那枚虎符扔过去。真的是虎符？天涯，这次多亏了你了。我看那胖子似乎很在意这东西啊，保护得很好，睡觉前都要查看一番。估摸着就是虎符了。哦，对了，还有这些。他又将怀里从平西王书房里拿到的东西都掏了出来。这些书信你们应该都有用的，还有这几把钥匙，我看他藏得那么隐秘，估计是有大用，都给你们。还有这些。段天涯有些不舍得将银票和金银珠宝都拿出来，那表情太明显了。段大侠，这也太给我们见外了！你那么辛苦为我们谋事，我们什么表示都还没有呢，怎么能够拿你用命换来的银钱？这虎符和书信什么的，本王就厚颜收下了，其他的是万不能拿的。这是我的了。那是当然，最近事情太多了，等忙过这阵，朕就一定重谢。嗨，不用，你是小四的爹，我就帮个忙嘛，应该的。
就这些人就行了。发财了，发财了！他段天涯也是有钱人了。他宝贝似的抚了抚胸口，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钱呢。行了，你们忙吧，我去找点吃的。平西王被人杀害了，而且还有人将他勾结北域的书信直接送到了皇帝案前，龙颜大怒，甚至还牵扯到了圣师。但是圣师府在北疆底蕴深厚，盘根错节，一大群文臣武将作保，皇帝也不能强行发落圣师府。结果北齐与大庆使者进谏，带来了两国皇帝的亲笔书信，并且痛斥北疆皇帝是否是他安排北疆圣师去往两国兴风作浪，甚至还将证据一一摆出，整个北疆朝堂大惊。最后皇帝还是没能将圣师彻底拉下马，只是将人幽闭在了圣师府，无令不得出。主子，我们现在该如何？要离开吗？不走，先静观其变。他必须要从苏月手里得到蛇灵果，否则绝不会离开的。可是老先生那边，父亲那里我会去信的，我相信父亲会理解我的。我们此次连着失去了大庆跟北疆的势力，老先生会不会？大庆那边是我失误，父亲已知晓。现在我们正在攻打大庆，此事就已结果。而北疆，最终究竟如何还不好说。10万平西军，当真会听他的吗？现在边关掌管平西军的是平西王的义子，此人是我们的人，绝不会反水。那就行了。皇帝碍于百姓言论，并不会急于对我动手，那我们就有时间翻盘。只要边关那边赢了，你觉得皇帝还敢奈我何？那下一个就是他北疆了。那暗中跟我们联系的那些大臣，让他们安分守己，暂时什么都不要做，先保全自身，别被皇帝拿到把柄直接办了。是。还有，给我盯紧了大庆长公主那一些人，想办法将她单独带到我面前来。大庆公主身边高手众多，就连她自己都不可小觑。我们手下难有与之抗衡的，实在是……那就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吗？主子的意思是，他们中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无坚不摧的。之前跟我们合作的那个鬼女，想办法从她入手。是，属下这就去。大师兄给我的安慰来报，苏玉跟浩然刚出宫没一会儿就遇到了刺杀，据说刺客兵力不弱，我去接应一下。我也去。没事的，他们身边都有人，我们也就是去接应一下。刚想跟萧楠一起出门，就看到了一身狼狈的苏玉跟司马浩然回来了。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刚得到消息，准备过去呢。噗，碰到段大侠了，幸亏有他，不然我们估计要损失不少人了。在宫外就敢如此明目张胆的动手，这个圣师是料准了，现在不会动他是不是？你别轻举妄动。那鬼道人虽然走了，但是他那圣师府里还有高手，我去探查过，也只能探查到气息，还没找到人。筹划了200年，他们的实力肯定不容小觑。妹妹万不能轻敌。他们还有没有王法？有没有把朕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刚出皇宫就光天化日之下行刺他国使臣，真是胆大包天，无法无天了。父皇，您别激动，好在没有出什么事。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边关一事，绝不能让他们成事，否则北疆危矣。你康王叔已经去了，究竟如何？消息肯定会很快回来。但是在此之前，你给朕把圣师府看好了。是，儿臣知道了。此次又多亏了段大侠。别谢我呀，我这都是看在小四那小傻子的面子上。真要感谢我，你们以后对他好一点。自是会的，他是朕的孩子，朕一定对他好。天涯，无论如何，朕都要多谢你。你们真要不安心，那就随便给点什么安心好了。那是自然，本王定会给段大侠备份大礼。也不用那么客气，随意啊。小五，你太不够意思了，还真打算自己去圣师府啊？三师兄说你准备单独行动，我还不信，结果，哼！三师兄、四师兄，你们干嘛呀？这么晚不睡觉干啥？等你啊！你这么晚了穿成这样干什么去啊？我就逛逛，逛逛。哼，什么逛逛？明明就是想一个人去圣师府。要么一起去，要么都不要去了。对，我们就去看看情况，真要有危险的话，可得听我的，立即撤，行不行啊？你行。不消片刻就到了圣师府，结果刚到院子门口，几道暗气飞来，三人利落躲避。苏月一手拉了一个，直接飞身翻墙进了旁边院落。小五，那两个人太厉害了，这江湖上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人啊？哎呀，真得要二师兄来才安全。前朝暗中筹谋200年，底下的能人异士定然不简单，不一定在江湖中出现过。我们赶紧走吧，还是让二师兄来吧。走肯定要走，但不能这么走。你想干什么？刚刚我们不是经过了他们的库房吗？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三人身手敏捷，很快躲避搜寻的士兵进了库房。
哇，好多宝贝啊！玄小四两眼放光，那一箱一箱的黄金、珠宝首饰、古玩字画，看得人眼花缭乱的。小声点，你想把官兵都引来吗？都忙着抓刺客去了，谁还管库房啊？门外都没什么人。那也小心行事。苏月毫不手软，将那一箱箱的宝贝全部收进空间。片刻间，库房里变得空无一物了。全部拿走？不然呢？拿都拿了，还给剩一些，有啥意义？就是，我们都拿走，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人。那现在走。这个圣师看着脸色惨白，又是个残疾之身，估计身子不大好，府里肯定有不少珍贵药材，我们去找找。女子是，虽然没有出生，但是从身形和所用功法来看，是女子无疑。给我彻查，一定要将人给本座找出来。是。我想到一人，二位师傅可愿帮我试探一二？何人？大庆长公主。就是你说的那个玄机老人的徒弟。你不是跟他动过手，他有那个能耐？是1等1的高手，但跟2位师傅比，还是差远了。我不觉得以他的身手能从2位师傅手中逃脱，但是他的二师兄段天涯是个厉害人物，武学奇才，少有人能及，所以……昨天来的3人身手确实很不错，但是应该没有你说的这个段天涯。此人我也有耳闻，定不在今夜出现的人之中。那他们今夜是如何逃脱的？那个身形似女子的有一种暗器，我们一时失察，才让他们有机会逃走。小师妹，你看看这个白色的芙蓉膏，哎呦，这个胭脂的颜色好特别呀！我们一人买1盒吧。这个玉簪不错，我们也一人1根。哎，姑娘好眼光，这可是个好东西。姑娘是要买给情郎的吧？80两银子，您拿走。苏月看这个玉冠，越看越喜欢，觉得很适合萧寒。苏月拿着玉冠离开，但当他回头后，发现没有了鬼女的身影。你是苏姑娘吗？是我。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啊。苏月皱着眉头接过，上面赫然写着一句话：要想他活命，现在独自一人来城外的百鬼亭。给你纸条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男人，穿着黑色的衣服，年纪挺大的了，长得，哎呀，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你再帮我个忙好吗？苏月让他去客栈传信，自己先赶去百鬼亭了。小师姐，醒醒，快醒醒！小师妹，快跑，你快跑！他们，你不是对手的。想跑？能跑去哪儿？你们是什么人？小姑娘，我们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昨晚上我们才刚动过手呢。快走，快走！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是大庆的公主，你们重伤的这位是苗疆女皇的义女，刚刚被封为公主。我们要是真出了事情，你们也别想好过。那就更不能放你们走了。荒郊野外还真是杀人刨食的好地方。不过你呢？放心，我们主子要见你，暂时还不会让你死的。乖乖的跟我们走，否则可别怪我们下手狠了。我跟你们走可以，但是你们得派人将我师姐送回客栈，否则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们离开。苏月不着痕迹地从空间中取出2个丝瓶，一手紧抓住鬼女的衣服。哼，这可由不得你。2人齐齐向苏月发难，在千钧一发之际扔出丝瓶，顿时白烟四起。苏月趁机背起鬼女朝南边的密林跑去。主人，主人！大白，时间紧迫，有人追杀我。刚刚我一路过来，肯定留下了不少痕迹，你帮我去清理掉。有坏人！主人，我这就去咬死他们。不要，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这2个人很强。小雪、小花，你们去帮我查看一下，看到一个穿着黑衣，一个穿着红衣的人，立即过来跟我汇报。好的，主人。主人放心，我们这就去，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不要跟他们正面对上，要保护好自己。消毒、清理、缝合、上药，苏月整整弄了1个时辰，不能这么坐以待毙，他得主动出击。主人，我们找到你说的那2个人了，但是现在他们不止2个人，还带了几10个黑衣人呢。小雪和小花呢？你们有没有跟他们对上？没有，主人你说过的嘛，我们就是暗中观察，没有跟他们对上。好，现在人在什么方位？就在前面，我带你去。哎，你这小乞丐啊，怎么还不走？信不信我收拾你？骚扰我们的客人，你是找死吗？我不是来捣乱的，是有人让我来传口信的。什么口信不口信的？满嘴胡言乱语，看我不揍你！我没有说谎，我真的是来传口信的。什么口信？是一个仙女姐姐让我过来跟你们说去百鬼亭救人。什么仙女姐姐？我不知道，就是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衫，带着一根木簪，长得很好看的仙女姐姐。许小五，
他跟闺女中午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什么时候让你过来传口信的？就2个时辰之前。2个时辰前？我先过去看看情况，劳烦你去通知我那几个师侄。你照顾他，等我们回来再做安排。说完，人就消失了。三师兄，我们快出宫吧！急什么？不陪你父皇用膳？我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些心慌。而且他每次心慌都不会有什么好事。玄小三眼神一凛，走。小女娃很有意思，你是有什么宝贝可以控制野兽？还真有野兽帮忙。老黑，你没说错，这丫头能控制野兽。大白怒吼，冲着红衣男人的脑袋咬去。红衣男人唇角勾起一抹冷笑，右手运用内力，抬手就是一掌。大白，危险！在千钧一发之际，苏月没有办法，随手一挥，就将大白跟小雪收进了空间。你究竟有什么宝贝，竟然能够凭空收了这2头畜生？意外之喜，意外之喜呀！我曾听闻1000年前有一种空间，如神仙洞府般可收纳活物，看来你这丫头身上就有。小红，我们这次赚大了！神仙洞府？丫头，只要你肯将宝贝交出来，可以放你一条生路。你的主人似乎想活捉我，不是吗？哼，主人他也配？这宝贝究竟藏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丫头，这个时候装傻充愣是没有用的，识趣的赶紧将宝物奉上。给你们也不是不行，你们真的能放我离开？自然，有了这样的宝贝，我们就没必要再听那圣师的命令了。对于你的命，我们无所谓。而且我看你资质不错，你若真能将这宝物交给我们，我可以破例收你为徒，将来嘛，这东西还是可以回到你手上的。真的？我们虽不是什么君子，但也信守承诺。只要你们能放了我和我师姐，我可以将东西给你们。明智之举。苏月假装将手伸向怀中拿着什么，然后将一个黑色物件扔过去。快扔掉！我要杀了你！苏月没有抵挡下几招，就被打了一掌，猛地吐出一口血。敢杀我弟弟，你找死！现在你把东西交出来，我还能让你死得干脆点，否则……苏月此时整个人都没了力气，想进空间，却根本不能集中精神力。说，宝贝在哪里？突然，一记凌厉的掌风袭来，二人身手相当，打得如火如荼。此时，玄小三、玄小四和萧南也赶来了。小五，你不要死啊！三师兄，你快给小五看看。小五，醒醒，小五！我没死呢。小五，你别吓我，我是四师兄。四师兄，是我们！你这丫头怎么把自己搞这么惨呢？三师兄，那个黑衣男人，他必须死。他知道了我的秘密。放心，他活不了，你先顾好你自己。还有师姐，他西边山洞烧得很重。小五，你怎么了？你别死了！晕过去了。小四，你先将小五背回去，我随后就到。好，我这就回去。玄小三凉薄的眸子看向不远处的人，那个老黑已经被控制，如死狗般躺在地上。前辈，此人交由我处置吧。小师叔，你快去找小雪吧。小五说他将他藏在西边的一个山洞了，这个人交给我。苏月整整昏迷了1天1夜才醒来。小师姐，小五，你醒了。四师兄，小五，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四师兄，我没事了，你别哭了。玄小三立即过去给他把脉，恢复的不错，还好平日里底子不错，不然还不知道要多久才醒呢。妹妹，你还难受吗？饿不饿？厨房温着粥，我这就让小二拿过来。你看看你啊，脸白的，得吃点好东西补补了。二师兄，你的脸……我的脸怎么了？是不是很霸气，很有男人味儿？没事，死不了，跟人打架的。会不会说话？醒了就吃点东西，好好养着。那个老黑……放心吧，死了。师姐呢？也没事，
在隔壁房间休息呢。你别瞎操心了，有我们呢。看你下次还这么莽撞，你这脸回去二嫂不得心疼死？你不觉得这样很有男子气概？不觉得，我想啊，二嫂看了估计会哭。哎，小三儿，你那儿肯定有祛疤痕的药吧？快给我个10瓶8瓶的，小爷我可不能毁容了。不是要男子气概的？男子气概哪有你二嫂重要？看到了估计得心疼了。昨天，玄小四背着重伤的苏月刚入城，就碰到了往外赶的段天涯。玄小四没想到，自家二师兄竟然单枪匹马地杀去了圣师府。我白云山的人你也敢伤？本座不明白段盟主的意思，是否有什么误会？还望明示。哼，你也太没种了！难道不是你派人去伤的我小师妹？我承认，我是让人去请公主，但是并没有让人伤她，只是有事相求，想单独见见公主而已。哼，还不承认？我小师妹重伤跟你没关系。我发誓，我真的没让人伤她，肯定是手下人自作主张。那你就去地下跟你那些手下问罪去吧。段大侠，剑下留人！段大侠，此人暂时还不能死，可否给清河一个面子？段天涯也知道今日是莽撞了，这个人不论对北疆还是小舞他们，应该都还有用处。虽然突然了些，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除了那些老古本，其他的人倒更容易收服。圣师已经存在200年了，对那些人来说，他就是信仰。有些人虽然归顺我们，但是我儿明白就好。这些人就留给你以后慢慢清理。我明白了，父皇。琪儿最近一直在客栈。是的，他师妹受了重伤，他一直在那边照顾着。大庆长公主在我北疆出事，你要带父皇去看看。还有，琪儿是不是对他师妹？父皇想多了，琪儿什么样您还不明白吗？还没长大呢，对男女之事完全没开窍。对他师妹，我看只有兄妹之情，并无其他。公主那边我明日就去，实在是这几日太忙了，是儿臣的疏忽。哎，你都成家了，他这还飘着，这年纪大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他成家了。父皇，您还年轻，全神医不是说了，您的身体好好调理，没什么问题吗？朕知道，哎，不过你自己也要抓紧了，也该有嫡子了。儿臣知道了。对了，老三呢？在府中。哼，不分里外的东西，让他在府中好好待着。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出来。要是一直想不明白，哼。儿臣明白了。王爷，您怎么会来边关？将军无需多礼。萧寒长话短说，萧家军已经抵达边关，一切都由将军全权做主。本王的黑甲军明日也会抵达边关。多谢王爷，王爷大义。都是为了大庆，现在情况如何了？北域集结了100万大军，虎视眈眈，2天前就到了，但不知为何，暂时还没有任何行动。北域现在集全国之力，凑了60万大军，剩下的40万，20万是由天狼、乌雅、万骑、凤羽等小国共同凑齐，还有20万是来自北疆。这次，他们是铁了心要强攻我大庆。王爷可有打算？有一些不成熟的建议，还需要将军多多配合。北疆先不说，阿玉和月儿在那边周旋，我对他们有信心。其他那些小国，不过是碍于北域的强势，未必就是真心想要合作。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王爷，请细说。阿玉，你那小队人马最近也别闲着了，可以出去溜溜。早说呀！我最近啊，正闲得难受的紧呢。玉儿带来的什么特殊武器，还对我们保密，很厉害。威力很大，可敌千军万马。阿玉没有对外说，那是因为威力实在太大。若不是此次凶险，郑国老将军也不会同意使用这武器的。那阿宇也让我们这些老家伙们见识下。那我带众位叔伯去看看。一起吧，我也要看看是什么神器。属下萧武参见公主。庆南王的人。是。萧寒让你来的。是，主子吩咐过，一旦北域有最新消息，通知他的同时，也要第一时间给公主这边传递消息。说吧。属下探听到，北域宫内一直有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常年面具遮面，不露真容，但是在宫里的地位非常高，不论是太后还是皇帝，都对他礼遇有加。皇帝还在宫内给他安排了寝殿。一个外男住在宫里，朝臣们没有意见吗？自然有，朝臣对这位的态度也很是微妙，从一开始的强烈反对到后来的默认，整个状态都让人觉得很是奇怪。我们的人一直没有探听到直接的证据，但是还是有消息传出来，说什么？说这人跟太后的关系匪浅。可确定？基本确定，这在北域宫内是公开的秘密，他们并没有特别的避讳，很多次都有被宫人撞到。如此明目张胆？确实如此，属下猜测这也是朝臣风向变化的关键。
毕竟皇帝对此事也是默许了的。那对于此次进宫大庆一事，可有查到什么？有，此次进宫是北域皇帝直接决定的，摆明朝臣进言都被驳回了，就好像北域皇帝很早就有此计划了，甚至带兵的塔里大将军似乎也早有准备，是早就知情的，并且此人跟这位神秘人关系非常亲近，更像是上下级的关系。那可能确定这个神秘人就是北疆的前任圣师。根据我们的人描述，9成可以确定是同一人。还有没有别的？将所有得到的消息都告诉我，不用组织语言。是。北域太后最近在宫兴致非常高，整日听戏看舞的，皇帝偶尔去探望，母子也关系非常融洽。北域皇帝一直没有嫡子，太后最近催得挺紧的，皇后压力很大，但是皇后是太后的亲侄女，所以地位还是很稳固的。北疆皇帝有几个孩子？2个皇子，3个公主，子嗣不算少了。估计是想巩固娘家地位吧，毕竟皇后一直无所出，这对于太后母家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北域皇帝跟皇后成婚也很多年了吧？那么多年都没有催，怎么最近催起来了？据说成婚有10年了，太后还说现在是关键时候，如果皇后此刻能有个嫡子，以后绝对没人能撼动得了她的地位。关键时候，他跟萧寒之前就怀疑过，如果他们不仅仅是合作关系呢？如果北域皇帝本就是前朝血脉呢？那一切就说得通了。公主殿下，又见面了。是啊，盛世大人是不是觉得很遗憾我还活着？无论公主信不信，我都不曾派人去刺杀过公主，我只是请公主过来一叙而已。这个我信，毕竟我手里还有你想要的蛇灵果，不是吗？公主愿意给？苏月连迟疑都没有，从衣袖中拿出一个黑色锦盒扔过去。这就是蛇灵果？千真万确。公主有何条件？没什么条件，这都依送你了，反正我也不缺。公主有这么好心？就当我是日行一善吧，看你可怜。公主觉得我可怜？你身陷牢狱，也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不可怜吗？难不成你觉得你那个亲爹会来救你？当然会了，哼，不然你们又怎么会留下我的命？难道不是为了做诱饵？盛世大人，您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你当真以为你是他唯一的血脉，所以他势必会来救你吗？别说你天生残缺，就算你身体康健，他也不一定会冒如此大险来救你的。你想说什么？不用拐弯抹角的，也不用挑拨离间。他是我血脉相连的亲爹，这个世界只有我跟他是亲人，他不会弃我于不顾的。盛世大人就这么确定他只有你一个子嗣？你什么意思？你那个爹怎么跟你说的？跟北域达成了什么协议，才让北域肯如此兴师动众，平分天下？哼，公主殿下好本事，如此蛊惑人心、挑拨离间，倒真是了得。盛世觉得我是挑拨离间，为了什么？说实在的，我对你们前朝的宝藏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你们这劳民伤财的，不就是想复国吗？你觉得你那个爹为什么不跟北疆、北齐甚至大庆合作，非得跟北域？说真能平分天下，我相信合作的机会还是很大的。盛世大人就没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知道宝藏的事？还有，他后面的话是什么意思？之前您那位亲爹带了一堆北域的皇家军来找我求药，看起来倒是一心为你。盛世大人很感动吗？很可惜啊，他很容易就放弃了呢。看来你在他心里也没那么重要。你休想挑拨我与爹爹的感情，这个世界上我是他唯一的亲人。盛世还真是健忘，我刚刚才提醒过你的事情，怎么一转眼就忘了？你当真以为你是他唯一的血脉？据我所知，你还有一个哥哥呢。你胡说！我为什么要骗你呢？你这个哥哥呀，其他方面如何不知道，至少身体健康，传宗接代是没问题的。毕竟他现在已经有2个儿子3个女儿了，所以你们前朝血脉传承的问题，你是完全不用担心了。胡说！胡说！怎么，猜出来是谁了吗？其实你也不应该怀疑的，他能用这一招有了你，自然也能将这办法用在别人身上。我都不得不佩服他，为了你们的复国大业，牺牲颇大呢。住嘴！哎呀，盛世大人，您可别这么看着我，好可怕呢。你不要以为你说这些我就会相信，你休想骗我。是不是骗你呢？你很快就知道了。你被嫌一事，他应该已经收到消息了，按时间算，该来的快到了。那你就在这儿好好等着吧。哦，对了，你可知北域皇帝派了什么人保护你爹？可是北域的皇家军哦，而且啊，他还在北域皇宫有自己的寝殿，跟太后出双入对的，北域文臣百官都是默认的呢。妹妹，你这消息哪来的？是真的吗？北域皇帝真的是前朝血脉？
萧寒的人昨天传来了些消息，我也是猜测，不过我觉得8、9不离10。没有确凿的证据，你这丫头。说说怎么了？况且啊，你们看，那老头跟太后出双入对的，还在北玉皇宫里有寝殿。说真只是太后的情人，皇帝能那么容忍他吗？再大的利益，自家亲爹头上都成绿色大草原了，他还要不要脸面呢？还派皇家军保护他，想都不可能。两人那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腻歪，也不嫌丢人。女孩子家家的，说话没个把门的。实话都不怎么好听嘛。反正我是觉得，那北玉皇帝肯定是那老头的种。你们想啊，前朝匍匐200年，就是为了复国。要是愿意跟别人平分天下，肯定早就找人合作了，还等今天？不过他倒是豁得出去啊，别人的老婆是不是特别香啊？这下已经不仅仅是选小三了，连苏玉都没忍住拍了拍他脑袋。我这也不是在外面说，都是自己人，怕什么？司马大哥，你说是不是啊？飞燕姐姐迟早都是我三嫂，我们以后肯定是一家人啊。胡说的没边了啊！下次我要跟大师兄好好说说，你这才下山多久，从哪儿学来这些乱七八糟的？大皇子，圣师还是留给你处置吧。这个圣师现在也没什么用处了，一个被废弃的棋子而已。放心，我这边会看管好的，有什么异样，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公主，下次有机会再来北疆，我们北疆还是有不少有趣的地方的。这次时间太赶，都没有来得及带你们游玩一番。大皇子客气了，以后会有机会的。晴儿，大哥，你说过让我走的，不会阻拦我的。我不阻拦你，你过来，大哥跟你说几句话。身上银子够不够？需不需要再拿些？够了，你们前面给我的都没花完呢。父皇昨天也给了我好多，我都没机会用的。好，那有什么困难就给大哥传信，知道吗？知道。被人欺负了也跟大哥说，大哥一定会帮你出气的，好不好？没人会欺负我的，大哥，你放心吧。你也照顾好父皇，你自己也好好的。我会给你写信的。好，记得你说的话，隔段时间给我跟父皇来封信，让我们知道你过得好。还有，玩累了也回来看看我们，我们在家等你回来。这位大哥，在下苏谦，我听下面的人说您找我。在下塔木受段盟主所托来给苏三少送信，段盟主交代一定要亲手交给三少。苏谦一目十行的看完了信，心里非常开心，因为妹妹完全跟自己想到一块儿去了。他早就把自己手里能动的银两全去买了粮食药材，甚至还暗中托人去跟边塞的人买了些马匹，正愁银子不够呢。这不刚好，最小的都是1万两面额的，这里估计有几百万两。这妹妹是从哪里拿来这么多银子？小雪姑娘，这野果酸不能吃的。酸的？那不怕，我最喜欢吃酸的了。太甜的我反而不喜欢。哎，三师兄，我这大哥跟小师姐之间是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想什么呢？不是啊，小师姐以前挺处我大哥的，话都不说的，怎么刚刚看起来似乎处的还挺不错的样子？哦，就你受伤那次，你大哥是后面得到消息赶过去的，没找到我们，先遇到了从山洞里爬出来的小雪，就把人背下山了。估计这样二人才有了些许交情。原来如此，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总觉得这两人会发生些什么。妹妹，你尝尝看，段大侠刚刚拿过来的，我给你洗了。谢谢大哥。跟我还谢，一会儿简单吃些，我就先行一步了。我不大放心我爹，也不知道边关情况如何了。好，大哥你不用管我，我坐马车过去，速度肯定跟不上。有段大侠他们，你的安全我也不担心。公主，司马浩然也过来了。我要先行离开了，本想多送你一段的，但是皇上来信让我即刻回北齐。大师兄那边可是有什么事情吗？公主无需担心，我这些年一直跟在皇上身边，但是一直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职务。但现在是关键的时候，皇上是想趁此机会提拔我。那这是一件好事啊，提前先恭喜司马大哥了。那谢谢公主了。小师妹，你在看什么呀？哦，没什么，就是感觉这边挺冷的。这还冷啊？那你等真正冷的时候，还不得裹着被子出门？二师兄，我们今天能赶到落脚的镇子吗？吃完就走，差不多吧，刚好可以到白沙镇。那镇子如何啊？你是想做什么吗？想要去买些东西。哦，那可以，那边临近边关，倒还算繁荣，还会有些番邦的人在那里卖东西。这白沙镇确如段天涯所言，还挺繁荣的。哦，美丽的小姐，你有什么需要吗？我这有很多你们这边没有的东西，你就看看这个，这么大的，对不对？其实啊，这是个水果，里面有。苏月低身抓起一把金黄的玉米，微微勾起唇角，内心一阵狂喜。老板，这个东西怎么卖的？番邦摊主一脸为难，怎么不卖？
哦，不，卖的，只是没想到这位美丽的小姐看上这个了。其实我这里还有其他东西的，小姐要不要也看看？就这个了。分帮摊主虽然有些不甘，但是也没办法，还是一脸笑意的做了这笔小生意。大哥，看看这皮毛吧，可保暖了。大姐，您看看这皮毛吧，可以做个围脖，既暖和又好看，还不贵呢。小五想过去看看吗？看看吧。小姐少爷，你们看看这皮毛，刚处理好的，新鲜着呢。小姐您长得这么好看，这个白色的狐狸皮毛可以给您做个围脖，暖和又好看。苏月依旧看着他出神，还是一旁的鬼女推了推他，他才反应过来。你多大了？我吗？对，我今年17了。苏月在现代的时候是个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以前院里有个哥哥叫小峰，他刚去孤儿院那会儿胆子小，也不愿意跟别人说话。这个小峰哥哥呢，每天都会带着他，给他讲故事，陪他做手工、读书。慢慢的，他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一家人。小五，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是啊，小师妹，要不我们回客栈休息吧？你看看脸色多难看啊！四师兄、师姐，我没事的，放心。你叫什么名字？何风，山峰的峰。我跟我爹和我叔伯们生活在山里，靠打猎为生。连名字都是一样的，老天是又给了他一次机会吗？小峰，你这些皮毛我都要了，你算个价吧。都要？那个小姐，这些皮毛价格都不低的。没关系，你算吧。何风一听，立马高兴了，知道人家这是不差钱的，但是也没有胡乱开价，还是在市场价的基础上优惠了一些，总共是280两。玄小四很爽快地付了300两银子，对方为难了。小公子，我这没有零钱呢，要不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换些过来。不用了，刚好我们也拿不下，你帮我们送去前面的4合客栈吧，剩下的就算辛苦费了。那也太多了吧？多什么多呀？少啰嗦，跟上。其实今日将何大哥请到客栈，还有其他事情想找你帮忙。何大哥家里是猎户，应该认识不少以打猎为生的人吧？那是，这周边十里八荒的猎户我都认识。不知小姐是想要我做什么？是这样的，我需要大量的毛皮，想和大哥帮忙收集，有多少我要多少，价格就按今日给你的价格定。至于你从别人那拿货是什么价格，那就看何大哥自己的本事了。真的多少都要？是，有多少要多少，钱不是问题，但是质量，何大哥可是要帮我把好关的。这是一定，不知小姐何时要？我在这边最多再待3日。好，不用3日，2日后我会将东西送来。大庆皇宫，本来前几日就该进宫来的，谁知道这小子一忙起来就没个头，拖了这么久。表哥，这是我这些日子收到的物资，每一笔我都记清楚了，东西在哪儿，由何人负责，我都写得很详细，你看看，应该是有些用处的。表弟，你这是给我帮了大忙了。也不光是我一个人，里面很多银子都是妹妹出的，我这毕竟能力有限。这几日就在忙这些？是啊，您说要来跟表哥汇报，我总得有些详细的资料才行吧？不过表哥，我这可是花了不少银子呢。放心，亏不了你，我私下补给你。不从明面上走。不啦，表弟的这些我们得握在自己手里。明面上的，朝中那些人该做的还得做，该忧心的还得忧心，总不能白吃这碗饭。不过外祖父放心，这事我会跟父皇私下说清楚的。不过暂时可能没办法给表弟论功行赏了。不用，表哥，都是自己人，论什么功行什么赏啊，太见外了。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在暗中收粮？瞎说什么呢你？我是不是瞎说，你心里清楚。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啊，我忙着呢。你哪来的回哪去，不送了。少来，我既然找来了，就说明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你少忽悠我。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我自然有我的途径。我现在告诉你，不是要威胁你，而是我也想为大清百姓出份力。你有那么好心？苏谦，我张子枫是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让你对我有那么大的误解？我印象中没有吧，就是平日里吃吃喝喝，有几句口角而已。几句口角？张子枫，你是脑子不好吗？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大夫看看？然后他指着自己的额头，那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淡的疤。我不是登门道歉了，我还被我爹吊起来揍了一顿，伤的可比你重多了。有吗？我可没有听说过这事儿啊，谁知道是不是你胡诌的？这种丢人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在外面说啊？你当我傻呀？而且每次都是跟你打完架回去，倒霉的都是我。你好呀，有2个哥哥护着，我呢？我爹说镇国将军府家教森严，教出来的孩子都错不了，所以我跟你作对，错的肯定是我。哼！你以为我好啊？我大哥二哥在外面是护着我，但是回去以后依旧会罚我的好吗？
如果被我祖父知道了，还会更惨。你以为我就比你好啊？两人说着说着，突然有了惺惺相惜之感，对视一眼，都是一声长叹。那个塔里真不是东西，这哪里是打仗呢？真他妈憋屈。是啊，这他娘就是个软蛋，这是打仗吗？打一天休息一天，这免战牌挂了一次又一次，不是他们要来攻打我们的，真是不要脸。我听说这个塔里出身乡野，从来不在意什么礼仪廉耻，尽是阴招。这个主帅也不知道是怎么当上的。是啊，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也就他用的勤快。一个下三滥的人是做不了一军主帅的。王爷觉得他这是在密谋些什么？以这种不着调的方式掩人耳目？不可能，这里是云溪镇，距离敌军驻扎地50里。这里是新云城，这是祥凤城。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后方连接着的山脉之后就是万丈深渊。王爷的意思是，他明面上跟我们在这边拉扯，实际上是想先拿下祥云城。他娘的塔里，我说你这龟孙子怎么回事啊？小打一场就挂免战牌，合着背地里搞这勾当的。将军，只要您发令，老孙我立马带兵杀过去，一定不让塔里这龟孙子得逞。是啊，将军，你让我跟老孙一起过去，我们一定不负将军所望，胜利完成任务。将军，末将也愿意前往。末将也愿。王爷，让阿玉去吧。塔里此人不简单，绝对不像表面上看的那样。阿玉，你还是留下，你的那小队人马还是留在大军中随时候命。而且祥云城百姓众多，新武器到时候容易误伤。好，苏玉听令。末将听令。你领1万人马前往祥云城，你的人手你自己掌握。是。小四兄弟，二位小姐，何风不负所托，皮毛运过来了，你们去看看。何大哥是个信守承诺的人，小五果然没有看错人。哪里？何大哥果然不是一般人，短短2天就能收到如此质量好的皮毛，确实帮了我一个大忙了。何大哥要不要继续跟我做生意呢？何风愿意跟着小姐干，只要小姐不嫌弃，何风愿赴汤蹈火。何大哥，以后就是自己人了，你运气真好啊！小五几乎都不会收人的，你可是第一个他主动收的人。我们过几日就要出发去边关宣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会在那边。何大哥今日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收拾收拾，跟我们一起上路吧。好，何风知道了，何风一定尽快过来。小师妹，你怎么了？小五，你怎么了？319，你快来啊！小五不舒服了。三师兄，你让其他人都出去。怎么回事？好像空间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屏气凝神，直接将玄小三一起带进了空间。进了空间的苏月跟玄小三立即被眼前的场景给惊呆了，他们刚种进空间的玉米和那些药材全部都长成了。怎么会这么快？主人，空间变大了，大了好几倍呢！前面那些白烟的地方多出了一个很大的湖，还有山，好大好大。那这个空间对小五的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刚刚看着他的模样很痛苦。哎，我也不知道。我给他把脉，发现他的身体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的痛苦显而易见。然后我跟他进了空间以后，他的痛苦就缓和了，很快就好了。出了空间也没有任何问题。那小五自己怎么说？他说这估计跟精神力有关系，说上一次受伤他没有及时投入空间，就是因为他重伤，精神力难以集中。这次是因为空间扩大了数倍，他一时难以承受才会如此。你给师傅去封信吧，他老人家见多识广，说不定能知道。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现在没什么问题，但是不弄明白总是有隐患的。我们晚上去空间里看看。扩大好几倍呢，可不得好好看看。段天涯满脸都是要去寻宝的兴趣盎然。主人，你来了！这山好大，好有趣啊！怎么了？你们是发现什么宝藏了？不是宝藏，是人。主人，我们找到一个山洞，里面有个很大很大的盒子，里面有2个人，一男一女。人？活人吗？不是的，看着像是睡着了，但是没有呼吸。我看了好久，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在哪里？我们去看看。小五，怎么了？你说什么人？大白他们说在一个山洞里发现2个人，应该不是活人。我们去看看吧。你这个空间竟然还有其他人？我猜测是空间的前任主人，前面就有发现他留下的一些东西。哎呀，你们不要想了，啰里啰嗦的，先去看看吧。小五，这是什么人呢？我也不清楚，但肯定不是普通人。这通神的气派、气质都不似凡人了。小五，你看这里还有本书呢，不过这是什么鬼画符啊？二师兄，给我看看。拿到手，苏月终于确认了，这上面的文字是英文。小五，这字你认识啊？认识。快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这上面记录的好像是他们的生平。苏月看完就明白了，这2人确实不是凡人，而是神。
而他旁边的男人是龙翔国的国君，也是紫陌上神的转世，凤舞的夫君。二人携手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好在是个圆满大结局。二师兄，我们去山顶。凤舞上神，就是刚刚水晶棺里面那个很美的女子，她给我们留了礼物，我们去看看。这么多箱子，小五，你猜是什么呢？会不会是金银财宝啊？二师兄，别那么俗气行不行？人家那是天上的神仙，神仙哪会那么……那么什么？神仙怎么了？神仙就不能喜欢金银财宝了？玄小三不说话了，二人合力一一打开箱子。小五，是医书，这还有丹方。哼，这小三呢，眼里就只剩下书了。那些书籍价值可比这些金银财宝有价值多了。是，你的书有价值，你是个文人，我可是大老粗，我就喜欢这些金银财宝。那一箱箱全是黄金啊，我最喜欢金子了。小五，发财了，发财了！小五，这些是什么？玄小三拿了一把手枪，研究了半天也搞不明白，就扔回去了。武器。武器？玄小三惊讶。对，是这个时代都没有的武器，杀伤力惊人。这些东西绝对不能落入心术不正的人手里。苏叶又相继把剩下的几个大箱子都打开了，里面全是武器装备，总共2箱枪支，4箱子弹药。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出去吧。来都来了，机会难得，还是陪小五把空间看完吧。4人爬过了这座山，又到了另一片土地。小五，我觉得我们还是出去吧，就当没来过，行不行？估计是不行的，二师兄。小五，你不是说缺粮吗？这下够不够啊？这个蠢货，你知道这里有多少粮吗？就我们几个要数到猴年马月呀！小五，这工作量不是我们能解决的，我们得好好谋划一下。可以这样，弄一批死刑犯到空间里，以后就待在这儿给你干活，但是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负责才行，毕竟人多的地方就会有问题。小三说的对，这是个好办法。小五，你可以参考参考。几人继续往前。小五发财了，这下真的发大财了！小五，看看，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不会是金矿石吧？二师兄，你确定吗？我有一年去了北方的一个山里，那边有金矿，是官府的。我当时就好奇，想看看这金子提炼出来之前长什么样子，就进去干了几天工，所以我很确定，这肯定是金矿石没跑了。小五，你说说，这么大一个金矿，这得多少银子呀？啊！段天涯想着，这小五跟自己那么好，以后再也不用为银子的事情操心了。他实在是太开心了。苏仙自从将粮食跟药材一事交给张子枫以后，就马不停蹄的离了京，一路都在收购鸭毛鹅毛。少爷，你看，这是第一件成衣，可暖和了。很好，将陈管事叫来。哎，好，我这就去。少爷，您找我。陈叔，这衣服做得很成功，你马上让人以最快的速度给我赶制一批成品，3日后我要去宣城。所以这个北域的塔里一直在扮猪吃老虎。是个狡猾的人。他不像个将军。确实，他出身乡野，没系统的学过兵法，一步步靠着小聪明上位，是个狡猾且手段毒辣的人。所以大哥过去的时候是刚好跟他们碰上了。是，而且他们竟然还有从没有在江湖上露过脸的高手协助，我们对他们的来历一无所知。那很有可能是前朝200年来培养的势力，为的就是如今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我也是这么想的，看来我们终究还是小看了他们。那大哥他们受伤了吗？放心，我也是临时猜想会有问题，所幸到得及时，没有酿成大错。你大哥也成功到了祥云城，不过你上次给我的那个武器只能用几次，我全部用完了。没事，我最近有些好消息，这样的武器我又找到一些，甚至还有更厉害的，晚些时候我给你看。翌日，大家都忙起来了。那你尽快找出替换我的人，毕竟我不可能一直待在空间里啊。二师兄、三师兄，你们有什么建议吗？这个人必须是可信之人。哎，其实也不是非要一直待在空间里啊，等里面稳定了，也可以找出几个安分的领头人自己管自己嘛。况且大白他们也是很有震慑力的。我也明白，就是这个人。你觉得萧前辈如何？毕竟是你萧家人，而且此人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什么荣华富贵都入不了他的眼。我听晋南王说，本来他是要去云游去的，是老晋南王的拜托，他才跟着走这一趟。现在你也安全抵达了，我怕他是想要离开。想要云游养老，其实我的空间倒是个好去处。确实，就是这个人，你能不能信任了？毕竟你的空间若是暴露，肯定会引来很多麻烦。海燕，你俩真是啊，做什么都畏手畏脚的。神仙给你这么个宝贝，你
不好好利用，难不成就把那些粮食、金子全都荒废在那儿？总是要有人去处理的，不是他也会是别人。好，我这事儿再考虑一下。反正你尽快啊，你的空间是有趣，偶尔待一待我还是很开心的，但是一直在里面，二师兄也是会无聊的。将军，让我去吧。阿玉已经撑了几日了，他手下人马太少，这样会吃大亏的。大伯，我去吧。塔里这次太狡猾了，明面上跟我们在这里吊着，暗地里竟然调了那么多人马去攻打祥云城，太孙子了。兵不厌诈，怪不得别人。本来让阿玉过去，就是想要先他北域一步到达祥云城，我们已经成功了，以为他们会另做安排。结果他们拨了10万人马攻打一个小小的祥云城，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大哥，我们只有20万大军，加上靖南王府的也才30万，北域那边有80万人马，就算拨了10万攻打祥云城，还有70万呢。我们，大伯，你让我去吧。上一次我的这组人马用火药炸的那些小国都人人自危，因此才让他们军心不稳，也不敢对我们发起进攻，只能小小的试探。这次我们一样也可以。是啊，大哥，让阿宇去吧。玉儿在那边已经撑了好几日了，他那才多少人马，快到极限了呀。将军，阿玉那边交给我吧，我让人带1万黑甲军前去支援。王爷，让我也去吧。阿玉，你有其他安排？其他人先下去吧。这次北域明显想用他们80万人马拖死我们，强攻他们也没有100%的把握，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而且这边即将迎来100年难得一见的极寒天气，北域对于此次大战做了充分的准备，而我们没有。他们这一拖1个月2个月可以，1年2年的，我们的兵将支撑得住，朝廷也负担不起，百姓更不行。这正是我们一直担心的。那我们也不能退缩呀，只要我还活着，绝不后退一步。王爷可有其他打算？我打算年后去一趟北域。去北域？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乔装过去，会带足人手，不会有事的。这样拖下去不行，得从源头解决问题。他们要玩，我们就陪他们耗着，谁怕谁呀？我们耗得起，受苦的是百姓。月儿那边做了不少准备，新品种的粮食也找到了，太子已经安排人着手操办此事。我听说有的地方已经开始闹饥荒了。是，朝廷也在处理，暂时不会有大问题。阿宇，你明日去一趟宣城，月儿的东西要交给你。是什么？你去了就知道了。丫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这茶水都喝了快1壶了。前辈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前辈今后有什么打算啊？哼，我答应了老靖南王护送你们到边关，这也算是完成任务了。今后啊，还没想好，估计四处转转吧。这都打仗呢，您去哪儿转转啊？这哪都不安全不是？怎么，你二师兄我打不过，其他人我还不行？你觉得有几个人能伤得了我？话也不是这么说的，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外面着实不安全。有事说事，别跟我扯东扯西的。我是有事想找前辈帮忙，不知道前辈愿不愿意？哦，说说看。我有一批粮食，很多粮食，安排了很多人收割整理。我发现一个金矿，准备让人开矿来着。前辈，您闭上眼睛，我带您去看看吧。什么意思？您别问了，闭上眼睛就对了。这，小五，你可来了！我待了几天都无聊死了，你找到人没有啊？前辈，前辈你来了。你是想让我帮你看着这边？是，这些人呢都是萧寒给我找来的死刑犯，这辈子只能待在空间里了，但是没有人看着也不行，所以，空间？是，我运气好遇到了神仙，然后赐给我的这个空间，就像故事里说的那种神仙洞府，他们在那边沉睡，前辈可要记得，以后那边能不去就不去。其中有个神仙脾气不太好。前辈，你可别不信啊，小五没骗你，真的是遇到了神仙，我可是吃过亏的。知道了，行吧，这事我接下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你告诉我。太好了，不过前辈放心，前期可能需要震慑他们，一直看着，等他们听话了，你也可以两边待的。我孑然一身，在哪儿都一样，这些以后再说吧。好，我们刚进来那个地方，那个屋子是我的药房，前辈可以在那边休息。哦，对了，我还有很多书籍，前辈无聊了可以用来打发时间。你那个药房我就不用了，我到时候自己搭个木屋，反正你这里材料都有。书籍的话，我倒是想看看。您有什么需要就叫我，我能感应得到的。好。嗨，住所，前辈您就别操心了，不嫌弃的话就用我的吧，我无聊时在那湖边上搭了个屋子，里面该有的都有。那倒是省事了，挺好。我今儿个就住下了，我屋子里的东西你们明日给我收了送进来吧。妹妹，妹妹，
三哥回来了。小五，是苏小千呢。哎，苏千，嘿，小四，你小子还知道回来啊？你说说，咱都是多久没见了啊？你看看你啊，看来在北疆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嘛，脸都圆了。哼，你倒什么圆，沧桑的，咋回事啊？苏三少，年纪轻轻的，可要好好保养。去你的，我那是赶路，而且妹妹给我交代了很多任务，我忙的。三哥，那羽绒服带来了吗？哦，带了。那你来了，粮食跟药材的事情你交给谁了？张子枫，你还记得吧？他主动来找的，虽然人讨厌了些，但是能力不差，而且我走之前将各联络的负责人跟具体情况都跟他交接清楚了。祖父跟哥哥同意吗？不同意我哪敢呢？放心吧，这张子枫呢，虽然花里胡哨了些，但根子还是正的。这些年跟我较劲儿还是有用的，哼，经商一道也有些小成就。当然了，跟我比还是差一些的。是，三哥最厉害了，以后可要做大庆首富的。萧统领，好久不见。属下见过公主。自己人不用多礼。什么事情让萧统领亲自来了？是萧寒让你来的吗？是，王爷让我找来些炼金的匠人，我给公主送来了。几个匠人还要劳烦萧统领跑一趟，未免有些大材小用了吧？哪里，公主的事在我们王爷眼里比什么都重要。军营生活辛苦，萧统领似乎也清简了一些。有吗？军营嘛，生活肯定不如在京都。不过身为大姓子民，抵抗外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目前军营粮食还是够的，倒也不会挨饿。就是这夜晚的天气，着实是冷得不行。是啊，百年难得一遇的极寒天气就要到了，尤其夜晚，估计是很难熬的。好在三哥过来了，带来了些御寒的衣服。啊，真的？不过数量不多，只有5000多套。那也很好了，很多年纪小的小兵那手脚简直不能看了，更别提上战场打仗了。再等等，三哥那边的物资会陆续过来的。有劳公主跟三少了。都是大庆子民，说这些见外了。小千儿，给叔伯们送好东西来了。是带了些东西来，刚刚三人叔已经检查过了。这个羽绒服对吧？是，妹妹说这叫羽绒服，我看过了，保暖性很好，比棉衣好，确实不错。只不过这一批数量比较少，只有5000套。没事，5000套就5000套，有总比没有好嘛，是吧？各位叔伯，再等等，再过半月，不是10天，还有5万套会送过来，再半月10万套，我一定会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一套的。三哥，我找到了一种新的粮食，这个叫玉米，可以煮来吃，老一点的可以磨成粉，可以作为主食。妹妹，这东西不错呀，味道也不错，种起来还麻烦吗？产量大概有多少？产量多少我倒没有测算过，不过种植起来不复杂，1年可以种植2季，春秋2季。南方天气适宜，来年春天可以试试。我知道了，这是我的安排，一定第一时间送到太子手里。还有生姜的货源有了，姜茶可以尽快弄起来。三哥，这事儿还得你来弄。都交给我吧，妹妹，你放心，你昨儿跟一说，我就安排人去找地方了，这2天就把作坊弄起来。好，作坊最好就在周边，安排起来也方便。对了，还有冻疮膏。放心吧，记着呢。对了，四师兄，你帮我把屋里桌子上那个黑色的箱子搬出来。二哥，一会儿你跟我出城一趟吧。好。李晴现在到哪儿了？李大人已经到达西风城，那边是天气最为严峻，保护好他。李晴是个有才能的人，不然萧炎也不会一回京就将人调回来了。虽然没有大伤，但是确实得到了重用。是，我们绝对不让李大人受伤。边关那边可有什么变化？暂时还没有，北域这是看没有太大的胜算，准备拖着了。不会一直拖着的，筹谋百年，怎会如此轻易放手？太子的意思是，张子枫呢？那边顺利吗？张小侯爷在经商一道上确实很有天分，苏三少把粮食跟药材这一块资源交给了他，他倒也完成的挺好的。李大人那边的粮食全部都能供应得上，药材已经让人暗中运往边关了。不过他也让属下跟您提醒一下，说那些个商人明面上是不敢抬高粮价，以免得罪朝廷，但是暗中他们也联合起来，不再对外发售，导致很多地方百姓买不到粮。这个时候还想发国难财？不过也因此，张小侯爷暗中联系，还是用稍高的价格收下了很多，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历来官商勾结，你觉得这些商人会有多干净？太子的意思是直接抓了，但是那么多人，不用所有，找几个典型就行，有影响力的杀鸡儆猴。是，属下明白了，这就去安排。小将军，出事了！将军让您一回来就去主营帐。怎么回事？
北域那些个阴险小人，在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祥云城的时候，他们竟然偷偷的攻打了距离咱们驻地50里外的云溪镇。那云溪水镇怎么样？被攻破了，而且怎么了？那些北域的混蛋竟然屠了整个镇子，还将所有百姓的尸体扔到城门外。什么？将军，这北域实在是没有人性，占领云溪镇就算了，竟然残杀百姓，那么多平民百姓就这样。是啊，将军，让属下去吧，属下定要那些北域的狗杂种们血债血偿。别吵了，本将军知道你们气愤痛心，我又何尝不是呢？但是此事太过诡异，不能如此莽撞。王爷，您可是有什么疑惑？我在想，这个云溪镇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何北域第一个想要占领的，竟然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镇？是不是只想先占领一个地方，也可以鼓舞一下士气啊？不会，北域与前朝脱不开关系，筹谋200年，每一步肯定都有其用意。调兵攻打祥云城，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然后暗中一举攻破云溪镇，并且重兵把守。是啊，他们派5万人马直接攻进了云溪镇，探子来报，竟然又派了10万兵马过去。那边究竟有什么让他们那么重视？祥云城的人马都撤了，所以当时明显就是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将军，让我先去探他吧。让阿宇去吧，小心些，不要打草惊蛇。是，属下定不负所望。快，军医，苏玉将军重伤！军医！段大侠，这是怎么回事？我二哥怎么成这样了？我遇到他的时候已经重伤了，身后还跟着几百追兵，我好不容易解决完追兵，发现他已经陷入昏迷了。将军，看我干什么呀？快治啊！老朽无能，将军准备后事吧。什么叫准备后事？你治都没治！刚进营帐的萧寒看到的就是这番情景，立即从怀里拿出一个瓷瓶，从里面倒出一粒药喂下。小姨，快马加鞭，请公主来一趟。是，我去吧，我快些。王爷，这是月儿给的伤药，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能吊正命，等他过来。但是这样的伤势月儿能不能救，本王也不好说。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妹妹的医术很厉害，而且还有玄神医在呢，有他们2个，二哥一定都不会有事的。放心吧，现在还不到最后关头。你想想，你当初的伤势有多重，月儿也能治好，月儿这次也可以的。对，等月儿过来。王爷，您怎么看？阿宇身手不弱，只是探听消息，而且带出去的都是刺探的好手，竟然全军覆没，差点自己都折进去。这个云溪镇究竟有什么呢？15万兵马，我们分不出那么多兵马过去，就算强攻，也没有胜算呢。没有弄清里面的情形，强攻是下策。小姨，你去一趟，不要冒进，情况不对就直接撤退。是。怎么样啊？三舅舅，放心吧，叔叔很成功。那他什么时候能行？这个将军，苏玉将军身体好，应该明日最晚后日一早就能醒了。不过伤势很重，需要好好调理。好，放心吧，玉儿是上过战场的老将了，这个坎儿肯定能过，你要相信他。我知道。好了，玄神医跟玉儿也累了，你们先去休息吧。小五你去吧，今晚我留在这边看着。好，有什么问题，三师兄你及时找我。北域攻打了云溪镇，杀了全镇的百姓。我让阿宇去查探情况的，结果屠杀百姓。事情已经发生了，百姓的尸体全都被堆放在了城门口。北域就不怕惹众怒吗？如此的丧心病狂。你以为200年前的大夏国是怎么灭亡的？嗜血、杀戮，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才奋起反抗，有了现在的局面。所以他们现在是藏都不想藏了。北域皇帝也不在意吗？在更大的利益面前，他或许觉得这些牺牲微不足道吧。难怪会覆灭，如此泯灭人性、丧心病狂，有什么资格登上的高位？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云溪镇，他们为什么想要云溪镇呢？不是说祥云城才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一个小小的云溪镇，为何需要如此大费周章的得到？这个云溪镇究竟藏着什么秘密？秘密？苏月脑中似乎有什么一闪而过，他迟疑了一下，皱起好看的眉头。怎么了？你是想到了什么？萧寒，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你还记得之前他们说过的前朝宝藏吗？月儿的意思是，云溪镇里藏着前朝的宝藏？不然我想不出第二个理由，让他们如此费尽心机的想要得到一个这么普通的城镇。阿宇武功虽算不上多出众，但也不错了，而且带去的一组专门负责探查消息的手下，他们自然有他们特殊的方法，竟然一个都没有回来。看来这云溪镇高手不少。那怎么办？总不能干等着。
我让人找来了舆图，当年大夏的舆图。发现了什么？云溪镇，在200年前是一个叫做伏虎村的地方。这伏虎村有什么特别的吗？这伏虎村是大夏皇室的祖籍所在。所以我们之前的猜测可能是真的，前朝宝藏真的有可能在那边。有很大可能，但还是需要先去查探才能弄清楚。二哥，你吓死我们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啊，饿不饿？要不要喝水？你吵死了，爹！爹，我没事，你别担心。好，没事就好。你这孩子真是孩儿的错。爹，那个云溪镇有很多高手，还有他们并没有屠尽所有百姓。云溪镇东边有个伏虎山，那边有很多高手把守着。我们的人刚进去就被发现了，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他们用命护着我出来的。我怀疑镇子里面还有活口，应该就在伏虎山上。究竟在干什么，我们没查到。好，你好好休息，其他的就先不要再管了，先把身体养好。我没睡好，我也去休息去了。三师兄，晚上我们一块出去一趟吧。又要去哪里啊？小五，我也要去。肯定是一起去啊，尤其是二师兄，没你在，我心里可没底啊。你啊，只有事求我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分4路，小三，你从北边上，小4跟鬼女从南边，小师叔负责西边，我跟小5从东边上去。我们这一次只是来查探情况，不要多逗留，2个时辰后在这边集合。前面肯定有什么，但是上根本进不去，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他们这是把山给挖开了，看着像是在挖掘什么东西，难道真的是宝藏吗？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小师叔他们不在，咱不是有秘密武器吗？进去还不是小意思？瞧你嘚瑟的，我就知道你打着鬼主意呢，特意让你跟我一组。哼，二师兄我是不是很上道啊？那是，二师兄是这个，不错，还活着。他快速给他喂了粒药，然后还灌了些灵泉水。不要打我，我干活。我不是北域人，我是大庆人。苏家军，你不要激动，我是进来查探情况的，大军很快会来救你们。我现在问你些情况，你能老实告诉我吗？你也看到了，我们镇子里大部分成年男人都在这里帮着他们开山。山里有什么？他们要找的好像是什么人的墓，因为他们请来了好些似乎是懂风水的先生，还有些明显就是专门盗墓的，整天在这附近转来转去的。他们刚刚到达对面，里面就传出了喧哗声，似乎在庆祝，也已听到什么找到了一类的话。二人刚进入山洞，就闪身进了空间，再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墓穴内部，就连北域士兵都没有他们的速度快。二人飞快穿梭在各个密室，确实找到了很多金银财宝。苏月速度很快，一个瞬间就将发现的几个密室中的财物全部收进了空间。二人一点都没有停留，继续往最里面走。小五，没路了。不可能啊，按照这里的布局，空间绝对还很大。难道我们走错路了？这并不是主路，只是小岔道。也有可能，但是苏月话音未落，就听到后面由远及近的声音。行了，先回去吧，估计他们要寻找主墓室的，我们过2日再来，说不定人家都找出来了，不费吹灰之力不是？那好东西不都被他们运走了吗？真要运走了，也就那么1-2天的时间，能走多远？我再给你抢回来行不行？以前也没发现你这么财迷啊，怎么现在跟掉钱眼里似的？哼，有钱拿为什么不拿？谁还嫌钱多不成吗？况且我就是不想北域那帮子人占便宜，不行吗？哎，行，你说的都对啊，那咱们能走了吗，姑奶奶？行吧，走吧。你知道吗？云溪镇的成年男人们真的没有死，他们被北域人抓去伏虎山当苦力了。苏月小心地看着他的表情，也知道他只是不高兴了。真的生气了，不理我了吗？我不该生气。我留了字条了。所以你就仗着这个为所欲为了？哪有，我这也是想帮你嘛。而且有二师兄他们在，肯定不会有问题的。那上一次受伤呢？那是意外。那你又怎知这次不会出现意外？哎呀，你别凶我，我腿还疼着呢。苏月看他无奈的模样，就觉得好笑，想让他开心一些，就将自己绘制的地图拿出来。这是云溪镇的内部地图。嗯哼，你画的？当然。我玉儿真是个天才，这样的绘图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比我们现在用的好太多了。那是，那这地图对你来说有没有用啊？自然有用，有大用处。所以咯，这次就当我将功抵过了，
行不行啊？哼，算的倒挺精的，但是月儿，这样危险的事以后还是不要做了，我真的会担心的。其实我是有把握才去的，不是冲动。苏月琢磨着，空间的事情也是时候跟萧寒说了。其实你应该能猜到我身上是有秘密的，对吗？每个人都有秘密，你不想说也没关系，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就好了，我不介意的。其实早该告诉你的，也省得你老这样担心了。但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没关系，那就等你想好了再说。我带你去看，看了你就知道了。这就是我的秘密，我的空间。师傅之前给过我一个空间布袋，跟这个类似，但是没有我的高级，只是一个存放东西的仓库而已。估计他老人家也是察觉出我身上的这个秘密，所以给我打掩护用的。所以你能凭空取物，有那么多的珍贵药材、新鲜的果子和其他那么多新奇的东西。嗯哼，这里跟书里的神仙洞府差不多，是一个专属于我的世界。我经常用的灵泉水就是这里的，虽没有活死人、肉白骨的能力，但是功效还是很大的。这个你应该清楚。你之前给我的那些水，我当时还很奇怪，明明就是普通的白水，怎么喝下去如此神奇？原来是出自这里。最开始的时候，这空间是不大的，所以我也只是种药材什么的。慢慢的，空间不断扩张，里面新奇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现在我不仅种药材，还种粮食，甚至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金矿也是在这里发现的。所以你要的死刑犯都送到了这里？对。那也得有专人看守吧，毕竟曾经都是大奸大恶之人，没那么听话的。那是自然。说曹操，曹操就到，大摆几个跟着萧南往这边过来。前辈？是啊，前辈现在就全程住在里面，帮我管理空间里的一切事务了。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金银财宝啊？准备收哪里？你那药房都放不下了，我就推门口了。哦，我倒把那些忘了，带你去看看。这就是我从鱼溪镇弄回来的，是我跟二师兄从伏虎山的墓穴中弄出来的。里面肯定还有其他东西，但是时间紧急，我们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就只能先撤了。在外面都是争相抢夺的东西，在我这儿也太不值钱了的感觉。我让奴隶们再盖间屋子吧，以后再有这些就收罗在那边。好啊，劳烦前辈了。苏月，你回来了。小雪，你怎么在这？我跟小师妹来的呀，还以为来了就能见到你，没想到你反而去别的地方了。我有让我去了其他地方，对不起啊，小雪，我不知道你会过来，如果知道我……你怎么？难不成你还能违抗军令？我没有那么小气的。啊，那肯定不会的。将军。王爷，请里边请。但那目光还是盯着苏玉跟鬼女二人，舍不得离开。苏玉，你是不是要去忙了？那你先去吧，等你忙完了再找你。苏玉一愣，反应迟钝的跟着鬼女的目光看去，顿时整个人陷入尴尬，脸爆红，连耳朵都红了。小雪，那我先去忙了，我奇奇怪怪的。然后蹦蹦跳跳的去找他的小师妹了。阿玉回来的倒是及时。祥云城那边有13将军和周大侠，不会有问题。我听说阿玉受伤了，又知道云溪镇的事情后，就想回来帮忙。回来的正是时候，你一会儿去看看阿玉吧，这次也是死里逃生。好的，三叔。行了，2日后出发，一会儿你们去妥善准备。阿玉要记得，那些火药尽量只在城门口使用，攻进去后就要注意了。月儿说城内应该还有些幸存者，可不能伤到自己人，这些都是云溪镇的原住民呐。知道了，爹，我会小心的。正事说完了，咱们来说说其他的。什么事啊，爹？你跟那个小雪姑娘怎么回事啊？你喜欢人家呀？爹，我耳朵没聋，听得见，你叫那么大声做什么？你什么你呀？扭扭捏捏的，跟大姑娘似的。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对人家小雪姑娘有意思？爹是不是就快有儿媳妇儿，快有孙子了？什么？阿玉喜欢那小雪姑娘？那丫头是月儿的师姐，她小师叔唯一的徒弟，性格豪爽不扭捏，丝毫没有京都大家闺秀那么别扭，倒也是挺适合我们武学世家的。而且白云山的人品肯定差不了。是啊，我看着也不错。那三弟在这恭喜大哥了，儿媳妇有了，孙子就快了。那就借三弟吉言了。爹，三叔，你们能别瞎说吗？我跟小雪姑娘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们不能这么乱说的，人家压根儿什么都不知道呢。小子，那你是真的喜欢人家姑娘了？我是喜欢她，不过她只是把我当成月儿的大哥，当成朋友而已。
那有什么呀？现在是朋友，以后可就不好说了。你给老子好好表现，知不知道啊？你爹我好不容易盼到这天，你可不能给我掉链子了。哎呀，爹，这还要打仗呢，我先忙正事去了。这完全不耽误，仗要打，媳妇儿也要追。你说你啊，回京都一趟，你娘他们给你看了多少高门闺女，你都看不上。你娘写了多少信来跟我抱怨，你知道吗？啊，既然不喜欢京都那些养在深闺的女子，我也不说你，总得挑你喜欢的，免得将来后悔。那现在既然有了喜欢的，咱就不能放弃，要一鼓作气往前冲，知不知道？哎，爹，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的。你知道？知道个屁呀！你要真知道，你爹现在肯定孙子孙女都好几个了。臭小子，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知道吗？你可给我积极些，要是把老子的儿媳妇跟孙子弄丢了，老子扒了你的皮！妹妹，我回来了，听说打胜仗了，刚好我买了好多肉呢，今天大伙儿可以加餐了。三哥这次买了很多肉。哦，是啊，好多肉呢，刚好这批羽绒服也到了，我就一起带过来了。三哥的做事效率真的让我不得不服啊。嘿嘿，那是肯定的。对了，你那个和风真的不错呢。嗯哼。嘿嘿，妹妹，三哥跟你商量个事呗。嗯，你说。我想要和风。和风真的是个很有能力的人，脑子好，做事懂得举一反三，什么东西都是一教就会，妥妥一个经商天才。这样的人跟着我，才能发挥他最大的功效。你说是不是嘛？我也不是说跟在你身边没有发展前途，但是你手里也没有那么多生意，你以后也不会经商，对不对？你跟我合作还不够啊，你考虑考虑看看嘛。你找他了？我是委婉的问了他。那他怎么说呢？他拒绝我了呗。那你还来问我？我那不是惜才吗？而且你是他主子，你若开口让他跟着我，他肯定不能拒绝，不是？我可不会这么做，我尊重他的决定。况且啊，三哥啊，你也太不地道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何风是我的人，可以借给你用，但是你不能打他主意。你可好，短短几天又想来挖我墙角。哎呦，我这哪是挖墙角啊？哼，不地道。你，哎呀，行了，我下次不说了还不行吗？刚好你回来了，我决定要回京都了，答应了外祖母要回去陪她过年守岁的，而且还要顺道回趟白云山，估计就得走了，否则来不及。你跟我一起回去吧。回白云山？确实该回去了。小师叔跟着我们也很久了，不能一直拖着。不过大师兄估计没时间回去了，现在各国情势都很紧张，他应该很忙吧？什么时候出发？初步打算是2日以后。行，大师兄前些日子来过信了，他今年肯定不回去了，让我们自己看着办。自己看着办？唉，都过去那么久了，希望师傅的气早就顺了吧。2日后，苏月等人要离开了。大哥，我先回去了，你照顾好二哥，我下次来他肯定就好了。你别瞎操心，这些有我呢。大伯、三叔，青儿先回京都了，等来年我会分大礼送给你们，你们一定会非常喜欢的。你这小子是又弄出了什么新鲜玩意儿？你也长大了，懂事了啊，给家里做事了，很好。你这羽绒服就给我们很多惊喜了，回去好好陪陪你祖父祖母。我会的，大伯、三叔，你们在边关也好好的。月儿，你也是，回去好好陪陪你外祖父外祖母。知道了，大舅舅，你跟三舅舅也要多多保重，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告诉何风，我把他留在宣城的镇国将军府了。我们会自己看着办的，你们一路小心。小雪啊，你路上小心啊。嗯，好的。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回来？我是跟我师傅回家的，至于会不会再来边关，我也不好说。啊，你不来了？那妹妹要来的呀，你不一起来？如果小师妹来的话，我应该也会跟着一起吧，不然多无聊啊。不过也不一定，如果师傅不让我出来的话，我估计就只能待在山上了。你师傅会不让你下山？可能吧。那大哥啊，放心，我会帮你的。那帮我什么？都不明白你什么意思。都哪下催了，你快去吧。真的不需要我帮你吗？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别到处乱说。春妈妈，小四啊，是你回来了。哎呦，我还以为你们还有几日呢，没想到这么快。哎呦，太好了，太好了！陈妈妈，哎，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呦，可惜了，这次老大没有回来，不然呢就团聚了。你是？陈大嫂，我是玄通。你没死？哎呀，你这混小子，没死怎么不知道早点回来呀？你说说你，这么大的人了，而且又是习武的，怎么那么不小心摔下悬崖了呢？回来就好，人好好的就行。这丫头是
这是我的徒弟，叫玄小雪，还不打招呼？陈妈妈，好呀，这下咱们小五有伴了，又多了个这么漂亮的女娃娃。事情都办完了？是。嗓子怎么了？前些年受了点伤，治不好，有些困难。那就想办法治好，难听死了。哦，回来干什么？就是想回家了。哼，当年拼了命的想要离开，现在倒想着回来了。师兄，对不起。你没对不起我，当年我一心拦你，是不想你一直沉溺在过去那些糟心事。现在既然事情都解决了，那就回来吧。师兄，你不生我的气了？哼，生气有用，难不成再杀你一回？我知道师兄当年也没真的要我死。外面那红衣服的丫头就是你收的徒弟？是的，叫玄小雪，是个可怜孩子，无父无母，所以我就自作主张让她跟着我姓。能跟他们几个玩得来，心性自是不会差。你眼光不错，是跟天涯他们几个自是比不得的。哼，起来吧，别让外面那些小的看笑话。多谢师兄，带着你的小徒弟去祖师爷面前磕个头，上炷香。你自己也是。是，师兄，我知道了。还不滚出去，别再眨我的眼。是，师弟，我这就滚。师兄，你好好看书。师傅啊，今年我要去京都过年。应该的，找回了亲人，第一年肯定得陪着他们过的。那师傅，您老人家跟我回去过年吧？您好多年都没有下过山了。是啊，师傅，三师兄、四师兄是要跟我回京都的，小师姐，我要跟小师妹去京都。白养这么大了，没良心的东西。您看，师傅啊，要不您跟小师叔也跟我们去京都吧？我外祖父早就想要来拜几年了，一直没有机会。我们这些老骨头还是算了吧，你们别操心我们了。二师兄，过了年你可得来寻我们，没有你在，我们心里没底啊。哼，不就是让我去帮你打架的，说的那么好听。走了。小五，师傅他们是不来送我们了吗？师傅啊，您跟师叔要跟我去京都吗？也可以这么说。什么意思啊？那我们走？小五啊。是师傅，徒儿在。那个小五啊，为师年纪大了，老了。师傅不老，以师傅的功力，活个100多岁肯定没问题的。是，师傅这些年的修为是可以让为师多活些年岁。小五啊，师傅觉得在白云观待得腻了，没什么意思，心也累，想换个环境，换个心情。好啊，师傅啊，您跟师叔跟我回京都，我有自己的公主府，平日里没什么人过去，也安静，你们可以。京都那地方太喧闹，为师不喜欢。那师傅想去哪里？为师也不清楚，就想找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了此残生了。山清水秀？那白云山不是最好的地？咦，不对，世外桃源？苏月瞬间都无语了，这拐了8000里，原来是想进空间生活啊！师傅啊，你想进空间，您就不能直说嘛，非得绕那么大一个圈子。我说怎么那么奇怪呢？我都要走了，您老也没找我补充库存，原来是打这主意呢。什么叫大主意？说的那么难听，你就说吧，行不行？行，当然行，但是您老人家下次直接说行不？别老让您徒弟我猜了。那什么，行了，我跟你师叔已经收拾了细软，这就进去吧。苏月看着两人的小包袱，一挥手，3人就消失了。以后咱可就是邻居了，一起做个伴。那好啊，能与前辈比邻而居是萧南的福气。师傅啊，您跟师叔暂时只能住那小药房了，估计是没有多余的屋子了。没事，那么多劳力在呢，这些交给我，今儿个一定让前辈有新屋子休息。那就有劳小友了。不麻烦的，需不需要萧南带二位逛逛？这地方着实挺大的，再往那边有湖还有山。行啊，小五说空间扩大了不少，我也长长见识，看看这神仙洞府究竟还有什么奇妙之处。你就出去吧，咱们不需要你照顾。你不是要回京都，赶紧走吧。是。四师兄，咱也走吧，师傅是不会来送我们的。这老头太狠心了，都不会想我们的吗？小师妹，我们快些赶路吧，
早日到京都，我也想看看京都新年的景象。张子枫，不是我还有谁？你这是生病了？滚，少招老子！你才生病了！哎呦，还病得不轻啊！平日里装的人模狗样的，竟然说起粗话了。那你家是被抄了？去死！你家才被抄了呢！你能说点好听的不？那你怎么跟拜年没吃饱饭似的，瘦得跟骷髅一样？你还好意思问我？你……哎，好好说话！我怎么了？这么大早的扰人清梦，我还没生气呢，你气个什么劲儿？还一大早扰人清梦，我这还没开始睡呢。你知道现在外面的雪灾到底有多严重吗？有多少地方百姓缺粮缺得厉害？就光用我们之前的法子，我累得要死要活的，也弄不来那么多粮食。而且现在那些个粮商也精明了，被骗过一次还想要第二次，简直做梦。所以现在就是又缺粮了。何止啊！能动用的银子都被我拿走了，还是不够。我去，张子枫，小爷我杀了你啊！你竟敢把小爷的银子全花完了，你是不是找死啊？哎，妹妹，小子见过公主。张小侯爷，是。你这是身体不舒服吗？妹妹，你别管他了，他死不了。现在我遇到了大麻烦，妹妹，你可一定要帮我，不然三哥就死定了。三哥，有事说事，别跟我来这一套。你快着点儿，我一会儿要出门呢。妹妹，救救三哥，三哥没银子了。你破产了？啊？破产啥意思啊？就是你所有的产业都倒闭了，关门了。别，乱讲什么呢？我的铺子好着呢，生意天天都红火的不得了。那怎么就没银子了？苏坚赶紧给张子枫使了个眼色，这份会议就将目前各地遭遇严重雪灾、粮食不够的事情大致讲了讲。那么严重？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子而食的情况。粮食我有一批，今晚三哥你安排人运走，暂时可以应急。哎呀，也只能这样了，先去应急。那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得将整个寒冬都撑过去。这些粮食完全不够，还是得去买啊。银子不用担心，但是那些粮商现在肯定不会那么轻易再卖粮了，这是个问题。就算能买到，那肯定也是天价。能不能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中间人调和一下，或者了解一下这些粮商，除了银子还需要其他什么？我倒是认识这么个人，但是这人已经很少露面了，我不一定能叫得来。你说的陈老？是啊，陈老已经退下去很多年了，现在陈家粮铺是他的儿子在管理，我之前跟他接触过，绝不是个会发国难财的。但是现在各大粮商勾结在了一起，他也不能独善其身，毕竟还要在这个圈子混呢。但是陈老就不一样了，他德高望重，在所有人面前都有几分薄面，只要他愿意出面，事情也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这天是不是有回暖的迹象了？一早青天见来报，10日后应该还有一波寒流。我听张子枫说，现在粮食缺得紧，银子也不够了。唉，国库之前的银子全部用来边关的战士了，边关的将领奋勇杀敌，不能饿着他们，所以就没有多余的银子用在灾民身上了。千儿跟张小侯爷把自己的身家都填进去了，父皇的私库也被我填进去大半了。那么严重？地域的问题，这次雪灾我们大庆最为严重，北齐、北域也会受到其影响，但不严重。我那有一批粮食，今晚让三哥先拿去应急。至于银子，我先给了张子枫一些，不够的他们会再找我拿的。妹妹，你的银子你自己留着。哥哥太小瞧我了，光三哥从我手里就拿了不下50万两银票了，你不知道吗？怎么那么多银子？苏月贼兮兮的把他搜刮了盛师傅的事情跟他说了。你呀你，胆子就是大。所以喽，今早呢，我把剩下的几10万银票又给了他们，让他们先去买粮，不够的话，我还有黄金。我的空间扩张了，多了好几个山头，里面就有一座金矿，所以啊，银子我是最不缺的了。冷风，你今年多大了？属下今年30有4了。那你成家了吗？没有。为什么还没有成家？以前不允许。那其他人呢？现在都多大年纪，也都没成家吗？其他人小的也有23、24了，属下是最年长的，都未成婚。那你们想成家吗？属下这类人不适合成家。怎么就不适合了？你们负责保护我，又不是一直需要打打杀杀的，那外面那些护卫就都不成家了？属下不是这个意思，属下这类人早年训练出任务的，透支了身体，按惯例都活不长久，所以何必？明儿早上呢，等其他人都过来，我一一给他们看，怎么就活不长久了，还不能成家？说你们谁有心上人可以跟我说，只要人家姑娘愿意，我就给你们做这个主。我不需要你们拼命，任何时候什么都没有自己的性命来的重要。即使任务失败又如何？下次再来。但是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所以今天呢，我要告诉你们4个字：量力而为。妹妹，快跟我出去一趟！出什么事了？
那个陈老想见一下玄神医，你跟我去一趟玄神医的宅子，我怕他不给我这个面子。三哥的意思是陈老有救急，想让三师兄给他看，这就是条件吗？哎呀，要真这么简单就好了，什么条件都还没提呢。我跟爹压根连陈老的面都没见到，只是他的管家出来跟我说，想要通过我找玄神医帮忙医治，然后才答应见面。你不是说找个中间人吗？别提了，这李老板还真以为他这么大脸面呢，白浪费了我那堆青花瓷瓶。行，那先去三师兄的宅子。你这毒也中了7、8年了吧？一直这么控制着，说明身边自有医术高超的大夫。是啊，可依旧解不了老朽身上的毒，多年来饱受这毒的折磨，无法根治。一粒解毒丸即可，这里是一颗解毒丸，你什么时候服用都行。解了毒好生养着，清淡饮食，不出3月身体就能康复。说完，玄小三拎起药箱直接离开，剩下的主仆2人面面相觑。其实总结下来呢，就是官商勾结的那些事情。那些压制粮食的商人，其实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京都的官员为后盾。陈老这身毒，这些年退居幕后，正是因为得罪了其中最为嚣张的欧阳家。太常4星胡元，2朝老成了，但为人阴险，惯会随风倒。以前靖王还在的时候，他就是靖王倒。不过这人也算识时务，最后没有酿成大错，算是迷途知返吧。所以皇上也没拿他怎么样。迷途知返，倒不如说是2面3刀，墙头草，哪还有忠诚可言？除了太常4卿，还有何人？你确定是他们授意那些粮商压着粮食的？陈老给老管家使了个眼神，对方立即会意，拿出一个匣子，恭敬地递给苏月。里面是一封封信件，谁写给谁的，一目了然。太子早朝上大发雷霆，发落了6、7个官员，都是身居要职的。身为大清官员，天灾人祸之前，不想着如何为百姓谋利，只顾自身私利，我叫你们有何用？边关战事吃紧，那么多大清儿郎挡在前线，本宫连下一批的粮饷在哪都不知道。你们可好，勾结粮商，抬高粮价，想发国难财，这就是我大清的官员。天天跟本宫叫穷，灾区百姓都一子而食了，你们呢？又为此做过什么？拿着朝廷俸禄不作为，干脆早日告老还乡，别占着这么个位子。你们写折子，本宫绝不拦着。明日是年前最后一次早朝，本宫要看到你们对此次雪灾的具体方案。若没有，那你们也不用干了。给有能力的人让个位子吧，本宫不需要无能之辈。腊月29这日，在千里之外的北疆，耶律清河收到下属的消息，圣师死在了天牢。怎么会呢？自从您说不用管他之后，天牢那边就将他当普通犯人关着了，也没有用刑，每日吃的跟其他犯人也都是一样的。今儿个早上发现人已经凉了。确定不是他杀？不是，是自杀。圣师自从见了苏月以后，情绪一直不对。一方面，他还是相信自己的爹会来救他的；另一方面，又怕苏月说的是真的。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圣师的心也逐渐冷了下来。他将瓷瓶敲碎，将那尖锐的瓷片插入自己的喉咙，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真没想到，玄老前辈竟然能光临我苏府，是我苏恒的荣幸啊！你们是小五的亲人，都是自己人，无需如此见外。说起月儿，多谢玄老救我外孙女一命，苏恒无以为报。小五跟我有缘，将军无需如此大礼。无论如何，我苏恒都感谢您。若不是您，我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见到这丫头。一切自有天定，小五命不该绝，是个有后福的。是啊，能够遇到您，是这丫头最大的福气。月儿，这就是你的师姐吧？夫人您好，我是小五的师姐，我叫玄小雪。哎呦，这丫头长得真好看啊，我一看就喜欢。你今年多大了？啊，我今年19岁了。19啊？那你可定亲了？还没有。你长得这么好看，怎么还没有定亲呢？是不是没有看对眼的？你跟伯母说，喜欢什么样的，伯母保管啊，你找个满意的。我，这大舅母还真不愧是大哥的亲娘，连人喜好估计都差不多，都那么喜欢小师姐。要是大舅母知道他家儿子看上师姐了，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哎呀，大嫂，哪有这样子问人家小姑娘的？人家也会害羞，会不好意思的呀。好，那咱们私下说。主子，京都送来的信。苏月说等过了15就来找他，让他等着他，好好注意身体。小姨，准备的如何了？属下挑选了20人同往，200黑甲军乔装，随后就到，在城外接应。其他该准备的也都准备好了，随时都能出发。萧逸是不赞成自家主子去北疆的，奈何自己根本劝不住。准备一下，明日就出发。明日？是，早去早回。这些日子他们不停的试探，每次都是小打小闹。北疆军队暂时还稳得住，其他小国怕是憋不住了。
本王担心再拖下去，他们会破罐子破摔。野兽不可怕，可怕的是饿极了的野兽，那杀伤力跟平时可不能比。是，属下这就安排下去。在想什么呢？没想什么，青青睡了。睡了，也不知道小五他们在干什么。你说他们来年有没有空过来啊？不好说。青青很喜欢小五，一直说着要去找他。总有机会的。小三跟飞燕的事情，舅舅已经同意了，是不是该让他回来了？已经去信了。你呀，你说你明明最关心他们，怎么就不能耐心些呀？小三上次走的时候伤得可不轻啊。放心吧，我下手有数的。你也不怕真把人弄生气了？小三好歹也是各国有名的神医，谁对他不是客客气气的？你还那么不给他面子？没事，从小到大习惯了。这臭小子以为这些年长大了，人也稳重了，没想到关键时候给我掉链子，看了就生气。你呀，等他回来就把他们的事情办了吧。宅子我也安排人收拾好了，也亲自去看过了，他们小两口住着肯定很不错。辛苦你了。这有什么辛苦的？那都是你的家人。说起来也好笑，你说你这个大师兄做的怎么跟人家爹似的，什么都得操心。大概是上辈子欠了他们的。皇上，什么事？那边吵得很厉害，今日都没肯吃饭，说想见您。那就饿着。皇上，还是去见见吧。我去就来。好，不要生气。你早就说过那是不重要的人。皇儿啊，你终于来看母后了。母后真的错了，你放母后出去吧。母后也想你了，想见见我的孙子孙女。哼，母后刚刚不是骂得很喜庆吗？皇儿，母后苦啊。母后知道自己错了，你放母后出去吧。你皇帝已经没了，母后也不计较了。母后现在只有你一个儿子了呀。真是讽刺啊！曾经为了你那心爱的小儿子，你不惜要杀了朕，这人才走了几年，你就忘了？都是你，要不是你这个该死的畜生，我儿就不会死。是你这个孽种，是你！孽种？到底谁才是孽种？太后愣住，他知道了？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知道呢？一定不会。你乱说什么？你竟敢说你弟弟是孽种！你个白眼狼，我真是白养你了！为了争夺皇位，你竟然连自己的手足兄弟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争夺皇位？那本就是父皇给我的，何来争夺一说？那是你父皇老糊涂了。你弟弟明明什么都比你强，为什么他就是看不到？什么长幼有序啊，迂腐！若是我儿做了皇帝，肯定比你强。父皇可不是老糊涂，我欧阳家的江山当然要留给欧阳家的子孙，怎么可能给一个孽种？啊，他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他什么时候知道的？你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12、13岁的时候吧。竟然那么早？那你父皇也是那时候知道的？父皇应该在我之前。那他为什么不杀我啊？就那么喜欢被人戴绿帽子？他可真是大方呀！杀你？父皇只是懒得脏了他的手罢了。况且就是养你们2个人罢了，又不是养不起。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说我。别忘了，你也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你的命是我给的，是我。若不是因为你是我的生母，你以为父皇会放任你那么多年活着？若不是因为父皇不想让人知道我有这么一个水性杨花、无耻放荡的生母，被人诟病影响我继位，你以为你能活那么久，还有机会帮你的孽种谋划？你闭嘴！你才是孽种，我儿才是最适合坐上那位置的人。他的血统可比你高贵，他是什么？就因为他是前朝余孽的血脉，他就血统高贵？母后啊母后，你作为后宫之主多年，竟然如此单纯吗？前朝都覆灭200年了，还什么血统高贵，还想要复国，痴人说梦。哼，既然你知道，我也就不瞒着了。夏国曾经是整个大陆的主宰，是夏国灭亡了以后，才有现在的各国存在。现在也是时候拨乱反正了，你看着吧，很快的，前朝就会再次一统天下。现在是大庆，以后就是北齐、北疆。你以为你能在皇位上坐多久？所以，
你今日想要见朕，就是因为你那个奸夫找来了。母后啊，母后，你曾经掌握后宫大权，好歹也该有些脑子。现在看来，朕还真是高估你了。你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前朝余孽想要干什么？想要你来说服我做什么？跟北域合作，然后平分天下？太后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为什么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难道那个人的行踪早就暴露了？你等等，你不准走！你还没说呢，你愿不愿意？你觉得父皇为何没要你的命？除了不想给我登基留下隐患，还为了什么？父皇对你用情至深，即使知道你的事情痛苦万分，但是也没有伤你分毫，也是念着你们曾经的那些情谊，再加上外祖一家世代敬忠，他不想寒了他们的心。父皇跟舅舅跟您都是少年相识，多年的情谊，就比不上别人的一点花言巧语。你知道什么？他是皇帝，可他也是我的夫君。但是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朝政上，他根本不爱我，他只爱他自己，只爱他的皇位。你以为你那个奸夫有多好？前朝后裔，不过就是个通过女人达成目的的伪君子罢了。你以为他就你一个女人？那你是太高看自己了。你胡说！我胡说？人家过得可比你滋润多了，孩子都生了不止一个。你不会以为你的孽种是他唯一的孩子吧？不可能！你骗我，绝对不可能！你就是在挑拨离间。三哥去哪？我有批货送去边关。什么东西要你亲自送啊？总归是好东西啊！祖父派了人跟我一起去了。小五，我要去北齐一趟，就不陪你回白云山了。小四跟小雪跟着你吧。去北齐？是大师兄找你有什么事吗？是没什么事。三师兄，是不是你跟飞燕姐姐？大师兄说飞燕的父母同意我跟他的事了，让我回去把婚定了。哇，那我们守三嫂了，太好了，太好了！先订婚，成亲的事，大师兄的意思是再晚半年。等半年也好啊，到时候我们大家都过去，热闹热闹。好啊好啊，我还没参加过婚礼呢，闹洞房对不对？我们也要去闹洞房。小年纪懂得倒不少。那三师兄什么时候出发？明日。挺赶啊。大师兄催我赶紧回去呢。哦，是大师兄催你啊？我还以为是三师兄你急着回去见飞燕姐姐呢。大伯，再说，钱儿，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事了？嘿嘿，没有没有，家里好着呢。那你怎么来了？也没有提前写信来说一声。嘿嘿，大伯，你难道忘了我之前说过年后过来给你送一份大礼的？哦，哼，看来你这大礼有着落了呀。哼，那当然，按时间他们就快到了。大伯，咱们一起去看看。他们？还有谁啊？王副将啊，祖父不放心，让王副将跟我一起过来的。走，去看看。大伯，这份大礼你可喜欢？1万匹战马，以后咱们苏家军就可以有铁骑了。1万铁骑，呵呵，看谁还敢来打我们！竟是真的吗？难怪祖父要让王副将一同前来，他擅长马上作战，有他训练，1万铁骑指日可待。就是，祖父也是这么说的。大伯，这份大礼你可喜欢？不愧是我苏家的好儿郎，钱儿，你立大功了。放心，大伯记得一定给你请功。嘿嘿，大伯，我就是小打小闹，能帮到家里我就开心了，请功就算了吧，就算有功劳，那也该记在咱们苏家军的头上。师傅啊，我明日就出发回白云山了，然后要去边关，您是准备一直待在这儿吗？怎么，你还想赶为师走？徒儿不敢啊。我觉得这地方甚好，等为师待腻了，自然会出去的。是啊。那师傅，咱去边关，你也一起去呗。哦，对了，师傅，我们在边关的一个叫云溪镇的镇子上找到了一个前朝的墓穴，据说是前朝皇室的宝藏在那边。我们去看了，但是有个主墓室的门怎么也打不开。师傅去瞧瞧。前朝宝藏？是啊，北域那边派了好几万兵马过去，就是为了这个宝藏。这跟北域又有什么关系？苏月就将前任圣师是前朝余孽的事情跟玄机老人说了，还将他勾搭皇后生下子嗣，怀疑北域皇帝是他的儿子，这种种的事情全部给玄机老人交代的一清二楚的。这个云溪镇在哪里？是边关附近的一个镇子，那个墓穴在一个叫做伏虎山的山上。伏虎山？哎，是应该去一趟。啊，真的吗？师傅，你要去看看那个墓穴吗？我研究了好几日，都打不开那个墓穴的门呢。哼，
平日里不好好学，现在知道自己多差劲了吧？不过那个主墓室的门，我们确实也打不开。师傅似乎对这个墓室很了解。唉，前尘往事罢了，去了再说吧。皇儿，现在的战事究竟怎么样了？伏虎山的宝藏没有找到，我们现在也不如最初有优势。唉，兵力不够啊。怎么会不够啊？我听说了，大庆只有20万兵马，就算那个什么靖南王帮助，也就20几万人，我们的兵力还是远远高于他的，怎么就不够了？母后，战场之事没您想的那么简单。苏家军镇守边关多年，为何没有任何国家敢入侵？就是因为苏家军的厉害。我们虽然兵力比他们强，但是经验不足，完全没有取胜的把握。那是一定要找到前朝宝藏才行。母后，是他让您来问我的？也不是，哀家也是关心关心，毕竟打仗嘛，又要钱又要兵马的。这个母后无需担心，我们准备了多年，这些完全不成问题。那母后有话直说，我们母子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哎，是他急了。他急了？哼，母后，您别忘了我们的计划，也别忘了您的身份，假戏可别真做了。皇儿，你胡说什么呢？母后怎么会？母后做这些，受那么多委屈，可都是为了皇儿啊！皇儿可要理解母后的苦心呢。母后明白就好，我们跟他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我的父皇是北域的先帝，可不是他。母后可要记清楚了，假的终归是假的，演戏可不能当真的。等朕得到了想要的，这个人就留不得了。云儿，你这孩子啊，就是不听为父的话。看看现在，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说说你怎么就走了呢？你这个狠心的臭丫头啊！放心，爹来接你回家了，以后都不会让你这么孤单了。月儿，咱们走吧。等人都走后，武皇声音沙哑的吩咐：“张福，你也走远些，让我跟云儿好好说说话。”来人，参见太子。你挑些得力的人，暗中去一趟北域。北域？对，靖南王在那儿，给我保护好他的安全。是。小李子，你觉得靖南王此人如何？靖南王，那肯定好啊！咱们大庆的战神，百姓们可崇拜他了，而且年轻有为，长得又好。您不知道，这宫里面的宫女啊，个个都盼着能看到靖南王呢。他那么受欢迎？当然是真的。您别看靖南王一天到晚板了个脸，可招小姑娘们喜欢了。别说这宫里的宫女奴婢了，就是那些个世家小姐，有几个不喜欢靖南王的？也就是王爷他后来伤了腿，这有些人呢才稍微打消了些念头，但是坚持的人可有不少的。他那么招人？那也不是的，王爷平日里对旁人可都是不假辞色的，也就对咱公主有求必应。不过这萧寒呀，他还真得好好观察观察。就算是定亲了又如何呢？又没有成亲，要是真不合适，那肯定也是不行的。萧寒不知道自己这次的行为会让自己未来的大舅哥如此不满，给自己的追妻之路带来了些许麻烦。小五，你有没有给二师兄去过信呢？他要不要跟我们会合？去过信了。二师兄说他家中有事，会晚2日，让我们别等他。他能有什么事啊？二师兄可是武林盟主，肯定有很多事情忙啊，总不能跟我们一样啊。我早就听三师兄说过，二师兄根本不管事的，他都是把事情扔给下面的人，自己成天除了打架就是练功。是吗？武林盟主那么轻松？别人我不知道，反正二师兄是挺轻松的。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二师兄也有事要处理，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吗？小二，给老子好酒好在前上了，我们各了。好嘞，这就来，麻烦各位稍等。小五，你看什么呢？四师兄，你有没有觉得这次来白沙镇多了很多江湖中人？有吗？有，当然有。我刚才就想说了，上次来这里可没什么江湖人的，这次来我都看到好几波了，还都是成群结队的，不少人呢。我总觉得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小二，小爷跟你打听个事。爷，您问，只要小的知道的，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爷问你啊，这最近镇子上是不是来了很多江湖人？怎么回事啊？啊，爷，您不知道啊？这些江湖人其实不是来白沙镇的，而是要去云溪镇的。云溪镇？苏爷突然想到了什么？云溪镇？去那儿干什么？找宝藏啊！现在外面都传这云溪镇的伏虎山挖出宝贝了，据说是前朝宝藏，所以各方势力全来了。这消息究竟是怎么出来的？听说是行商，一直游走在各国各地，消息自然知道的多，所以现在不止江湖上，其他各国估计都有人来了。昨日啊，还有几个北疆人在我们店吃饭呢，也说到这宝藏的事儿了。看来
是有人想浑水摸鱼了。玉儿，你应该也听说了，这前朝宝藏的事情已经被传出去了，现在各方势力都虎视眈眈的。好在北极、大晋跟北疆都没什么兴趣，但是很多江湖中人就会铤而走险，想来分一杯羹。所以这些日子一波又一波的江湖人潜入云溪镇，真是，唉。那这些江湖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玉儿也觉得这事有可能是北域人自己透露出去的，好浑水摸鱼。看来大哥也是这么觉得的。上次那么大动静就是为了这宝藏，不可能被打退了就放弃的。这样将前朝宝藏的消息泄露出去，肯定有不少人打着宝藏的主意，届时他们就有机会混进来。毕竟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墓穴。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你抓的那些个江湖人里面，就没有一个怀疑对象？大部分人的身份都是能查得到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想要分一杯羹。这倒是奇怪了。也没什么奇怪的，或许他们想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也有可能。这些就是我们的人能查出来的所有信息了。属下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有用的。北域太后当年诞下皇子时，还有一宫妃同日生产。哦，是的，据说也诞下一皇子，但是因为难产，母子都没了。给我去查，当日给他接产的所有人。是，属下这就去。你不是说这墓穴打不开吗？连你们都打不开，军中估计也没人能打开了，连军师都去看过了，也无法。我们是打不开，不代表我师傅也打不开啊！啊，玉儿，玄老前辈也要过来。师傅对这地方挺感兴趣的。那肯定没问题了。那玄老前辈什么时候到？随时都可以啊，但我还是担心那些人。同样的，还要防备北域的人暗中潜入。还是等二师兄来了再说吧。有他在，我们才能放心去看墓穴。见过将军。那么快就回来了？军师这是连一晚上都没在那休息。担心那些贼人再度上门，我有些不放心。还好今晚是昨晚了，他们并没有行动。怎么会呢？妹妹，你不是想要见军师吗？这回就是了。早就听闻朱大侠的威名，今日一见，果然是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模样。二师兄倒是没说错。段盟主那是调侃我呢。早就听闻玄机老人有一关门的女弟子，看来就是姑娘了。这位小兄弟，莫不也是玄机老人的弟子？这是我四师兄，这位呢是我师姐，我师叔唯一的徒弟。看来是因为段盟主要来的缘故，那些人昨晚才没有动手吧？啊，朱大侠怎知我二师兄要来？若非段盟主要来，我想不出这些人有什么好害怕的。看来我二师兄在江湖上的威慑力很强悍啊，大家都很怕他。何止是怕呀，根本是不敢招惹。说说嘛，我二师兄又没有来，你放心，我们保证不告诉他。各位莫要为难我了，有什么你们可以问段盟主。周疯子，还是你识相，不像某些人，估计是皮痒了。二师兄，你这是干啥去了？能干嘛去啊？杀人去了呗。莫不是昨晚那些人没有过来，是因为段盟主？哼，周疯子，你可知道清风观？自是知道的。清风观上一任观主是个难得的好人，清风观能在江湖上有一席之地，一方面是他们的功法确实厉害，另一方面就是上一任观主，据传他做了很多善事。是啊，上一任观主顾清风是个多厉害多响当当的人物，结果他是年纪大了，老眼昏花了吗？竟然选了个这么个小人来接他的班。这个叫什么李云磊的，什么东西啊？面上跟我左好右好的，他娘的我一转身就给我撒毒粉围攻我，那我还能忍？其实外面早有传言，顾清风当年死的有些蹊跷，尤其这个李云磊根本不是顾清风最满意的弟子，他门下的亲传弟子好几个，在顾清风死后竟然先后都没了，实在是让人难以不怀疑。二师兄，在那些人里面，你有没有见到过什么奇怪的人？奇怪的人？哦，倒是有几个。怎么说？我是暗中过去的，自然要先听听那些人在商量些什么。哦，你这个下属当时也在，有几个人当时跳得很厉害，鼓动着大伙一起分银子，好不激动。待我出现后，一番威逼利诱，8成的人都打了退堂鼓。我以为这几个人还得费一番口舌呢，没想到他们反而是最先离开的。我观察过，那些人的身手在这一群人里绝对是最好的。我当时也就奇怪了一下，因为剩下的那些人还在闹腾，里面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再加上李云磊那玩意儿，我不就得大显身手了？就没顾上那几个人。妹妹，我正找你们呢。虽是对着苏月说话，但那眼神却是直直的看着鬼女的。大哥找我什么事啊？我爹不放心这边，让阿宇带着他那队人马过来了，估计下午就到。你看看准备什么时候请玄老前辈过来进墓穴。好的，这个呢我今日给你答复，我先跟我师父商量一下。好，那你们商量好了，第一时间跟我说。你这大哥怎么回事啊？就那么回事呗，
这小雪是不是还不知道啊？我觉得师姐在这方面还没开窍。这下有好戏看了，不知道小师叔知道了以后是什么反应？哎，二师兄，你可别去乱说，他俩这才刚开始呢，才哪到哪儿？你看师姐的样子，我大哥还有的等呢，可别坏了他们的事。哎呦，这就护上了。唉，没办法，好歹是我表哥，你也看到了，他都这么大年纪了，第一次喜欢一个姑娘，我不得帮着点啊？哎呀，也是，你说这么大一个男人了，怎么连个媳妇都骗不到手了？想我当年啊，一出场就把你二嫂迷得五迷三道的，非我不嫁。不过说来说去，还是你大哥他魅力不够，不如我，嘿嘿，差得远呢。真的？那我可要去问问我二嫂了。明明他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可是说二师兄你……哎，干嘛呢你？总的来说，我把你二嫂追到手了，对不对？啊，还给我生了孩子，切，你非得弄得那么清楚明白干什么？不懂事，一点都不懂事。师傅，这东西是什么啊？一个凹槽，难道还有钥匙吗？但看着也不像啊。还要钥匙啊？不会吧？我们有没有钥匙啊？真的不能用你的火药炸开？要炸早炸了，这山体结构如何，我们也不清楚啊。就怕把整个山炸塌了，那我们可就全部要被活埋了。让开！玄机老人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匕首，对着自己的手腕就准备割下去。师傅，你要干嘛呀？这石门开不开就算了，你也不能自残吧？松手！我不松。师傅，这个凹槽不是用什么钥匙的吧？难道是用人血？用血？还有这种操作？那也不能让师傅来呀！师傅，用我的血，我年轻，你血多。你的血不行。不行？为什么？这血还分谁的？那实在不行的话，就用小五的，总不能让师傅受累吧？小五，你说是不是？我倒是愿意，不过估计啊，我的血也是不行的，对不对，师傅？就你聪明，这个门只能为师开。很快，石门内里似乎有机关转动的声音。发财了，发财了，小五，快把这些东西都收了，咱们回去平分，平分。这些东西你都收了吧，到时候啊，你们师兄妹几人分了，都是些身外之物，放着也是放着。这就是200年前大夏国皇室族人的牌位，也是为师的族人。师傅，您老人家也是前朝皇室后裔？为师跟你们说个故事吧。大夏国200年前被灭，所有皇室之人都死于屠刀之下，因为他们要斩草除根。当然，这也能理解，毕竟当时大夏的皇帝是个嗜血残暴之人，在他的治理下，百姓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大夏国的分崩离析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没人知道的是，大皇子还有血脉在世，他的侧妃刚刚为他诞下一子。在混乱中，奶娘将自己的孩子顶替，救了这个皇室血脉。也正因为这个皇室血脉，才有了后来的种种。师傅，您说您是大夏皇朝的唯一血脉，那北疆那个前任圣师又是怎么一回事？为师也不清楚。所以您觉得可能是那些人顶着大夏国皇室后裔的旗号行事？那会不会是大夏当年其他的皇子或者公主的血脉呢？应该不会，毕竟真要是大夏当年的皇室血脉，又怎么会不知道这墓室的门需要皇室后裔的血才能打开？你不是说那些人占领云溪镇多日都开不了这墓穴吗？那就证明他们并不知道这墓穴的打开之法。这倒也是。所以说这个什么筹谋了200年的前朝余孽，根本就是假的嘛！说什么复国，这不是太可笑了？这事毕竟跟为师有些牵扯，所以这次我才想跟着过来，也算是有个了结吧。那这前朝宝藏的消息究竟是哪传出来的？就算是金银财宝之类的，多倒是挺多的，那也不至于这些人这么卖力疯抢吧？自然不是那些。他走到牌位前，手探到桌子底下摸索了2下，拿出一个锦盒，也不看，直接递给了苏月。这是炼铁的方法。对，你们可能不知道，大夏国之所以能统一大陆，除了大夏当时的君王是个100年难得一遇的治国奇才以外，最重要的是他们当时掌握了这炼铁的工艺，制出来的兵器比起其他国家强悍数倍有余，这才是他们能够次次取胜的关键。苏月没有说话，他认认真真地看着卷轴上的内容，因为这跟现代的炼铁技术相差不大。苏月不得不怀疑，这个创造这炼铁工艺的人不会也是个穿越者吧？
小五，这东西的价值可不好估量，不论哪方势力得到，这天下势必大乱。师傅，既然这东西的出现可能会造成这天下大乱，那还是不要让它出现了吧。什么意思？小五，你要将这东西给毁了，那是不是太可惜了？没什么可惜的，这东西对于我们而言没什么大作用，但是这要落到其他宵小之徒的手里，还真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那就由你做主吧。既然是前朝皇室的东西，那就还给他们吧。然后就将那卷轴点着了，三人看着这东西一点一点燃尽。那师傅，您觉得现在那所谓的前朝后裔会是什么人？左不过就是当年那场动乱后还活着的人吧，都不重要了。走吧，以后也不用过来了。死者已矣，就让他们清静些吧。这怎么那么多人呢？二师兄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有二师兄也没用，那么多人呢，二师兄就一个人。小心！苏玉一见刺死了想要偷袭鬼女的黑衣人，两方人马打得如火如荼的。二师兄怎么那么没用啊？二师兄快去帮忙，小五跟师傅呢？我们兵分两路了。怎么一个两个的都搞成这样？死不了吧？二师兄你终于来了，苏玉受了重伤，将人扶到安全的地方，这边交给我了。雷明长谢天芳，好啊，还真是你啊，谢天芳！他娘的，我那天说的话你都忘了是不是？我前脚刚走，你后脚就跟来了。段盟主，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哼，我段天涯说的话是没用的啊！我是不是说了，这伏虎山的事不准掺和，不准掺和啊！给我交代清楚这事的始末，还有哪些人来了？如有隐瞒，哼，后果你们是知道的。段天涯在众人七嘴八舌中大致明白了情况。所以你们就是被1000两一个人的条件给收买吗？不止，他们说那个宝藏也能有我们一份。哼，那你们可知跟你们做交易的是何人？看他们出手那么大方，应该是哪个世家的人吧？那是北域人，我们只是卖国求荣。段天涯一脚过去，人直接被踹了出去，重重的摔在不远处的大树上。这次是我们受了蒙蔽，段盟主想怎么处置都行，我们绝无二话。本盟主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召集所有人就下山，先去镇子里等着，等我忙完了再跟你们好好算账。到了下午，苏月几人都先下了山，在客栈住下。苏月，你伤口还疼吗？要不要找小师妹来看看？不用了，我忍得住。哎，怎么能忍呢？我还是让小师妹来看看吧，她可能有办法让你舒适一点。现在外面的情况如何了？没怎么，事情都解决了，墓穴塌了，北域人走了，你三叔过来主持大局，反正没什么大事儿。伤亡情况呢？死伤肯定很严重啊，但是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大哥，你身体还没恢复，神刚清醒，还是少操心心吧。大哥，我来帮你检查一下。好。小师姐，你去看看四师兄有没有帮我把药熬好，好了就拿过来。哦，好的。大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还需要继续努力。不过啊，我小师姐也不是半点反应都没。经历过这次，你们至少关系亲近了很多。哎，你不知道，她看你昏迷不醒，哭了很久呢。她只是因为愧疚，觉得我是因为她而受伤的，所以心里难受，不是因为旁的。那也得慢慢来啊，至少她现在肯跟你关系更进一步了。有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咱不急。准备的如何了？人已经送到了那位面前了。北域那位皇帝呢？我已经安排好将消息透露给他。北域皇帝此刻肯定已经派杀手过去了，这样就正中咱们的计划。那个人1-2个下人说的话不一定能够取信于他，但若是北域皇帝想要杀人灭口，那可就不一定了。别留下痕迹了，属下先自己确认了，绝对不会留下任何迹象。人死了？怎么会死的？你们究竟是干什么吃的？属下什么人如此厉害，竟然能够闯入皇宫大内，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杀人？是属下的错。说，都到现在了，还想要瞒着本座？那人好像是皇上的人。让你们办这么点小事也办不好，这要你们有何用？属下该死。你能确定吗？那人认出你了？是，属下跟那人见过一回，所以……废物！属下该死。北域皇帝眼神阴狠，自己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先下手为强了。若能将他手里的势力拿到手，那最好；若是不能，全部除之又如何呢？夏郎，你今日怎么有空过来呀？怎么不想我过来？怎么会？
明明是你太忙了，最近都很少来看我了。妍儿，我有话问你，你老老实实的跟我说，可好？什么事儿你问？对你，我什么时候隐瞒过呀？我的手下找到2个人，一个据说30年前是你宫里的宫女，叫冰霜，而另一个是30年前为芙蓉殿一位嫔妃接产的产婆。30年前，这宫里除了咱们的孩子，还有其他的皇子公主出生，本座怎么不知道？有这事儿？我也不相信，还特意去查阅了资料，宫内并没有这些记载。那就说明没有嘛。哎呀，都30年前的事情了，那么久远，我也老了，哪记得那么多呀？真的？自然是真的。妍儿，你可是我唯一真心疼爱的女人，你可不能骗我，否则本座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知道了。说完，老者一甩衣袖就离开了，独留太后一人在房内。母后，这么晚了，你找儿臣有什么事情？非得现在说？皇儿，出事了！他知道30年前的事情了，怎么办呢？他告诉你的？他说他找到2个人，一个是叫冰霜的宫女，另一个就是当年帮芙蓉殿那位接生的产婆。他甚至还去宫内查了资料，虽然什么也没查到，毕竟你父亲当年已经处理掉了，但是他肯定是怀疑了。为何当年怎么没有将人处理干净，给京师留下后患？那个产婆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那都是你父亲处理的。但是那个叫冰霜的宫女，我倒是想起点了，她并不是我近身伺候的，而是外院洒扫的。母后记得她是因为当年我的贴身大宫女冰女是她的姐姐，当年冰女等几个知情的全部都被处理掉，而她因为是外院洒扫的，并不能接近内殿，所以……母后糊涂啊，怎么能有如此妇人之仁？你的殿内里里外外有那么多人，走漏风声太容易不过了，应该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现在，那2人我已经让人灭口了。真的？什么时候的事？你怎么没跟我说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昨日，母后虽然人死了，死无对证，但是我的人却暴露了，所以他肯定是产生怀疑了。你的人怎么做事的？怎么能暴露呢？母后以为那位手里的人都是吃素的？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首先我们不能让他再找到证据，所以母后你要好好想想，当年的事究竟还有什么人知道？会不会还有像那2人那样的漏网之鱼？这我哪能记得呀？你父皇都处理得很干净啊，怎么会这样呢？这是母后好好想想，趁他还没有证据，并未对我们发作，我们得好好筹谋，可不能落了下风。皇儿想要做什么？若不能为我所用，这人留着也就没什么意义了。你不是说他手里的势力很大，还有那宝藏，你不是也想要吗？除了他，还有谁能开启宝藏呢？若成不了助力，要来又有何用？那咱们筹谋了那么些年，付出那么多，真要放弃，竹篮打水一场空，皇儿你可甘心吗？不甘心又有何办法？他若知道真相，只会成为我们的阻力，而且还是我们放任其成长为如今形势的阻力。那个男人去见了太后一面，太后似乎很紧张，随后就见了皇帝。说了些什么？殿外有不少高手在暗中守着，我们的人没敢上前，免得暴露。谨慎些好，盯紧些，不要出任何岔子。对了，太后那孩子的下落有查到吗？怎么了？费了一点功夫，也算是查到了些端倪，但是……据说先帝10几年前暗中将一名10几岁的小太监让人送进太后的寝殿服侍，那个小太监畏畏缩缩，笨手笨脚的，刚开始没有少挨打挨骂，但是人长得不错，眉清目秀的，深得一些老太监的喜欢，所以倒也有些人护着。活了2年，先帝也完全不管，似乎只是暗中送的人过去。后来小太监因为不小心打碎了太后娘娘最喜欢的花瓶，因此受了责罚，被打断了腿，也没有太医医治，一直拖着。老太监们又有了新的玩物，自然将他抛诸脑后，无人问津了，导致最后就那么死在了狭小的屋子里。据说死后先帝去看了一眼，甚至还坐在房间里好久，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你怀疑那个小太监就是太后那个孩子？是，一是因为年龄相仿，二是因为他的长相其实跟太后是有些相像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被那些别有用心的老太监给……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先皇的态度很微妙，想办法将消息递给太后。是，做得隐蔽些。是。说，
您离开后，太后就让人叫了皇帝过去，二人在殿内谈了很久，但我们的人并未探得他们在谈些什么。本座竟然让他在眼皮子底下成长到了如此地步，若是，还真是该千刀万剐呀！那个老宫女跟产婆的事查得怎么样了？他们是如何进的京，又如何被你们发现的？属下去查了，确实是巧合。老宫女无子无女，年老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就想着回来找当年一起在宫里的老姐妹，然后跟老姐妹提到了当年的事情。这个老姐妹是个聪明的，就想拿此事做文章，想要点银子为我们的人接货。而那个产婆本就在附近生活，因为儿子媳妇不孝顺，将她赶出了家门。她一路流浪乞讨过来，人有些疯疯癫癫的，在大街上乱说话，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继续查，本座不相信什么巧合，我倒想知道是什么人敢在本座的眼皮子底下做小动作，搅弄风云。是。还有，将我们派出去协助皇帝的势力慢慢收回来。这个有什么问题吗？不是，就是那么多年了，突然这样收回来，会不会引起皇上的猜忌呢？那就想办法将事情做得完美些，不要让人猜忌，又或者一点一点收，暂时不要引起对方的注意。以后再说。怎么回事啊？娘娘，外面在争吵些什么？吵到娘娘了，是2个不长眼的小太监为了个帕子在吵闹，老奴已经将人处理了。什么帕子呀？竟然还吵起来了，拿来我瞧瞧。污秽之物，还是不要脏了娘娘的眼睛。反正我也没什么事，看看吧。是，说说吧，怎么回事？2名小太监看了看太后身旁的总管，你一句我一句的将事情交代清楚了。一方帕子还值得你们如此？真是眼皮子欠的东西！拿来给哀家瞧瞧，是什么样的帕子让你们俩这样大打出手？这不就是普通的帕子吗？有什么特别的？等等，太后将帕子拿到眼前仔细端详，旁人看了或许不会如何，但是太后不一样，因为她对那个图案太熟悉了。她那个刚出生就被抱走的儿子后腰上就是这样的胎记。这帕子是谁的？给哀家说清楚。还有这帕子上的刺绣是谁绣的？最后2个人你争我夺的，到最后也没弄清楚这帕子究竟是谁的。来人，给我查清楚这帕子是谁的，上面的刺绣是谁的，为什么会绣这样的一个图案？给哀家好好查，越详细越好。是。黑衣人的调查速度很快，晚上就将消息送回来了。但是太后知道来龙去脉后崩溃了。那有那个胎记的那名小太监呢？死了。死了？是，10几年前就死了。说还有什么？那个小太监曾经也在太后身边伺候过，后来因为打碎了您最喜欢的花瓶，被打断了腿。当时因为伤势严重，又没有太医给他医治，所以没有挺过去就走了。给哀家讲讲这个小太监的生平，从出生到都给哀家详细说清楚。这个小太监前10几年并没有查到，属下只是查到了他在宫里的生活。讲。黑衣人将自己查到的所有信息全部告知了太后，没有一丝隐瞒。太后听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主子，我这就去见太医。不准去，哀家还死不了。你知道这个小太监是谁送进宫的吗？又是谁将他送进哀家的殿内的？属下并未查到是谁将他送进宫的，因为当年的记录里并没有他。至于是谁将人送来太后寝宫的，属下有些猜测。说。属下查到那小太监死后，先帝曾经去看过，甚至还在那屋子里待了片刻。先帝先帝呀，你真是好狠的心呐！你去给哀家出宫查查，哀家想知道这个小太监在入宫前的生活。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所有行为都会被人一一汇报到他那位下郎那边。二师兄，你这都跟着我1天了，你究竟想干什么？我就无聊啊，没想干什么。知道他这几日正在为那些武林中人操心，他听苏仙提了几句。二师兄，你别这样啊，都不像你了，你有什么就直说吧，这样会吓人的。小五，二师兄我是缺银子，那么多人呢，一个个穷的都跟什么似的。而且这次他们几乎是门派里的头头亲自过来的，就为了赚些银子。就算知道这事情有失道义，他们还是决定这么做了，而且没有让门派里的小的知道，更不想让他们沾手这种事情。二师兄我心里难受，想帮他们，但是自己也是能力有限，而且都这些年了，我也知道光给银子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他们得自己找办法，自己立起来，光靠我接济根本不是长久之计嘛。
那二师兄想怎么帮助他们呢？要是知道，我就不用这么烦了。那我擅长啊。张大哥，我苏仙旁的不会，就是会赚钱。你问妹妹还不如问我呢。你想的那些问题呢，其实那日看到你给那几名大侠银票的时候，我就替你想了。其实江湖中人也是有很多优势的，首先就是身手好，对不对？那么他们就可以开武馆或者镖局一类的，前期投入的也不多，毕竟这类的有地方有人就行了。只要名声打出去了，以后的生意自然少不了。贤弟，属下回来，将小太监在宫外的生平汇报给了他。太后眼里的恨意明显，他缓缓地从一个匣子里拿出一个黑色的瓷瓶，看着这瓷瓶，太后眼里满是疯狂。来人，哀家让御膳房给皇帝炖的汤炖好了吗？好了好了，奴才这就让人送去。不用了，心里闷，哀家自己送过去吧，顺道走走。母后是有什么烦心事？还不就是那些事儿啊。母后，那些事就交给儿臣处理，您不用操心的。母后知道我儿孝顺，可是努力了那么多年，竟然，母后都替皇儿不甘心呐。太后自然地将汤递给皇帝，在他面前还是要装装样子的，拿着勺子喝了2口。怎么样啊？一如既往的好喝。好喝就多喝点儿，你看看你最近都瘦了，肯定是政务太忙了。朕是皇帝，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几句话之间，皇帝就将一碗汤喝了个干净。发了很大的火，还不知道原因。是，后来又给皇上送汤了，好像什么事没有发生似的。这倒是稀奇了。但是我们意外发现，太后身边还有一个暗卫在。哼，他倒是没我们想象的那么蠢，还知道留条后路。还是派人盯着些，本座想知道他让那暗卫去做了什么。是，还有一事。说，我们有人在都城看到了靖南王。靖南王？大庆的那位？是。一切好像都清明了一些。原来在他眼皮子底下搅弄风云的竟然是这位，那就难怪他的人找不到线索了。人在哪里？城南那一处宅子。大庆靖南王来访，本座怎可不尽一尽地主之谊？前辈既然来了，就去请进来吧。夜晚天寒，毕竟年纪大了。是靖南王的手下太能干了，本座今日才知道王爷竟然来了北域。前辈有话就问吧，晚辈知无不言。那2个人是王爷送到本座面前的。是。为何？自然是为了帮忙。帮忙？看着前辈被人欺骗了那么多年，还为此耗尽心血，本王都有些看不过去了。那就多谢王爷了，本座筹谋多年，没想到还能被个小崽子算计了去，确实丢人呐。前辈不会以为此事是北域皇帝的杰作吧？自然清楚，算计了本座的，本座都会拿回来。那前辈此次前来又是做什么呢？自然是找王爷来谈合作的。哦，愿闻其详。本座家族筹谋200年，手中势力众多，而且我们在伏虎山藏有宝藏，有翻天覆地之能，所以想与靖南王合作。只要你愿助我拿下北域，本座定也能助王爷登上那至尊之位。前辈的消息有些滞后啊，您不知道伏虎山的墓穴已经塌陷了吗？什么？此事我会调查清楚，今日就先聊到这儿，本座下次再找机会跟王爷详谈。前辈留步，赠送前辈一个消息，就算墓穴没有塌陷，前辈可能都没有办法进得去。前辈作为大夏王朝皇室后裔，难道不知道那墓穴需要皇室后裔的鲜血才能打得开吗？看来前辈并不知晓，那就奇怪了。他知道这个靖南王不会无的放矢，他说的肯定是真的。可是他的父亲当年并没有跟他说过这一点，或者说父亲也不知道。大师兄，你不能老这样，在这御书房里一待就是一天，大嫂会有意见的。哼，就你这样的还来教育我？我准备给飞燕调一款养颜汤，需要小五的紫灵芝。大师兄，你给小五写封信来，要一些过来。你想要给飞燕送东西，找小五要紫灵芝，为啥要我去给你要？我也不光给飞燕做，也会给大嫂做一份的。大师兄您说话，小五更听些不是吗？父皇，青青来了。三叔也在呀。您今日怎么没有去陪飞燕姑姑啊？你这个人小鬼大的小机灵鬼，还敢调侃你三叔？青青想小五姑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快了。真的吗？父皇什么时候骗过你？好吧，太好了，
要看到小虎姑姑了。婚礼定在年底，估计那时候事情也能告一段落了，大家都有时间了。到时候把师傅跟师叔也接过来。这期间还有时间，你也别逗留了，去那边帮着些吧。我不大放心他们几个。有二师兄在呢。老二冲动，再不济师傅跟小师叔都在呢，你瞎操什么心啊？我安排不了你了是吧？我就说吧，大师兄让我去，我就去呗。而一旁听着他们说话的欧阳青青，圆溜溜的大眼珠子转了转，不知道在打什么坏主意呢。这个女人，本座还真是小瞧她了。不过念在她为本座孩儿报仇的份上，本座倒是可以给她留一个全尸。太后自从晕倒后就闭门不出了，说是要为逝去的几个皇子祈福。哼，演得倒挺像。这世间的女子是不是都是天生的戏子？主子，还有一事。说。皇帝好像不止中了我们的毒。什么意思？好像有人在我们之前动手了。确定吗？属下亲自去确认过，虽然脉象很弱，但是属下很确定，只是属下也没有探出是什么毒，但是确实能让人慢慢失去了生机，死得无声无息的。这事儿倒是有趣，别让他死得太快，后面说不定还要用到他。是。行了，本座去看看那位在祈福的太后吧，是有几日没去了，毕竟往后还是有事需要用到他。夏郎，这奴才犯错了。犯错了。下次别自己动手，交给我。他们谁也没有提起皇帝卧病在床一事，也没有提起那些个刚刚死去的皇子，好像都跟他们俩没有一点关系。竹兰殿的李美人怀了身孕了，3个月了。哦，谁的种啊？说什么傻话，自然是皇帝了。哼，那真是谢天谢地，皇帝没有绝后呢。是啊，好在还有这个希望。夏郎准备怎么做呀？先将人保护起来，等孩子生了，直接立为太子。到时候太后垂帘听政，我为太子之师，为其授业解惑，太后以为如何？倒是个不错的法子。还有，如今皇帝那边是那么个情况，边关那边要收兵了，否则内忧外患。皇帝现在不能主事，太后可不能不管的。哀家能做什么？也无需做什么，只要下一道圣旨到边关退兵罢了。真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结束了，我以为北域这个架势是想要死磕到底呢。原本确实是这样，可惜呀，内里腐朽严重，再加上再加上什么？咱们的靖南王去了一趟北域，有他搅弄风云，自然万无一失。小韩这小子确实手段了得。我最初还担心他冲动，真不愧是靖南王啊，不费一兵一卒啊，就将这事儿给彻底解决了。这孩子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自小就聪明，难有人能及，不是个冲动的人。那祖父，接下来我们得做好安排，这次不能如此轻易放过，否则我大庆国威何在？理应如此，我大庆自建国以来还未受过此等屈辱，若不是不想破坏这和平，不想百姓受苦，老夫真想重新披上盔甲，直接杀到北域帝都去，让他们看看我们大秦的真正实力。小虎姑姑，四叔，快救救我！四叔，青青终于见到您了，青青好可怜啊！三叔虐待我。三师兄，你怎么这样啊？青青还那么小，你怎么能将她捆着呢？哼，不给他点教训，他就无法无天了。三师兄，这是怎么回事啊？青青怎么会跟着你一起过来？大师兄肯吗？这丫头啊，不知道像谁，长了通天的胆子，她是偷偷跟来的。什么叫偷偷跟来的？明明是我想小虎姑姑和四叔了。我知道三叔肯定不愿意带我，父皇母后也不会同意我出宫，所以我才自己过来的。你的歪理邪说倒是多，钻狗洞钻出习惯了是吧？大嫂明明把那几个狗洞全堵上了，你到底怎么出来的？我当然有我的办法，哼，我才不告诉你呢。胆子是大，跟大师兄说了吧，大嫂肯定急坏了。放心，说过了。小虎姑姑，青青真的是想你跟四叔了，不是故意的。啊，小虎姑姑，这个漂亮姐姐是谁啊？青青，你可不能乱叫，这个也是姑姑，可不能叫姐姐。你就是青青，我叫小雪，也是你父皇的师妹，那你也应该叫我小雪姑姑。小雪姑姑，原来我还有一个这么好看的姑姑啊！小雪姑姑真好看，青青最喜欢小雪姑姑了，
玄小三跟苏月对视一眼，都不说话。这丫头真是长了一张骗死人的嘴。青青，你明明说过的，最喜欢四叔的。四叔，青青也喜欢你，不伤心啊。小师姐啊，咱这位小公主啊，你以后就知道了。快跟我说说，北羽怎么退兵了？你做了什么？行，跟你说。屋内的苏月听完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震惊的无以复加。所以古人有云，宁得罪小人，莫得罪女人，这可是真理啊。你也是女人呢？那我也得实事求是啊。那现在呢？北羽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打仗是不可能了。朝堂之事都够他们折腾的。那位前朝皇室后裔，估计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吧？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个北域皇帝不是快死了吗？他的几个皇子一个也没剩下。我离开前得知，他暗中保护起了一个北域皇帝的妃嫔，说是怀孕了。真的假的？依照我对此人的了解，多半是假的。那朝堂怎么可能认啊？有太后在前面冲锋陷阵，这时候皇帝昏迷，能拿主意的也就只剩下太后了。所以你觉得他们这事儿能成？8、9不离10。夜市一早，京都的圣旨到了，苏家军也着手准备回京都的事宜。大哥，这皇上跟父亲的安排最为妥当，我们听令行事即可。可是，你也有很多年没回过京都了。此次回京，好好替我给母亲尽尽孝，其他的不是你要操心的。这个我肯定会。要不这样吧，大哥，我留在边关，你带军回京都。这事儿我写信回去跟父亲说，绝对。身为将领，第一要务就是听令，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无论是你还是我，都得留一个下来。留谁下来有什么差别？我是老大，这些事也理应我来。行了，你也别婆婆妈妈的，赶紧去安排。那些事我就不操心了，你自己安排就好。5日以后，大军终于抵达京都城外。末将苏毅参见太子，太子千岁千岁。众位免礼，众位辛苦了。皇上已准备宫宴为各位接风。谢太子千岁。这次靖南王亦是功不可没，深入虎穴，不费一兵一卒，就能阻止此次战役，当真了得。都是臣的本分，是微臣应该做的。苏恒摸了摸胡子，满面红光。好了，太子，还是回宫再聊吧。文武百官也在城门口候了1个晌午了。大舅母，您这是怎么了？一大早谁让你不开心了？唉，也是一大早你外祖父过来传的消息，说是苗疆那边主动提出和亲，已经2国友好，而且啊，对方是送个公主来，连人选都挑好了，就是你大哥。苗疆公主，那不是小师姐吗？看来是小师叔行动呢，这速度够快的。玉儿，大舅母，我听着呢。你说这事怎么办呢？这是好事啊，公主啊，配大哥也不差吧？哎呀，什么好事啊？他再怎么身份贵重，那玉儿不喜欢有什么用啊？哎呀，玉儿，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大哥，他喜欢的是你小师姐。小雪，出什么事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小雪，怎么了？我问你，苗疆有意和亲，苗疆公主选了你做驸马，可有此事？小雪，你听我说，我没有答应，我就问你，是不是有此事？是，但是我没同意。我已经入宫跟太子说过了，我不会娶那苗疆公主的，让她重新择一良婿。重新择一良婿？是啊，小雪，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我以为你不会知道的，我不是特意要瞒着你的，只是我不想你为此事忧心而已。你竟然还想瞒着我？你退了亲还想瞒着我？小师妹，连你也帮他不帮我吗？小师姐，你别生气，这是误会啊！小雪啊，你可别生气啊！玉儿那傻小子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你是苗疆公主，以为要让他娶旁人呢，所以才一大早赶去退婚的。又过了半月，就是苏玉跟鬼女的大婚之日了。四叔啊，我也要去闹洞房，你也带我去。哎，那可不行啊，小四，你不想再被罚的话，还是不要带了。这闹洞房可不是小娃娃该看的，尤其是女娃娃。为什么？这有什么为什么的？你个小人精，什么都想知道，快去找你小五姑姑去，不然你又得挨训了。这里可是男科学，你是女孩子。我不走，你们要是不带我去看闹洞房，我就告诉小五姑姑，你们带我去看小姐姐跳舞，还脱衣。我的小祖宗，这个咱们都说好了，再不提他，你怎么又说？都说的是意外呀！上次一个生意上的伙伴带他去听曲儿，他就把玄小四也带去了，谁知道那人竟然找了几个舞娘过来跳艳舞。欧阳青青这小丫头不知道怎么的，偷偷跟着他们一道进去了。
幸亏他发现的早，否则不知道这小丫头会看到什么不该看的呢。春去秋来，时间过得很快。嗨，四师兄，我们去北齐还有些时间呢，你要不要去看看你大哥跟你爹啊？我看你最近的书信特别多。哦，是的，我大哥的老婆怀孕了，好像还挺开心的，说我下次回去说不定就有侄子侄女了。还有就是我那个父皇要传位给我大哥了，让我也回去看看，我正考虑呢。还考虑什么呀？那可是大事，你得回去看看啊，不然显得你多没了解。我可是知道的，你大哥跟你爹经常会给你送些好东西，你可不能做白眼狼啊。回去啊？对啊，刚好我最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不我跟你一块去，也好有个伴儿，你说呢？好啊好啊，我一个人还真的挺无聊的，你陪我去，至少还有个人一起玩。那小五，我就去一趟北疆，再去北齐，你就自己去。你不用管我，我到时候跟师姐一起，还有师傅他们呢，没事。对呀，还有师傅呢，那你就给我准备些路上用的东西吧，我过2日就出发，然后我们北齐再集合，各种水果都给我来一些，还有些肉干、蜜饯什么的，反正你就看着做吧，别让我饿着就行。主子，您曾经说过，若是我们中有人想成家了，就跟您说，这事还……冷风，你有看上的姑娘呢？不是我，是其他的兄弟。这些日子一直有按时吃公主配的药，身体也完全没问题了。看上的是哪家的姑娘？不是哪家的姑娘，其中一个是城西张家的，是个寡妇，独自带着一个女儿。但是属下已经去看过了，是个本分的。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是飞烟阁的人。飞烟阁是什么地方？是仙楼。在你看来，我这个主子就那么古板吗？说的女子是真心想要好好过日子的，以前做过什么不重要。我相信沦落到那种地方，谁都不愿意，都是可怜人罢了。多谢主子。那个张寡妇子音，你去将军府找府中的老人问问，该是什么流程就是什么流程，帮人把事情张罗。需要银子呢，就去账上拿。有你不便出面的，找将军府帮忙，或者是让何风出面都行。冷风赶紧接话：主子，属下们手里都有银子的，不需要您。啊，别在这种事情上跟我争论啊！你们跟我那么久了，为我出生入死的，行的时候我也帮不了你们什么。这种事情自然得由我这个做主子的负责了。哥哥，今日不忙吗？怎么又到我这儿来了？还行，就想出来走走，也来看看你。哼，他在宫里天天闹腾，你这是来我这儿躲清闲了吧？妹妹，你是不是药下的太猛了？父皇最近真是……哎，有事情让他忙忙也好啊，省得整天胡思乱想，会忧思长疾的。可现在也太积极了些。也不怪他，哥哥，您现在19岁，又是太子，早该成亲生子的。萧寒比我还大上好几岁呢，不也刚定亲？没办法啊，他要等我嘛。你呀，对了，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去北齐？10日以后吧。我也准备了些礼物，到时候你一并带回去给玄神医，不能亲自到场替我赔个不是。放心吧，我三师兄明白的。行了，我出去逛逛吧，你这都是药味儿，我闻着难受。几日后，苏月就出发去北齐了。那么舍不得啊，师姐，要不就不去了吧？那可不行，三师兄会生气的。哦，不，三师兄可没时间生你的气，他陪飞燕姐姐都来不及呢。那也不行，大家都去了，多好的团圆机会啊！我还没有见过大嫂二嫂呢，刚好见一见。你跟大哥也真是的，都成婚了还天天黏黏糊糊的。我们是夫妻，怎么了吗？祖母说的，新婚小夫妻都是这样的。哟，还知道拿外祖母来压他呢，不得了啊！大师兄，师傅他们真的今日到吗？怎么还没来呀？昨日就收到的消息，已经到这附近的城镇了，按时间今日早上肯定能到。这都快中午了，我都饿了。师傅还在路上呢，让你等一会儿，委屈你了。少爷，您先吃点这东西垫垫吗？苏青看了撇撇嘴，这小丫头对玄小四的事情可真上心。来了，皇上，前面来人了。大师兄，大师兄！哎呀，大师兄，你看到我怎么不激动呢？年初不是刚见过？现在都年末了好吗？你怎么都不激动呢？我都激动的睡不着觉了。大师兄，三师兄，四师兄。师傅，徒儿来接您了。好，已经有20年没来北齐了，我也来看看，在旭儿的治理下，北齐有什么变化。徒儿都安排好了。自我登基以来，师傅跟小师叔还是第一次来，主公立可好？可随主便，听你的。苏月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玄小四身旁多出来的花琉璃，将苏谦拉到一旁。啊，三哥，那姑娘是干什么的？妹妹，你也发现了？那姑娘是北疆皇帝给的，还是大皇子？谁的人也不是，是你四师兄自己惹上的。
怎么说？苏青然后把自己知道的一股脑的添油加醋的全部告诉了苏月，说的那叫一个眉飞色舞。那花姐姐是不是要对四叔以身相许啊？你这丫头从哪听来这样的话？被你父皇母后知道了，可得罚你的。戏本子里都是这么说的，男子救了女子或者是女子的家人，女子就要以身相许啊。这话以后不准说啊，不然受罚了我可帮不了你。我才不会跟别人说呢，只跟小五姑姑说。终于到了选小三大婚的日子，北齐上得了台面的人全都来了。为什么会那么盛大呢？连皇帝皇后都亲自到场了，其他人还用说吗？后来听说一对新人当众跪拜了一个衍生的老者，连皇帝都只是坐在下手，闹得众人又是一阵猜测，这位老者是什么人？好，都是好孩子。今日过后，你们二人就要一生相伴，福祸苦乐同担共享。是，师父。苏月看着满眼温柔的选小三，不自觉地看向萧寒，而此时的萧寒似乎也有感应一般看向他，满是柔情。再有1年，他也可以娶自己心爱的女子了。苏月似乎也能感知他所想，小脸微红，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当然，往后人生或许有磨难有挫折，但是心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了。